西岳大陆，云溪国。处于沙漠地区的云溪国已经1个月未见雨水了，地面都开始有了轻微的皲裂，黄沙漫天，百姓叫苦不迭。皇宫大殿内，此时跪了一地的臣子，一个个满脸苦色。对于这种天灾，都没有一点的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太监匆匆走了进来，跪在大殿之下，禀告陛下，皇后娘娘要生了。随着他这话落下，外面雷声滚滚，这天似要下雨了。云武帝唰的一下起身，就往外走，摆驾凤仪宫。臣子一个个面面相觑，陛下这就走了？前几日熹贵妃娘娘生皇子的时候，皇上可都没去探望呀。果然，皇后娘娘和皇上是真爱啊。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云武帝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前几日国师大人找到他，跟他说了，皇后娘娘这一胎是个小公主。小公主啊，云溪国100年都未出一个小公主了，这云武帝是做梦都想生女儿，可是一连10个孩子全是带把的，而且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儿子个个很优秀，但云溪国却一天天落败。这不，现在邻国还要么来骚扰一下，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大皇子为了保卫国家，在一场战斗中下落不明，生死未知。他的生母岳贵妃如今也不争宠了，日日去那寺庙里为他祈福。云武帝到凤仪宫时，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倾盆大雨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这雨水似乎有特别的能力，不少死去的庄稼被这雨水一淋，竟都死而复生了。云溪国濒临绝种的花花草草忽然恢复了生机，那一直光秃秃的御花园竟百花齐放，一群喜鹊飞到了凤仪宫外，唱着乐曲，似在恭迎着什么。雨后的天空霞光万丈，似神仙下凡。云溪国的众人叹为观止，一打听才知道，云溪国迎来了100年来的第一个小公主。百姓纷纷自发的跪下，朝着皇宫的方向跪拜，恭迎小公主。这是神女下凡啊！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众人都跟着喊了起来。与此同时，云武帝也得以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他看着稳婆怀里那个小小的水灵灵的小婴儿，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这些年来，除了第一个孩子，其余的孩子他几乎都没抱过。这会儿是想抱女儿，又怕自己粗粝的手会伤到她，哪怕隔着襁褓，他也怕。这可是他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啊！陛下不抱抱她吗？皇后娘娘微微起身，贴身宫女立马扶着她微微起身躺坐着。哪怕现在刚刚生产完，有些虚弱，依旧难掩那绝色。这皇后娘娘年轻时是名动云溪国的大美人，哪怕人到中年，依旧美若天仙，只是这么轻轻一笑，便能勾动人的心弦。云武帝听他这么说，有些迟疑，朕拿惯了刀枪，怕把握不好力道，伤了他。皇后娘娘莞尔一笑，不是陛下期盼的孩子吗？抱抱他吧。云武帝似乎也被他说动了，从稳婆手里将孩子接过来。原本嘬着手指闭着眼睛的小家伙，在落入他怀抱的一瞬间，忽然睁开了眼睛。圆溜溜的大眼睛像黑葡萄一般纯净无瑕，忽闪忽闪地看着他，将他的心都看得化了。忽然他弯唇冲他软软一笑，小婴儿没有牙齿，露出粉嫩嫩的牙床，萌死个人了。云武帝那是恨不得将心都掏出来送给他。哇，小公主对陛下笑了呢。稳婆在一边笑，看来小公主很喜欢陛下呢。皇后娘娘也有些诧异，我生三皇子的时候，她刚出生还不会睁眼睛呢，看来小公主是真的很喜欢您呢。云武帝十分享受他们的说辞，直接对旁边的云公公开口赏。这赏的自然是稳婆了。稳婆心中一喜，连忙跪下谢礼，谢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小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云武帝心情很不错，今得小公主，朕龙心甚悦，大赦天下。至于朕的小公主，赐封号长安，令赐封地长安城，名字就叫拓跋佑安吧。安安乃是朕最小的公主，也是唯一的公主，朕只愿她这一生平安顺遂。前几日苗疆那边送来的玉石全部送到安安这边来，都给朕的小公主。上好的丝绸全部送过来，给朕的安安做几身合适的衣裳。云公公越听越心惊，要知道这些年来云溪国真的不算富庶，陛下给小公主的这些东西是目前皇宫里最好的东西了。那些丝绸陛下自己都舍不得用，过2年就是白月国的陛下生辰了，陛下还打算送那边去的，结果现在全给小公主了。这小公主真正是得圣恩啊！佑安忽闪着大眼睛，努力地瞪圆眼睛，想要看清楚眼前的人的模样，可就是看不清，最终抵不过心山的困倦，闭上眼睛甜甜的睡去。云武帝见他睡着了，声音都小了几分，他也不走，就寻了一把凳子坐下，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软绵绵的很奇异的触感，他心柔软一片，目光不自觉地露出了几分慈爱。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声禀告：报，陛下，三皇子求见。云武帝脸上的柔和散去，
语气淡淡的，却含着驱赶的意思。不见。小公主刚刚出生，还很虚弱，告诉她想看，等小公主满月后再说。就是这样，三皇子，您看。禀告的云公公无奈的摊手，陛下对这小公主可是宝贝的很。三皇子拓跋辽站在门口，少年今年已18，完美的继承了皇后娘娘的美貌，那双丹凤眼妩媚多情，不知道偷走了多少闺门少女的心。我可是小公主的亲哥哥，都不能见见我的亲妹妹吗？拓跋辽也一直想要一个妹妹，妹妹还在母后肚子里的时候，他就日日过来看看她，心里默念一定要是个妹妹，没想到心想事成了，却不让她见。父皇好狠的心。不行。云公公摇摇头，陛下这会儿抱着不想撒手呢，咱家劝三皇子还是改日再来吧。好吧。拓跋辽手中的扇子啪的一下打开，扇着风离开，那我便改日再来。夜晚，一抹黑影在皇城上掠过，最后落在凤仪宫宫殿的上方。来人一身劲装，戴着面具，轻轻地掀开屋顶上的瓦片往下看。第2章，魔王的缩小版。好家伙，他父皇竟然还在，他就没有朝政上的事情要处理吗？没错，来人正是拓跋辽。他本想着趁着深夜过来看看妹妹，偷偷的不被他父皇看到，结果他父皇竟然还在，这会儿还抱着妹妹在走动呢。要命！他就想看看妹妹，怎么那么难？拓跋辽从衣袖里掏出一根香，想了一下，还是放进去了。算了，等会儿妹妹吸了不好怎么办？他还是再忍忍吧。无奈之下，拓跋辽只能先离开了，心里却是狠狠地记了一笔。可恶的父皇！拓跋佑安待了1个月，总算从宫女的口中知道了他现在的处境。他本是天界的神花，后机缘巧合到了魔族。第一次下凡，他没弄好，跳到了21世纪20年代，在那边待了一辈子也没找到魔王，这不又重新跳了。这一次跳到了架空时代，这里是西岳大陆云溪国。云溪国偏边界连接沙漠，这里土地贫瘠，种植物和稻谷那些都难以生存，天气也比较恶劣，但人人骁勇善战，所以哪怕资源很差，依旧能在这吃人的古代拿到一席之地。云溪国的皇帝云武帝是战神，现在的江山都是他一手扩大的，但他只擅长打仗，对于发展农作物这一块不是很会，导致现在国库干瘪的见不到几个金豆子。总而言之，就是又穷又偏僻，除了会打仗，其余都空荡荡。不过这几日下来，他算是发现了这云武帝是个隐藏的超级女儿奴，整天把他抱在怀里，这就导致他吃喝拉撒都被他看着。拓跋佑安因而就没有隐私了吗？但是拓跋佑安看了一眼自己漂亮的亲娘和样貌帅气的云武帝，原谅他了。他们基因都这么好，不管怎么说，他这一世应该不会长得太磕碜。长得好看的人犯点错，他是可以容忍的。没错，他是个超级大颜控。为什么要找魔王？还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陛下，马上就是安安100天了。皇后娘娘有些犹豫，还是说了出来，要不简单操办一下。隆重的办是不可能的，没钱。但是不办的话，他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这可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呀。云武帝跟他是一个想法，朕想好了，安安的100日宴就办7天吧。皇后娘娘满脸惊讶地看向他，陛下，之前皇子100日也不过是办了3天。皇后娘娘心里是开心的，但又有些犹豫。十皇子比安安大几天，他100日宴也不过是办了3天而已。如果安安这里办7天，熹贵妃那边指不定怎么仇恨安安呢。皇后娘娘可不敢把别人想得太好，她不想帮安安树立敌人。无妨。云武帝语气淡淡的，皇子而已，哪里有那么娇贵？他们能有朕的安安娇贵？皇后娘娘虽然很开心，但是陛下您这样必定让那几个贵妃心里不好受了。此事就这么定下了，朕要告诉天下，朕最爱的小公主100天了。皇后娘娘哪怕忧心忡忡的，也只能应下了。毕竟一切都是陛下做主的。云武帝逗弄着拓跋佑安，乖乖，朕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朕有小公主了。与此同时，邻国也收到了云武帝的邀请函。一个公主而已，这云武帝是疯了吧？区区一个公主，却大办？他云武帝还有钱？办完了，怕是都没钱打仗了吧？蠢货一个，真正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莽夫，为了一个女儿做到这样的地步，愚蠢至极。别的国家，公主不过是和亲的工具，谁会这么重视？一个个都嘲笑云武帝，为了区区一个公主，大动干戈。虽然如此，但他们送礼还是挑着好的送，毕竟别的国家也会送礼，如果送的差了，岂不是会被别人国家嘲笑？至于前去送礼的人，各个国家就显得敷衍了，挑的都是一些不受宠的皇子过去。区区一个云溪国，还不至于让他们选有能力的皇子过去。拓跋佑安现在有个烦恼，他现在是小婴儿，虽然会说话，但为了不引起麻烦，他都是装作不会说话的。
这就导致，只要父皇不在的夜晚，就会有人在他耳边不断的喊着妹妹，简直是魔音入耳。这一晚，拓跋佑安不耐烦了，直接睁开了眼睛，就对上了一双妩媚多情的丹凤眼，那眼尾的地方还点着一颗泪痣。我操，帅哥你谁啊？拓跋佑安心里那一点点小烦躁都消失不见了，他冲帅哥哥露出了一个软乎乎的笑。拓跋辽没想到小家伙会突然醒来，见他对他笑，他伸出手轻轻的捏了捏他的小脸。小乖乖，马上百日了呢，哥哥帮你准备了一个礼物，等你百日那天送给你哦。他轻轻的摸了摸他的绒发，柔软细腻的触感让他心温软一片。他也有妹妹了呢，哥哥，难道这就是三皇子？他亲哥，仔细看的确和母后有几分相似。好了，快睡吧，小孩子晚上不睡觉会长不高的哟。拓跋佑安，是谁害的？还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喊妹妹。拓跋佑安瞪了他一眼，他却轻笑了一声，还会瞪眼了。我家妹妹真聪明。拓跋佑安，你怕是个傻子吧？拓跋辽伸手盖在他的眼睛上，低声念了几句什么。拓跋佑安忽然就感觉很困，睡过去之前，他却在心里感叹，这三哥果然也不简单。刚刚那是咒语吧？咒语可不是在云溪国能学到的东西。拓跋辽看着妹妹的睡颜，凑过去，在她娇嫩的小脸蛋上面亲了一下。睡吧，我亲爱的妹妹，愿你做个好梦。拓跋佑安的百日宴很快就到了，他一早就被奶娘抱起来换了一身喜庆的衣裳，活像观音座下的福娃娃，白嫩嫩的圆滚滚的，穿着那大红色的衣裳就像个红团子，那莲藕般的手臂一节一节的，让人想要上手捏两把。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坐在龙椅上，下方各国的使者陆陆续续的进来送礼入座。奶团子被云武帝抱在怀里，一开始还好奇的张望，不一会儿眼皮都要打架了。没有帅哥哥，那些使者都没有他父皇好看。就在这时，门口的太监报苗国九皇子到，送苗疆极品玉石1颗。拓跋佑安懒懒的看了门口，少年踏着晨光走了进来。少年穿着极具特色的服装，那胸口露出一大半，脖颈上挂着银项圈，看起来才5岁大小，奶乎乎的小脸上一片严肃，看起来又奶又萌。这不是魔王的缩小版吗？第3章，这么好看的小哥哥。拓跋佑安的目光蹭的一下就亮了起来，他微微直起身子去看，小少年捧着一个盒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单膝跪地，将盒子抬起来，举过头顶。恭贺云武帝喜得小公主，小公主百日快乐，这是我国赠予小公主的。云武帝轻轻的嗯了一声，让云公公收下。小少年顺势起身，走到一边坐下。下面还有人上来送礼，但拓跋佑安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离开。小少年端坐在席位上，那认真的小模样萌到吐奶。拓跋佑安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云武帝一低头就看到女儿的表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他伸手遮住他的眼睛。怎么，朕还没那个小家伙好看？拓跋佑安吃醋了吗？他的父皇，啧，男人这该死的胜负欲哦。拓跋佑安眼睛忽闪忽闪的，云武帝放下手，就见他一眨不眨的看着他，对上他的目光，弯唇一笑，眼睛都弯成了月牙。乖巧奶萌得很，小手抱着他的食指，软乎乎的笑着。瞧着他奶软奶软的笑容，云武帝心里那一点点醋味都消失不见了，心里柔软成一片汪洋。乖乖，朕的小乖乖，太可爱了。这么可爱的小乖乖，用这样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他怎么还能吃醋呢？下方的小少年抬眸看了一眼上方，又低下头去。各国使者都送了礼，吃了饭后就去云武帝安排好的地方休息了。拓跋佑安也回到了奶娘的怀抱里，喝了奶，睡了一觉。他醒来，奶娘给他换了尿布，就带着他要去找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还跟着云武帝在大殿那边忙活。奶娘抱着奶乎乎的小团子走在公道上，一转弯却碰见了苗疆的小少年。小少年似也听到了声音，抬眸朝着他们看过来。拓跋佑安偏头看到他，扭身就要去看，吓得奶娘连忙把他抱紧。小公主，你可是想见见苗国的小皇子？拓跋佑安连忙点了点头。奶娘抱着他蹲下来，奴婢见过小皇子，这是我们云溪国的长安公主。小公主见小皇子长得极好，想要和小皇子做朋友呢。奶娘笑眯眯的，那笑容不含杂质，乌墨就没太反感。而且她目光落在拓跋佑安身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奶团子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但是那双眼睛特别的纯净，纯净到他忍不住想靠近。对上小家伙软软的笑容，乌墨往他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蹲下身子看着他。拓跋佑安近距离的接受缩小魔王的美颜暴击，没忍住，伸出小手轻轻的握住了他的食指。没办法，手太小了，只能握住食指这样子。乌墨脸色一变，连忙缩回自己的手，别碰我。见他一脸受伤，他连忙开口接受。他们都说我是不祥之人，我不想把这份霉运带给你。拓跋佑安，他
他忽然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嘴里咿咿呀呀的，似在骂骂咧咧。靠，他们才是不祥之人呢！长得这么好看的小哥哥，怎么可能是不祥之人？不要听他们胡说。他忽然激动，乌莫愣住了，不明白他是为什么生气了。奶娘笑着解释：小皇子，我家公主的意思是，那些人都是胡说的。您这么好看的人，必定不可能是不祥之人，您不要介意。拓跋佑安连忙点了点头。对，奶娘说的对，他们都是胡说的，你不要介意啊。乌莫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跟他说，哪怕是他的生母都十分的嫌弃他。突然听到他这么说，再对上小家伙认真的眉眼，他忽然有些不知所措。谢谢。他耳根都羞红了，手指上仿佛还残留着奶香和软嫩的触感，这些就似一束光，照进了他阴暗的心里，留下了一抹光。这么小还不会说话的奶娃娃，竟然会因为别人说了他不好的话生气，会站在他这边维护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沉默了一会儿，乌莫从腰间拿下一块血玉，递给拓跋佑安。送给你。奶娘有些诧异，小皇子，您的礼物已经送过了。各国送了什么，他们都是知道的，毕竟皇宫里也是八卦无处不在。那是苗国送的，这是我送的。乌莫将血玉塞到拓跋佑安怀里，祝你百日快乐，长安公主。拓跋佑安抱住血玉，冲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那粉嫩嫩的牙床都露了出来，萌死了。乌莫没忍住，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轻轻的。他的头发很软很细，手感嫩滑，他不敢摸太久，怕伤害到他，缩回手。他轻轻的笑着，长安公主，等你日后长大了，来我们苗国玩，我带你去看我们苗疆的风采。拓跋佑安用力的点了点头，一定。这么好看的小哥哥，他要定了。拓跋佑安还想跟乌莫多聊聊，但奶娘要带他走了。他不舍得看着乌莫，看得乌莫都差点想把他抢过来抱着了。小公主，陛下和娘娘在等我们了。奶娘轻声安慰，小皇子还会在这里待几天呢，您明日还可以再见到他，对吗，小皇子？乌莫连忙点头，我明日再来看你。拓跋佑安这才勉勉强强的答应，让奶娘抱着离开。只是他趴在奶娘的肩膀上看着他。乌莫冲他挥了挥手，见惯了皇宫里的尔虞我诈，第一次瞧见这么纯净无瑕的小家伙，他都忍不住想要多跟他带带，哪怕他还这么小，甚至不会说话。奶娘抱着拓跋佑安到的时候，云武帝已经等了很久了，一见到他，他第一眼就发现了他怀里的血玉。奶娘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云武帝，云武帝微微点头，算那小子识相。但看着女儿紧紧的抱着那么宝贝的样子，他又忍不住吃味。乖乖，他给的血玉有那么好看吗？你看看父皇为你准备的。云武帝立马拿出鹅蛋那么大的宝石，就要递给拓跋佑安。拓跋佑安，这份爱有点沉重了。好在皇后娘娘及时的接了过去。陛下，安安还太小，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重了。拓跋佑安，幸好母后反应快，不然我就要被这玩意儿压出巴巴来了。云武帝这个时候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妥，是朕思虑不周了，粗进上头了，没想那么多。妹妹，看哥哥给你找来了什么。正说着呢，一个人影飞快地跑了进来，下一秒拓跋佑安就到了他的怀里。他一抬头就对上三皇子拓跋辽那双迷人的丹凤眼，下一秒怀里就多了一个金锁。拓跋佑安不敢置信地看着怀里的东西，云西国都这么穷了，他上哪儿来的这金灿灿的玩意儿？第004章，小没良心的。我听闻南平国那边公主出生都会打造一把金锁，寓意平安健康。这些时日我找人紧赶慢赶，也打造了一把，希望我的妹妹这一生平安顺遂，一世无忧。拓跋辽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眉眼里都是宠溺之色。拓跋佑安有些出神，他乃是天地间的第一株鲜花，无父无母，当年也只有魔王对他最好了。这一世没想到，他不但拥有了父母，还有这么疼爱他的哥哥。拓跋佑安心下有些感动，毫无预兆的开口喊了一句：哥哥。没有乳牙的娃娃吐出的字眼不是那么清晰，只隐约可以听出他的意思。拓跋辽一下愣住了，他喃喃出声：妹妹刚刚是在叫我吗？皇后娘娘和云武帝也十分诧异，要知道安安才100天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100天就会喊人的奶娃娃。虽然吐字不是那么清晰，妹妹，你再叫我一声听听。再叫一下。拓跋辽眸里迸发出一抹璀璨的光芒，亮得惊人。妹妹叫他哥哥了。拓跋佑安张了张嘴，吐出一个泡泡。怎么可能再说？也不能表现得太神童了。他刚刚也不过是因为有些感动才脱口出的，现在让他故意喊，他肯定不喊了。方才小公主应是太过高兴了，看来三皇子送的礼物小公主很喜欢呢。奶娘在一边软声开口。拓跋佑安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样。云武帝闻言却是酸死了，朕也送了你礼物，怎不见你叫朕？小没良心的。
云武帝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拓跋佑安觉得自己应该要雨露均沾，他张了张嘴，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爹，口齿不是很清楚，但大概也能听出一个轮廓。云武帝心中大喜，一把将他抱过去，举高高，哈哈哈，朕的小公主叫朕了。拓跋辽，你怎么比我还激动啊，父皇？皇后娘娘笑容浅浅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心里很是温暖。自从有了女儿，她也没了争宠的心思了。女儿不比老公香吗？自从拓跋佑安开口喊了以后，之后的几天里，拓跋辽和云武帝天天笑眯眯地看着他，让他喊拓跋佑安，给你们惯的，我不喊。拓跋佑安一有时间就扯扯奶娘，指了指外面，奶娘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抱着他去见乌墨。乌墨一看到他，眼里就多了几分欢喜。长安公主。乌墨朝他行礼，拓跋佑安连忙挥手。奶娘充当翻译，小皇子，小公主的意思应该是让你不要这么多虚礼，小公主应是把你当做朋友看待的。朋友？乌墨从小到大都没有过朋友，那久干涸的心河仿佛注入了温暖的水流，让他都有些不想回国了。我可以抱抱他吗？乌墨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询问。奶娘低头望去，见拓跋佑安在点头，便小心地递给他，当然可以了，我们小公主很乐意。乌墨紧绷着小脸，瘦弱的小手慎重地去接住他，奶白团子一落入怀里，就带来一阵奶香。他的身体好软好软，隔着柔软的布料，他都能感觉得到。小家伙在他怀里很是开心，扬起大大的笑脸看着他。他抱着他坐在台阶上，阳光轻轻地洒落在两人身上，他眸底的温柔也清晰可见。长安公主，你要快快长大哦，长大了我们就可以一起跑一起玩了。拓跋佑安用力地点了点头。必须的。一阵风吹来，他伸出小手帮他挡住，这简单的动作却透露着小少年的温柔。这一幕美好的让人不忍心打破。奶娘就在身后不远处看着，心中想着，这大抵就是两小无猜吧。这小皇子真正是个温柔的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他的国家不受重视，还被人那么说。明明是个可爱的孩子。一晃眼，拓跋佑安的百日宴就过去了，乌墨也要回去了。他回去那天，拓跋佑安早早起来，让奶娘抱着他去送别。他手里还拿着让奶娘抱着他去拿的礼物，是一根红色的绸带。苗疆的人很喜欢绑发，哪怕是这么小的皇子，头上也有一缕上面绑着绸带。拓跋佑安想，他既然被人那么说，处境必然是不安全的，如此送值钱的东西反而是害了他，还不如送点小装饰品，这样别人也不会来抢了。拓跋佑安见到乌墨的时候，那双葡萄般的大眼睛里氤氲着水雾，十分的不舍，一副要落泪的表情，看得乌墨也红了眼眶。乌墨同他熟悉了，在奶娘的翻译下，知道他想要他这么叫他，便一直这么喊着。拓跋佑安胖乎乎的小手将红色的绸带递给他，红色的绸带被他白嫩嫩的小手攥着，十分的显眼好看。奶娘在一边开口，今儿个小公主一大早就起来了，让奴婢抱着她去拿的，想来是要送给小皇子的。小皇子快快收下吧。乌墨伸手接过来，一脸珍视的将红色绸带轻轻的抱入怀里。谢谢，真的谢谢，还是第一次有人送礼物给他。乌墨想了一下，将自己的小辫子解开，用这条红色的绸带系好。他冲拓跋佑安软软一笑，好看吗？拓跋佑安眼睛都看直了，他就知道他一定很适合红色。这也太好看了吧！小哥哥为什么不能一直留在他身边？拓跋佑安对上他期待的眸子，用力的点了点头，咿咿呀呀的说着。奶娘翻译，小公主的意思应当是很好看，很可爱，这也是奶娘自己的想法。乌墨抿着唇，羞涩的笑了笑，在陪同侍卫的催促下，一步三回头的上了马车。马车离开，拓跋佑安还一直看着，直到旁边传来酸溜溜的声音，都走远了，还看呢。拓跋佑安一转头，就见他父皇一脸醋意，撅着的嘴巴都可以挂糊了。拓跋佑安讨好的笑了笑，喊了一声爹爹。云武帝蹙不起来了。安安送他礼物又怎么样？安安还不是没有叫他，安安只会叫爹爹。至于之前的哥哥，直接被云武帝屏蔽了。云武帝接过拓跋佑安，抱着他回殿内。这会儿殿内还站着不少人，等云武帝坐到龙椅上，一个个跪下，大声喊道：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小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吧。云武帝诞生开口，手里还抱着拓跋佑安。自从他百日后，每日早朝都要带着他。禀陛下，马上就要往边境那边拨粮了，如今的国库。有一个臣子上前一步，作揖禀告。云武帝，他挥了挥手，行了，朕会想办法的。拓跋佑安，笨蛋父皇，给他办百日宴，国库都几乎掏空了。第005章，小公主就是那小龙女。拓跋佑安张了张嘴，啊了几声，指了指自己的金锁，试一试自己的小金库，然后做了一个给云武帝的动作。
下面的臣子看到了，连忙开口：“臣看小公主的意思，可是要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充国库？”云武帝朝着那个臣子看过去，目光冷漠，吓得那臣子闭嘴不敢说话了。谁知拓跋佑安拉住云武帝的手，用力的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样。反正他现在小，还用不着那些东西，还不如让那些东西做点有用的事情。既然她是这个国家的公主，父皇和母后又对她这么好，她有什么理由不帮他们呢？”云武帝见他这般，眉眼感动，还是朕的小公主会心疼朕。下面的臣子连忙恭维：“小公主就像陛下的棉袍一般温暖，小公主是真的很心疼陛下，很喜欢陛下呢。小公主良善，臣替边疆的战士们谢谢小公主恩典。”一群马屁精不断的开始拍拓跋佑安的马屁，拍得云武帝心情很舒畅。他就喜欢众人都捧着他女儿的感情，他的女儿担得起。此事稍后再议，但他也没有马上同意。在他看来，那是他给安安的，是希望安安留着日后给自己用的，他并不想拿出来充国库。但如今国库确实没有多少银两了。晚膳过后，皇后娘娘得知今日早朝的事情，让婢女们都退下。她走到抱着拓跋佑安的云武帝身边，软声开口：“陛下，如今边境乃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的地区，臣妾也知道，陛下赠予安安的东西，是希望她日后长大起来自己用。可如今国家有难，安安作为公主，出一份力也是应当的。臣妾寻思着，臣妾当年的嫁妆也都还在，如今需要，臣妾也学学安安的，拿出来给陛下用。只要能帮得上陛下，便是臣妾和安安最大的心愿。”皇后娘娘这番话说的那是温柔小意，软软的声调，并不会让人排斥。云武帝一听她要将嫁妆都拿出来，心下也是感动的。朕能有你和安安，是朕的福气。你说的也不错，如今边疆也难，朕也不该钻牛角尖，只是苦了你们了。皇后娘娘给云武帝轻轻的捏了捏肩膀：“这些算不得什么，陛下每日要处理朝政那么多的事情，还日日来看望臣妾和安安，陛下可比我们累多了。瞧瞧，瞧瞧这话说的，多贴心啊！”云武帝握住他的手，唤了他的乳名双儿：“朕向你保证，以后云西国会越来越好，你的后位也无人能撼动。”皇后娘娘本名柳青霜，乳名双儿。皇后娘娘听言，轻笑了一声：“臣妾如今有安安，已经很满足了，后不后位的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最终云武帝拿了拓跋佑安的小金库和皇后娘娘的嫁妆，解决了边疆战士的粮食问题。两人的做法被百姓知道，一个个称赞不已。皇后娘娘和小公主人善，世间再也没有比小公主善良的人了。皇后娘娘和小公主是大善人啊！边疆的战士知道了以后，也都心生感动。能为皇后娘娘和小公主赴汤蹈火，是我们的荣耀。就冲小公主和皇后娘娘的做法，兄弟们，这一场战役我们必须赢，必须赢！为了不让小公主和皇后娘娘失望，必须胜利。这些坊间传言很快就传到了宫里，看到小公主和皇后娘娘这么受爱戴，熹贵妃那边气得砸烂了一套茶具。什么仁厚善良，还为了他们必须要赢，笑死本宫了。陛下也真是的，嘉儿可是皇子啊，嘉儿的百日宴才3天，那个小贱人的百日宴竟然做了1周，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熹贵妃气得不轻。拓跋家出生的时候，陛下看都没来看，只是派人送了赏赐过来，赐了一个名字。而那个小贱人一出生，陛下就去看他了，还赏赐了那么多好东西，还送了封号和封地。凭什么啊？他生的可是小皇子啊！那个小贱人不过是一个赔钱货，凭什么？熹贵妃很不服气，但她也知道，如今那小贱人正是得隆恩的时候，她也不敢这个时候去触眉头找事，只是心里这口气始终是咽不下去。思绪一转，她叫了旁边的奴婢过来：“你过来，本宫教你。你出宫后找人这般。”熹贵妃在奴婢耳边低语，说了好些话。奴婢脸色微变，想说这样不好吧，可是瞧着熹贵妃冷沉的脸色，她也不敢开口反驳，低着头匆匆离开了。是，不过几日的时间，坊间的传闻就变了味了。小公主就是那天先下凡，是带着龙气的。有小公主在，我们云西国定能繁荣昌盛。小公主就是那龙女。这一消息传到了宫中，皇后娘娘变了脸色，她知道这是有人在故意害安安。除了陛下，谁还敢说自己和龙沾边？普天之下，只有天子才能是龙。皇后娘娘有些紧张，她抿了抿唇，吩咐婢女：“今儿个本宫去摘的露水，你去取来，再拿点上好的碧螺春，煮一壶茶。”是。婢女领命退下了。上早朝的时候，臣子们脸色各异，云武帝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云公公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才知道缘由。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公主，没有说话。下了早朝，他依旧是去了凤仪宫。皇后娘娘早就等在哪里了，他一坐下就给他泡了茶。这是臣妾今早采的露水，如此便能将碧螺春的味道完全渲染出来。陛下，
您尝尝。云武帝前抿了一口，忽然就笑了，双儿，你可是在担忧坊间传闻的事情？皇后娘娘手微顿，脸眸臣妾什么都瞒不过陛下。云武帝大笑，朕可是很了解你的，那些传闻你莫要担忧，无妨。安安是朕的孩子，朕是龙王，那她是小龙女，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坊间说的也不错，朕也相信，安安也能让我们云溪国越来越繁荣昌盛。安安是望朕的。云武帝不是那种阴险的帝王，他一点也不怕孩子比他优秀，他巴不得孩子比他优秀呢。这样，等各个国王开始聚会的时候，他就可以吹嘘了。你呀，将这心放在肚子里去。云武帝伸手拉住他，让他坐下。朕对安安的爱是无人能撼动的，安安就是想要这江山，朕也给他。皇后娘娘大惊失色，连忙下跪，陛下，万万不可！这江山是陛下的，怎能给安安？云武帝低眸望去，就见怀里的拓跋佑安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还冲他微微点头。说得很好，瞧着比皇后大胆多了，有他当年的风范。你呀，就是太胆小了。你看，安安可比你大胆多了。云武帝将拓跋佑安举起来，不愧是朕的小公主。第006章种子。拓跋佑安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那是，咱可是天地间第一株神花，咱怕过谁？咱可是有天道加持锦鲤运的神花。皇后娘娘瞧着他们两个人完全不当回事的样子，也有些失笑。是他大惊小怪了。陛下和别的国家的皇帝真的不一样，但这件事云武帝却不打算就这么算了。这人既然想到利用这样的舆论来对付安安，那必定就是对安安心怀不轨。云武帝当晚没在凤仪宫留宿，去查到底是谁做的这件事。而得到消息的熹贵妃却是乐得要睡不着。哈哈，他就知道陛下一定会介意的，这不，今晚都没有在凤仪宫留宿了。他相信再过不了几天，陛下就会彻底冷落他们娘俩了。一个赔钱货而已，也敢跟他争宠，也配？熹贵妃还没有开心几天，就得到消息陛下要见他。他一开始还以为陛下是回心转意了，便带着十皇子一起过去。谁知道刚进到书房里，就见陛下怀里抱着那个小贱人，还对他说跪下。熹贵妃扑通一声跪下，颤颤巍巍地喊了一句陛下，那声音婉转上扬，娇媚不已。云武帝却只是目光冷淡地看着他，坊间传闻的事情朕已查清楚。熹贵妃脸色一白，就听云武帝继续道，你自己是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明白。朕念在你生了2个小皇子的份上，此次只是警告你，若有下次，这贵妃的名号……话没说完，威胁意味明显了。熹贵妃脸色瞬间惨白，她这会儿哪里还有心思针对拓跋佑安？她将孩子放在一边的地上，不停地磕头，陛下，臣妾知错了，臣妾再也不敢了。云武帝冷眼瞥着她，单单是一个眼神，就让她不敢再造次。之前只是听闻这小公主得宠，可如今她是十分清楚这小公主有多得宠了。熹贵妃的爹爹乃是当今丞相，其势力不小，平日里他放肆，陛下也对他睁只眼闭只眼，从来没有这样直接说过要摘了他的头衔。看来这次陛下是真的动怒了。斟酌了一下拓跋佑安在云武帝心中的地位，熹贵妃朝他的方向跪拜，小公主饶命，臣妾再也不敢了。云武帝对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表现比较满意，让他退下了。熹贵妃连忙抱着十皇子离开了。拓跋佑安困倦地打了一个哈欠，觉得无聊。那些流言就是这个女人散发出去的，拜托，对他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云武帝好笑地看着他，困了？你会不会怪朕？他爹乃是当今丞相，如今手中还有实权，朕也不能直接卸了他的头衔，到底是委屈你了。拓跋佑安，没有啊，他没有觉得委屈啊。这个时候能帮他这样，他已经觉得很满意了。这种朝廷之上的关系错综复杂，他懂父皇的无奈。况且他真的不在意那些流言就是了，他还听得津津有味呢。但是这种时候他当然还是要安慰一下父皇小小的心灵了。拓跋佑安举起肉乎乎的小胖手，努力地抬起来摸了摸他的下巴，咿咿呀呀地说着，时不时蹦出个爹字，把云武帝哄得开心不已。时间一转就是3年过去了。自从3年前熹贵妃的事情后，没有妃子再敢来拓跋佑安面前找存在感了，都怕被陛下摘了头衔。毕竟身后都有家族，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拓跋佑安这3年里过得十分潇洒，每天除了陪云武帝上朝，就是自个儿在玩。没错，刚满1岁，他就不要奶娘陪同了，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为了让他们放心，他展现出了他的能力，比如能完整的说很长一段话，因此陛下就不担心他迷路了。其实拓跋佑安觉得他完全是瞎担心，皇宫里谁不认识他？他走远一点点，就会有宫女问他要不要帮忙，完全不用担心他走丢。
至于上次他掏出自己的小金库去给边疆战士的事情，前几个月刚刚传来捷报，打了胜仗。拓跋佑安，咱就是说，也没想到那一战能打这么久。他记得他在现代看打仗的时候都打挺快的，可能是因为武器的区别。小妹，你要我找的种子，我找到了，只是我们这地儿这种草莓是很难种活的。拓跋佑安正在自己命人打造的秋千上荡着，身后忽然传来哥哥的声音，他一扭头就对上一双丹凤眼。他手里摇着折扇，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另外一只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帮你弄到手的，你也知道，我们云溪国这玩意儿种不活，几乎都没有种子了。拓跋佑安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朝他伸出手，奶软奶软的声调喊着：“哥哥，抱抱。”拓跋辽连忙将妹妹抱起来，下一秒脸上就落下一个软绵绵的香吻。谢谢哥哥，哥哥对安安真好，安安最喜欢你了。一听这话，拓跋辽唇角的笑容就止不住了，哼，知道哥哥的好了吧？那是哥哥好还是父皇好？拓跋佑安，这些年你都问了不下100遍了，幼稚哥哥。拓跋佑安忽闪着大眼睛，奶声奶气的开口：“当然是哥哥更好了，反正父皇又不在，在父皇面前他就说父皇最好。嘻嘻，聪明如他。哥哥，哥哥，快让我看看我的种子。诺，给你，小马屁精。”拓跋佑安才不管他怎么说呢，将草莓种子接过来，他扭身就跑了。喂，小没良心的，用了你哥哥就跑呀？等等我！拓跋辽追了上去，想去看看这鬼灵精怪的妹妹要弄什么。拓跋佑安小腿都跑出了残影，跑到自己早就培育好的地里，小心翼翼地将种子种下去。别人兴许不能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种出草莓，但他可以。过阵子就是白月国陛下的生辰了，他们云溪国必定是要送礼的，但是他父皇的好东西都给他用了，那绸缎早就做成衣裳了，拆了也不现实，但他也不会让他父皇受人冷眼的。这不常见的草莓刚好可以用来送礼，绝对彰显他父皇的高大上身份。主要是这个地方草莓非常非常少，哪怕是白月国也没多少。瞧着他认真种植的样子，拓跋辽好笑地捏了捏他头顶上的小揪揪，这真的能种活吗？好久之前有贵家小姐也种植过，但全部都战败了，那之后云溪国就再也没有人种植过了。毕竟那些贵家小姐家里都有很懂种植的人，还是种死了。归根到底还是土壤和天气的问题。第007章，小妹一直跟着我。哥哥放心，我一定让你尝到草莓的酸甜。拓跋佑安小手握拳，信誓旦旦。他前世可是神花，这些植物最是亲近他了，如果他还种不好，他这神花的名头也别要了。行，那哥哥就等着吃你的草莓了。对了，二哥就快领兵回来了，你也收拾收拾，晚膳之前二哥就应该到了。拓跋佑安点了点头，那我等会儿去梳洗打扮一下。拓跋辽，见我都没见你这么认真呢，还梳洗打扮呢？拓跋佑安，不是你让我收拾的吗？哎呀，是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啊？拓跋佑安夸张的嗅了嗅空气，然后笑嘻嘻的看向他，原来是哥哥家的呀。拓跋辽，好呀，你还敢嘲笑哥哥了，看哥哥的养神功。说着他就要去抓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撒腿就跑，还有空回头冲他做鬼脸。二皇子拓跋峰打了胜仗，在酉时抵达了云溪国帝都，他先去拜见了云武帝。在边疆的时候，他就听闻父皇很宠爱小妹，经常带在身边，可是他抬眸看了一眼，父皇怀里没有小人儿，他心下不免有些失落。关于小妹的事情，拓跋峰在边疆听到了不少，就单单他满月做的事情，他就对这个小妹有很大的好感。拓跋峰如今已22岁，到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但他因为这些年带兵打仗，婚事一直耽搁了。拓跋峰穿着一身军装，眉眼锋利，面容有8分像云武帝，瞧起来孔武有力，是个美男子。那双眸子里的坚毅让人安全感十足。云武帝看着自己优秀的儿子，心中也很欣慰，你如今也到了年纪了，也该成婚了。拓跋峰一愣，随即作揖，全凭父皇决定，皇家儿女就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他本以为父皇已经帮他选好了人选，谁知道他父皇直接摆脸，可别，这种麻烦事也别来麻烦朕，你自个儿决定吧。拓跋峰啊，云公公适时笑着开口，小公主说了，婚嫁之事很是重要，父母插手未必是好事，还是自由恋爱的好。拓跋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小妹也敢说？不对，父皇竟然还认同了，不愧是朕的小公主，思想觉悟就是高，你们都多跟你小妹学学。拓跋峰从宫殿之内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发虚的，他都没想到父皇竟然会纵容小妹到这样的地步。他不知道的是，这几年来拓跋佑安会经常给父皇说一些强行凑在一起不幸福的案例，女方有多惨，还让父皇代入一下感受一下，这不代入还好，一代入云武帝那颗慈父心就受不了了。只希望女儿幸福的他，
那是完全认同了他的自由恋爱观念，并且在他的暗示下，为了做到一视同仁，所有孩子的婚嫁他都不管了。然后他发现轻松了好多，不必为了帮他们选对象，天天看那些画像挑选家世，让他们自个儿去烦恼，也挺好的。他省事。拓跋峰经过这件事，更想见见他那神奇的小妹了，很想知道小妹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让父皇纵容她到这般地步。等到晚膳的时候，他就见到了传说中的小妹，3岁大的小奶娃，乖巧地坐在父皇身边，脸肉嘟嘟的，白白净净的，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灵动得很，仿佛会说话一般，头上扎着2个小揪揪，看起来十分可爱。四世听到了公公的禀告声，他转头朝着他看过来，冲他弯唇一笑，甜甜地喊了一声二哥哥。那一瞬间，他就明白父皇为什么会对他那么好了。拓跋峰一直冷峻的脸上的也有了一丝笑意。小妹。想着，拓跋峰从腰间的袋子里掏出一块菱形的玉石，透明的色泽，放入手中便感觉到温暖。边疆没什么好东西，这是我意外寻的，冬暖夏凉，就送给小妹当见面礼了。拓跋佑安小肉手接过来，冲他奶乎乎的笑，哇，谢谢二哥哥，安安好喜欢哦。拓跋佑安捧在手心里，满心欢喜。见他开心，拓跋峰也跟着笑，小妹喜欢就好。云武帝十分满意，让他落座，用了膳后，拓跋佑安回去的时候跟在拓跋峰后面。拓跋峰早就发现了他，但觉得好玩，就没拆穿他。等快到马车那里，才停下脚步看向他。小妹一直跟我，是为何？拓跋佑安冲他嘿嘿笑着，二哥哥，我听闻边疆那边很苦，而且战乱得很，那边的战士都吃不饱，但又要打仗，他们为了云西国付出了好多，好辛苦的。拓跋峰没想到这一番话会从3岁小奶娃的嘴里听到，他眉眼温柔了几分，蹲下身子和他对视。他们身后有家人，他们不能退，即便辛苦也值得。拓跋佑安有些愣神，他大抵无法明白这种心思和想法，但他知道拓跋峰是个不错的人，他天生的第六感就能感知到别人好意和恶意，他从拓跋峰身上感觉不到恶意。二哥哥，其实我这里有一个法子，可以让边疆的战士们吃饱饭，就是不知道二哥哥愿不愿意试试。拓跋峰威猛，小妹有想法，为什么不同父皇去说？拓跋佑安挠了挠头，我还太小了，我说了，兴许父皇会按照我的说法去做，但万一失败了，那些臣子又要弹劾父皇了。虽然他有10分的胜算，但是那些臣子好烦人，现在二哥哥回来了，交给二哥哥去做是最好的。二哥哥刚刚打了胜仗，那些臣子也不好说什么，主要是他娘一直因为他太优秀了而担忧，最近他娘都睡不好，就担心他太优秀会树敌太多，如今他才决定收敛点。拓跋峰觉得他这话说的有道理，那你为何觉得我会帮你？因为二哥哥心系百姓呀。拓跋佑安软软的笑着，稚嫩的童音直击心灵。拓跋峰忽然就笑了，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你赌对了，他的确会去试试，哪怕成功的几率很小，但若是成功了，那我告诉二哥哥怎么做。拓跋佑安扯着他的衣袖，示意他将耳朵靠过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拓跋峰闻言微微有些诧异，那东西真的能吃吗？能吃，二哥哥你弄过来，我做了给你吃。拓跋佑安信誓旦旦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膛，咱好歹也是在现代待过那么多年的人。行，那明日我来找你。好。第008章，谁又在念阵？翌日，拓跋峰一早就带着一篮子的东西去找拓跋佑安了。拓跋佑安早早的就在门外的小石墩上等着了，见到他立马嘿咻一下跳下去，小短跑朝着他跑过去。二哥哥。拓跋峰听着他奶软奶软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总算体会到了父皇的快乐，也算是明白父皇为什么喜欢女儿了。这甜滋滋的声音简直喊到了心坎里。拓跋佑安没注意到他的心里戏，他扒拉开篮子上的布，里面全是土豆。他也是到了这里才发现，这里好多土豆，但这里的人不吃。一问宫女才知道，他们都以为这个不能吃，他也不好开口就说能吃，这不让二哥哥拿来做了，先给二哥哥尝尝。拓跋佑安拉了拉他的衣袖，二哥哥跟我来。拓跋峰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身后，两人去了厨房。拓跋佑安早就将贴身伺候的宫女忽悠走了。这会儿他走到小厨房里，找到了刀，那刀比他脸蛋还大呢，他却轻而易举的举起来，拿起一个土豆削皮，削得飞快的。拓跋峰，小妹不是受宠吗？怎么还会干这种粗活？难道父皇已经穷到平日里都不给小妹吃的了吗？正在批改文件的云武帝毫无预兆的打了一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谁又在念阵？难道是安安吗？拓跋佑安不知道拓跋峰的心理想法，他将土豆削皮后又切成丝，小小的人儿踩在凳子上，动作飞快，那刀工一看就是切了好些年的。切了土豆，拓跋佑安又拿了一些辣椒切。拓跋峰看着，嘴角轻抽，这绿色的不是草吗？也能吃吗？
虽然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干粮没到，也吃过草，但他也想不到这石头样子的东西还能和草一起吃。拓跋佑安奶声奶气的开口：“二哥哥不知道了吧？这个叫青椒，是用来调味的。”拓跋佑安说完，将土豆丝清洗2遍，才和将切好的配菜一起放在菜碟上。“二哥哥，你帮我生一下火好不好？”拓跋佑安可怜兮兮的看向他。拓跋峰点了点头，蹲下去帮他生火。火一升起来，拓跋佑安就先洗了锅，然后倒水进去，水开以后，将土豆丝放进去煮，煮到透明色，加入清水再冲洗一遍。然后起锅烧油，放入红色的干辣椒和蒜子爆出香味，再下入土豆丝进行爆炒。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放入盐和他好不容易弄来的和鸡粉味道差不多的调料，还有少许白醋进行爆炒。再加入少许的葱段和他自制的辣椒油，将火烧到最大进行爆炒。翻炒均匀后即可装盘出锅。金黄色的土豆丝还冒着热腾腾的热气，拓跋峰闻着这个香味，口水就开始分泌了。拓跋佑安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拿了一双筷子，将菜递给拓跋峰：“二哥哥尝尝。”瞧着他放了那么多他不懂的东西，拓跋峰是不敢吃的，但是对上他纯净期待的眸子，闻着这诱人的香味，他还是没忍住，拿起筷子夹了一口放入嘴里。这土豆丝酸辣爽脆，竟比他平日里吃过的肉还要好吃，脆脆的口感，又酸又辣，在唇齿间流连，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没一会儿，拓跋峰就将一盘子土豆丝吃完了。一开始害怕的情绪早就丢到了九霄云外。他冲拓跋佑安竖起大拇指：“小妹做饭了得，好好吃。”拓跋佑安微微挺起小胸膛，骄傲的开口：“那是，他前世可是跟大厨学过的。现在二哥哥还觉得这土豆不能吃吗？可以吃，必须可以吃，只是要这样炒着吃的话，不好带上战场。嘿，这我有办法。”拓跋佑安冲他神秘的眨了眨眼睛。其实这土豆还有别的吃法，他还可以煮着吃，还可以烤着吃。拓跋佑安又给他做了别的吃法，烤着吃就很适合他们带着去打仗，有火就能吃，撒点他特制的调料，闻着就口水分泌不止。其实还有一种食物也能吃。拓跋佑安从火堆里扒出来一个黑球球一样的东西，他一拨开，里面就传来香甜的气味，是红薯。他之前找哥哥弄到的，现在已经结果了。拓跋佑安小手被外壳的灰染得黑漆漆的，但手心那金黄的红薯格外的诱人。拓跋峰接过来吃了一口，香甜的味道在口腔炸开，吃了一口还想吃，而且这个饱腹欲很强，和吃了大米似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东西还能吃的，在云溪国从来没有人吃过，关键味道还是这么的美味。只要有这2样食物，边疆的战士们就不会饿肚子了。而且这个热量很高，饱腹欲很强，且很容易种植，即便是在云溪国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也能生存，能大面积的种植。一听拓跋佑安这么说，拓跋峰就觉得可行，特别是自己吃了这2样东西后，更是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你这小脑袋瓜里都是一些什么啊？拓跋峰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难怪父皇他们如此喜欢你，小妹当真是聪慧绝顶。拓跋佑安，夸我都不好意思了，这都是现代的知识了，人人都会的。拓跋峰瞧着他奶软嫩乎脸上的灰尘，伸出手轻轻帮他擦掉，目光认真：“小妹，二哥在这里替边疆的战士谢谢你，因为你，他们日后定能天天吃饱。”拓跋佑安软软的笑着，稚嫩天真的声音里染着笑意：“是安安要谢谢他们了，要是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的国泰民安，是他们的付出，让安安能在这皇宫里安稳度日。”拓跋佑安在现代待过，就知道边疆战士付出了多少。他希望云溪国越来越好，那么在这个战乱的时代，兵力就一定要强大。当然，一切的前提都是所有人能吃饱饭，没吃饱饭，谁有力气做事呢？民以食为天。拓跋佑安这么做，的确有稳定军心的意思，但他也是真的希望边疆战士能好。拓跋峰没想到，这么3岁大的奶娃娃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令他大为感动。他自问，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尚且不能同安安一般想这么多。面对你，二哥都有些自愧不如了。拓跋峰将拓跋佑安抱起来，但二哥许诺你，只要二哥在，边疆必定能守住，一定让我们善良仁厚的安安能在皇宫里安稳度日。第9章，乌墨哥哥，你没事吧？如果是守护安安这样的妹妹，他愿意。拓跋佑安笑了起来，那大大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特别的可爱软萌。好，但是二哥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一切以你的安全为第一哦。好，二哥答应你。两人正说着呢，门口忽然出现了一抹身影。我还在寻思着什么东西这么香呢，原来是小妹在弄吃的。拓跋辽一进来就看到拓跋峰抱着他家小妹，他立马冲过去将小妹抢过来抱在怀里。二哥，拓跋辽喊了一声，你怎会在此？拓跋辽目光戒备地看着他，他和拓跋峰的关系算不上很好，倒也不恶劣，但是他居然敢抱他妹妹，
那是他妹妹。从今天开始，他们就不是好兄弟了。拓跋风轻笑了一声，是安安叫我来的。气不气？安安都没叫你来呢。拓跋辽脸色微变，可恶，本来就有个父皇同他争宠了，现在还来个二哥，要命哟！拓跋佑安搂着拓跋辽的脖子，声音糯糯的，哥哥，二哥来陪我玩呢。这是安安给我做的。拓跋风拿起红薯和土豆，一边吃了一口，炫耀意味明显。拓跋佑安，你俩幼稚不？拓跋辽眼睛都要极度的发绿了。小妹，哥哥可都还没吃过你做的这两样东西呢。拓跋佑安，我怎么感觉我才是皇帝？这就是后妃争宠的感觉吗？父皇辛苦了呀！一碗水想要端平，可真是太难了。但拓跋佑安是谁？他可是端水大师。拓跋佑安凑过去亲了亲拓跋辽的脸蛋，哥哥，你不是吃过安安做的别的菜吗？安安以后再给你做好不好？说着，他在他耳边用两人才听到的声音说着，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了，二哥哥来帮我试试味道，下次我就给哥哥做。拓跋风好笑地看着他，他是习武之人，哪怕他的声音很小很小，他都能听到的。这小丫头哄人一套一套的。拓跋辽的脸色果然变得骄傲了起来，那脸上仿佛写着，哼，我才是安安最在意的哥哥。拓跋风也是逗逗他，他不至于真的同三弟争风吃醋。不过现在看来，安安在三弟心里的地位很重。你也尝尝。拓跋风递了一块红薯给拓跋辽，拓跋辽接过来，语气别扭，我是想尝安安的厨艺才吃的，才不是跟你关系好。拓跋风微微颔首，拓跋辽吃了一口，眼睛就亮了，不愧是我妹妹，这味道绝了。你们先玩着，我先回去了。拓跋风见他也认同这个味道，就带着剩下的东西回去了。他去给带回来的战士们尝尝，他还要叫人去买种子种植下去，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先带你去洗手。拓跋辽单手抱着拓跋佑安，一手捏着他肉乎乎的小手，黑漆漆的，跟个煤球似的。拓跋佑安，哥哥，你好点说话，咱们还能当朋友。拓跋辽抱着他去了水井旁，打了水上来，帮他洗小手。对了，这次二哥回来带了一个人回来，你有空去看看，我记得你们以前关系很好的，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苗国的皇子乌墨。拓跋辽想了一下，还是将这件事说了出来。虽然小妹不一定还记得他，但是当初小妹满月的时候和他玩得很好，小妹自小就比别的同龄孩子聪慧太多，他就还是多嘴提了一句，乌墨，乌墨哥哥在哪里？我要去。拓跋佑安说着就要从他身上挣扎下来，小短腿蹬着。拓跋辽好笑地抱住他，好了啦，今晚上哥哥带你偷偷的去看他，他这会儿还在二哥那边养伤，父皇一会儿得来找你，要是没看到你，又得到处找你。拓跋佑安小脸紧绷，点了点头，心里却是有些不安。乌墨怎么了？怎么会受伤了？被二哥捡到？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在拓跋佑安心里，已经把他当作魔王的转世了。至于到底是不是，只需要等他找到夜魔时试一试就知道了。夜晚，拓跋佑安睡下后，宫女轻手轻脚地退出了他的房间，在外面守着。自从1岁后，拓跋佑安就要求单独睡了，不跟父皇母后一起睡了，因为他晚上总是被震醒来。为了他幼小身体的成长，他还是决定和他们分床睡。拓跋佑安躺下没多久，屋顶上就传来响动，他心中一喜，迅速起身，穿好衣服，窗户外面钻进来一个人，正是他哥哥。拓跋辽穿着黑色劲装，看到他穿戴好了，笑，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见乌墨哥哥了。走吧。拓跋辽单手抱起他，两人很快就消失在房间里。拓跋佑安搂着拓跋辽的脖子，感受了一下晚上在空中飞跃的感觉，清凉的风吹拂着他的发丝，挺舒服的。不过一会儿的功夫，两人就到了拓跋风的府邸。拓跋辽显然是早就知道乌墨在哪个房间里了，他带着拓跋佑安直奔客房，两人在屋顶上悄无声息地落下。拓跋辽微微掀开一片瓦片，你小心点，别从这个洞里摔进去了。拓跋佑安不可思议地看向他，哥哥是笨蛋吗？我才不会摔下去咧。拓跋辽笑，看了一下，妹妹还真的没有这个洞胖，还得多吃点，多长点肉，胖一点好看。拓跋辽捏了捏他胖嘟嘟的小脸，拓跋佑安，大可不必，我已经很胖了。拓跋佑安透过洞口往下看，乌墨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似乎状态不是很好，那上身缠着很多绷带，还有血从绷带里面渗出来，瞧着都有些惊心动魄。拓跋佑安看得揪心不已，那个善良温柔的小乌墨啊，到底是谁把他伤成这样？什么人？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吓得拓跋佑安一抖，身子往前一倾，就往下面掉去。拓跋辽伸手去拉的时候已经迟了，他已经掉下去了。小妹！拓跋辽大喊了一声，躺在床上的乌墨忽然睁开了眼睛，一扭头就看到一团奶团子从上面掉下来，他想也没想，强忍着身上的疼痛，一瞬间到了他身下，伸手接住了他。啊！
乌莫本身就受了重伤，刚刚也是强行催动内力来接住他，一接住他，扭头就是哇的一口血吐了下来。拓跋佑安脸色苍白：“乌莫哥哥，你没事吧？”第010章，还损伤了自己。乌莫眼前的视线也有些模糊了，他瞧着眼前那张担忧的小脸，勉强的勾了勾唇：“安安，你没事吧？”拓跋佑安摇了摇头：“我扶你上床去休息。”拓跋佑安说完就发现自己短胳膊短腿的，根本扶不起他。“哥哥，你快下来，快来帮帮我！”他抬眸朝着上面喊了一声。拓跋辽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连忙飞身下去，从窗口进来，扶着乌莫把他放在床上。乌莫还来不及说话安慰他，人就晕了过去。“哥哥，他不会有事吧？”拓跋佑安小手握着乌莫的手，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拓跋辽抿了抿唇，难说，二哥带他回来是没告诉父皇的，所以他才会选择带小妹偷偷的来，所以他们也不能去叫御医。拓跋佑安红着眼眶沉默了一会儿，开口：“哥哥，你先出去，我有点话想和他单独说。”拓跋辽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哥哥在外面等你。”拓跋辽没有多问，转身就出去了，刚好碰到快步走过来的拓跋峰，他伸手挡住：“二哥，小妹在里面，你先别进去。”“小妹怎么会来这里？你带小妹来的？”拓跋峰脸色微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拓跋辽啪的一下打开折扇，笑了一下：“二哥别动怒，小妹和乌莫是认识的，他们就聊一会儿。”拓跋峰沉着脸看着他，倒也没强硬的要进去了。小妹的话，哪怕才3岁，他也觉得他是个有分寸的孩子。刚刚他也是看到了黑影，才匆匆赶过来的。那一声也是他喊的。拓跋佑安等哥哥一出去，就摊开了自己的掌心，随着他意念一动，他的掌心出现了一朵摇曳的花，花朵的花瓣成8瓣，每一瓣都有起死回生的能力，病重之人食之，身体会逐渐康复，将死之人能够马上复活，还有修复身体体质的能力。刚刚你是为了救我才牵动了你的伤口，是我欠你的。且他和魔王长得这般相似，他作为神花的时候，也是魔王一直陪伴他，教他学习写字，所以哪怕失去一半会让他最近的身体虚弱不已，他也愿意。拓跋佑安沉着小脸，用力地扯下一半，那花轻轻地颤了一下，在花瓣被扯掉的瞬间，他眼前一阵发黑，他迅速将花瓣塞到他嘴里，花瓣到他嘴里就融化了，化作一股暖流，流入他心田，快速地愈合他的内伤，打造他的身体。拓跋佑安全身发软，他趴了好一会儿才稍微好一点。乌莫也缓缓地清醒了过来，他一偏头就看到脸色苍白的拓跋佑安：“安安，你没事吧？刚刚是你救了我。”乌莫也不傻，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而他现在的脸色这么吓人，想必是他用了什么法子救了他，还损伤了自己。乌莫身体还在恢复，力气也在慢慢恢复，他伸手将他抱起来放在床上。拓跋佑安很困很困，他小手捏着他的手指：“乌莫哥哥，你是自己好的，不是我帮你的。”乌莫明白，他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说出去。拓跋佑安承认自己有赌的成分在，赌他不会说出去，赌他是个好人，毕竟他这么像魔王。好，我不会说出去的，你先好好休息。乌莫没有多问，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身体，不一会儿，拓跋佑安就睡着了。他身体明显是十分虚弱，睡得很沉。乌莫神色复杂地看着他，这几年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安安就是他心里唯一的那束光。这一次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还能活下来，更没想到还能和他相遇。而这一次他也是毫无保留地对他好，为了救他，甚至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哪怕是他的生母。他不明白安安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但是他会珍惜这份好。乌莫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安，我会好好保护你的，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但他这样残破的人生，这样多灾多难的人生，这样低贱的身份，配不上安安，所以他以命相抵。我乌莫以命起誓，永远都不会伤害拓跋佑安，永远保护他，直到死亡。他低声呢喃着，随着他的话落下，一个五芒星阵在2人身下形成，一道契约没入拓跋佑安眉间。守护器成，这是苗疆的巫术，起誓则永远无法取消誓言，一般苗疆的皇室之人都不会轻易起誓。拓跋辽等了好久都没见拓跋佑安出来，心里不免吃味，和那小子有那么多话要说吗？拓跋峰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他是醋坛子吗？拓跋辽最终还是忍不住了，推开门走了进去：“小妹，你们聊完了吗？我们要回去了。”结果他一进去就看到他家小妹在乌莫身边睡着了，还搂着他的腰。拓跋辽下巴都要掉地上了：“小妹，你在做什么啊？”拓跋辽大步过去，一把将小妹抱起来，瞪了乌莫一眼：“我家小妹才3岁，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呢？男女授受不亲，你们怎么能睡在一起？我告诉你，今儿个的事情你不许说出去，
要是毁了我妹妹的清誉，我可不管你是哪儿的皇子，照打不误。乌墨轻轻地嗯了一声，我不会说出去的。这么可爱的小乖乖，他怎么忍心毁了他？拓跋峰看着乌墨，心中疑惑，他明明伤得那么重，怎么现在脸色看起来好了很多？难道他府中的药效果这么好？拓跋辽哼了一声，抱着拓跋佑安就走。二哥，我们先走了。声音落下，人就不见了。将拓跋佑安送回他自己的房间里，拓跋辽去抓了一个太医过来帮他看，确定他只是太累了睡着了，这才放下心来。顺便还警告了太医一番，今日的事情你莫要告诉我父皇，若是父皇知道了，仔细你的皮。太医连忙跪下行礼，臣明白，臣今日并没有来过小公主这里。拓跋辽满意的点了点头，带着他离开，又折回拓跋佑安这里来，守着他。拓跋佑安早上醒来的时候，头还有点疼，一偏头就对上拓跋辽的睡脸，他握着他的手，在他床边上趴着睡着了。哥哥，拓跋佑安低声喊了一句，拓跋辽唰的一下就抬起头来，眼睛缓慢的聚焦。第11章，长安公主，是哥哥带我回来的吗？拓跋佑安软软的笑着。拓跋辽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哥哥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秘密，哥哥也不会问你。拓跋峰不知道，但他知道乌墨那个时候的情况多半是活不下去的，伤口感染，气息不稳，内力乱窜。但他在进去的时候，乌墨却明显的好了，而他的妹妹却浑身虚弱无力。不用说也知道，肯定是妹妹做了什么，但他当时没问，现在也不会问。但哥哥希望你明白，什么事都应该以自己为先，哥哥和母后父皇都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其余都不重要。所以下一次不要为了别人去伤害自己了，哥哥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保护你，相信你，哥哥永远是你的后盾，明白了吗？拓跋辽目光深深，他就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疼到了骨子里。拓跋佑安点了点头，哥哥，我明白了。原来他都知道啊。顿了一下，拓跋佑安小声说了一句，谢谢哥哥。拓跋辽抬起手捏了捏他肉乎乎的小脸，起来吧。宫女刚好进来要叫醒拓跋佑安，见到拓跋辽，屈身行礼，见过三皇子殿下。殿下又在小公主这里过夜了？殿下真的很喜欢小公主呢。那是，她可是我唯一的妹妹。拓跋辽笑了一下，将她从被子里抱出来，帮她穿衣服，我来就好了，你去打点水来。是，奴婢告退。宫女扶了扶身，转身出去了。拓跋辽帮她梳洗打扮好，又一起用了早膳，有事便先离开了。拓跋佑安支开了宫女，去了自己种的草莓地那边，草莓已经发芽了。果然，他的能力还在，只要是他种植的东西，生长周期会大大的缩短，且成熟率高，结的果实也比寻常的要吃。拓跋佑安照例给他们浇了水，闭上眼睛，他甚至能听到植物舒服的喟叹声。他们告诉他，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他们还有3天就可以结果了，刚好能赶上白越国陛下的生辰。拓跋佑安将自己种植的东西都浇了水，这才去找云武帝。另一边，拓跋峰将土豆和红薯的吃法告诉了心腹，并且请大厨按照拓跋佑安的法子做出来，但做了几次都不如他的美味，不过能吃饱肚子。陛下可真是厉害，寻常人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吃的。这下有了这种东西，边疆的战士就不怕饿肚子了。这玩意儿漫山遍野都有，因为都觉得不能吃，没人采摘，他们只需要去大量采摘运过去就好了。这不是我想到的，是我小妹想到的。拓跋峰不喜欢占别人的功劳，特别还是小妹的。小妹那么善良，不求回报，但她却不能做那样的事情，她要让边疆的战士知道，这都是小妹的功劳。心腹有些诧异，长安公主？坊间传闻，长安公主出生之时，天降神雨，大地复苏，不少庄稼起死回生，淋了雨的人更是感觉如沐神光之中。当年那场艰难的战役，也是小公主义无反顾地拿出了自己的小金库，拯救了战士们。如今小公主又想出了这样的法子，臣认为小公主就是那福星降临。有小公主在，云溪国日后必定能繁荣昌盛。心腹对于长安公主赞叹不已，可见她这些年的做法有多得人心了。但拓跋峰一点也不嫉妒，小妹就是那么优秀。这些话你心里清楚就好，不要说出去，莫要以后云溪国没繁荣还怪到小妹身上去。这些传闻是福是祸，此时尚不敢言。属下明白。心腹点头，那我先去告诉战士们这个好消息。心腹说着，满脸喜色的离开。心腹走了没多久，就有一个侍卫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二皇子殿下，这是小公主派人送来的。拓跋峰接过，打开一看，竟是土豆和红薯的种植办法，还有各种做法。小妹还真是细心。拓跋峰觉得他都快被一个小孩子比下去了，但他却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感觉。拿着写得长长的纸张，拓跋峰去找了另外一个心腹。
让他安排人立刻开始种植。别的地方摘的总有摘完的一天，还是要学会种植，才能让战士们天天都不饿肚子。与此同时，大殿之上，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坐在首位上，下方有一个臣子正在禀告：启禀陛下，现如今连汉村干旱严重，庄稼死了一大片，灾民上千，现在好多灾民都迁往了丰白村。丰白村不少富家小姐在赈灾施粥，但灾民太多了，难以管制，推搡中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也饿死了不少人了。这臣子说着都忍不住唉声叹气，下方更是一片阴霾。虽然小公主出生那一年拯救了当年的灾情，但是云西国的环境问题是个大问题。这不，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他们总不能让小公主又下一场雨吧？不少人都没忍住朝着上方的拓跋佑安望去。拓跋佑安一眼就清楚了他们的心思。拓跋佑安，谢邀，不是龙女，不能呼风唤雨。云武帝脸色也不太好，现在的国库真的是比他的脸还干净，他就是想拨款也没银钱了。拓跋佑安还小，哪怕是有一肚子的想法也还来不及实行。但这次的事情他还真能解决，虽然这3年来他没法出去想办法挣钱，不过他种植了不少东西。就在大家都陷入低迷的情绪时，拓跋佑安稚嫩的童音响起：父皇，你可还记得安安之前找你要了一座山？云武帝低眸看向他，安安怎么突然说这个？那山头上安安种了水稻，如今也到了丰收的季节了。其实已经种了1年了，已经丰收了2波了。他可以说他现在就是云西国粮食最多的，但一直没机会拿出来，平白无故说他自己会种粮食，谁也不会信。他是1岁的时候问云武帝要了那座山头，云武帝宠溺他，他要就给了。之后他花了1年的时间改善山头的土壤，总算是在2岁那年完成了种植，并且丰收了2波了。现在一批水稻又种下去了，再过几天又可以丰收了。3次的丰收应该可以让那些灾民挺过这次的灾难了。小公主说的可是城西的那个山头。有臣子质疑，那山头的土壤都裂开了，根本无法种植任何农作物。第012章，活腻了吧？更何况是水稻这样精细的农作物。小公主可莫要拿这件事开玩笑了。有一个人质疑，就有更多的人质疑，都当小公主是童言无忌了。这么小的孩子恐怕都不认识水稻吧？还种水稻呢？真能吹。但这样的话，他们也只能在心里想想，不敢真说出来，不然云武帝的怒火他们承受不住。安安说会种，那就是会种。云武帝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你们有意见？下面立马噤声了，谁还敢质疑？拓跋佑安好笑地看着这些臣子，他拉着云武帝的手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爹爹，既然他们不相信安安，那就让他们和安安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他真金不怕火炼。好。云武帝都依他，就算他真的没种植也没关系，安安想玩他们就得陪着。臣子们一个个苦不堪言，这都什么时候了，陛下还这么纵容小公主胡闹？但他们敢说吗？他们不敢，纵使千万般不想去，也只能跟着去了。城西山头，云武帝带着一众臣子浩浩荡荡地赶到了山脚下。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领头走在最前面，臣子们跟在后面。要命哦！陛下还真是小公主说什么就信什么呢？就是，这山头谁不知道早就荒废了啊？陛下真的是和小公主一起胡闹，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呢。就在众臣子一边抱怨一边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山头的景象开始改变了。我去，那金灿灿的一片，是不是我眼花了呀？妈耶，这漫山遍野的，这是水稻吗？这是水稻啊！快点尝尝看，是不是水稻？臣子们在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水稻时，声音都变了调了。不少人偷偷的摘了几颗，就放在嘴里嚼，几乎要落下泪来。真的是水稻，我们也能种出水稻来了。要知道，他们平日里能种出的比较金贵的食物就是玉米和小麦了。这水稻他们也能吃到，不过要从别的国家买，他们国家就是种不活。可现在他们云西国也有水稻了，还是小公主种出来的。这山头我以前来看到过一次，地面都开裂了，可是现在这水稻里面都是水，地面更是没有半点开裂的样子，奇了怪了。小公主就是那天仙下凡呀，就是来拯救我们云西国的。一看到这么多水稻，那些人嘴里的话就转了风向了，一个个都在夸拓跋佑安了。拓跋佑安没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他们这些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听听就好了。云武帝看到这漫山遍野的水稻，也有些震撼。他自己最清楚，这块地当初给安安的时候是很贫瘠的土壤，根本无法种植任何农作物。别问，就是他找人试过，全种死了。可是安安竟然种活了，还种了这么多。这些水稻的田地是呈阶梯式的，上面的水都往下面流，好像永远不会缺水似的。这样大的工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又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他的安啊，真的是他的小福星。拓跋佑安搂着云武帝的脖子，语气有着小小的骄傲：“爹爹，你等着，迟早有一日，安安要让云西国人人都能吃饱肚子。”云武帝大为感动，他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我们安安长大了。”嘿嘿。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再过几日，这水稻便可以收割了。爹爹，有了这些水稻，那些灾民定可以挺过这次的灾难。灾民闹事，说白了就是吃不饱闹的。要是能吃饱了，谁还闹事啊？”云武帝将拓跋佑安搂在怀里，连说了3声：“好，好，好！不愧是朕的小公主，你们可都听到了，可都看到了，小公主可有欺骗你们？”云武帝转身瞧着臣子们，语气微冷：“都敢质疑他的宝贝了，活腻了吧？”臣子们纷纷下跪，高呼：“是臣等眼拙，是臣等愚钝，小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小公主是福星啊！”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众人纷纷跟着附和。拓跋佑安赖在云武帝怀里，笑弯了眼睛：“这打脸来的不要太快哦。”见识了拓跋佑安的实力，臣子们都不敢再质疑什么了。回去还将这件事说给自己的内人听。这小公主可真不一般啊！那样开裂的土壤，她竟然种了水稻出来。这云西国谁人能有这种能力啊？众臣子对于拓跋佑安夸赞不已。丞相府，丞相回到府中，也将这件事和自己的妻子说了：“你明日进宫去见见劲儿，和他说说，莫要再拎不清。如今小公主正得圣宠，当年的糊涂事可莫要再做。还有，让他多讨好小公主。小公主是女子，怎么也不会争抢这太子之位，让她仔细点，眼界打开一些。我明儿个就去找劲儿，好好跟她聊聊。自己的女儿自己最清楚，他们家女儿以前是很得圣宠的，如今小公主夺去了圣宠，心里难免不平衡。可陛下的恩宠岂会终生只给一人？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事情。”翌日清晨，丞相夫人梳妆打扮一番，进了宫。熹贵妃也早早的就在寝宫中等着了。丞相夫人拉着她，将丞相嘱咐的事情都说了一遍。熹贵妃听完也笑了：“女儿昨日听到消息，琢磨着娘也该来找女儿了。果不其然，娘放心，女儿心里清楚的。自从上次女儿就吃了教训了，也想明白了，左右这小公主也不会影响家儿的未来，女儿没必要跟她置气。你能这样想，是最好的。”熹贵妃笑着又问：“娘，那小公主当真种活了水稻？”“那可不是，听你爹说，那漫山遍野的水稻都有人高，那场景那个叫震撼啊！哎，这小公主啊，可真不是凡人啊！陛下的孩子又有几个能是凡人？哪个不是人中龙凤？娘，你说这水稻能有我们的份吗？”熹贵妃说着还有些期待呢。“你想得美呢。”丞相夫人没好气的点了点她的额头：“这呀，都是送往灾区的。”啊，熹贵妃有些失望，女儿突然还有些羡慕那些灾区的灾民了。丞相夫人被他这话气笑了，转念一想，谁又不是呢？地灵113章，你就有大米吃了。那可是水稻啊，水稻长成后包出来就是白嫩嫩的大米，他们想吃还得漂洋过海的去买呢，托那些商家买，贵得要命。哎，熹贵妃和丞相夫人聊了一会儿，等他一走，就带上礼物去找拓跋佑安了，看能不能送他点水稻。出门前，熹贵妃还特意把拓跋家带上：“你和你皇妹差不多大，一会儿可得好好陪她玩，她开心了，你就有大米吃了。”拓跋家才3岁，说话还没拓跋佑安那么利索，但也能说完整的句子了。“娘，大米是什么呀？能吃吗？”“熹贵妃，我的傻小啊，大米就是大米饭，白嫩嫩软软的，很好吃。一会儿你可要好好哄哄你皇妹。”拓跋家一听好吃，口水已经在分泌了，连忙点了点头：“娘，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哄哄皇妹。”两人带着一众宫女到了长安阁。长安阁是云武帝在拓跋佑安提出要自己睡的时候送给他的宫殿，其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后待遇，可见云武帝对他的重视。他们到的时候，拓跋佑安正在院子里荡秋千，宫女就站在他身后轻轻地推着。瞧见他们，熹贵妃上前一步，微微屈身行礼：“见过长安公主。”拓跋佑安乃是皇后之女，嫡出，身份尊贵，不必同熹贵妃行礼。他停下来，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过去：“平身吧，皇妹妹。”拓跋家站在熹贵妃旁边，软糯糯地喊了一声。拓跋佑安抬眸朝着小家伙看过去，小家伙只比他大几天，长得却比他要矮一些。拓跋佑安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每天又有规律的运动，身高自然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出些许。“石哥哥。”拓跋佑安冲他软软一笑，虽然他和熹贵妃有过恩怨，但和这么小的孩子无关，且这小孩看他的眼神纯粹干净，他自然也不会吝啬自己的好意。拓跋家显然很喜欢这个漂亮妹妹，他走到拓跋佑安面前，拉住他的小手，赞叹道：“皇妹妹，你长得好漂亮呀，跟仙女似的，比我娘还好看呢。”
中了一箭的熹贵妃。你这个死孩子说什么呢？有你这么比喻的吗？老娘心口好痛。熹贵妃嘴角的笑容都快把持不住了。拓跋佑安好笑地看着他，石哥哥也很帅气啊。嘿嘿。拓跋家挠了挠自己的小脑袋，他的脸和云武帝有几分像，但那双眼睛却是像极了他的娘亲。不过这会儿还小，肉嘟嘟的脸还未完全长开，但就这个样子，也可见将来是个风华绝代的少年郎了。黄妹妹，我听说我娘说你这里有水稻、大米，很好吃的，可以给我吃一点吗？小孩子最是藏不住心里话，拓跋家又是个吃货，直接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完全忘了娘吩咐的让他先轰轰拓跋佑安。熹贵妃，熹贵妃脸色都变了一下，佳儿，你在胡说什么呢？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能直接说出来啊？我不是让你先哄哄他吗？拓跋佑安也一愣，但转念一想也明白，那件事势必是已经在宫中传开了，熹贵妃会知道也不奇怪。石哥哥想吃大米吗？拓跋家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跑到自家宫女那边，将提着的礼物拿过来，递给他。我不白吃你的，我跟你换。哟呵，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等价交换了。拓跋佑安有些好笑，熹贵妃脸都白了。死小子，你在干什么呀？什么话啊？那是送给小公主的。小公主，这是送给你的，不是拿来换的。这臭小子知道什么是换，什么是送吗？送变成换，那意义就不同了呀。拓跋家可不懂，他一脸懵懂，不明白娘亲在说什么。拓跋佑安让宫女收下，对他软声开口：石哥哥想吃的话就留下来吧，刚好我叫了爹爹他们过来，等会儿一起吃。既然暴露了自己的水稻，他自然是要做给爹爹娘亲吃的，这次就当便宜熹贵妃了。他也是真的想给这个可爱的小哥哥吃。拓跋家点了点头，又伸手指着秋千：黄妹妹，我可以去玩玩吗？熹贵妃，佳儿，不许胡闹！你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呢？那可是小公主的东西，你也敢玩？找死啊你！熹贵妃连忙拉住他。拓跋家一听不能玩，眼睛里就蒙上了一层水雾，那眼泪要落不落的样子，看得拓跋佑安都有些遭不住了。他也太可爱了吧！无妨，熹贵妃娘娘，你让石哥哥去玩吧。安安刚好有些乏了，不想玩了。一听他这话，拓跋家就挣脱开熹贵妃的手，笑着往那边跑。好爷，黄妹妹可真是太好了，娘还一直说你很凶的，我看不是这样的，你是个大好人。说话间，拓跋家已经跑到了秋千那边，开始荡起来了。熹贵妃，今天带他过来就是一个错误。臭小子，嘴上没个把门的，什么都往外说。拓跋佑安，可这就有点尴尬了。不过小孩子的确是没那么多心眼，恐怕都不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吧。熹贵妃娘娘先坐下吧，等下爹爹他们就来了。拓跋佑安说完，自己先去坐下了。熹贵妃现在已经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小公主越是大方，就显得她越像个跳梁小丑。但是为了吃大米饭，她是不会走的。熹贵妃在一旁坐下，让宫女去陪着拓跋家玩，她自己暗暗观察拓跋佑安。她发现拓跋佑安和她想象中不同。她想象中的拓跋佑安受尽陛下恩宠，必定是嚣张跋扈的，可是他没有，他温柔恬静，那奶软的小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容，就像小天使一般。光是看着他都觉得心情愉快。打住！熹贵妃，你在想什么呢？你怎么能觉得你对手的女儿好看，还举得她像天使？你脑子是被使糊了吗？熹贵妃连忙移开目光，脑海中又想起家中那些因宠爱变得混账的小侄子小侄女们，顿时就酸了。要是她有个小公主这样的女儿，她做梦都能笑醒来呢。难怪皇后娘娘现在都不争宠了。她以前觉得小女孩很麻烦，事儿多，现在瞧着也很可爱啊。拓跋佑安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动，他悠哉哉地吃着糕点，看着那个小皇子在那边疯玩，时不时和他眼神对上，还给他竖起大拇指鼓励一下。他的目光一落在他的手上，他就秒懂，让宫女送了吃的过去。哟，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呀。第014章，做梦都想。我们安安玩得很开心呀。云武帝一走进来，就看到这么有爱的一幕，他唇角挂着笑容，朝着拓跋佑安伸出双手，蹲下身子。拓跋佑安喊着爹爹，朝着他扑过去，扑到他怀里，被他抱起来，转了个圈，便安稳地坐在他的手臂上，搂着他的脖子。这一幕把拓跋家看得羡慕不已。3年了，他见父皇的次数屈指可数。平日里父皇能摸摸他的头都是奢望，更别提抱抱他了。拓跋家的眼眶有些红，但娘告诉过他，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他又把眼泪逼回去了。拓跋佑安看到这一幕有些心疼，他用小脸蛋蹭了蹭云武帝的脸，爹爹，你也抱抱石哥哥吧，石哥哥很想要你抱抱他呢。而且石哥哥也不重，爹爹这么厉害，
肯定可以抱起我们2个人的。拓跋佑安这话一出，拓跋家的眼睛就亮了起来。熹贵妃愣了一下，没想到拓跋佑安会这么说，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属于他的恩宠会被人抢走吗？云武帝转头看向拓跋家，因为是个儿子，因为他儿子太多了，他都没怎么注意过。你想要朕抱你吗？云武帝问他。拓跋家连忙点了点头，做梦都想。拓跋佑安还挺上道啊，小家伙。云武帝笑了一下，对他招了招手，过来。拓跋家迈着小短腿，哒哒哒的跑过来，仰着头满脸期待崇拜的看着他。云武帝单手提着他的后襟，将他往上面一丢，吓得熹贵妃一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身体都要站不稳了。身后的宫女连忙扶着他，就见拓跋家稳稳地落在了云武帝的手臂上，他也伸手搂着云武帝的脖子，咯咯的笑。好好玩呀，拓跋佑安，这孩子胆子还挺大。走吧，去尝尝我们安安的大米饭。云武帝抱着他们走进去，刚刚过来的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对视了一眼，也跟着走进去。小厨房里的大米饭已经蒸好了，拓跋佑安提前炒好了菜，在热着，宫女一起拿上来了。米香味在宫殿内缠绕，馋得人口水分泌不止。特别是拓跋家，小家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但还是忍住了，要等父皇动筷子他才能吃。云武帝吃了一口，大米软软糯糯的，唇齿留香，吃了一口他就幸福地眯上了眼睛，配上那酸辣脆的土豆丝，十分下饭。见云武帝吃得香，其余人也纷纷动了筷子。拓跋家吃得幸福的都要流下泪来，太好吃了，呜呜呜！皇妹妹，你可真是个天才。拓跋佑安，别夸了，我会骄傲的。云武帝也是赞不绝口，凤儿说的土豆丝可就是这个。云武帝指了那盘土豆丝问，那盘土豆丝已经吃的只剩下一点点了。拓跋家刚准备拿着舔盘子的，见云武帝指过去，忍住了。是的，爹爹。拓跋佑安笑着点了点头，这道菜就叫土豆丝，妙哉妙哉。云武帝冲他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朕的小公主，这道菜一点也不比山珍海味差。拓跋佑安害羞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奶声奶气的开口，都是爹爹教的好。云武帝哪里有教他什么，但是这话听着就贴心。他伸出手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安安这小脑袋瓜呀，就是聪明。此次安安朕良有功，可有想要的东西？拓跋佑安还真没有，但是他想了一下，轻声开口询问。安安听闻苗国少年都武功了得，更是有很多寻常人不懂的游玩法子。爹爹，安安想要一个苗国少年当护卫。拓跋佑安知道二哥府中的事情瞒不住多久，兴许从他带乌墨回来的第一瞬间，爹爹就知道了，只不过没有说穿。但乌墨到底是别的国家的人，一直住在二哥哥那边也不是长久之计。二哥哥回来以后还需要回边疆的，不可能带着他过去。那乌墨一个人在二哥哥府中，拓跋佑安有些担心。云武帝听他这么一说就乐了，要说起苗国少年，朕还真有。芬儿府中就有一位，说起来你幼时他还和你关系不错。拓跋佑安装作一脸迷茫的样子，开玩笑，要是让他爹爹知道他还记得，以他爹爹醋坛子的行为，乌墨哥哥怕是不能来他身边当侍卫了。云武帝见他不记得的样子，心情大好，安安可是不记得了。拓跋佑安点头，行，那朕便让芬儿将他带过来当你的护卫。拓跋佑安，爷，可以每天见过乌墨哥哥了。陛下，皇后娘娘有些担心，这乌墨怎么说也是苗国的皇子，怎么会甘心给安安做护卫？她很担心他会暗地里伤害安安。云武帝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朕心中自有主张，此事便这么定下了。明日朕便让乌墨来找安安。拓跋佑安点了点头，演戏演到底，原来他叫乌墨呀。云武帝笑了一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一旁的拓跋家也开口，我也会保护安安的。安安有好多美食，保护安安就等于保护美食了。我去，他会好好保护安安的。熹贵妃，一顿饭就把你收买了。但是他没有说话，家儿跟着小公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翌日，乌墨清晨醒来，拓跋峰就在等着他了。他愣了一下，喊了一句：“二皇子殿下。”九皇子不必如此多礼。拓跋峰扶着他起来，这小家伙才8岁，也不知道在自己国家遭受了什么。拓跋峰遇到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其实我是想来和你说一件事。拓跋峰叹气，父皇知道了你的存在，他让你去给我小妹当护卫。拓跋峰仔细观察他的表情，但他绝对不是羞辱你的意思，只是小妹顽皮，听闻苗国少年武功了得，便想让你当他护卫。如果你不想，我再想办法劝劝小妹。拓跋峰说完，就见乌墨小脸上扬起了一抹笑容，那笑容纯粹真挚。如果是给小公主当护卫的话，荣幸至极。若能保护小公主，他愿意。拓跋峰愣了一下，你若愿意，那今日便随我进宫吧。拓跋佑安一早起来便在小厨房里忙活，小小的人儿踩在凳子上，手里的刀挥得飞快，
吓得一旁的宫女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小公主，您可千万要小心啊！您下来吧，这等粗活怎能让您亲自动手啊？第015章，为了一口吃的，拓跋佑安小手切菜切得飞快，一边还开口回复他：春香，没事了，我有分寸的。春香是吓得心肝都在颤抖，一边默默祈祷小公主可千万不要有事。平日里小公主都把她支开了，她看不到自然也不怕，可今日她提前一些将事办完了，一回来就看到这一幕，险些没当场晕过去。拓跋佑安说了话就专注的在炒菜了。今儿个乌墨哥哥会过来，他必定要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的。乌墨到的时候，院子里没有人，只有小厨房那边升起袅袅炊烟。拓跋峰领着乌墨往那边走，小妹定是在做饭的，我们过去瞧瞧。乌墨愣了一下，小公主做饭？小公主还要自己下厨？当年第一次见面，小公主那般受宠，如今也失宠了吗？也是，自古帝王多薄情。乌墨暗暗的想，他一定要在这皇宫里好好保护小公主，哪怕小公主不受宠了，他也是他要保护的小公主。拓跋峰不知道他的心理活动，领着他到了门口，笑着问小妹，这又是在做什么好吃的了？闻着可真香啊！拓跋佑安踩在凳子上回过头来，瞧见他们，心生欢喜。乌墨哥哥，二哥哥，你们来了，你们先在外面坐坐，马上就好了。拓跋佑安翻动着铲子，因为铁锅太重，他现在又力气太小，是无法表演颠锅了。拓跋峰也不走，反而走了进去，我就在这里瞧瞧。那锅里是一锅肉，泛着诱人的光泽，还带来一阵阵肉香。拓跋峰吸了吸鼻子，这是什么肉？他还是第一次瞧见这般诱人的肉。拓跋佑安将肉盛出来，这是红烧肉，其实就是猪肉做的。猪在云溪国还是挺常见的。拓跋佑安1岁的时候，和云武帝一起出宫，要了2头猪，养在皇宫养畜牧的地方。拓跋佑安2岁的时候，那2只猪就已经生了一窝小猪了。现在小猪又长大了，又生了一窝小猪。所以虽然猪肉也算金贵，但拓跋佑安真不缺肉吃。然后他发现，这皇宫里的人为啥会这么穷呢？因为都觉得身份尊贵，都不养鸡鸭鱼呀、猪啊这些，导致全部都要出去买。本来就贵的东西，你要吃一顿就去买一顿的，可想而知这花费有多高了。猪肉能做出这样美味的食物来，拓跋峰赞叹不已。云溪国本就穷，那皇宫的厨师还是从别的国家挖来的，实力也就那样，反正和拓跋佑安是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个时候能吃饱都不错了，谁还挑剔啊？云武帝的吃食也不过就是比旁人的精细一些，花样也就那些，一切都是因为穷。可以的，猪肉有好多种做法呢。拓跋佑安盛了一碗，递给春香，春香，你拿着送给我爹爹去，爹爹应该也下了早朝了。还有那边的米饭也盛一些去。春香得令，接过去放在食盒里，然后又盛了几大碗饭。他知道陛下爱吃，昨日里陛下就吃了好几碗呢。拓跋佑安又盛了一盘出来，递给拓跋峰，二哥尝尝。拓跋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在嘴里，那肉质鲜嫩，一咬下去还爆汁，肉的鲜香在唇齿间流连，鲜嫩的恨不得把舌头都吞下去。拓跋峰吃了一块，又夹了一块。拓跋佑安笑着对他开口，二哥，这红烧肉要搭配那大米饭才是真的好吃呢。他指了指一边的大米饭，拓跋峰立马走过去盛饭去了。临走前还拿走了这一盘肉，他可看到了，锅里还有呢。拓跋佑安又盛了一碟肉，拿着从凳子上跳下来，拿了一双筷子夹了一块肉，递到乌墨面前，乌墨哥哥，你尝尝。因为身高不够，他还需要垫着脚尖。乌墨蹲下身子，他脚跟放下来，冲他甜甜一笑，是安安自己做的哦。乌墨心中微软，张口咬下，吃得眯起了眼睛。很好吃，肉很嫩，味道又很好，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安安的手艺很好，但安安下次不用自己动手做。安安说，我来做便好。拓跋佑安瞧着他眸底的心疼，知道他是误会了。拓跋佑安笑，乌墨哥哥，这个菜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味道哦，迟点一时也不能完全学会的。安安是喜欢做菜了，大家都很疼安安的。乌墨愣了一下，就见他转身跑过去盛了一碗大米饭递给他，又加了好多肉给他。乌墨哥哥快吃，吃饱了才有力气保护安安呀。说着，拓跋佑安又去给自己盛了一碗饭，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呜呜，为了这一盘红烧肉，他可是试着做了好多调料，才勉强做的和前世的一样。好吃，太好吃了。他可太想念以前在现代想吃什么就点外卖的生活了。乌墨也低头吃了起来，两人一个站着一个蹲着，就这么吃完了这顿饭。只有拓跋峰找了一个凳子坐下，吃的都打嗝了，还想吃，但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正要起身收拾一下，就从门外看到远处一抹身影飞快地跑了过来。黄妹妹，你又在做什么好吃的了？等人跑近了，拓跋峰才看清楚是谁，是十皇帝。
他怎么会来这里？熹贵妃和拓跋佑安的恩怨，哪怕是在边疆，他也得到了一些风声。看到拓跋家过来，他默默地摸上腰间，才发现自己没带佩剑。来皇宫里是不能带着佩剑的。拓跋家跑进来也懵了，怎么二哥也在？拓跋家连忙行礼，二皇兄。拓跋峰冷淡地嗯了一声。拓跋家也不管他，他蹭到拓跋佑安身边，讨好的笑着：皇妹妹，我给你带了牡丹花，这牡丹花是我娘种了好久的，也是她最爱的，我偷偷拿过来了，送给你。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呀？我也想吃，可以吗？拓跋佑安，真是你娘的好大儿啊！你娘知道怕是要气死。但熹贵妃的东西，拓跋佑安也不客气，直接收下，让他放在一边，这才指了指锅里，那边有红烧肉，那边有大米饭，你自己去盛。好嘞，就等你这句话了。拓跋家立马哼哧哼哧的跑过去，盛了一碗大米饭，然后踩上凳子去夹肉，夹一块放碗里，吃一块进嘴里，一边夹一边吃。十皇子殿下，跟着拓跋家的宫女总算追了上来，刚进来就看到他家十皇子毫无礼仪的在狂吃，吃的那个叫暴风吸入。宫女看着放在拓跋佑安身边的牡丹花，差点没晕过去。十皇子殿下为了吃一顿饭，竟然把熹贵妃娘娘的牡丹花送过来的，这可是熹贵妃娘娘最爱的牡丹花啊！小公主，这牡丹花乃是熹贵妃娘娘最爱的牡丹花，奴婢能将她带回去吗？第016章，别来烦小妹。拓跋佑安还没说话呢，乌墨就开口了：不行，这是十皇子殿下送给小公主的，哪里有要回去的道理？这是看安安好欺负吗？乌墨上前一步，挡住了那宫女看向拓跋佑安的视线，目光冷冷地看着他。宫女不知道乌墨是谁，但看穿着打扮，就必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她额头上冷汗淋淋，连忙跪下：是奴婢唐突了，可这花乃是熹贵妃娘娘最爱的，奴婢也是担心娘娘责怪追究下来。拓跋峰直接将拓跋家从凳子上拎下来：别吃了，你自己解决，这种小事别来烦小妹。拓跋家啊，怎么了呀？拓跋家将嘴里的肉咬碎吞下，瞧着宫女皱眉：这是我送给皇妹妹的，娘要是责怪下来，我会跟娘说清楚的。要你瞎操心，别打扰我吃肉。那宫女一听他这么说，就不敢再言了。拓跋家讨好的看向他们：那个我可以继续去吃了吗？拓跋佑安、拓跋峰、乌墨，他可真是个小吃货。拓跋峰松了手，拓跋家一溜烟的爬上去，撅着屁股继续吃去了。拓跋佑安吃完饭，见春香回来，又让他拿了一些送给娘亲去吃，这才拉着乌墨走到外面去玩。拓跋峰还有事，用了膳就先走了。离开前还嘱咐乌墨要好好保护我小妹。乌墨慎重的点了点头。拓跋峰走了没多久，拓跋家也被宫女拉着走了。一时间只剩下拓跋佑安和乌墨了。乌墨垂手站在他身边，没有吭声。拓跋佑安拉起他的手：乌墨哥哥，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菜地吧，还有我养的宠物哦。乌墨点了点头。拓跋佑安带他去了自己的菜地，那一片菜地上有好多菜，还有很多乌墨叫不上名字的。拓跋佑安一个个和他解释是什么菜，可以怎么样吃。他站在他旁边听着，时不时轻嗯一声。这个是黄瓜，洗一下都可以生吃的。拓跋佑安扯了一根拿到水井边上，那边刚好有一桶清水，他清洗了一下，掰成2半，递了一半给他：乌墨哥哥尝尝，这种东西能吃？乌墨心下有些疑惑，不过安安既然说能吃，那不能吃的他也会吃。乌墨接过来咬了一口，很清爽，也很脆，还有一点点甜味。拓跋佑安吃得开心，又带他去了水果园，看他自己种植的水果。他前些日子种植的草莓，因为他的特殊能力已经熟了。拓跋佑安拿了一个竹篮，摘了不少，一些是要让使者送去当礼物的，一些是摘了给爹爹和娘吃的，还要给哥哥也送一些去。只是不知道哥哥在不在家。当然了，还留了他和乌墨哥哥的份。因此拓跋佑安摘了满满一篮子，拿了水冲洗一下就好了。他自己种植的，不像前世的打了什么催生剂啊，也没打农药的。冲洗了一下，拓跋佑安将篮子放在干净的石墩上，就拿了一个递给乌墨：乌墨哥哥尝尝。乌墨接过来吃了一口，一口爆汁，香甜的味道在口腔里炸开，幸福的让人眯起了眼睛。他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水果，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酸甜。拓跋佑安自己也拿了一个在吃，小小的肉乎乎的小手捧着差不多有他手大的草莓，啃得像只小松鼠。乌墨瞧着他的小表情，唇角不自觉地扬起。小公主很可爱呢。拓跋佑安拿了旁边一些干净的木篮子，全部放好装好。乌墨哥哥，你帮我提几个篮子可以吗？安安提不动。拓跋佑安撒娇，他分了6个篮子给乌墨：爹爹、娘亲、哥哥、二哥、白越国陛下的。乌墨轻而易举地将6个篮子提了起来，一手3个。拓跋佑安鼓掌：哇，乌墨哥哥好厉害！乌墨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抿着唇，唇角轻轻扬起。
轻声询问他要送去哪里。乌墨哥哥跟我来。拓跋佑安蹦蹦跳跳的在前面带路，风吹起他的裙摆，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拓跋佑安带他先去了爹爹那边，没进去，连着白月国陛下的那一份一起交给了云公公，然后去了母后那边，母后还在睡觉，便交给了宫女姐姐。之后便去找了哥哥，哥哥还没回来，交给了他的亲卫，然后托人送出宫去给二哥。还剩下一份，拓跋佑安带着乌墨回自己的长安阁。乌墨以为这一份是小公主自己要吃的，便帮她放在桌子上，谁知道她却开口说：“乌墨哥哥，这一份是给你的呀。安安有一片草莓园，想吃了随时可以去摘呢。乌墨哥哥要是吃完了还想吃，随时去摘就好了。安安的草莓园给乌墨哥哥进哦。”乌墨听着他这天真烂漫的话，心中有些感动。谢谢安安。乌墨哥哥和安安客气什么呀？拓跋佑安嘻嘻笑着扑到他脚边上，扬起小脸看着他。那乌墨哥哥，你们苗国有什么好玩的呀？你快告诉我吧。我们苗国。乌墨似乎陷入了回忆中，低声给他说着。小家伙歪着小脑袋，时不时小脸惊讶，时不时满脸兴奋，光芒斜洒进来，衬得这一幕十分的温馨。云武帝在书房里和各臣交谈送白月国里的事情，尚书语气有些埋怨，本来陛下是要将那上好的绸缎送去白月国的，可如今，那上好的绸缎在小公主出生的时候就送给小公主了，如今云溪国内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你的意思是怪朕了？云武帝一个眼神扫过去，尚书立马跪在地上高呼：“臣不敢！”虽然心里那么想的，他也不敢说出来啊。哼！云武帝冷哼：“朕知道，朕宠爱安安，你们心里多有不满，可你们又扣心自问，朕的安安不可爱吗？”众臣想起小公主的模样，着实可爱。如果是他们自家的小辈，这等聪慧可爱的小宝贝，他们也会打心眼里心疼宠爱。再者，安安出生后，给我们云溪国带来了多少福气啊！这次要不是安安，就拿赈灾的事情来说，你们谁能解决？那些灾民能吃上饭，还不是靠朕的安安？第017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样可爱的安安，用点绸缎怎么了？众臣好像是这么个理，但又好像哪里不对。好了，这件事朕会想办法的。云武帝正说着呢，云公公推开门走了进来，俯身行礼：“陛下，小公主方才送了东西过来，说是可以当作送给白月国陛下的礼物。”他这话一出，旁边的人都朝着他看过去。云武帝也让他起身，快拿来给朕瞧瞧。云公公得令，立马将提着的篮子送去给云武帝。云武帝一拉开上面盖着的布料，就见里面一个个鲜艳欲滴的大草莓，草莓的清甜香味弥漫开来。书房内的臣子们忍不住吸了吸鼻子，吞了吞口水。这是何物？竟如此香甜！众臣子忍不住伸长脖子去看。云公公在外边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声。哼，一个个的老不休，竟然敢这么说小公主，那就让你们看看小公主有多厉害。云公公挺直腰杆，语气清晰坚定，声音洪亮，保证让他们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小公主说：“此果名为草莓，入口酸甜脆，十分好吃解渴。想必不少大人在他国也见过吧？”没错，是见过，没有吃过。毕竟这玩意儿贵且少。有几个曾去别的国家游玩过的臣子立马开口：“这个我见过，但还从未见过这么大一个的。这玩意儿贵得很，我还是在一个拍卖行看到的，当时都拍出了1200白银的价格，就1颗呢。”不会吧？一个水果而已，这么贵？谁让它产量低呢？物以稀为贵，能吃到就是贵族的象征。可不管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云公公适时开口：“小公主说了，这一篮子是给陛下送给白月国陛下的，这一篮子呢是给陛下自己吃的。小公主还说，陛下什么时候想吃，便可以去找小公主，小公主那边多的是呢。”这确实是拓跋佑安的原话。云武帝一听这话，笑着扫了他们一眼：“众位爱卿，还有什么要说的？”众臣子：“我们没啥可说的了，陛下，我们就是小丑。小公主的草莓能不能给我们也吃一点啊？吃一口都行。”云武帝唇角勾起一抹笑：“云公公，你去将这草莓保管好，给白月国陛下送去。”是。云公公提着那送给白月国陛下的贺礼下去了。拓跋佑安已经告诉他怎么保存了。云武帝当着他们的面拿起一颗草莓，咬了一口，香甜的味道在唇齿间爆开。云武帝眯了眯眼睛，味道好。众臣，杀人诛心啊！陛下，您看到我们渴望的眼神了吗？我们就不配吃一个吗？您有一篮子，就给我们吃一个吧，求求了。众臣的眼神都充满了渴望。云武帝吃下一颗，笑眯眯的开口：“白月国陛下的贺礼也解决了，你们还有何事要禀告啊？无事便可退下了。”众臣，我们算了，不敢开口要，臣等告退。众臣心都在滴血，早知道刚刚就多说点小公主的好话了，
云武帝挥挥手，吃的停不下来。众臣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书房。唉，谁能知道小公主竟然还会种草莓啊？这草莓看着品种就不凡。唉，要是我能吃上一颗，你吃得起吗你？况且小公主送给陛下的，陛下必定是不可能给你的。众臣一个个满含遗憾的离开。另一边，拓跋峰在和大将军聊天，商量之后回边疆的事情，并且将土豆和红薯的事情说了一下。大将军点头，臣明白了，臣已经派人去挖土豆了，到时候我们多运一些过去，就是不知道边疆那边好不好种植。小妹说了，按照她的办法种植，绝对能成功。土豆本就是很好生存的。好，这边两人聊着呢。另一边，跟着大将军一起来的大将军的儿子，正百般无聊的跟着婢女在花园里逛。我爹爹还要多久啊？好无聊啊！小家伙才5岁大，嘴里叼着蚂蚁巴草，圆嘟嘟的小脸做出我很酷的表情，一脸拽得跟个250似的。婢女笑着说道：“奴婢不知，奴婢在这里陪着小公子可好？”不好！小家伙说着，从假山上窜下来就跑，婢女连忙跟着追在后面。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大门口，刚好拓跋佑安派的人来送草莓了，闻到了气味，小家伙冲过去，跳起来抓住篮子，速度很快的从里面扣了一个大的草莓，直接咬了一口。哇，这个好好吃，我还要！小家伙狼吞虎咽的将草莓吃完，伸手又要去拿。那侍卫吓了一跳，连忙将篮子提高一些，退开一些。小公子不可，这是小公主送给二殿下的。不就是几个水果吗？我吃2个怎么了？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小家伙说着又要去抢，刚好拓跋峰和大将军一起出来了。大将军看着自己的儿子就头疼。旭儿，你在闹什么？小家伙一听自己父亲的声音就老实了，站在那边不敢跳了。那侍卫松了一口气，连忙将提着的篮子递给拓跋峰。二殿下，这是小公主派人送来的。刚刚小公子吃了一个。大将军瞥了一眼，有些吃惊，这不是草莓吗？这玩意儿他曾见过，却没吃过。拓跋峰也有些诧异，小妹哪里来的？小公主自己种的。拓跋峰，他这小妹什么都会种啊。大将军也尝尝。拓跋峰递了一个给大将军，大将军接过来，小家伙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爹爹会给我吃吧？毕竟我是他儿子啊。刚这么想着，就见大将军一口吃掉了。小家伙，爹爹你不讲武德。好吃。大将军目光又朝着那篮子瞥去，拓跋峰淡定地拿了一个吃了，然后将剩下的递给侍卫，去帮本宫放好。是。侍卫提着走了。拓跋峰，给你吃一个都不错了，你还惦记呢？大将军有些遗憾，但也不是强求之人，拉着自己小儿子就走。那臣便先带着柚子回府了。拓跋峰送他们到门口，见他们上了马车，便转身回去了。继续去吃点。小妹果真是个天才。拓跋佑安听着春香说完，手都在颤抖。你说什么？一颗草莓拍到了1200银一颗。第018章1200银。那他中了那么多，岂不是好多好多钱？拓跋佑安只知道这个世界草莓稀少，却不知道这么少，而且贵啊！真的是抢钱啊！就一颗草莓而已，1200银。要知道，穷苦人家1200银可以过1年了，还有剩的。果然是涝的涝死，旱的旱死。有钱的很有钱，没钱的很没钱。拓跋佑安激动的恨不得马上带着自己的草莓园去别的国家拍卖，赶紧给国库充点钱。他们国家实在是太穷了 ，QAQ， 可不是吗？奴婢听到的时候都懵了呢。就一个水果再怎么好吃，1200银，奴婢也不会买的。主要是他没那么多钱。但如果是小公主卖的，奴婢有钱的话，一定会去支持的。拓跋佑安，我谢谢你啊，宝贝。但如果有那钱，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没错，这水果十分的稀少，在别的国家是要这么贵。乌墨的皇姐曾经就拍下过一颗，还在苗国显摆了好久才舍得吃。要不是快坏了，她也不会吃。没事，乌墨哥哥，我这里多的是，你想吃，随时去摘。拓跋佑安豪气的一挥手，感恩上一世跳错了地方，让他知道了这些东西怎么种植，不然不知道种，光是靠他的能力，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乌墨唇角含笑，点了点头。他不会真的去摘了吃，但小公主的这份心意，他很感谢。拓跋佑安听春香说了以后，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做。他现在还小，如果要出国，爹爹肯定不会允许的，那这不是撒娇就有用的。所以他要找个能随时出国，还有头脑的人来帮他。那这个人选，嘿嘿，拓跋佑安心里已经有了人选了。春香，你去问问我哥哥回来了吗？如果回来了，就告诉我一声，我找他有事。是。春香应下。可是接下来的几天，
拓跋佑安都没有接到哥哥回来的消息，倒是白越国那边来了消息，直接用的飞鸽传书，十分感谢云西国陛下的贺礼，他很喜欢，并且问他从哪里拍卖到的。他一直想去拍卖，却一直没有渠道。拓跋佑安刚好那天在陪云武帝一起上早朝，一看到这封信就乐了，这机会不就来了吗？下了早朝，拓跋佑安跟着云武帝一起去了书房，让云公公他们先退下，一脸神神秘秘的。云武帝好笑的看着他，安安可是有什么鬼点子？拓跋佑安，不礼貌，怎么能说是鬼点子呢？明明是好点子好不好？拓跋佑安撅了撅嘴，爹爹，你现在越来越坏了，你都开始逗弄安安了。其实安安是有个主意。安安听闻那草莓在别的国家拍卖的很贵，安安就想，兴许我们可以自己种植去拍卖，这样我们不就可以赚到好多好多钱了吗？云武帝将他搂入怀中，让他坐在他的手臂上，我们安安长大了，会为爹爹考虑了。但是安安的那些草莓，安安留着自己吃就好，不用拿去卖。他的安安自当应该吃最好的，没有让他拿去卖了补贴国库的道理。拓跋佑安，他真的是又感动又觉得心酸。爹爹，安安会种植啊，这草莓吃了还会长的呀，那么多安安也吃不完，还不如卖了，将国库填充一下。爹爹你想呀，我们国库里的银钱越多，我们打仗的时候呢，就能买到更多的物资，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兵力就会更强悍，那这样我们的国家就更安全。国家安全了，安安是不是也更安全了？云武帝被他这么一说，还真觉得有几分道理。安安知道爹爹是心疼安安，想给安安最好的，可是安安也是云西国的一份子呀，安安还是公主嘞，怎么也要为了国家想呀？我们可是一家人啊，爹爹，安安希望我们的家越来越好。云武帝还从未听那个孩子说过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这话听着心头烫铁，他心中温暖，眉眼也不自觉地温柔了一些。爹爹一直觉得亏欠了你，没有给你一个富裕的生活，安安还总是为了爹爹想这想那的。拓跋佑安摇头，爹爹给予了我生命，还给了我尊贵无双的身份，爹爹就是最好的爹爹。所以爹爹，我们一起把云西国变得更好吧。安安想要成为爹爹的助力。云武帝心中柔软，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好，爹爹听你的。既然云武帝同意了，拓跋佑安就开始说自己的计划了，将有草莓在云西国拍卖的消息先放出去，然后找一个可靠的拍卖行来拍卖，前提是这个拍卖行必须留在云西国，以后他们拍卖行的东西也优先在云西国拍卖。拓跋佑安想了一下，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引流。云西国落后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不好，各种产业也不咋的，所以来的人少，来的人少了，光靠自己本土的人，那销售是上不去的，没有销售就没有银钱流动，自然而然的资金链慢慢的就断了。为了恢复资金链，就要让一些强大的商家自愿的来这里入驻。那怎么样让他们自愿呢？首先，你手里得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二是能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拓跋佑安和云武帝细细商量。云武帝擅长打仗，可以说他是战场上的不败战神，但是他不擅长这些商界的弯弯绕绕。但不擅长不代表听不懂，只是他自己想不到这些方法而已。听拓跋佑安一说，他渐渐的就明白了，更是惊叹不已。他的安安真的是个商界奇才。拓跋佑安一步步的安排好，只需要云武帝去找靠谱的人来实行了。不就是没钱吗？他一身本事还不能带云西国致富吗？慢慢来。拓跋佑安心里已经有了宏图，先引流，再利用引流赚的钱改善环境，然后创造旅游业、畜牧业等等。他要让云西国成为最富庶的国家。别的国家现在可以瞧不起云西国，但给他时间，他一定要让他们后悔。拓跋佑安和云武帝聊到忘了时间，晚饭就吃的御厨做的，就没自己下厨了。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乌墨还在门口等着他。小小的人儿站在门口，月光拉长他的影子，显得有几分落寞，还有几分生人勿近的气氛。乌墨哥哥！拓跋佑安甜甜的喊了一声，乌墨顿时抬起头来，冲他弯唇一笑。刹那间，那一身的阴霾在一瞬间散去。第019章，毕竟哥哥这么聪明。啊！乌墨朝他走过去，拓跋佑安顺势抬起手去牵住他的手，乖巧得很。乌墨哥哥是在等安安吗？乌墨轻嗯了一声，安安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可是被欺负了。可瞧着他的模样，也不像被打被罚了的样子。我刚刚和爹爹说了，安安不是有很多草莓吗？打算拿去拍卖了，这样我们云西国的国库就能充盈一点了。拓跋佑安偏头，满脸无奈，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QAQ。乌墨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和云武帝聊这些，更没想到他这个小小的人儿心里会藏着这么多事。安安不必忧愁，云武帝有勇有谋，你的哥哥们个个也不差，云西国不会落败的。拓跋佑安，你别安慰我了，云西国现在是哪个国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因为云武帝武功盖世，才没人敢轻易侵犯。
不然一个没有经济支撑的国家早就完犊子了。安安还小，开开心心就好。乌莫不忍心他心里想着那么多事，明明是最无忧无虑的年龄。可是安安觉得啊，安安既然是小公主，既然是云溪国的一份子，就应该要想这些。我们呀，和国家本来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啊。先有国才有家，而想要国家好，就必须要发展。一个不停退步的国家，光靠武力是存活不下去的。乌莫仔细品味了他的话，竟觉得有几分道理。安安实在太聪慧，那些他想不明白的事情，到他眼里似乎都变得简单了。那安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了。万一真的失败了，万一以后云溪国没了，他也依旧会护安安周全。在此之前，他要变得强大起来。拓跋佑安抬起头来，就见他眉眼坚定的模样，似乎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他笑了一下，问他：乌莫哥哥，你想去学堂吗？虽然云溪国不是很繁华，但学堂还是有的。你想去吗？拓跋佑安歪了歪头，我可以送乌莫哥哥去哦。他想了一下，他这么大的孩子，还是要多读书才好。乌莫愣了一下，其实他也想去学，但是在苗国的时候，每次去学堂的名额都没有他的。他是不祥的存在，谁都会把他遗忘，哪怕他去争取，也会嫌弃他不祥而不让他去。所以来了云溪国以后，他也从来没提过自己想上学。啊，是怎么知道的？兴许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单纯的善良罢了。乌莫心中感动，但他还是开口：我是苗国的皇子，我去学堂会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吗？如果会的话，他就不去了。乌莫也不是很清楚云溪国这边的国规这些，不知道他一个外国的皇子能不能在这边读书。当然不会啦。拓跋佑安知道他想读书，每次去找他，他房间里都会有练字的纸笔。乌莫哥哥的字写得很好看呀，而且他也很有才能，只要有先生细心教导，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变得很厉害的。这次他赈灾立了功，同爹爹说这件事，爹爹应该是会答应的。如果云武帝不同意，那就罢了，一切以安安的安危为第一。乌莫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将他送到房间里，见春香过来了，便先离开了。拓跋佑安见他唰的一下就不见了，双手捧着脸，满眼星星。这就是武功呀，他也好想学啊。拓跋辽从外面归来，刚褪下外衣，身后就跪了一个暗卫：主子，前些日子小公主送了草莓过来，给您保存好了。说着，暗卫将草莓递上去。拓跋辽眉梢轻挑，接过来打开吃了一个，味道酸甜脆，比以前师傅请他吃的还要好吃一些。拓跋辽拿了一半出来，这些装着给老家伙送去。老家伙自然就是拓跋辽的师傅了。拓跋辽的师傅武功高强，一生最喜爱的事情就是尝遍天下美食，当初那草莓还是他花重金拍买下来的。是，暗卫小心翼翼地提着，闪身消失了。拓跋辽又吃了一个，想了一下，换了一身衣裳出去了。没多久，人就到了拓跋佑安的屋顶上，他从打开的窗口悄无声息地翻进去，见小家伙睡得香甜，他使坏一般轻轻地捏住他的鼻子。小家伙渐渐有些呼吸不过来了，扭身又扭不动，迷迷瞪瞪地睁开了湿漉漉的双眼，瞧着有几分呆萌。拓跋辽没忍住，捏了捏他的小脸：小安安，你醒来了。哥哥。看到拓跋辽，小家伙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一下扑到了他怀里：你回来了。那惊喜的表情和声音明显的取悦了拓跋辽。拓跋辽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想哥哥了？呐。拓跋佑安用力的点了点头：可想了呢。这就是拓跋辽为什么喜欢妹妹的原因，每次见面都会抱抱她，还会用小奶音喊哥哥，还会撒娇。呜，妹妹是天使。那你下次要不要和哥一起去？拓跋辽就随口说说，没想真的带他去。谁知道小家伙来劲了，真的吗？哥哥真的愿意带我去吗？拓跋佑安眼睛亮闪闪的。哇，哥哥好棒呀！哥哥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这彩虹屁就跟不要钱似的。拓跋辽脸上的笑容微僵。你不会来真的吧？真的要跟他一起出去？拓跋佑安小脑袋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呐，真的。他正愁没机会出去呢，哥哥这不就把机会送到他面前来了吗？拓跋辽，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第一次在妹妹面前感受到了。哥哥，好哥哥，你说的要带安安出去，就一定会带安安出去的，对吗？哥哥那么厉害，一定可以带上安安这个小拖油瓶的，对不对？拓跋佑安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他，根本让人拒绝不了。而且妹妹说我那么厉害，那么厉害的我怎么可能带不动妹妹？那好吧，但是父皇那边……拓跋辽感觉头疼了。拓跋佑安嘿嘿笑着：我相信哥哥一定可以让爹爹答应的，毕竟哥哥这么聪明啊。拓跋辽，得了，这是全交给我去解决的意思了。你这个小丫头。拓跋辽失笑，失算了，被这小人精算计了。第020章，
是拓跋辽那个兔崽子。拓跋佑安嘿嘿的笑着，讨好的很。拓跋辽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哥哥要去想办法去了，你今日便先睡吧。好。拓跋佑安乖乖的缩回被子里，小肉手抓着被子遮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一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可爱死了。拓跋辽没忍住，低下头亲了亲他的额头，快睡吧。好。拓跋佑安乖乖的闭上眼睛。拓跋辽起身闪身消失。拓跋佑安睁开眼睛，弯成了小月牙。嘻嘻，哥哥被我算计了吧？现在看来，能和哥哥一起出去的话，他就不用找哥哥帮忙了，可以自己去寻觅人才了。拓跋佑安小拳头握紧，他一定要加油发展云溪国。爹爹，娘亲，对不起了，安安要去外面飞一飞了。拓跋辽回到自己府中，就在愁这件事。以父皇对安安的宠爱，他要带安安出去，怕是得被父皇打出屎来。可是妹妹说我那么厉害，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这怎么能让妹妹失望呢？拓跋辽伸手抵着额头，轻声询问：你们说，我要是一声不吭的带着妹妹走了，我以后还能回来吗？暗卫们，主子想听我们说真话吗？可我们不是很敢说，怕是我前脚刚走，后脚父皇就给我建坟了吧？等他回来，坟头草大概都有他高了。唉，这大抵就是有个可爱又人见人爱的妹妹的烦恼吧。暗卫们，你能不这么嘚瑟吗？主子，拓跋辽这一夜注定无眠。翌日一早，拓跋佑安就带着自己做的早饭去找云武帝了。爹爹！云武帝刚刚下了早朝，看到他，立马弯下腰来，将他搂入怀中。爹爹的宝贝儿。拓跋佑安在他脸上蹭了蹭，身后跟着的春香将食盒放在桌子上，一一摆放好。拓跋佑安和云武帝一起用膳，用了膳，他便讨好般笑着：爹爹，安安有一事相求。何事？云武帝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肯定有事要说的。嗨嗨，就是那个安安想要让乌墨哥哥在我们皇宫书院读书，可以吗？皇宫书院乃是云溪国师资历最好的学院。云武帝挑眉，为何？爹爹想呀，乌墨哥哥虽然是苗国的皇子，但他现在是安安的护卫啊。安安的护卫，那不得武功和学业双双发展，这样才配得上做安安的护卫吗？拓跋佑安是故意这么说的，他相信只要搭上他，爹爹就会同意的。果不其然，云武帝面容微松，安安说的不错，只有最优秀的人才配得上当安安的护卫。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明儿就让他去皇宫书院报道吧。好爷，谢谢爹爹，爹爹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能有爹爹这样的爹爹，是安安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拓跋佑安的彩虹屁张嘴就来，完全都不需要酝酿的，不然他怎么这么得圣宠呢？除了他本身就很可爱外，更因为他会吹彩虹屁啊！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拓跋佑安陪了云武帝一会儿，就回去整理自己的菜园子了，顺便将这件好事告诉了乌墨。乌墨也是开心的，但他刻意忍住了，只是那唇角忍不住轻轻翘起。安安，谢谢你，谢谢安安，为他做了这么多。拓跋佑安摆摆手，不谢不谢了。对了，乌墨哥哥，过几天我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是和哥哥一起出去，你要上学就不能带你一起了。你在皇宫里要自己小心哦，我会和二哥哥说，让他留点人在皇宫里保护你。你有什么事就找我娘亲，我已经和娘亲说了，她会保护你的。实在不行，你就去找我哥哥的护卫，他们会将消息告诉我哥哥的，这样我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了。拓跋佑安早就安排好了。乌墨听着他细致的安排，心间微软，他真的对他很好，值得他付出一切去保护他。好，安安你外出也要当心。乌墨也想跟着去，但他明白自己要强大起来，这样日后才能更好的陪伴在他身边。而且有三皇子殿下在的话，他还是稍微放心的。三皇子殿下那么喜欢安安，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乌墨翌日就开始去皇宫学院了。皇宫学院是皇子们和臣子们优秀孩子的聚集地。他本以为他会得到排斥，可是没有人上来找他的茬，更有人主动跟他搭话，问他是不是小公主的护卫。午膳的时候，小公主更是亲自来看了他，带了很多吃食，分了一些给别的学员们。这一下，那些学员们对他更加亲切了，似乎都是因为小公主的原因。接下来的几日，拓跋佑安不是在爹爹那边，就是在娘亲那边，要不就去看看乌墨，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时不时去看看自己蔬菜水果园，给他们弄吃的。第7日，哥哥总算来找他了。拓跋辽这几日试探性的跟父皇提了一下，父皇直接说他脑子有病，他就明白了，直接跟父皇说是没用的。安安，我们只能偷偷的走了。拓跋辽脸色沉重，你回来是没事的，但哥哥很有可能会被打得半死，你到时候可要记得替哥哥求饶啊。拓跋辽决定搏一搏。拓跋佑安，好家伙，哥哥好勇敢，他好爱。拓跋佑安立马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细软。拓跋辽，得，小妹的心已经不在云溪国了，
两人当晚就悄咪咪地离开了云溪国。拓跋佑安还留了一封书信给爹爹和娘亲，以免他们担忧。翌日，春香照例去叫小公主起床，结果发现小公主不在了，只留下了一封书信。春香脸上血色尽失，拿着书信匆匆地往外面跑。不好了，小公主不见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皇宫。皇后娘娘听到消息，直接晕了过去。等醒来，云武帝正沉着脸坐在她床边上，手里还拿着拓跋佑安留下的书信。陛下！皇后娘娘欲语泪先流，是哪个歹人，竟敢对安安出手？云武帝冷笑了一声，是拓跋辽那个兔崽子。皇后娘娘，什么玩意儿？谁？拓跋辽，他儿子。皇后娘娘整个人都懵了。云武帝将书信递给他看，爹爹，娘亲，我和哥哥一起出去闯荡世界了，我们会很快回来的，勿念。安安。皇后娘娘，拓跋辽这个逼崽子，他迟早扒了他的皮。云武帝都气笑了，朕寻思这兔崽子这些日子怎么老是提着想带安安出去走走呢？原来在这里等着朕呢。第021章辽国玄冰城。皇后娘娘也气得不轻，这不胡闹吗？安安才多大，竟然还敢带他出去，等他回来非得打他一顿不可。皇后娘娘眼眶含着泪，陛下，安安还那么小，万一有个好歹，臣妾也不活了。云武帝宽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无妨，朕已经派暗卫在寻他们，寻到他们以后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云武帝明白，必定是安安想去的，不然以安安的聪慧，不想去的话，肯定有办法不去。即使安安想出去玩一玩，那便让他去吧。安安和寻常的小孩不同，他不会把安安当做其他的孩子来圈养，安安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出去看看也挺好的。听了云武帝这话，皇后娘娘也放下心来，她说那样的话也是想要云武帝给她一个保证，只是这心里啊还是担忧的。自从那日后，皇后娘娘日日都会抄写经文，为拓跋佑安祈福，希望他在外面能安全，还行千里母担忧呀。皇后娘娘和云武帝的伙食由御厨接手了，这御厨是由拓跋佑安教出来的，有拓跋佑安留下的那些调料，做出来的味道也有他的7、8成。春香更是每日将水果采摘了去送给皇后娘娘和云武帝，让他们每日都有新鲜的水果吃，这是拓跋佑安之前吩咐过的。春香以为是小公主贪玩，不想自己去送了，原来小公主早就想出去了啊。云武帝每次上早朝都会看看怀里没了那软绵的小团子，心里总归有些不得劲。皇后娘娘也日日想着女儿，若说除了他们还有谁在想拓跋佑安，那就是熹贵妃了。熹贵妃这几日是吃什么都不得劲，前些日子她刻意将一些值钱的东西摆在显眼的地方，让拓跋家带去蹭饭，顺便还会给他带点回来，还有一些水果他也能吃上一些，特别是那大米饭，可别提有多响多软了。可如今拓跋佑安不在皇宫了，皇宫里除了云武帝，谁也不可能再吃上那白米饭了。熹贵妃呜想念小公主了。拓跋家捂着肚子看着眼前的饭菜，委屈的撅嘴，娘，这些饭菜都没有皇妹妹做的好吃。熹贵妃，是吗？娘也是这么觉得的 QAQ。 熹贵妃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哎，下次你皇妹妹再给你吃饭，你记得多带些回来，我们可以多吃几天。拓跋家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好。拓跋佑安坐在马车里，掀开马车帘子看了一眼外面，小脸上都是兴奋。哇，哥哥好棒，安安真的出宫了。拓跋辽，虽然我回去会被打死，但是此刻妹妹开心也值得了。对了哥哥，安安带了好多银钱。拓跋佑安将自己巨大的细软从身后拿出来，里面有很多名贵的瓷器。拓跋辽都懵了，这些好像是熹贵妃那边的。拓跋佑安点头，啊，是石哥哥来蹭饭的时候带来的，说是给我的，我就都收下了。拓跋辽真一个敢送一个敢收啊。他记得里面有个东西是熹贵妃最喜欢的，当初熹贵妃一个婢女摸了一下就被熹贵妃赶出宫去了，就这件事当时还让不少婢女瑟瑟发抖，不敢再碰熹贵妃的东西，这事儿也在宫中出了名了。熹贵妃嚣张跋扈的头衔也给安上了。没想到拓跋家那个小子竟然把他娘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了小妹，熹贵妃竟然还没来找麻烦。我们这次外出应是需要不少盘缠，这些东西当掉应是能值不少钱。拓跋辽，小妹厉害，不但敢收，转手还敢卖了。拓跋佑安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哥哥，你找个靠谱的店，我们去当掉。这次出游我请哥哥，不让哥哥出银钱。拓跋辽，这是什么绝世好妹妹啊？好嘞，哥哥找个靠谱的店，我们就去辽国玄冰城的白羊阁拍卖行，这些东西价值不菲，可以直接拿去拍卖行拍卖，一些拍卖行也收上好的瓷器。更何况如果他没看错的话，这里面还有丞相一直珍藏的一副瓷器。好呀好呀，拓跋佑安点了点头，
将东西先收好，递给拓跋辽，交给哥哥了。拓跋辽接过来放在一边。好。与此同时，丞相府，丞相也发现自己最爱的那副瓷器不见了。他问夫人，夫人也一脸懵，还是旁边的婢女说是小姐拿走了。小姐说拿去有用。丞相有什么用？丞相托人去打听，结果得知这瓷器被熹贵妃送去给了小公主。送个小公主也行，能得到小公主的青睐是不是？结果他这败家女儿是以蹭饭为理由送给小公主的。当晚，丞相直接气得高血压飙升，叫了好几次太医。熹贵妃更是不敢回去看望父亲，怕挨骂。辽国玄冰城，在马车里待了1个月，拓跋佑安和拓跋辽总算是到了云西国邻国辽国的玄冰城。这1个月来，拓跋佑安也真正见识了云西国的穷，越是靠近边界越是穷，许多人穷的只能吃树皮果腹，更有人为了1斗米卖小孩。拓跋佑安看得难受，在这种他们看不到的边境，人人都很绝望，战争随时会来，吃不饱穿不暖，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拓跋佑安一路走来，越来越沉默，小脸紧绷。拓跋辽捏了捏他的脸，辽国和我们的民风又有不同，你呀，就不要绷紧这张小脸了，这样都不可爱了。哥哥知道你看到那些难受，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帮了一个，还会有更多，治标不治本。哥哥，只有国家越强大，百姓才会越幸福。一个国家的强大是怎么样衡量的呢？就是百姓能吃饱能穿暖。拓跋佑安睁着大眼睛看着他，安安想帮他们，因为他们是云西国的子民，是爹爹的子民，哥哥能帮安安一起吗？拓跋辽心神微动，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哥哥和你也是一样的想法，哥哥也想帮他们，所以这些年来他在外面漂泊，看看别国的治理方法，多学习，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那我们一起加油吧。拓跋佑安冲他弯唇一笑，拓跋辽也笑了。那我们眼下先去白羊阁拍卖行，将这些东西拍卖一下。好。拓跋佑安还有些羞涩，明明说好了他请哥哥的，可这1个月来都是哥哥出的银钱。两人一走进玄冰城，拓跋佑安的眼睛就蹭的一下亮了起来。妈耶，这辽国也太开放了吧！第022章，好多帅哥哥。玄冰城内所有人都穿着清凉，那些女孩子更是穿着短衣短裤，乃是这个时代很少出现的。男孩子竟然都穿着类似浴袍的衣服，胸口的腹肌若隐若现。我操！拓跋佑安连忙用小肉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从手指缝里偷偷的看，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这辽国的人也太幸福了吧，好多帅哥哥。拓跋辽好笑的看着他，我家小妹还知道非礼勿视呢。拓跋佑安，当然知道了，咱也是读过书的，知道他们辽国为什么穿的衣服布料这么少吗？看到没有，辽国街上卖布料的商店十分少，且他们自己不会做布料，只能从他国运输过来，因此布料都十分的贵。这不卖的贵的话，穷人家买不起，就只能买少一些布料，这么将就穿着了。拓跋佑安，原来是这样啊！久而久之，这就成了辽国的特色了。拓跋佑安沉思，那如果在辽国开个服装店，不是赚翻了？前提是他得先把棉花种好。云西国啥都缺，就不缺地，都是因为云武帝年轻时打下了不少，因此云西国穷的只剩下地了。这倒方便了拓跋佑安，他这趟出来得找找棉花种子，回头在自己云西国种上。哥哥，你知道哪里有棉花种子买吗？拓跋佑安忽闪着大眼睛看向拓跋辽，被妹妹这么看着，他就是不知道也会变得知道。拍卖行经常会拍卖一些稀少的东西，应是会有的，然后就是平原国那边倒是有，不过就是不外卖，不卖给别的国家，这是垄断的意思了。拓跋佑安摸着下巴沉思，但拍卖行做这一行的，总能想到办法弄到一些。不过平原国也随便了，别人弄到一点，再怎么样也没有平原国多。平原国产量多，最终商家还是得在他那边拿货。再者，平原国地方好，好养棉花，别的地方就不一定了。但是云西国其实也很好养活的，棉花喜热、好光、耐旱，不得不说它十分适合云西国。这种子他要定了。哥哥，我们去白羊阁拍卖行看看，看看有没有棉花种子拍卖。好。拓跋辽拉着他的小手，两人走在辽国的街道上，四周的人瞧着他们的穿着，眸底有些艳羡。他们很羡慕他们能有这么漂亮的衣服穿，不像他们只能穿这种破布料的。两人到白羊阁拍卖行门口，拓跋辽掏出一枚令牌，那守卫的人看到立马恭敬行礼，两位贵客里边请。贵客。拓跋佑安不动声色的挑眉，看来哥哥和白羊阁拍卖行关系匪浅呀。两人被带到2楼的时候，恰好听到有人在说，少爷，这事儿如何才好？老爷那边的意思，这个月咱们的销售额要达到100万两白银，咱家在白月国那边的店铺3个月也不过才这点，这辽国这落魄的国家，
如何有白月国的人有钱啊？老爷这不是刻意为难你吗？拓跋辽旁边的守卫脸色有些尴尬，一时间带他们过去也不好，不过去也不好。他也不知道少爷在有事啊。少爷也吩咐过，拿着这种令牌来找的人，必须带到少爷这里来。现在他可如何是好？你先下去吧。拓跋辽对守卫开口。守卫如蒙大喝，立马转身离开。好嘞，他可是一刻都不想在这里久待了。拓跋辽拉着拓跋佑安的手，没有马上过去。那房间里还有人在叹气。过了许久，便听一道让人如沐春风般的声音响起：无妨。此次是家族试炼，爹爹怕是心中已有了人选，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旁边的人有些不服气了：少爷，您哪点比大少爷差？奴才真不明白，老爷为何要如此？明明您的天赋比大少爷好多了，非要把您丢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奴才真为你不值。旺财说：好了。那人声音温温柔柔的，煞是好听。此时不用再过多纠结，我们按照自己正常的步调走即可。可是，没有可是。是。门打开，那管事的看到拓跋辽，愣了一下。佐伊，云少爷，蓝兄在里面吧？管事点了点头。您请进，这位是？这是佳妹。管事冲拓跋佑安笑，好可爱。谢谢，我也这么觉得。拓跋辽一点也不谦虚。管事笑了笑，请他进去。少爷，云少爷来了。拓跋辽牵着拓跋佑安走进去。拓跋佑安一抬头，就见一个翩翩公子站在桌子旁，唇角含着笑意，那白净的脸瞧着让人很舒服。云兄，蓝修文喊了他一声，这位是？这是佳妹。拓跋辽微微扬起下巴，骄傲得很。小妹，这是白羊阁的少主子，你就叫蓝哥哥吧。拓跋佑安乖巧的上前一步，奶声奶气的喊了一句：蓝哥哥。蓝修文闻言，心中微软，难怪云兄总说佳妹可爱，果真是可爱至极。要是我也能有安安这样的妹妹就好了。瞧瞧，这奶软奶软的白团子，多可爱啊！白白净净的，肉嘟嘟的，瞧着就喜人。你去做梦吧。拓跋辽乐了，佳妹仅此一个，世间再无。你就算以后有妹妹，也肯定没我小妹可爱。蓝修文想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觉得再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了。他也跟着笑，云兄怎么想起来这辽国了？拓跋辽牵着拓跋佑安坐下，佳妹想出来玩玩，就带他出来玩一阵子。这不，辽国的风土人情格外不同，带他来长长见识。蓝修文点头，小孩子多看看世界也有好处。拓跋辽问他，你最近可是遇到麻烦事了？蓝修文知道他在外面定是听到了，也没隐瞒，是有点麻烦。顿了一下，他开口，也不一定是麻烦吧。如果我根本完不成，就连麻烦也算不上了。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听说辽国最近要开展一个活动，叫什么泼水节，到时候来的人肯定多。你再好好宣传一番，定也能起死回生。拓跋辽还是很相信这个兄弟的实力的。管事的听了，在一边叹气，云少爷是有所不知，本来我家少爷也是想趁着这节日来赚一波的，可是我们不少货物都不能准时抵达了，更有一些货物被那山贼掠去了。管事说着都替他家少爷伤心难过。这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吗？第023章，这10瓶不够卖啊。拓跋辽，你这不是一般的倒霉啊，兄弟，你简直就是那倒霉蛋转世。当然，这样的话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拓跋辽也只不过是愣了一下，就说道：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替蓝兄找一些稀罕物。话也就这么一说，实际上他觉得可能是找不到的。蓝修文也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笑道：无妨，云兄有这一片心意，我便很开心了。那个，拓跋佑安软声开口，那些山贼离这儿远吗？管事答：有点远。啊，那便算了，不然直接去抢回来就好了。不过他还有办法，既然那些稀罕物找不回来了，那再创建一些稀罕物就好了。拓跋辽听他这么说，低眸看向他，小妹可是有好的办法。他这小妹聪慧，在脑力这一块，他从来都不会把她当作小孩看待。蓝修文虽然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但还是忍不住朝着他看过去，期待他的回答。他真的是魔障了，这种时候竟然会去相信一个3岁大的小姑娘。拓跋佑安软糯糯的笑着，自然是有办法的。这玄冰城有一边是否靠海？他好像看到有人拿着捕鱼网，那些扑到了不少鱼，而且渔网上面还缠绕着海带。是的，蓝修文点头。拓跋辽有些诧异，这小妹都知道，神了呀！拓跋佑安笑，那海中值钱的东西可多了去了。那海中有一种贝壳，贝壳里面有珍珠，珍珠可做耳环、项链、手链。这泼水节既然有他国的人来游玩，那想必来游玩的人里面也有不少有钱人，自然舍得为这些东西花钱。战乱时代还能出去游玩的，不是不要命的，就是有钱人了。可是我们没有人会做。
蓝修文虽然听得心动了，但还是如实说了。拓跋佑安指了指自己，安会啊，你们只要帮我找来就好了。对了，那海中还有一种东西，想必你们都没有吃过，那物名为海带，可凉拌可煮汤，味道鲜美。海带听着怎么像是绳子一般的东西？拓跋佑安见桌子边上有纸笔，走过去，爬上凳子，执笔作画，便是这物。这管事和蓝修文看了一眼，有些唏嘘。这东西的确是常见，本地人却是不吃的。这玩意儿能吃吗？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那是他们不懂得怎么吃。我可以做了给你们吃，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到时可以把这道菜摆在门口，吸引客源。另外，这道菜谱我也可以拿出来给你们拍卖。管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不大可能。他看向蓝修文，蓝修文也沉默了。拓跋辽走过去，将拓跋佑安抱在怀里。家妹从小便聪慧，若你们觉得可行，便可去弄一些来，让家妹做了给你们尝尝，再定夺也不迟。若你们觉得麻烦，我们自己去便是。蓝修文知道他是误会了，生气了，连忙解释：云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瞧不起安安的意思，只是一时间被震慑住了。你也知道，这东西他们本地人都不吃，但她是你的妹妹，我愿意赌一把。旺财叔，你去派人采摘一些来，让安安试试。是。旺财叔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反正情况也不会更差了。拓跋佑安软软的笑着，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完全不担心。拓跋辽却是觉得他受了委屈，亏我把你当兄弟，你竟然让我妹妹受委屈。蓝修文，我哪敢啊！拓跋佑安也笑着解释：哥哥，蓝哥哥没有吃过，会质疑是正常的。哥哥相信安安，安安就很开心了。哥哥永远相信你。拓跋辽将他抱紧，蹭了蹭脸。我的妹妹可真可爱。蓝修文突然有些愧疚了，我刚刚不该犹豫的。没过多久，旺财叔就将那海带取了过来。拓跋佑安跟着他们去了厨房，先将海带上的海盐洗去，然后让拓跋辽去马车里拿他的调料，将海带切好，冷水下锅煮一下，去除海腥味。水烧开后，煮5分钟左右，关火，把海带丝捞出来后，再次清洗干净，沥干水分，然后切葱、香菜、蒜，碗里放入海带丝，然后将葱蒜香菜放进去，然后倒入他秘制的酱料，搅拌搅拌就可以了。一股香辣味扑面而来，站在旁边的拓跋辽几人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拓跋佑安将碗筷递给拓跋辽，哥哥尝尝。拓跋辽接过来，吃了一口，好吃，又辣又够味，完全没有一点的海腥味，香死了！吃了一口，还想吃一口。拓跋辽又夹了一筷子，这可把蓝修文他们看得着急了。蓝修文还好，到底是贵家子弟，还是有些矜持的。旺财叔就不矜持了，哎呦，云少爷，您可别光顾着自己吃了，也让奴才尝尝呀。拓跋辽哼了一声，虽然还气他们不相信安安，但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被安安的菜征服，便拿出一个小碗，拨出来一点给他们。喏，你们就这些，吃完了就没了呀。说完，他自己端着大碗，抱着拓跋佑安去一边吃了。旺财叔、蓝修文，这个记仇的家伙，两人各自去拿了一双筷子，夹了一些吃，又脆又辣又带劲，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头，越吃越上瘾，几乎停不下来。一小碗很快就见底了。两人还有些意犹未尽，没想到这海带真的能吃，还这么好吃，香啊！拓跋佑安一直观察他们的表情，见他们这般模样，笑着开口：蓝哥哥，旺财叔叔，你们感觉怎么样？好吃！两人齐声开口，冲他竖起大拇指。安安好厉害！你们觉得这道菜能吸引客流吗？那必须能啊！旺财叔满脸红光，仿佛看到了少主子完成任务的模样。那这样的话，安安还有一些话说。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不知道为什么，旺财叔忽然感觉背脊发凉。蓝修文也是这样的感觉，商人的直觉让他觉得准没好事。拓跋佑安笑出几颗小乳牙，你们别害怕呀，安安不吃人的。拓跋辽在一旁吃着，目光却看着他们，明显给他撑腰的意思。是这样的，安安的菜谱可以给你们拿去拍卖，但你们也知道，安安是放了自己的秘制调料的，这个可不能拍卖啊，这是安安吃饭的家伙。所以安安就想着拍卖完菜谱后再拍卖这秘制调料，安安给你们10瓶用来拍卖。才10瓶，这东西他一个人都想卖4、5瓶，10瓶根本不够卖的。旺财叔搓着手，安安呀，能不能多给一点啊？这10瓶不够卖啊。第024章，哥哥这是吃醋了。安安笑眯眯的，不能。旺财叔叔，物以稀为贵啊，越少拍卖的价格才能越高，是不是？旺财突然感觉他还不如这小姑娘会做生意，而且这酱料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种的，产量少，自然就很珍贵了。一听他这么说，旺财叔和蓝修文忽然觉得这东西可以卖个很不错的价钱了。这蒜你们都没有见过吧？拓跋佑安发现云西国那边吃饭就放点盐，
别的东西都很少，顶多再放点辣椒，别的没有了。这葱姜蒜是真没有。这里的厨房他看了一下，也是没有的。幸好此次出行他自己带了一些。蓝修文点头，原来这叫蒜。是啊，这东西产量也挺不多，但我也可以拿一些出来给你们卖。拓跋佑安的想法很简单，以白羊拍卖阁为跳板，先让这些人知道这些东西，毕竟白羊拍卖阁能开这么多分店，自然是有一定的固定客户和人群的。等他们都能接受这些东西了，哎嗨，然后这东西只在云溪国拍卖，我看你们来不来？这样既帮蓝哥哥解决了当下的难题，也帮云溪国引流，可谓是双赢的局面。当然了，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要告诉他们，以后这些东西只会在云溪国拍卖。蓝修文满脸诧异，只在云溪国拍卖？对，拓跋佑安笑，实不相瞒，我只想在云溪国拍卖，因为我就是云溪国的百姓。如果蓝哥哥觉得效果好，可以考虑去云溪国开个拍卖行，到时我们还可以再合作的。旺财叔嘴角狠狠一抽，安安你有所不知，那云溪国和这辽国可半斤八两啊，我们去那边，这不也是送钱去的吧？能挣什么钱？非也。拓跋佑安老神在在的摇了摇头，旺财叔知道云武帝吧？他骁勇善战，那云溪国的二皇子更是继承了他的能力，在武力方面很不差。云溪国虽然穷苦了一些，但胜在安全。你们说这辽国万一打起来了，你们这店还能安然无恙吗？可云溪国有云武帝和二皇子拓跋峰在，那些人也只敢在边境地区骚扰，真敢打进来吗？不敢。蓝修文比旺财叔想的深远一些，听拓跋佑安这么说，他想到的是，万一这些东西真的卖得很火，且只在云溪国能买到的话，势必会有不少有钱人花钱去云溪国买，那么云溪国的人流量就会变得可观，再加上安全，可真的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店地方。如果真的拍卖得很好，我会好好考虑，毕竟是大事，蓝修文也不敢直接给承诺，希望我们能有合作的一天。拓跋佑安笑了笑，也没多说什么。旺财叔，少主子您可别糊涂啊。蓝修文让旺财叔安排他们先去休息了，得知他们想要棉花种子，告诉他们他还真有，不过那棉花种子的那一批货物延迟了，要晚一些才能到。拓跋佑安在雅间里休息，还在琢磨这件事。拓跋辽见妹妹还没注意到自己的情绪，轻咳了一声，语气酸溜溜的，云溪国只有二皇子骁勇善战吗？三皇子呢？就不厉害了吗？拓跋佑安，哥哥这是吃醋了。拓跋佑安凑过去，吧唧一口亲在拓跋辽脸上，声音软软糯糯的，二哥哥是骁勇善战的战士，哥哥是又帅又能打，还会飞檐走壁的超级好哥哥啊！安安为什么不说哥哥的名号呢？还不是怕那些人爱上哥哥，毕竟哥哥这么好看，男女通吃啊！我想谁也无法抵挡哥哥的魅力吧。安安早就被哥哥迷得神魂颠倒了念。拓跋辽，他这醋真的是没法吃下去了。你这小嘴，当真是天天抹了蜜了。拓跋辽捏了捏他的小脸，行了，哥哥知道了，在你心里，哥哥才是最好的。呐。拓跋佑安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几天里，拓跋佑安都在做自己的秘制调料。旺财叔也找人打捞了拓跋佑安说的贝壳，从里面挖出珍珠，交给拓跋佑安。紧赶慢赶，拓跋佑安总算是在泼水节的前一天全部做好了，东西全部准备好了，其中还包括了凉拌海带。见拓跋佑安的脸瘦了一圈，拓跋辽心疼的不行。蓝兄，这事儿完了之后，你可得给我小妹补回去，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我母亲父亲会打死我的，绝对不是说假的。蓝修文，这么夸张？不过这些日子是真的辛苦安安了，我已经备好了大餐，我们一起去吃吧。拓跋佑安跟他们去吃了一顿大餐，虽然菜都是好菜，但做出来的味道实在是没有拓跋佑安做的好吃。几个人都吃的表情复杂。拓跋佑安，暴殄天物啊，这么好的食材，这个味道，算了，这个地方已经算是美味了。我觉得安安的酱料一定可以拍卖的很好。旺财叔感叹道。吃了安安做的才知道自己平时吃的有多难吃。很快泼水节那天就到了。玄冰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泼水节，因为靠海水多，这不就拿着水玩出花样来了。关键不少人还慕名而来，特别是一些贵家子弟，在家中待得无聊了，都过来这边玩耍。玄冰城内的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街道上不少人拿着盆在泼水，被泼的人也不恼，在旁边寻了一桶水，拿个东西装好也泼回去。这便是泼水节的魅力。一些平日里被约束惯了的贵家子弟也在这里放开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闻到了一股香辣味，肚子顿时就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什么东西啊，这么香？快看，是那边传来的。那是什么？怎么有人在吃啊？看他们的表情好享受啊。快看，哪里还写着免费品尝呢？走走走，我们也去尝尝看。走近了，会有人发碗筷给他们，连着还会发一份拍卖品的单子。原来是拍卖会啊，这拍卖行做的可以，还免费送吃的。
这东西真好吃，竟比吃肉还好吃。这东西不知道拍卖单子上面有没有？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就有更多的人疑问，纷纷打开了单子查看。这一看，不少人都低声议论了起来。虽然没有这菜拍卖，但竟然有菜谱。珍珠手链，那是什么？上面还写着世间仅此一个，本公主必拿下。这珍珠项链也是，只有一个，本小姐必要了。这珍珠耳环也仅此一对，刚好外祖母快生辰了，可以送给她。看着旁边带的图片，可真好看啊！快走，快走，拍卖行开始了，进去瞧瞧去。第025章，拍卖开始。楼上雅间，旺财叔看着楼下的人流量都要哭了。少爷，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拍卖，这恐怕有不下万人吧？那可不是，楼上的雅间全部满了，楼下的大厅也全满了，还有不少人骑在兄弟头上在张望，都好奇得很。那拍卖台边上人都挤得不能再挤了，估计举牌子都困难。白杨阁拍卖行准备的那些举牌的牌子都少了，这会儿正在外面买呢，必定要让所有人人手一份。这就是白杨阁的待客之道，不会因为你的穿着打扮看不起你，哪怕你穷困潦倒，只要你进来都会得到举牌，这是对你的尊重，人人平等。拓跋佑安瞧着这阵仗，眉梢轻挑，看来这个地方对于稀罕物是人人都喜欢。他还能听到不少人在议论珍珠耳环的事情。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这次由旺财叔亲自主持。旺财叔站在台子上，面色激动，语气激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这次拍卖会。我也不多说什么了，相信大家都很想看看我们拍完的东西了。直接上家伙。第一样是珍珠手链，这珍珠取自深海，经过9981道工序才有了如今的模样。这些都是瞎扯的，用来唬人的。显然的，从下面的那些人的表情看出来，他们都相信了。旺财叔一番说后，敲了敲手中的锤子，底价1200白银，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两白银。1100两，1300两，1500两，3000两。楼上的一个写着黄字窗口喊价了，楼下的停了一下，就见旁边那个写着玄字窗口又喊了价了。5000两，5000两白银啊！楼下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哪怕是有钱人一下也无法拿出这么多流动资金。黄字窗口里穿着嫩黄色衣裙的少女嘟了嘟嘴，对身边的人撒娇：太子哥哥，我刚刚都听到了，那是若烟姐姐的声音，没想到若烟姐姐和我看上了同一件东西。但是若烟姐姐应当没有这么多银钱才对，难道坊间传闻是真的？若烟姐姐上次还不跟我们一起出来呢，难不成真的是和二皇子一起来的？那被唤作太子哥哥的人穿着一身锦袍，面容如玉，长得俊俏，腰间还别着一块玉佩，玉佩上写着一字，白越国的国姓便是义，而白越国的太子便唤作义晨彦。谁都知道太子义晨彦和二皇子义楚人关系很不好，而义晨彦心悦那位若烟。此时听这女孩子这么一挑拨，心中的醋意也被挑拨起了。你既喜欢，拍下便是。少女心中一喜，又喊价了8000两。少女名为魏如意，乃是魏若烟的妹妹，不过是庶出的妹妹，平日里总是矮魏若烟一头。魏如意喜欢太子，但这个时候更想压魏若烟一头，喊价起来是毫不留情。玄子房间里，二皇子义楚人正要抬手喊价，被魏若烟轻声打断：殿下，那房间里的人想要便让给他们吧，这东西再珍贵也就值这个价了，不过是个首饰，不值更高的价了。义楚人穿着一身蓝色锦袍，面如冠玉，瞧着比那太子还要俊俏几分。他脸眸，声音十分好听，既是若烟妹妹喜欢的，那自然是要拿下的，毕竟若烟妹妹极少有想要的东西。说着，义楚人喊价1万两。魏若烟偷偷地瞧了他一眼，对上他的目光，含羞带怯的敛下眸子，心中微动。台下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好大的手笔！不过是一条手链，哪怕是那什么深海弄来的珍珠，哪怕是世间仅有的，也不值1万两白银吧？这可够寻常人家吃一辈子了。果然是有钱人啊！旺财叔也愣住了，这东西他心中的最高价也就是5000两了，没想到竟然翻倍拍出去了。他正准备敲锤子的时候，黄字号房间里的人又再次开口了：15000两。嘶！旺财叔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僵硬了，但他很快调整了下来：15000两一次。还有人要叫价吗？2万两。玄字号房间里的人也喊价了。拓跋辽在房间里咂舌，这就是有钱人吗？拓跋佑安，他这个创造者都没想到能拍出这样高的价格，但看两人这互相咬的，怕是认识的人吧？25000两。义晨彦又喊了。魏若烟不是喜欢吗？他就要拍下来，再当着义楚人的面送给他，让他看看到底谁更厉害。3万两。义楚人也沉了脸色，听声音也听出了是义晨彦，
两人在朝廷中就是势均力敌的，不在一个阵营。这种时候，自然谁也不想输给谁。35000两，谁也没想到，一个饰品竟然拍出了这样的高价，就连蓝修文也诧异了。拓跋佑安却是明白了，这两人不但认识，还是对头，死对头。这很好啊，下次在云溪国搞拍卖会，他一定会同时邀请这两个人来的。嘻嘻，光想想那场面就开始开心了呢。4万两，45000两，5万两。易楚人说着推开了窗户，那张俊脸出现在大众眼中，他声音清亮：皇兄，你今日应该没有带更多的银钱了吧？这珍珠手链便让给皇帝吧，皇帝实在喜欢的打紧呢。台下看清楚他样子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白月国的太子殿下和二皇子殿下啊！难怪，白月国果然财大气粗。二皇子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八成是要送给心爱之人的吧？台下的议论声和易楚人的声音刺激着易晨燕的自尊心。他今日的确只带了5万两，也的确拿不出更高的价格了。他问旁边的魏如意：“你带了多少银钱出来？”魏如意啊，他老实开口：“臣女只带了5000两，先借给我。”说着，他也推开窗户，再次开口：“55000两。”既知道是本宫，那皇帝就该明白这东西该归谁。两人说话间，火药味浓烈。拓跋佑安小手托着脸看戏。易楚人还想喊价，他身后忽然有人轻声喊了一句：“二皇子殿下，罢了。”除了这珍珠手链，还有珍珠项链、珍珠耳环。第026章天字号房间。易楚人回头看向他，对上他眸中的认真，叹了一口气：“罢了。”他落了窗。对面瞧见这一幕的易晨燕脸色黑沉。成交后，东西很快就送到了易晨燕的房间里。魏如意笑容满面的去拿那个手链：“谢谢太子哥哥，我很喜欢。”易晨燕打开他的手：“谁说我要送给你了？”易晨燕拿起手链，直接往玄字号房间那边走过去，敲了敲门。很快门就打开了。易晨燕见他们相对坐，醋意蹭的往上涨，他大步走进去，将珍珠手链递给魏若烟：“拿着。”魏若烟愣了一下，摇头拒绝：“太子殿下，这么贵重的东西，臣女不能要。”易晨燕脸色沉了沉：“这是命令？怎么？你要违抗本宫的命令吗？”魏若烟委屈的看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伸手要接过。易楚人快他一步拿过去：“皇兄，你这么强人所难，未搜。”最终天字号的人以1000两黄金的价格拍下那10瓶酱料，剩下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但也很快拍完了。当天玄冰城内一家酒楼就换了牌匾，开始售卖凉拌海带丝了，而且销量极其可观。拓跋佑安，这真的是一点也不浪费资源，当天拍下，当天就开始售卖，这回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不愧是有钱人，一家酒楼说盘就盘。蓝修文也去捧了场，命人去排队买了一份回来，吃起来和拓跋佑安做的味道差不多。蓝修文盘点了一下今天的销售额，竟比得上像杨阁拍卖行最好的店一年的销售额，这是蓝修文怎么也没想到的。蓝哥哥，不知道安安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第027章心眼多着呢。拓跋佑安问蓝修文。蓝修文笑了：“安安觉得这次的拍卖之后，我还能拒绝你的提议吗？请务必让我在云溪国开一家拍卖行，和你合作。”拓跋佑安笑了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一口小乳牙。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拓跋佑安朝着蓝修文伸出手，蓝修文也伸出手和他握了握，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旺财叔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之前还有些质疑，现在是完全不质疑了。跟着小安安走，准没错。今日你放在这里拍卖的商品，总共拍卖出的价格是12150两黄金。我们拍卖行的规矩是抽取10%的提成，所以我们需要给你10935两黄金。蓝修文看向旺财叔，旺财叔递给拓跋佑安一叠银票，这银票是西岳大陆最大的钱庄福旺钱庄的银票，福旺钱庄在各个国家都有店铺，你以后取起来也方便。拓跋佑安面色平静地接了过来：“多谢，这次应该我谢谢你才对。”蓝修文笑容温和：“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是你救了我，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能帮你做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蓝哥哥长得这么帅，安安才舍不得呢。”旺财叔也跟着笑。拓跋辽笑着捏了捏他的脸：“小姑娘佳佳怎么能这么不知羞？哥哥不比她更帅？”拓跋佑安吐了吐舌：“哥哥的重点是后面这句话吧？当然是哥哥更帅了。”众人欢笑一堂，气氛融洽。与此同时，福来客栈雅间，一人站在窗前，黑袍鼓动，在他身后跪着一人，低声开口：“主子，今日的销售额便已有1000两黄金了。”那属下说着都觉得啧舌，没想到简简单单的一道菜，竟能在一天卖出这么多。
闻所未闻。属下派人在采摘海带，大海里多得数不胜数，卖之不尽。那海带简直了，他们根据食谱上写的，下海一看，一大堆，取都取不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把这样致富的法子卖出去？那被唤作主子的人依旧背对着他，瞧不清模样。蓝修文那小子没这样的头脑，定是身边有贵人相助。这些日子，你带些人好好保护蓝修文和他身边的人。他的生意这么火爆，自然会有人想对拍卖行那边的人出手。这样的菜谱，谁不想要呢？是。那属下应了一声，退下了。他一开始也不明白主子为什么要花那样大的价钱买下这菜谱，现在他悟了，这简直就是财富密码呀！另一边，别的房间里，易晨燕听着属下的禀告，脸色越来越阴沉。那东西当真卖得如此好？那可不是，太子殿下，如今那店铺外面还排着长队呢，一天下来就没消停。易晨燕的脸色愈发阴沉。那个菜谱，他本来打算拍下来的，要是他拍下来了，这泼天的富贵就是他的了。二皇子易楚人有经商头脑，开了不少店铺，赢钱比他充盈，一直是他心里的痛。本来这次他也是看到了商机，想借由这次的菜谱打个翻身仗，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还有易楚人，要不是因为他怎么会没有赢钱拍了？都是因为他前面故意哄抬价格。越想越气，易晨燕又知道那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开店，必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他也不敢去招惹。那他能怎么办？只能找白杨阁拍卖行了。他们既然有一个菜谱，那必然还有第二个菜谱吧？你派人去白杨阁拍卖行，告诉他们，若是能给本宫一个和凉拌海带丝不相上下的菜谱，以后他们去白月国开店，本宫必定给他们通行证。是。属下急匆匆地离开了。蓝修文和拓跋佑安聊了一下去云溪国开店的事情，发现拓跋佑安虽然年幼，但似乎什么都懂，都能接上他的话茬。拓跋佑安到了时间就去休息了。拓跋辽等他睡着了，这才离开去找蓝修文。蓝修文正坐在桌子边上倒了2杯茶。云兄，你这妹妹不简单啊。拓跋辽走过去，一掀衣袍坐下，甭给我说这些虚的，我妹妹就是我妹妹，什么简单不简单？蓝修文明白他的意思了，也不多说什么。刚刚白月国太子派人来找我了，让我再给他一个和凉拌海带丝不相上下的菜谱。拓跋辽冷笑，这白月国的太子真是好大的口气。蓝修文唇角戳着笑意，他真是高看我了，以为我有那么多稀有的菜谱呢。我拒绝了他，但看他们的态度，必然不会就这么罢休。这些日子，你要好好守着安安，我怕他们会对安安不利。拓跋辽摇头，以易晨燕那个蠢货的脑子，不会想到是我妹妹帮了你，倒是你自己要小心一些。他会觉得你有，并且不想给他。拓跋辽对于易晨燕还是挺了解的，毕竟是白月国的太子，他早就调查过了。蓝修文点了点头，来，我们好好聊聊，你这么聪慧的妹妹是怎么教导出来的？嗨，拓跋辽微微扬起下巴，傲娇的尾巴都要露出来了。我那妹妹哪里需要教啊？不好意思，打从出生起，她就很聪慧，你也只有羡慕的份了。我想认安安做义妹。拓跋辽想也没想就拒绝，不行，你别想占我妹妹便宜。蓝修文，他就知道云兄是不会同意的，但他还是有些失落。哎，那我只好明天问问安安的意思了。拓跋辽，你不要脸，你明明知道我妹妹心软。翌日，拓跋佑安得知了易晨燕的动作，乐了，他大概是眼红了，知道那菜谱做的菜好卖，心里不舒服了。那二皇子呢？有什么举动吗？蓝修文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二皇子的事情，摇了摇头。二皇子倒是没什么举动，听说就去那酒楼买了几份凉拌海带丝。拓跋佑安微微点头，他很聪明，哪怕是看到别人生意这么好，也没有做出什么极度眼红的举动来，而且还去捧场了，可见胸襟之大。那易楚人是做生意的，心眼多着呢。拓跋辽开口为拓跋佑安解释：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难得来一次玄冰城，我带你们去瞧瞧这玄冰城内的风采如何。你们一定还没逛完吧？我们一起去逛逛。蓝修文道：好呀。拓跋佑安点了点头。一行人出去逛街，拓跋佑安被街道上的新鲜玩意儿吸引，忽然听到一声快点走，磨磨蹭蹭的干什么？第028章，我妹妹不是那样的人。拓跋佑安抬眸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个大汉正拽着一名小少年，小少年看起来很是瘦弱，发丝凌乱，将整张脸都挡住了，那露在外面的皮肤上遍体鳞伤。他双手无力地垂着，头也低垂着，瞧不清楚表情，但那全身透露出的绝望却让人心里难受。他还那么小。见拓跋佑安看过去，拓跋辽伸手捂住他的眼睛。蓝修文叹了一口气，开口：这些是穷苦家庭的孩子，没银钱，家里又欠了账，就被拿出来抵债了。拓跋佑安软声询问：那他们会被卖去哪里？蓝兄，拓跋辽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妹妹还那么小，
不要让他知道那些污秽的东西。蓝修文抿了抿唇，没有再说。拓跋佑安又道：“哥哥，那你告诉安安，他们会被卖去哪里？”拓跋佑安将拓跋辽的手拿下来，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就那么看着他。拓跋辽别过头去，哥哥也不知道呢。真的吗？拓跋辽叹气，小妹，你不要多问了。那好吧，那。拓跋佑安转眸朝着那小少年看去，声音微扬了几分：“哥哥，我要买下他。”一听这话，拓跋辽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蓝修文，嗨嗨，云兄，早知道还不如告诉安安呢。四周的人也满脸诧异的朝着拓跋佑安看过来。拓跋佑安软萌的脸上满是无辜。怎么了？他说错什么了？那拉着小少年的大汉一看他的穿着打扮，立马扯着小少年过来了。他满脸笑意，搓着手：“小小姐，可是要买下他？他不贵的，这家伙家中也就欠了我们50两白银。”四周的人倒吸一口气：50两白银，哪里有人这么贵的？这不明显的坑人家小姑娘懵懂无知吗？要知道，这种最多也不过就10两白银的价格，那是顶顶的了。这么个瘦不拉几的50两，抢钱啊！拓跋辽也沉了脸色：“你这货色不咋的，要50两白银？你当爷没买过？”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帮妹妹买下了。既然妹妹想要，那就买下吧，就全当给妹妹多个护卫了。那大汉连忙将小少年的脸抬起来，拨开他前面的散发，那张脸露出来的一瞬间，四周倒吸一口凉气。就连拓跋佑安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好漂亮的小哥哥，与乌墨哥哥的温柔帅气奶软可爱不同，他的眸子里不含一丝感情，那双眸子十分的空洞，仿佛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一切对于他来说都不太重要了。他的眼睛像极了狐狸的眼睛，微微上挑，哪怕里面无神，也似无声的诱惑。那张脸已是初见将来长大后会有多么的惊艳了。虽然比乌墨逊色了一点，却也有自己独特的俊俏。好，就50两白银。拓跋佑安从腰间的荷包里拿出一张50两白银的银票，直接递给他。大汉笑眯眯的接过来，将他的奴籍递给他。拓跋辽，这就成了。小妹，我还没还价呢。不用还价，这么好看的小哥哥，值当。拓跋辽，完了，感觉以后小妹会是个昏君。拓跋佑安接过奴籍和手铐锁的钥匙，帮他把手铐锁解开。他似乎是几天没洗澡了，身上有一股很大的气味，但他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帮他解了锁，又朝拓跋辽道：“哥哥，我们去帮小哥哥买2套衣服吧。”好，拓跋辽是不会拒绝妹妹的请求的。一行人又去了店铺，帮他买了衣裳，回了白羊阁拍卖行。蓝修文让旺财叔帮他打了水，帮他洗个澡。谁知道旺财叔刚把水倒在浴桶里，就被他赶了出来。他说他自己可以洗。拓跋佑安点了点头，安安也会自己洗澡了呢。小哥哥看起来比我大，会自己洗就让他自己洗吧。他们从福田酒楼，也就是买了拓跋佑安菜谱的那个店里买了不少菜，这才1天过去，他们已经上了不少菜了，似乎都加了一点拓跋佑安的特制酱料，味道还真不错。正吃着呢，小少年打开门出来了，因为刚刚沐浴完，他身上还带着水雾，那双狐狸眼更染上了几分魅惑。他就那么看着人，都让人忍不住对他心生怜惜。过来坐下吧。拓跋辽语气淡淡的开口。小少年不卑不亢的答：“奴隶是不能上桌的。”拓跋佑安腮帮子塞得满满的，忽闪着大眼睛，吞下去，开口：“小哥哥不用担心了，那奴籍我已经撕掉了，你从今天开始就不是奴隶了，所以过来吃吧。”这回轮到小少年懵住了，奴籍撕掉了？就那么撕掉了？拓跋辽瞧着他的样子就有些不耐烦：“快过来，不要让我妹还请你过来吃饭。”小少年睫毛颤了一下，敛下眸子，默默地走过去，坐下用膳。拓跋佑安用公筷给他夹了一些菜：“小哥哥吃呀。”拓跋辽瞧着他这殷勤的小模样，乐了：“怎么，见小哥哥长得好看，就这么殷勤了？不怕你的乌墨哥哥知道？”拓跋佑安夹菜的手僵住了。可，小哥哥你自己夹吧。他倒也不是怕乌墨哥哥知道，就是觉得小哥哥能自己夹菜，就是这样。拓跋佑安心虚得很。拓跋辽瞧着他这模样，哈哈大笑，真应该让乌墨那小子来瞧瞧。拓跋佑安，你这个坏哥哥！小少年吃着碗里他刚刚夹的菜，心里却在想：乌墨是谁？他怎么那么怕他的样子？不对，那又关他什么事？他买了他，还不是为了那种事？吃饱喝足了，拓跋佑安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小少年忽然也起身，跟着拓跋佑安进去了。拓跋佑安转身看向他：“小哥哥，怎么了？”小少年也不吭声，忽然就开始解自己的衣袍了。拓跋佑安满脸无辜：“啊，你在干嘛？”拓跋辽进来，一把抓住小少年的手：“你跟我来。”蓝修文也笑眯眯的走进来：“安安睡吧，你哥哥有事跟他说，蓝哥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好呀。拓跋佑安点了点头。拓跋辽把小少年提溜到了他自己本身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学了一些什么，但我要告诉你，我妹妹不是那样的人。她兴许是因为你好看，对你起了恻隐之心，但也仅此而已。你不要对她有半点非分之想。从今日开始，你就是她的护卫，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身份。你在那种地方学的东西，从今天开始，给我忘了。拓跋辽眉眼沉沉，直接告诉他身份：我妹妹乃是云溪国的小公主，她将来想要什么样的相公没有？她还小，也不懂那档子事。你不要在她面前做出什么莫名其妙的举动来。第029章，你可知道我是谁？不然，让你悄无声息的消失，也是一件简单的事。小少年垂下眸子，他在那种地方学的事情，就是讨好女人，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那个地方的人告诉他们，只要被买下，就只有当别人养的小官的份。所以，当拓跋佑安买下他的时候，他也以为他和那些人是一样的，才会有了上面的乌龙。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一则，他的身份要什么样的男子没有，怎会选上他这种人？二则，他方才的眼神的确纯粹懵懂无知的模样。小少年轻声应道：“我明白了。”他没想到被人救下了，竟真的只要当护卫就可以了。这惊喜来得太突然，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无法反应和接受。你今日便早些歇息，武功可会？拓跋辽问他。小少年摇头，不会。他就是穷苦家庭的孩子，哪里会什么武功？没人教，也没银钱学。明日开始，你随我习武，务必要好好学习。只有你越强大，我妹妹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你可懂？如果你实在资质愚笨，我会考虑让我妹妹遣送你离开。小少年慎重开口，我一定会好好学的。不用做小官，还能习武，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你可有名字？没有。那明日便让安安给你取个名吧。说着，拓跋辽走了出去。你好些歇息着，明日不会太轻松。是，师傅。拓跋辽愣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他一眼，瘦不拉几的，瞧着他可怜，罢了，就让他叫着呗。虽然他从来不收徒，但有这一层关系在，兴许他会更加好好保护妹妹。拓跋辽默认了，没有拒绝。小少年等他走了以后，用力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脸，好疼，原来不是做梦啊。他真的不用做小官，还能跟着师傅习武。小少年那空洞的眸子里骤然亮起了一簇光，他小心翼翼地抿着唇偷笑着，似乎生怕这一份幸运被上帝知晓并收走。他不敢太过开心。拓跋佑安躺在床上，啧了一声，刚刚可给他演的辛苦。他前世在现代待过，那种书籍多少也看过一些，没想到这个时代这么开放啊，还贩卖这种人口。唉，那小少年可是个苦命人，看在他长得那么好看的份上，他决定好好培养他，这样就多了一个帅气的侍卫了。他这算不算是侍卫养成？翌日，拓跋佑安一清早起来，就见拓跋辽穿着净衣，身后跟着小少年，前面的拓跋辽气虚平稳，额头上一丝汗都没有，反观小少年气喘吁吁，一副很累的样子，满额头的大汗。拓跋佑安眨巴了一下大眼睛，哥哥，你们这是去晨跑了？锻炼一下这小子。对了，安安，这小子没有名字，他以后就是你的护卫了，你给他取个名字吧。拓跋佑安眨了眨眼睛，他也打算找他商量这件事来着。这小少年同意了。小哥哥，我是想要让你当我的侍卫，你愿意吗？拓跋辽看向他，仿佛他敢说不愿意就要把他丢出去。小少年单膝跪地，右手放在胸前，我愿意。那太好了，既然小哥哥你愿意了，那我可以帮你取个名字吗？可以。那拓跋佑安蹲在他面前，小肉手捧着肉嘟嘟的笑脸，满脸笑容，便叫陈安吧。陈安的意思呢，是吉利高贵平安的意思。小少年微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好，谢谢小小姐。拓跋佑安笑，你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太多啊，叫我小小姐也太生分了吧。你今年多大了？陈安答5岁。啊？拓跋佑安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还以为他才4岁呢，看起来也就比他大一点点。那你也叫我安安吧。我3岁了，你只比我大了2岁啊。陈安看向拓跋辽，拓跋辽连忙开口，按照安安说的做。好。陈安犹豫了一下，喊了一句安安。拓跋佑安唇角的笑意扩张，就像那小太阳似的，软乎乎的笑着。哎，陈安哥哥。陈安抿着唇，有些羞涩。好了好了，陈安，你去沐浴吧，别在这里碍眼，别想分走我妹妹对我的爱。陈安点了点头，迈步离开。蓝修文也下来了，他瞧着拓跋辽护犊子的样子，就想笑。云兄，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云溪国？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云溪国开店了。拓跋辽看向拓跋佑安，要问我小妹，过一阵子吧，等棉花种子到了再说。
拓跋佑安还惦记着自己的棉花种子呢。那也快了，再过2日便可到了。拓跋佑安点点头，蓝哥哥，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蓝修文也的确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招呼了一声就先离开了。拓跋佑安等陈安沐浴好出来，和他们一起用了膳，就一起出去逛逛。他想给爹爹、娘亲还有乌墨哥哥带点东西回去，只是一直还没寻到合适的。今日打算去玉石店看看。3人到玉石店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看了。拓跋佑安在1楼逛了一圈，没什么喜欢的。小二瞧着几人打扮不凡，便笑眯眯的上前：“几位贵客，我们楼上还有上好的玉石，不知道几位可有兴趣？”他话音刚落下，拓跋佑安还没开口呢，就听一道嘲笑的女声传来：“小二的，你可别眼瞎，他们可没钱。”小二愣了一下，回头望去，就见一个穿金戴银7岁大的小姑娘趾高气扬的从门口走了过来，眼神轻蔑的看向陈安。这个人可是我们玄冰城出了名的贫困户的孩子，他哪里有什么钱？而且我听我爹说了，他都被他家里人卖了，去做那档子龌龊的事情了。他就算有钱啊，那也是不干净的。陈安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死死的隐忍着，没有动。他不想给安安他们惹来麻烦。拓跋佑安明白了，这小姑娘是奔着陈安来的，定是和陈安之间有恩怨。拓跋佑安偏头看向陈安，语气无辜：“陈安哥哥，这种高档的玉石店为什么会有狗叫声啊？难道玉石店也养狗了吗？”噗嗤！拓跋辽一直都知道小妹这张嘴很毒，但这话也……哈哈哈哈，太爽了吧！小二也用手捂着嘴，闷声的笑。陈安却是满脸不可思议的看向拓跋佑安。安安在帮他说话，他不嫌他是麻烦吗？你欺人太甚！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这玄冰城城主的女儿，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好啊，我这就告诉我爹爹去。小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捂着脸跑掉了。拓跋佑安，啊，就这啊？我这都还没发挥几成功力呢，你怎么就哭了呀？第030章帝王绿。拓跋佑安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对小二开口：“小二哥哥，你可以带我们上去看看吗？”小二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哎，好嘞。城主家的小小姐自报名号他们都不怕，证明他们一定是比城主更有钱或者更有势。”小二看了很多人，还是看得很准的。上楼梯的时候，拓跋佑安老神在在的开口：“陈安哥哥，下次遇到这种找你事儿的人，你直接骂回去，打回去就好了，不用担心别的。我们啊，不惹事，也不怕事。”陈安点了点头：“好。”瞧着小姑娘护犊子的样子，他心间仿佛注入了一股暖流，温暖流淌。拓跋辽轻哼了一声：“你可别误会，我小妹是对谁都这么好的，可不能让这个小子想太多了。”陈安脸眸，陈安明白。3人到了楼上，楼上的玉石明显是比楼下的要好很多。拓跋佑安看了一眼，最终目光落在一个配饰玉石上，一块白色的玉石做成了手镯的模样，那中间镂空的里面嵌了一块红色的圆形玉石，下面还垂着剑穗，瞧着十分好看。见拓跋佑安朝着那配饰望去，小二的也机灵，开口介绍：“小小姐好眼光，这件的配饰玉石乃是出自大师之手，这玉石也被打磨的圆润，绝对不伤手，且红宝石有辟邪的作用，玉又能护人，用着必定能保护您的安全。有钱人最怕什么啊？怕死啊！他这不得夸大这一方面。”小二还取下来给拓跋佑安摸了摸，拓跋佑安摸了摸，入手温凉，手感很好。拓跋佑安有些爱不释手，这个送给乌墨哥哥，让他别在剑柄上，一定很好看吧？拓跋佑安握紧：“我就要这个了。多少银钱？”小二笑眯眯的开口：“不贵不贵，这个也就50两白银。玉石一般都贵，在这2楼的自然也不便宜。”拓跋佑安没觉得贵，直接从荷包里掏出一张50两的银票买下了，然后再挑选了3块玉石原石。玉石原石更贵，毕竟开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帝王绿那些。拓跋佑安买了3块，一共花了1000两白银。这买原石就跟赌石似的，他买的块头比较大，自然就要贵一些。小小姐可要在这里切了？拓跋佑安点头：“切了吧，回去他也没工具啊。”小二叫了人拿了工具上来，就在2楼切了，当着他的面切，他也就不用担心被调包了。那切原石的师傅还在慢慢的切，切了1/3了，还没见到什么。拓跋辽琢磨，这一块大抵是亏了，不过无妨，小妹开心就好。小二也宽慰道：“小小姐不用伤心，这赌石本就是10赌9输的，很少有人开出好的玉石。”拓跋佑安，谢谢你告诉我真相。拓跋佑安轻嗯了一声，没搭话。那玉石上面有一株小树苗，他告诉他了，里面有好东西，他才买下来的，而且凭他的直觉，也觉得这里头有好东西。果然，在切到2/3的时候，露出了绿光。那师傅涂了水上去，一抹开，那一抹绿，简直绿得让人发慌。他们慌没慌不知道，小二是慌了。怎么可能？小二惊叫出声：“怎么那么像帝王绿呢？”
旁边还有别的顾客，听他这一声呼喊，本来没多大兴趣看的人也围了上来，开始议论纷纷。这是帝王绿吧？瞧着像，哎呦，这小妮子是走了狗屎运了。天哪，这瞧着是不小一块啊！他刚刚买3块原石是花了1200银吧？就这都已经赚回本了呀，还多赚了不知道多少呢。我估计顶多也就拳头大，不可能更大了吧？那底下估计也不多了。这帝王绿多少年才出一次？怎么也不能更大了吧？可是那原石慢慢切开，帝王绿的面积却越来越大，似乎剩下的1/3全是。随着那师傅切，四周的人呼吸越来越轻缓。那老师傅也是吓得大气不敢出，生怕自己手抖切坏了。他还是第一次瞧见这么大这么好的帝王绿。拓跋佑安却是淡定得很，问一旁用手去擦眼睛的拓跋辽：“哥哥，这帝王绿多少钱一斤啊？”他刚刚都听旁边的人说了，这是帝王绿，只是不知道这边的价格是怎么样的。拓跋辽，我妹真是我妹啊！多少钱一斤都问出来了，谁买得起一斤啊？别人都是按两买的。啊呀，别人一般都是按两买的。拓跋佑安唐突了。陈安也淡定得很，他是没见过这等子好物，这东西离他太遥远了，他反而淡定了。拓跋辽发现自己对比他们2个人过于夸张了，便也收敛了自己的情绪，只是垂在身侧的手轻轻地颤着。要发了呀，小妹这是要发了呀。哥哥，那这东西多少钱一两啊？拓跋辽，100两黄金1两。拓跋佑安，我去，难怪人们都喜欢赌石呢。他这不就直接发了吗？这少说也有个20-30斤吧。这帝王绿这么贵吗？拓跋佑安不知道的是，100年来出帝王绿的次数都没有10次，这么大的帝王绿更是闻所未闻。等全部切开以后，师傅用水抹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递给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抱着帝王绿还有些费劲，哥哥帮我拿着。安安抱不动，旁边的人给我们，我们抱得动啊。可恶啊，有这帝王绿，那就是抱不动也要抱着呀。这得多少钱去了？小小姐，你这帝王绿可卖？小二回过神来，连忙询问。四周的商人也赶紧开口：小小姐，我也是做玉石生意的，这帝王绿你卖吗？我也想买，我可以比他们多出1两的价格。四周的人都开始争取机会。拓跋佑安摇头，抱歉，这个不卖，我有用的。他要做东西送给爹爹和娘亲的，毕竟他也知道帝王绿的稀有度，现在瞧着他们这模样，不用想也知道这个时代必定比现代还稀少。一听他这么说，其余人都有些失落。那您什么时候想卖了，联系我啊。还有我。拓跋佑安点头，好。剩下的2块还切吗？小二问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摇头，不切了，我有这个很满足了，原石我带回去，以后再切吧。其余人也没多在意，小二帮他打包好。就在3人要离开的时候，那离开的小姑娘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小姑娘骑在马背上，微微扬起下巴，鼻孔看人，站住！我让你们走了吗？你竟敢辱骂本小姐，本小姐今日就要将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第031章就一笔勾销了。拓跋佑安奶声奶气的开口，我好怕怕哦。小姑娘，不是，你这话听着怎么就这么气人呢？他啪的一下从腰上拿出软鞭，在空中一甩，那破空声让人头皮发麻。他身后还跟着一群拿着武器的人。他面色狠厉的看向拓跋佑安，你现在跪下来给本小姐道歉，本小姐兴许还能饶你一命，不然……他鞭子往旁边的一个小摊位上抽，那小摊位瞬间被打散架，桌子上的水果滚落一地。小商贩招谁惹谁了？就是这样的下场。小姑娘朝着拓跋佑安看过去，满眼得意，怎么样，怕了吧？拓跋辽和陈安都微微上前一步，将拓跋佑安护住。什么玩意儿，也想欺负我妹妹？你配吗？拓跋辽脸色微沉，已经将自己腰边的剑拿了出来。什么玩意儿，就凭他也想威胁他妹妹？陈安也明显是要保护他的。小姑娘看得嫉妒，他为什么会招惹陈安呢？还不是因为他喜欢陈安，他曾经说过愿意帮他赎卖身契，只要他愿意做他的小官，可是他拒绝了。他竟然敢拒绝他，这让心高气傲的城主千金怎么能接受？这会儿见他还保护别人小姑娘，心里更是不得劲。给我上，不要打他的脸。小姑娘指着陈安的脸，对旁边的侍卫吩咐。是。那些侍卫提着剑朝拓跋佑安逼近。就在这剑拔护章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道温润如玉的声音：且慢，城主小小姐，依本宫看，这件事就算了吧。人群自发地让出一条道路来，俊男美女并肩走了过来，正是那易楚人和魏若烟。易楚人唇角含着柔和的笑，就当给本宫一个面子，可好？那小姑娘刚想呵斥他，身边的管家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他脸色变了一下，
清了清嗓子，既然是白月国的二皇子，那本小姐自然是要给你这个面子的。只是这件事，的确是他先惹毛我的。他目光落在拓跋辽衣袍里鼓起的那一块，哼了一声，只要他们将那帝王绿拿来赔给我，我也不是不可以放过他们。拓跋辽也知道才不外露，便将那帝王绿藏在了怀里。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拓跋辽目光落在他身边一脸贪婪的管家身上，想必是这管家得到了消息，告诉了他。拓跋佑安，抢劫啊！易楚人也有些诧异，那可是帝王绿，竟然让他们开出来了。拓跋辽冷笑了一声，直接打吧，就这点废物还不是我的对手。想要他妹妹的帝王绿，做尼玛的美梦呢！那小姑娘被他的语气刺激到了。二皇子殿下，你也看到了，是他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们了。拓跋辽懒得跟他再废话，他的剑一道劈下去，带起一阵罡风，直接将那一群人全部掀飞。易楚人连忙护住魏若烟，伸手用内力布起一道防护，才免于遭难。小姑娘也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摔了一个屁股蹲。她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拓跋辽剑刃微挑，那掉落在地上的苹果飞起一个，堵住了他的嘴巴。聒噪！拓跋辽动作如流水般顺畅，收剑的动作都很帅。拓跋佑安双手捧着脸，满眼星星地看着他，哥哥好棒。陈安眼睛也闪着光，好帅，他以后也能这么厉害吗？那管家从地上爬起来，连忙帮小姑娘将嘴里的苹果拿出来，扶着她起来。你等着，我们等下就让城主大人过来。管家将小姑娘抱起来，灰溜溜地离开了。拓跋佑安、拓跋辽、易楚人等人。拓跋辽瞥了易楚人一眼，语气淡淡的：“方才谢谢二皇子殿下帮我们说话了。”易楚人，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易楚人温声开口：“那我们先走了。”拓跋辽牵起拓跋佑安的小手，陈安亦步亦趋的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走了，魏若烟却是不解，殿下为何要帮他们？他们看上去还不是很领情。易楚人缓声开口：“你可知那白羊阁的少主子称他什么？”“什么？云兄。”而云字在100年前乃是云溪国的国姓，不过后来改成了拓跋。且你瞧他那通身气质，就不是一般人。再者，那拍卖行拍卖的酱料，以后只在云溪国拍卖，那是不是可以猜测，那卖给拍卖行菜谱的人便是云溪国的人？如此，你再仔细想想。易楚人不愧是商人，分析起来头头是道。魏若烟听他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殿下是觉得那菜谱是他放在白羊阁拍卖行拍卖的，并且他就是云溪国的皇室。对，他很有可能是个皇子。据我所知，云溪国的皇子们个个都特别的优秀，其中三皇子殿下长得极为好看，且他有一个3岁的妹妹。当年长安公主出生，可是引起了天地异象。据说云溪国的陛下对这长安公主也是极为宠爱，所以殿下猜测她就是云溪国的三皇子殿下，那小姑娘便是长安公主。易楚人笑了一下，不过猜测罢了。那小公主极为得宠，如果真的是她出宫，必定有很多护卫，可她身边没有什么护卫，所以可能是她猜错了。不管是与不是，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这方面易楚人倒是看得通透。魏若烟有些羞涩，还是殿下聪明，是臣女愚钝了。殿下真的好聪明啊。易楚人笑了笑，不过是习惯性的分析了。你不会觉得我这样的人很复杂吗？不会啊。臣女魏若烟羞涩地瞥了他一眼，低下头去，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臣女爱慕您呀。”拓跋佑安他们前脚刚到白羊阁拍卖行，后脚那城主大人就带着浩浩荡荡的人来了。本来他是不打算来的，小孩子间的打打闹闹嘛。但是有帝王绿就不同了，这帝王绿他势在必得。来人，将这白羊阁拍卖行给我围住了！城主大人一声令下，一群人将白羊阁拍卖行围住了，逼得拓跋佑安他们不得不出来。毕竟这会儿蓝修文还在外面有事，还没回来。看到他们，大腹便便的城主大人眸中露出贪婪之色，将帝王绿交出来。这样，你们对我女儿的不敬就一笔勾销了。第032章，小公主，三皇子殿下。拓跋佑安，他终于知道他女儿为什么那个样子了，因为他爹就这个样。拓跋佑安奶声奶气地嘲讽他：“城主大人不会以为你女儿有这帝王绿值钱吧？你女儿是珍珠呢，摔一下得赔你帝王绿，想屁吃呢？”城主大人听出他语气中的嘲讽，脸色一沉：“不给？行啊，那他就抢。”他一挥手，一群人冲了上去，给本城主抢过来。那些人朝着拓跋佑安他们冲过去，就在这时，忽然一群人落在了拓跋佑安他们前方，瞬间和这些人打了起来。但很明显，这些突然出现的人比城主府的人厉害太多，不过一瞬间就将他们全部打趴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城主也懵了，他的手下这么不行，这些人又是谁？敢来坏他的好事？你们是谁？
可敢报上名号来？城主怒吼。那群人排列整齐，齐刷刷的朝着拓跋佑安的方向单膝跪地，参见小公主，参见三皇子殿下。小公主，三皇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一下给城主整懵了。刚刚走过来准备帮忙的异楚人也愣了，没想到他真的猜对了，竟真的是云溪国的小公主和三皇子殿下。要问他为什么知道，因为那些护卫的腰间都别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刻着云字。都起来吧！拓跋辽语气淡淡，那些侍卫齐刷刷起身，护在他们前面。城主呆了一下，小公主，三皇子殿下，哪国的？原来云兄真是云溪国的三皇子殿下呀！异楚人见着城主还一副懵逼的样子，笑着走了过来。那城主的脸色瞬间变成了酱紫色。谁？哪个国家？云溪国？那个战神云武帝的国家？这小公主好像还是云武帝最爱的小公主吧？城主的身体开始发抖了，恐惧笼罩在他心头，他想拔腿就跑，可这脚却怎么也迈不动。那领头的侍卫微微上前一步，语气冷肃：玄冰城城主，你若想要我们的小公主的东西，可以去找我们陛下聊聊，陛下很乐意和你们聊聊。陛下说了，谁若敢欺负小公主，一个字，杀。那侍卫将自己的剑拔了出来，语气阴森森的传音入耳。不过陛下吩咐了，不能让小公主见血，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跪下给小公主道歉；第二个，晚上在屋子里等着，我送你上路。那城主大人吓得脸色惨白，扑通一声就给拓跋佑安跪下了。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我错了呀，我再也不敢。公主殿下就饶了我吧，小的贱命一条，别脏了公主殿下的手啊。城主大人现在是怕了呀，那云武帝可是个战斗疯子啊，要是真动了他女儿，他带兵过来踏平他玄冰城也不是不可能的。惹谁都别惹那云武帝，更不能惹云武帝在意的人。拓跋佑安，你这变脸速度多少有点过于快了吧？不过他也不打算因为这个就要人命了。罢了，让他滚吧。拓跋佑安奶声奶气的开口。侍卫头子看了他一眼，还不滚？草民这就滚，这就滚！那城主大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那些被打倒的人也搀扶着爬起来，迅速溜走了。四周的看客们忍不住多看了拓跋佑安几眼，原来这就是云武帝捧在手心上的小公主啊，可真是可爱啊！谁都知道拓跋佑安是云武帝疼爱的人，云溪国那样的情况，他都能在他满月的时候办得那么盛大，可见有多疼爱了。这就是云溪国的小公主啊，可真可爱啊！难怪云武帝那么疼爱她，像个小奶白团子。他旁边的就是三皇子殿下吧？三皇子殿下果然如传闻一般好看，我要是能做三皇子妃就好了。做梦呢你！四周的议论声，拓跋佑安他们都没当回事。他忽闪着大眼睛看向侍卫头子，侍卫叔叔，你们怎么知道安安在这里啊？侍卫头子一看向他，那脸上就有了一丝笑意，是陛下吩咐我们追过来的，让我等保护小公主的安全。拓跋辽，我知道了，我的安全就不重要了是吧？小公主，您怎好像瘦了一些？侍卫头子问拓跋佑安。拓跋辽一听这话，身子瞬间僵硬，他不会回去告状吧？拓跋佑安眨巴了一下眼睛，这边的食物安安吃不惯。拓跋佑安带过这个话题，侍卫叔叔，你们可有地方住？有的，他们就住在城外的山洞里，分2拨人，一拨人白天暗中保护小公主，一拨人晚上暗中保护，既小公主无碍，那属下便先退下了。说完，他们刷刷刷的便不见了。拓跋佑安满脸羡慕，他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功夫？他的仙力在这里也不能用呀。拓跋辽牵着拓跋佑安进去了，异楚人看着他们进去的背影，没有唐突的跟进去。他转身离开，旁边的百姓也纷纷散开了。不过这件事却是在玄冰城里传开了。易晨燕得到消息的时候，还在嘲笑城主，不过是云溪国的一个小公主，瞧把他吓得，废物一个。云溪国算什么？除了土地辽阔，也没什么别的优点了。穷又那么穷，都是一群莽汉，都快吃不起饭的国家了。他们白月国将其攻陷是迟早的事情。你说易楚人还帮了他们？蠢货！易晨燕觉得好笑，那种落魄小国有什么好帮的？易楚人也是个白痴。白羊阁拍卖行还是不肯交出菜谱来，那白羊阁拍卖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易晨燕脸色微沉，显然动了杀意。是，你安排下去，今晚我要见到蓝修文的项上人头。是。月黑风高杀人夜，云溪国暗卫们的山洞里，侍卫头子正在奋笔疾书，旁边还有一只白鸽正在用膳，显然是要给云武帝飞鸽传书。他写着写着，忽然感觉到不对劲，一抬头就见拓跋辽站在了他面前，他吓了一跳。拓跋辽俯身将他的手上的纸拿过来，看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开口：
把这句话陈感觉小公主似乎是受了去掉。什么受了？小妹才没受呢。她就知道这个家伙不安好心，肯定会偷偷给父皇告状的。侍卫头子想抢过来，却被拓跋辽直接丢到了火堆里，瞬间烧没了。你重新写，我看着你写。侍卫头子，呜，陛下，三皇子殿下让臣写假报告。第033章水果种子。臣也不想的，可是三皇子殿下好吓人，臣迫于三殿下的淫威，不得不。呜，臣对不起陛下。侍卫头子在拓跋辽的注视下写下了新的报告，等拓跋辽满意了，这才绑在鸽子腿上，让鸽子飞走。另一边，蓝修文坐在马车里，疲倦地捏了捏眉心。今日他是去码头上点货了，他有一些货到了。这会儿在马车上休息，就听旺财叔说了一下城内发生的事情。蓝修文皱眉，旺财叔，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安安都受了委屈了。少主子，可不是奴才不想说啊，实在是因为……旺财叔将后面的事情都说了一下。蓝修文，好吧，原来是他们不需要。没想到云兄竟然是云溪国的三皇子，而安安竟然是小公主。想也是，小公主好像就是唤作长安公主。安安，长安。而云姓本就是云溪国100年前的姓氏，他以前是没想那么多，现在一联想起来，还真觉得是他自己与真相擦肩而过了。这么说起来，云兄也不算骗了他了。难怪安安只想在云溪国拍卖那些酱料呢，这是要带动云溪国经济发展了。刚想着呢，马车忽然颠簸了一下。旺财叔挑起车帘看了一下，少主子，我们到了。蓝修文起身跟着旺财叔一起下去，马夫开着马车去停马场。两人刚走到门口，后面忽然传来一阵杀气。蓝修文脸色微沉，刚要动手，他一扭头，眼前忽然刷刷刷的落下一群人，瞬间和那些杀手打成一团。蓝修文，他也没买什么侍卫啊，买的那些侍卫现在也还在码头那边看货呢。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不过看样子似乎是帮他的。等等，该不会是云兄他们的护卫吧？这么一想，就说得过去了。这些杀手显然不是这些暗卫的对手，很快就败下阵来。暗卫解决了他们，还清理了现场，可谓是专业的很。全程都没有看蓝修文一下，仿佛他是透明人。蓝修文，他们不会以为这些杀手是冲着安安他们来的吧？其实是冲着他来的。算了，他这是走运了。蓝修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旺财叔还有些惊魂未定。少主子觉得这些杀手是谁派来的？白月国太子奕晨燕，除了他，不会再有其余人了。旺财叔皱眉，为什么？就因为那个菜谱吗？那奕晨燕是出了名的心胸狭窄，为了那菜谱，也不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人还真是阴险。同是皇子，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瞧瞧一楚人，瞧瞧拓跋辽，完全都不是他那样的人。少主子，这件事我们就这么算了。蓝修文冷笑，怎么可能算了？那奕晨燕都要他的命了，他怎么可能就这么罢休？那奕晨燕不是在寻一物吗？昨日父亲来信说已经找到了，那物本来是要送去白月国拍卖的，如今我打算拿去云溪国拍卖。蓝修文唇角弯了一下，你派人去劫了那物，直接运往云溪国。他以为会在白月国拍卖，等他知道在云溪国拍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将这物会在云溪国拍卖的消息告诉易楚人，让易楚人来拍下那奕晨燕想要的东西。旺财叔记得那物名为白玉膏，这物稀罕，世间难寻，老爷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一瓶。据说这物能够延缓衰老，是不少贵家女性都想要的。据他所知，那白月国的太后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白玉膏，而白月国现在实权实际上都在太后手上。想必那奕晨燕就是想要讨好太后。如果这东西被易楚人拍下送给太后，那白月国的局势将会发生改变。少主子这一招实在是高啊！是，奴才一定将这件事办妥帖了。旺财叔想想都激动，想想那奕晨燕要是最后看到易楚人拿着那白玉膏去找太后，会是什么表情呢？想想都觉得刺激。翌日，拓跋佑安想要的棉花种子都到了，本来要在蓝修文这里买下的，结果他全部送给他了。安安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你不嫌弃的话，这些棉花种子就拿走吧。哇，谢谢蓝哥哥。拓跋佑安也没有客气，这种时候客气反而显得矫情了。横竖以后还有合作的，到时候再多多互相关照便好了。蓝修文带他去了货物仓库，让他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直接拿就好了。拓跋佑安看了一圈，还真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这是水果的种子，这些我可以买下吗？拓跋佑安指了指那几大包种子。安安喜欢拿着便是，这些都是白羊阁拍卖行的人在外面捡到的，听说种出来后会是很甜的一种果子，也不知道真假。蓝修文淡淡的笑着，这些种子通常都不会拍卖出太高的价格，不像草莓，
棉花那些别人至少吃过，这种只是传闻，没有吃过，别人不一定信。是的，这些是水蜜桃、苹果、荔枝的种子，等我种出来了，到时候拿一些给蓝哥哥吃。好呀。蓝修文没有太当一回事，毕竟种植本就难，更何况是这些没吃过的水果，种植难度更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种植。安安尽力就好了，种不出来也不要灰心，还没有人种植过。这些水果闻所未闻。拓跋佑安乖巧的点了点头，没有过多的解释什么。选好了东西，也要准备回云溪国了。拓跋佑安想要拿一些银钱去给二哥哥，让他给战士们加肉，然后再带一些回去给爹爹，放到国库里，以备不时之需。那明日我们便启程去云溪国吧。好。蓝修文应下，今日就将接下来的事情都安排好。他将旺财叔也留在了玄冰城打理这边的事情，而他则和拓跋佑安他们一起出发。回去的路途遥远，拓跋佑安买了一些东西，就在马车上捣鼓那一块帝王绿，给爹爹和娘亲做一对对戒，然后给二哥哥、哥哥他们都做一个小玉佩，给乌墨哥哥也做了一个玉佩，还有陈安哥哥、蓝哥哥也要做一个，还有素未蒙面的那几个哥哥，拓跋佑安也都做了一个玉佩，到时见面了就当做见面礼。拓跋佑安忙得不亦乐乎，拓跋辽就在旁边看着，陈安也安静地坐在一边，蓝修文时不时和他聊几句，气氛融洽。经过1个星期的路程，总算是进入了云溪国境内。来的时候，拓跋辽是带拓跋佑安走的近道，也尽量避开了战争的地方。回去的时候，因为拓跋佑安要去找二哥哥，所以他们走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第034章1000两黄金。这条道路1个星期以后便抵达了云溪国边境。看着前面城墙上的云溪国3个字，拓跋佑安唇角微微扬起。他们马车排队检查之后便可以进去。检查到他们的时候，看到拓跋辽，守城门的侍卫立马单膝跪下，参见三皇子殿下。他身后的一些新兵蛋子也赶紧跟着跪下。拓跋辽抬了抬手，起来吧。哎，三殿下，小的带您去驿站。说着，那人立马朝身后的新兵蛋子开口，去找二殿下过来。是。那人应了一声，匆匆离开。这老兵带着拓跋辽去了驿站，见他身后跟着一个浴血可爱的小团子，他愣了一下，这位可是小公主殿下。拓跋辽牵着拓跋佑安的手，轻嗯了一声。那老兵立马激动地跪下，大喊一声：“臣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他这一声喊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那些正在巡逻的侍卫一听，立马也朝着这边跪了下来，大喊：“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百姓听到也跟着纷纷下跪，语气里都是仰慕之情。这可是小公主殿下啊，自掏腰包给战士们吃上饭的小公主殿下呀！当年那场战役，若不是小公主殿下财务上的支持，他们这座城恐怕是要保不住，也不知道会死多少士兵和百姓。可因为小公主人善，他们打了胜仗，死亡率也降到了最低，这让他们如何不感激？拓跋佑安都懵了，怎么突然就都用这么热切的眼神看着他？拓跋佑安抬眸朝着拓跋辽看过去，拓跋辽抱他起来，笑了笑：“当年安安可是救了他们的命，他们感激你是应当的。可是安安只是做了每个皇家子弟都会做的事情啊。”拓跋佑安没觉得自己多伟大，毕竟一个国家需要大家来建造，只有边境稳定了，他们才能衣食无忧，所以应当相互守护，他们守护着他们，他们就应当给他们最坚实的后盾。拓跋佑安稚嫩的童音传到了每个人耳中，众人不免有些动容。小公主当真是天真烂漫。实际上，在这草菅人命的时代，谁又会在意战士的死活？死了再找便是。那老兵因为他这一席话红了眼眶，似乎所有的付出都变得值得了，因为他守护了这么可爱的小公主啊，这么会为了他们着想的小公主呀，不愧是我的皇家子弟，安安很有觉悟。拓跋峰走了过来，似是听到了他的这些话，为他鼓掌。话落，他偏头看向拓跋辽，眉头一竖：“胡闹！安安还这般小，你怎能带安安离开云溪国？若安安出了什么事，你能负得起那个责任吗？”拓跋峰这话落下，四周的百姓和侍卫都朝着拓跋辽看过去，那眸子里也有着不赞同。小公主还这么小嘞，三皇子殿下这是弄啥呢？拓跋佑安偷偷的吐了吐舌，嘻嘻，总不能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吧？拓跋辽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哥哥这次可是帮你背锅了哟。拓跋辽站直，认下了这批评，是我唐突了，下次我会多带一些人一起。拓跋峰，重点是这个吗？算了，老三就是不着调。你怎么会带安安来这里？这里有多乱，你不知道吗？拓跋峰示意他们往驿站里面走，若是让父皇知道。拓跋辽，是什么扼住了我命运的喉咙？是那句若是让父皇知道。拓跋辽脸色一变，嘻嘻笑着，我相信二哥不是那种会告状的人。拓跋峰，哟，高帽子都给他戴上了。不，我是拓跋辽。可恶！
拓跋辽朝着拓跋佑安看过去，拓跋佑安走过去，牵住拓跋峰的手，轻轻的摇了摇。不是哥哥的错了，二哥哥，是安安想二哥哥了，才让哥哥带我来的。难道二哥哥不想看到安安吗？拓跋峰，那奶软的白团子就睁着那葡萄般的大眼睛，那么一瞬不瞬的看着你，请问你还能说什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拓跋峰叹气，蹲下身子，软声开口：二哥哥不是那个意思，二哥哥是担心安安的安危。安安明白。拓跋佑安乖巧的点头，只是安安有一些东西必须要亲手交给二哥哥。拓跋峰满脸疑惑，什么东西？拓跋佑安和拓跋峰一起进了房间里，拓跋辽他们在外面站着，没进去了。拓跋佑安关上门后，神神秘秘的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安安挣了好多钱来，安安要拿一些给二哥哥，二哥哥拿这些去给战士们买肉吃，他们吃饱饱了才有力气打仗呀。拓跋峰，他看着那一沓银票，瞳孔不敢置信的缩了缩。不会吧？是他眼花了吧？不然他怎么好像看到了上面写着黄金的银票？这粗略一数，不低于1000张吧？安安哪里来这么多银钱？这里是1000两黄金，1000张，每一张是1两黄金的，这是他去银装队的，之前蓝修文给他的一张是100两黄金的，他换了一些1两黄金的，到时候他们置物也方便一些。拓跋峰，1000两黄金，那就是100万两白银，100万两啊！他们边疆拨款这些年最多的一次也不过1年才拨了100万两白银。边疆战士多，新兵担子也多，俗话说的话，半大的孩子吃穷一个家，不少养不活孩子的就送来当兵了。安安，你哪里来这么多银钱？拓跋峰看着这一叠银票，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前些日子玄冰城不是拍卖东西吗？我整了个菜谱去拍卖，赚了不少。拓跋佑安说的云淡风轻，拓跋峰却不淡定了。可是那凉拌海带丝，这事儿他也有所耳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边境这2日也开了一家，反响还挺好的，虽然卖的有点贵，但是胜在好吃。是的，拓跋佑安有些惊讶，二哥哥怎么知道？拓跋峰将这边开了一家的事情告诉了拓跋佑安。拓跋佑安，绝了呀，这么快就分店了。不过照这样看，他们的酱料很快就要不够了呀。这样的法子，安安为何不留着自己开店？拓跋佑安灵魂提问。二哥哥觉得安安有开店的银钱吗？在云溪国开店肯定不行，经济本来就萧条了，出去开店有钱吗？拓跋峰，也是，连本钱都没有，怎么开店呢？二哥哥放心，安安有凉拌海带丝，必定就还有别的菜谱。这些银钱，二哥哥放心的拿着，安安不抢不偷的。拓跋佑安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安安可不会给爹爹丢脸。拓跋峰也没有客气，他爽快接下，那二哥哥就替边疆的战士们多谢安安了，这是安安应该做的。拓跋峰带着银钱匆匆离开了，刚好去给战士们买点肉，今晚吃顿好的，安安也刚好在，总不能让安安吃不上肉。蓝修文看到拓跋佑安出来，笑了一下，安安，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第035章少主子的下落。蓝哥哥，是有何事？蓝修文看了陈安一眼，拓跋辽了解，拉着陈安就走。走，小子，我带你去瞧瞧我们云溪国边疆的战士有多厉害，顺便你和他们过过招，我检验一下你最近学的怎么样了。一听和战士切磋，陈安立马就跟着走了。蓝修文等他们走了，带拓跋佑安进了房间，才开口：安安，是这样的，天字号房里面的人联系我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还想拍买一些酱料，问我这边是否还有。蓝修文也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又会找上门来，还是指明想要酱料。拓跋佑安就知道他们也差不多时候要找上门来了。蓝哥哥，你跟他们说再过1月你会在云溪国开个拍卖行，到时让他们来拍买。蓝修文苦笑，我估计他们的酱料不足以支撑1个月了。对，你跟他们说，如果实在想要就让他们自己来找我，我可以卖给他1个月的量，前提是他们的人自己来见我，我想和他们谈个交易。蓝修文是明白了，安安想见那些神秘人，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果然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好，如果他们来找我，我就这么说。但他还是想帮安安，安安帮了他那么多，他帮这点算什么？拓跋佑安软软的笑着，谢谢蓝哥哥。和我客气什么？蓝修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那我现在便去写书信。蓝修文说干就干，立马就去自己的房间里去写书信去了。当晚，拓跋佑安就坐在桌子旁，一边喝着水一边等着。随着天色越来越暗沉，月亮也躲进了云层里，只有他房间里的烛火忽闪着光芒。就在这时，那烛火忽然灭了，等再亮起时，他的对面已经坐下了一个人。那人穿着黑色的衣袍，戴着一个张牙舞爪的面具，瞧不清楚模样，只能瞧见那冷漠带着一丝玩味的眼神。他捏着茶杯，轻轻地晃动着。小妮子，你不怕？他指的是方才烛火灭的时候。
拓跋佑安沉默了一会儿，抬起自己颤抖的手给他看，你说呢？神秘的哥哥。噗！瞧着他那颤抖的手，男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愉悦得很。那么怕，还要单独见我？拓跋佑安敛了敛眸，果然，他的实力很厉害。哥哥就在外面护着，都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而且就刚刚听到的声音，哥哥应该是晕过去了。这人值得合作。拓跋佑安心里已经有了想法，脸上也端上了软糯可爱的笑容，当然是因为想找哥哥合作了。哦，说来听听。看在他这么有趣的份上，他不介意听一听。我可以送哥哥50瓶酱料。拓跋佑安轻声开口，前提是哥哥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当然了，这个要求绝对不会要哥哥的命这种，但我现在也不会说出来。兴许是在以后云溪国有困难的时候找上哥哥帮忙这种。神秘人声音里含着一丝笑意，也就是让我答应你一个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事的要求。对，哥哥你敢赌一把吗？拓跋佑安眨了眨眼睛，这可是50瓶酱料哦。神秘人起身，本尊有何不敢赌的？行，本尊就跟你赌。本尊答应你。男人朝他伸出手，酱料。拓跋佑安指了指旁边的大箱子，安安提不动呢，只能辛苦哥哥自己提了。神秘人手腕微动，那箱子便径自飞了起来，悬空在他身边。这就是哥哥说的内力外放吧？拓跋佑安心想，你若有事，只需要吹着笛子，本尊便会出现。神秘人丢了一个笛子给他，拓跋佑安连忙接住，等他再抬头时，男人和箱子都不见了。拓跋佑安将笛子小心地藏在怀里，有了这个东西，等于云溪国多了一层保障了。这样厉害又有势力的人，是云溪国靠山的首选人。拓跋佑安嘿咻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去，走到外面打开门，果然看到拓跋辽在门口睡着了。他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脸，哥哥，起来了。喊了一下，还喊不醒来。拓跋佑安费力地抬着他的胳膊，将他抬进去，给他打了一个地铺，让他继续睡。做完这一切，累得满身大汗，又去打了水冲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裳。神秘人离开后，出现在了酒楼雅间，箱子在他身后落下，将这些酱料分到2个店去。是。一个暗卫忽然出现，将那箱子带走。他走后没多久，进来一个人，低声询问：主子，为何要答应那小妮子？我们直接买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答应那小妮子？什么要求？鬼知道那小妮子以后会提什么要求。不过就是50瓶酱料，主子肯定不差那点钱。为何要直接买下？神秘人笑了笑，那菜谱本尊已经知道是谁写的了。主子是说那菜谱是这小妮子发明的？不可能吧？那人声音都变了调了。他才多大呀？为什么不可能？如果不是他写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酱料来？这酱料是他做的，不然你觉得他能一下子拿出50瓶来？神秘人目光深深，这小妮子教好他，对我们没坏处。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是他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那人懵了，不是很明白，但是主子做的决定准没错，是属下愚钝了。神秘人挥挥手，你日后且看吧，这小妮子非池中之物，可有少主子的下落？属下一听主子问起这件事，脸色就沉了下来。本来在苗国寻到了少主子的踪迹，可是那歹毒的苗国人竟将少主子丢去喂狼，如今少主子下落不明，那些对付少主子的人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继续找。神秘人目光微深，是本尊的失误，才让他流落到了外面，务必要寻到他。是。拓跋辽醒来的时候还在地上躺着睡，身上盖着被子，地上也铺着被子。他起来，房间里已经没人了，妹妹已经出去了。想起昨晚上的事情，他脸色黑沉。没想到那人还没靠近他，光是内力就将他震晕了。那人的内力到底是有多强悍？可恶！拓跋辽赶忙起身去找拓跋佑安，怕他有点什么事。第036章，明白吗？等他出去，却发现拓跋佑安坐在外面的圆桌上，正在和拓跋峰一起用膳，看样子不像有事。拓跋峰抬眸看向拓跋辽，你昨日宿在安安房内了？拓跋辽大步走过去，先袍坐下，手里的折扇啪的一下打开。怎地了？安安如今也3岁了，你这毛病也该改一改了，未必安安以后长大了，你还如此，那不是坏了安安的清誉吗？拓跋辽，安安才3岁好吗？你就是嫉妒我有亲妹子。拓跋辽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眼角的那颗泪痣愈发妖娆。二哥是嫉妒了吧？拓跋峰，哼，你看看，你没有否认，你还哼，你就是嫉妒我了。哼！拓跋辽眸底的得意清晰可见，谁让我有个这么可爱的亲妹妹呢？亲妹妹3个字，拓跋辽咬得极重。拓跋峰，要不他怎么觉得这小子欠扁呢？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他们2个，旁边的陈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时不时往外面看一眼。昨日他和3殿下
一起去看了军营的情况，还找人切磋了。他十分憧憬，他好想留在这边和他们一起学习武功，那样硬朗的身材，他也想拥有。可是他不能说小公主能够买下他，已是上天给他的恩赐了，他不该奢求太多。拓跋佑安也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他偏眸问拓跋辽：“哥哥，昨日陈安哥哥和边疆的战士们切磋的怎么样了？”一听他提起这句话，陈安的心就提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拓跋辽看了他一眼，这小子是个可塑之才，虽然有些人他还打不过，但进步挺快的，挺适合在军营打磨的。这样，拓跋佑安双手捧着脸，笑盈盈地看向他：“陈安哥哥，你愿意留在边疆吗？你愿意加入云溪国吗？你愿意吗？”拓跋佑安歪了歪小脑袋，调皮可爱的紧。陈安蓦地愣住了，他声线有些颤抖：“我可以吗？他可以留在军营吗？可以加入云溪国，从此成为云溪国的百姓吗？他可以为了云溪国去上阵杀敌吗？他可以吗？像他这样贫穷又没有能力的人，真的可以吗？”“当然了，只要你愿意，自然是可以的。”拓跋佑安斩钉截铁的话落在陈安耳中，犹如天籁，他激动的眼眶都红了。他起身，单膝跪下，手横在胸前：“请务必让我加入军营，为云溪国效劳。”陈安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可那脸上却有着从未有过的光芒和生机，那双眸子亮得惊人。拓跋佑安拿出手帕，为他轻轻擦去眼角的眼泪：“陈安哥哥加油呀！安安等着你的好消息哦。”顿了一下，他抬眸看向拓跋峰：“二哥哥，陈安哥哥就交给你喽。”拓跋峰点了点头：“可以，这小子是不错，来军营锻炼锻炼也好。”他也问了拓跋辽了，知道陈安是他给安安选的护卫，既然是护卫，自然是要有能力的。刚好他带着历练一下。陈安见过二殿下。陈安立马朝着拓跋峰那边跪下行礼。拓跋峰抬手：“起来吧，既然来了军营，那就一视同仁了。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曾经是辽国的人对你有异样的眼光，但同样的，也不会因为你跟在我小妹身边过，就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在这里，你就是一个兵，明白吗？”陈安明白。陈安眼里泛着激动的光芒，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不需要特别对待，只要不会因为他曾经是辽国人而瞧不起他，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你明日就来军营报道吧。好。陈安点了点头。拓跋峰还有事，陪拓跋佑安用了膳，就先离开了。昨天晚上吃了一顿肉，那些小伙子可都很精神呢，他得回去练练他们。拓跋辽也有些事情要处理，先离开了。一时间只剩下拓跋佑安和陈安了，因为有暗卫在，拓跋辽也放心一些。陈安看着拓跋佑安那张稚嫩无瑕的脸，有些愧疚：“对不起，安安，方才三殿下在提军营的事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在想，希望你能把我留在军营，是我自私了。你明明都花了那么多银钱买下我当护卫，可我却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拓跋佑安认真的听他说完，对上他愧疚的眸子，他弯唇一笑：“为什么啊？为什么陈安哥哥要觉得对不起安安呢？安安觉得啊，陈安哥哥首先是一个人，才是安安的朋友。那么人呢，就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呀。陈安哥哥没有什么错，你不过是有自己的想法而已。这没错啊。况且陈安哥哥在军营里学了本事，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安安了，对不对？”拓跋佑安软糯的童声就似温柔的暖流，缓缓地流入他的心间，一点点渗入他的体内。他自出生起就明白家里穷，长大一点就知道自己可能随时会被卖掉，被卖掉以后，那些人也告诉他，你是没人权的，你就是一个奴隶，主子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不能去反驳，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安安却告诉他，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不是错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何其有幸能遇上安安呀！陈安面容坚毅：“我陈安发誓，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出伤害安安的事情，一定会一直保护安安，若有违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拓跋佑安轻轻摇头：“安安不用陈安哥哥一直保护我了，陈安哥哥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家庭，到那个时候，陈安哥哥要将家庭放在第一哦。”陈安现在还小，不太明白，他有些固执：“我没有家人，我只有安安。”拓跋佑安笑，也不多做解释：“不，陈安哥哥还有军营里的伙伴，安安相信陈安哥哥在军营里会结识好多好多朋友的。”拓跋佑安的话让陈安有些向往，但他还是羞涩地低下头去，小声呢喃：“会不会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呢？”“肯定会有的啊。”拓跋佑安给予他鼓励：“陈安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善良，肯定会有的。”陈安抿着唇羞涩地笑了笑。蓝修文回来的时候，得知了陈安的事情，也鼓励了他：“加油，你要相信自己的无限可能。”陈安道了谢，便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本来没多少东西的，但拓跋佑安白日里拉着他去买了不少东西，另外还给了他一个香囊，让他等他们离开后才拆开。第037章，可有答应让你做继承人？翌日一清早，拓跋佑安他们
就将陈安送去了军营。军营里有不少人在晨练了，看到拓跋佑安，齐齐下跪行礼，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他，因为他从自己那边拿钱过来的事情，拓跋峰也没隐瞒他们，告诉他们，他们能吃这么好，都是拓跋佑安辛苦赚钱给他们的。可把这群大汉感动死了。都起来吧。拓跋佑安笑了笑，转而看向陈安，陈安哥哥，今日一别，兴许是几年，兴许是10几年。等再次相见的时候，陈安哥哥一定变得很厉害了吧？到那个时候，不要忘了安安哟。陈安用力的点了点头，满脸坚定，我一定不会忘了安安的。安安也不要忘了我呀。等再次相见的时候，我一定会变得很强的。到那个时候，我会好好保护安安的。好呀。拓跋佑安唇角扬起一抹软乎乎的笑，露出一口小乳牙。一阵风吹来，他头上2个小揪揪上面绑着的红色铃铛叮铃作响。陈安看着他，冲他笑了。拓跋佑安瞧着小少年稚嫩的笑容，也跟着笑。阳光温柔地洒在2人身上，仿佛要将这一秒定格。但很快，拓跋辽就开口了：“那你就好好待在这边，虽然你现在不在我身边了，但我还是认你这个徒弟的。好好学，别让师傅失望。小妹，我们回去吧。”拓跋辽说着，就将他抱了起来。陈安满脸慎重：“是，师傅，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目送他们上了马车，陈安也转身往军营里面走。此去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但再见时，陈安回头看了一眼远去的马车，定要让你们刮目相看，定要你们为我骄傲，定要你们觉得你们的决定没有错。陈安跟着训练了一天，躺在帐篷里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拓跋佑安给的香囊，他拆开了看了一下，里面有一块玉佩，还有一封信。致陈安哥哥，这块玉佩安安给你们都准备了一份，希望他能好好保护你的平安。落款安安。陈安没有认错，这就是安安天天在捣鼓的帝王绿，这么珍贵的东西，他竟然送给他了。陈安无法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是不被珍视的，所以安安做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敢奢望会有他的一份。可他竟然有。陈安将玉佩小心仔细地戴在脖颈上，藏在衣服里面，贴身佩戴着。轻轻地拍了拍胸口，他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他知道2殿下、3殿下都有的，毕竟他们是安安的哥哥，可他没想到自己也能有。他一定要好好学，不能辜负安安的期待。小小的陈安暗暗发誓。另一边，拓跋佑安将一块做好的玉佩递给了蓝修文：“蓝哥哥，这个给你。紧赶慢赶，总算是把第5块也做好了。因为他们隔得近，就先送给他们了。至于做的第1块，自然是留给乌墨哥哥的，他藏在自己的钱袋子里了呢。”蓝修文有些惊讶：“给我的？”“是啊，蓝哥哥对安安那么好，安安自然也要回礼了。”以为只有自己有玉佩的拓跋辽：“你不要就给我。”说着，拓跋辽就要去抢，蓝修文连忙接过来：“收好，我怎会不要呢？这可是帝王绿啊，还是安安一点点凿出来的，我自然是要的，只是没想到还有我的一份。”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嘿嘿，当然有了。”说着，拓跋佑安继续做：“我要给爹爹娘亲做了。”因为是做对戒，需要的时间和功夫也更长一些。拓跋佑安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制造玉石，2个星期后，总算是将这对戒做好了，然后就继续做玉佩了。因为赶时间，他们走的就是官道，又特意买了跑得最快的马，中途没有休息，1个月的时间就到了云西国帝都。一到了，拓跋佑安就找了一个客栈先休息。蓝修文还想去找店铺，结果拓跋佑安直接笑眯眯地看着他。蓝修文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蓝哥哥，你在找店铺装修一下什么的，怎么赶得及开店呢？天字号的客人应该已经很想要酱料了。其实我已经安排了人复刻了一个白羊阁拍卖行，我带你去看看。”蓝修文强，不过他的确从现在开始选店铺再装修是来不及开张的，可是天字号那边的人又急着要了。去看看。好呀。拓跋佑安立马起来，也不休息了。拓跋辽一把将他抱起来：“我抱着你去，你先在我肩膀上休息会。”好。拓跋佑安没有勉强，报了一个地址，就舒舒服服地趴在哥哥肩膀上了。拓跋佑安挑选的商铺位于繁华街段的中央，位置选得很好，而且房子的面积足够大。蓝修文走进去的一瞬间，以为自己在辽国的白羊阁拍卖行，里面的装潢和辽国的白羊阁拍卖行相差无几，甚至还多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大厅里不再是空荡荡的，而是有很多座位，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块牌子，牌子却不是他之前做的那种木牌，这木牌上有荧光粉，这里面本就暗，此时这牌子一拿起来，那上面的数字却特别的亮眼，让人一眼就能看得清楚仔细。蓝修文对这个店很喜欢，位置也好，装潢也好，都超出他心里的预期了。拓跋佑安搂着拓跋辽的脖子，笑眯眯地看着蓝修文：“
蓝哥哥觉得怎么样？很好。那蓝哥哥要这个店吗？自然是要的。安安，你说多少银钱？我买下了。不急。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蓝修文忽然感觉脊背发凉，总有种要被坑的感觉。我说过，我是想自己开拍卖行的。如今既然蓝哥哥愿意来开店，那不如我们合伙吧。蓝哥哥，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立一个品牌吗？拓跋佑安歪了歪小脑袋，语出惊人。自己创立一个品牌？白杨阁拍卖行，你上次做出了那样好的成绩，你父亲是如何说的？可有答应让你做继承人？第038章蓝安拍卖行。蓝修文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摇头，没有。他夸赞我这次业绩不错，却没有许诺什么，甚至那话语看起来都极其敷衍，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想要的继承人，对不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守着这个品牌呢？为什么不自立门户呢？拓跋佑安奶软的声线让蓝修文陷入了沉默。是啊，为什么不呢？横竖父亲也不会让我继承家业，那我要一辈子给他们打工吗？为什么不能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呢？你甘心吗？一辈子给他们打工？你在那边学到的，又为何不能用来创业呢？拓跋佑安循循善诱。拓跋辽，没看出来，小妹还挺能唬人。瞧瞧蓝兄，这都心动了。安安的意思是想和我一起创立新的品牌。对，咱们不叫白杨阁拍卖行了，我们换个名字。拓跋佑安仔细想过了，虽然白杨阁拍卖行有资源，可是白杨阁拍卖行现在的执行者是个拎不清的人。这样的人短时间合作没问题，长时间合作必定会出问题，而他不喜欢受制于人，所以还是做自己的品牌比较好，这样他们才是掌权人。蓝修文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可行。横竖他也没有继承者的名额，不如干脆从现在开始自己创立品牌。行，我们一起创立新的品牌。安安可有好的名字？拓跋佑安摇头，蓝哥哥有心仪的名字吗？那便叫蓝安拍卖行吧，这样我们的名字都进去了。蓝修文温声开口，安安觉得如何？好呀，安安觉得可以，那就叫蓝安拍卖行吧。我今日就找人去做牌匾，明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那店铺的装潢这些，安安告诉我一共多少钱，既是合作，我们就要分摊。蓝修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拓跋佑安点了点头，好，晚上我把账本拿给蓝哥哥看。订牌匾的事情，拓跋佑安也安排人去了。他们休息到了晚上，买了一些膳食吃了，便在算账。那个商铺，拓跋佑安是直接买下来的。云溪国土地辽阔，这商铺也不贵，买下也不过才1200白银。然后装潢那些，拓跋佑安不过才花了500两白银。商铺注册那些各种手续费算下来，也不过才2000两白银。两人一人出一半，就是1000两白银一人。签订的合同呢，也是55分，纯利润的55分就是减掉成本以后的。拍卖会第一次拍卖的东西，除了酱料以外，拓跋佑安还用帝王绿做了一个扳指和一对步摇，用于来拍卖。这算是给拍卖会做足了噱头了。因为之前酱料的事情，他也不怕没人来，毕竟他打听过了，已经来了几波人在问拍卖行的事情了。他也让人放出了流言，说在这阵子会开张。两人商量好拍卖的东西，已经是深夜了。蓝修文怕他太累，让他先去休息。拓跋佑安也的确累了，这些日子一直在忙，都没有停下来。在马车上也在想着各种事情，晚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翌日清晨，拓跋佑安一早就醒来，去蓝安拍卖行整理一下。到点了，蓝安拍卖行外面就放起了鞭炮，鞭炮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一些早就在云溪国帝都等着拍卖会开始的人，都忍不住探头去看或询问。可是那拍卖行开张了。是嘞，据说今日过去还有免费的绿豆粥喝呢。咿呀，那绿豆粥我喝了，冰冰凉凉的，沁入到了骨头里，可真是好喝，沁甜的呢。真那么好喝？我们也去尝尝去。人传人，很快蓝安拍卖行门前就聚集了一大群人，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份拍卖传单。一些早就蹲在蓝安拍卖行的人见有酱料，二话不说端着一碗绿豆粥就往里面去了。不过这绿豆粥真好喝，不知道以后在哪里能吃上。这绿白绿白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玩意儿呢，没想到这么好喝。这里热得要死，喝上这么一口真的是舒坦。渐渐的，蓝安拍卖行里面的人越来越多，更有人悄无声息地拿了一碗送去了天字号房间。没错，拓跋佑安依旧保留了天字号的房间，依旧是给那个神秘人的。我去，竟然还有帝王绿啊！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众人纷纷抬眸朝着他看过去。他挥了挥手中的单子，里面有帝王绿拍卖呢。这一下不少没钱拍买的人也想进去长长见识了。没多久，蓝安拍卖行里面就坐满了。这一次的拍卖会是由蓝修文自己主持的，因为临时找不到人，旺财叔又不在这边。好在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好，拍卖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前面都是一些开胃小菜，到酱料的时候
气氛就明显变得不同了。有些不明所以的人问，为什么提到酱料，大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嗨，你有所不知啊，这酱料啊，可神奇了。云溪国帝都不是开了一家店吗？这2天不是在卖凉拌海带丝吗？对，我还吃了呢，酸辣可口，可好吃了。那一切都归功于这个酱料，只要有这个酱料，什么菜都会变得好吃。传闻越传越离谱，慢慢的都以为只要加上酱料，那道菜就可以卖得很好了。这不，许多酒楼的老板也来了，就想抢一瓶呢。拍卖开始，全部都是10瓶一次的拍卖，这次一共拍卖100瓶，分10次拍卖，底价都是5200银起，每次加价不低于1200银。这底下的老板们还在喊价，楼上突然蹦出一句1000两黄金，楼下瞬间就安静了。一些不明觉厉的围观群众满脸懵逼，不是吧？这酱料能卖这么多钱？1000两黄金就10瓶，这一瓶都100两黄金了，100两黄金啊，足够他们吃喝多少年了啊！那些酒楼老板都停手了。台下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喊价了呀？你们不是势在必得吗？那些酒楼老板苦笑，楼上哪位来了，我们都得靠边站。你们有所不知啊，楼上哪位啊，可是还拍下了菜谱的。当初啊，他可是1万两黄金拍下了菜谱，你觉得我们的财力能和他比吗？没必要，和我们比起来，楼上哪位啊，才是势在必得。第039章苗国太子。看来楼上那位是打断垄断了。唉，可惜了，这么好的酱料，只能看着，拍不到。下面的人一个个捶胸顿足，气得不行，偏偏拿楼上的那个人没有一点办法。人家比他有钱，肯定就比他有势，他们没必要去自讨苦吃。那100瓶最终都落入了天字号房间的神秘人手中。接下来就是拍卖那个帝王绿的配饰了。接下来这一物，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的，这乃是由帝王绿打造的一对步摇。大家可以看看。蓝修文将上面盖着的红布掀开，那光泽完美漂亮的步摇就落入众人视线中。下方一片抽泣声，还真的是帝王绿啊，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光泽，这价格不低吧？这肯定价格不低啊，这帝王绿你单独买都要100两黄金1两，就这一对步摇，瞧着也不低于1两的用料，加上手工费，必然是不便宜的。楼下议论纷纷，台子上蓝修文也开口了，这步摇用了3两的帝王绿，拍卖底价为500两黄金，每次加价不低于1两黄金，毕竟是帝王绿做的，加的价格自然要高许多。台下一阵道吸气声，500两黄金啊！妈耶，这直接淘汰了一批小商贩，小商贩是不敢想的，只有那些大家族和皇室才有实力争上一争。楼上的雅间里的确有几个皇室，这会儿都摩拳擦掌，等着要拍下来。蓝修文刚喊完底价，上面的人就直接开口了：皇字号房间600两黄金，玄字号房间700两黄金，帝字号房间800两黄金，皇字号房间900两黄金，玄字号房间1000两黄金，帝字号房间1100两黄金。台下的众人，这是什么神仙打架啊？他们就真的只能看看热闹这样子。不过这帝王绿实在稀少，这个价格倒也对得起。玄字号房间1200两黄金，皇字号房间1300两黄金，帝字号房间2000两黄金。话音落下的瞬间，他也推开了窗户，众人抬眸望去，只见那人穿金戴银，脖颈上更是一圈大金链子，那胸膛露在外面，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这东西我要定了，你们若是识趣，便不要再跟本宫争了，本宫可是苗国的太子。说着，那人还微微挺了挺胸膛，得意得很。台下哗然，竟是苗国的太子。听闻苗国的太子很会种植草药，许多市面上的草药都是他的店铺在售卖，难怪如此有钱。只是这太子似乎妻妾如云，就是不知道他要把这步摇送给谁了，毕竟这步摇仅此一件。苗国的太子苗竹英掌控了全大陆最火的药草店百草窟，他的资产也不少，如今对这步摇是势在必得。其余房间里的人似乎都不打算开价了，毕竟谁也不会跟药草店的掌权人过不去，谁没个生病的时候呢？苗竹英对于这个现象很是满意，唇角轻轻弯起，又收回头去，关上了窗户。最终这步摇他以2000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那扳指最终也落入他的囊中，以3000两黄金的价格拍下。那些男性多少也舍不得为女人花钱，这扳指是男性戴的，一个个便都喊了价格，渐渐的这价格就上去了。接下来就是白玉膏了，此物一出，又是一阵哗然，竟然连传说中的白玉膏都有。如此看来，苗国的太子又必定想要了。谁不想要啊？这玩意儿可是可以延缓衰老的，谁不想家里有个不老的娇滴滴的媳妇儿？
但谁能争得过苗国太子啊？他若是拍下了，兴许还能研发出白玉膏，这样以后就有数之不尽的白玉膏了。这老兄说的有道理，那我就不争了。听着台下的议论声，苗竹英唇角微弯，对于他们的自觉很是满意。没错，他要是拍下，他定会好好研究这里面的成分，到时研发出来了就拿去卖钱。这白玉膏底价是5000两白银，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两白银。蓝修文刚喊完，苗竹英直接开口：100两黄金。蓝修文，拓跋佑安，这人这么有钱吗？苗竹英是确定没人敢和他喊价了，他打开窗对发愣的蓝修文喊道：还愣着干什么？蓝修文立马反应过来，100两黄金一次，200两黄金。玄字号房间里的人开口了，窗户打开，正是那一处人。不巧，本宫也想要此物。哟，这不是白月国的二皇子殿下吗？苗竹英懒洋洋地趴在窗口。你确定你要跟本太子争？一楚人弯唇扬起一抹如沐春风般的笑，确定。此物，本宫势在必得。行。苗竹英眯了眯眼睛，缓缓地开口：300两黄金。一楚人400两黄金。苗竹英500两黄金。一楚人600两黄金。苗竹英601两黄金。一楚人脸眸，他知道苗竹英是故意的了，就是故意哄抬价格，但这个东西他不能让出去。700两黄金。苗竹英笑得越发邪肆，701两黄金。一楚人忽然也笑了，702两黄金。苗竹英，他是故意的。他本来想用这个方法来恶心一楚人，结果被他反过来恶心了。这可真是……苗竹英不想再跟继续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头缩了回去，不喊价了，反正也坑了他挺多了。一楚人最终以702两的黄金的价格拍下了这白玉膏。其实这白玉膏再稀少也不值这个价格，他完全是被苗竹英恶意竞争、恶意抬高价格了。这个仇他一楚人记下了，接下来的拍卖就很顺利了。众人对于兰安拍卖行也有了一定的认知，虽然是新开的店铺，但其底蕴应该不低，毕竟主持人都是白杨阁拍卖行的少主子。这是不是说明白杨阁拍卖行的少主子打算单干了？就这事儿也让不少上流贵族议论纷纷。总之，兰安拍卖行的名头是打响了，光是出现了帝王绿和白玉膏，还有那神秘的酱料，都足够让大家对他下一次的拍卖会感兴趣了。这就是拓跋佑安想要的效果。当晚，他就给请的群演结算了工钱。拓跋辽 Sigma 小妹当真是什么都懂，还知道请演员。第040章不赔钱。那些人领了工钱，喜滋滋的离开了。拓跋佑安和蓝修文算了一下今天的收入，去除成本后，两人分成。这一算，蓝修文决定以后都和安安合作了，跟着安安有肉吃。这些银钱可是他在那边1年都难赚到的，这一天就赚到了，这是什么概念呀？蓝修文看拓跋佑安就像在看送财童女。拓跋佑安看着眼前的银票，满意了，总算是有了赚钱的店铺了。接下来就是要先带领云西国帝都的百姓们致富了。这要怎么做呢？自然是开始教他们开店了。兰安拍卖行已经做到了引流，接下来只要店铺都开起来，经济链不就活动起来了吗？拓跋佑安摸着下巴沉思，要开一些什么店呢？首先吃的店肯定得有，但现在吃的都差不多，他得先整一些食谱出来，但这些食谱要保证不流到别国去，别国的开店权得紧紧的攥在自己的手心，那他就得挑个好的人选。衣服店也得有，他可以利用前世的知识多设计一些，再就是药草店也不可少，药草店的话就得上山去挖草药，这一点倒是可以带动所有人一起。云西国的人最不怕的就是上山采药了，但他们很多人不懂哪些是药草，要给他们普及一下。如此看来还得慢慢来，先从吃的下手吧。等回去他找找看有没有靠谱的人，将那些菜肴都交给他，让他掌勺。这人必须得是云西国的人，还得忠于云西国，不会被别人的小恩小惠骗走。别从他这里学了东西，带别的国家去带动发展了，那他就得哭死了。至于百姓们，他可以再问爹爹要一座山，种植一些辣椒，算那些雇人来帮忙打理，再慢慢筛选人，授予他们种植的能力，带动经济发展。如此都不能急，只能一步步来。安安在想什么呢？蓝修文把银票分好，见他一脸沉思，伸手轻轻地捏了捏他的小脸蛋。安安可是在想下次拍卖什么东西。拓跋佑安点头，我们得找一些赏金猎人，让他们帮我们去寻一些稀罕物。现在我愁的是云西国帝都的发展。兰安拍卖行必定是给云西国引流了，但要怎么留住这群人，促使他们消费，是一个问题。蓝修文，安安脑袋瓜里竟然想了这么多东西，可恶，又开始羡慕云兄了，有个这么好的妹妹 QAQ， 他也想要。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只要吃得好，就留住了一大部分的人了。再者就是布匹、玉石、饰品这些好看的话，也能吸引不少人消费。
还有药草、胭脂这些。胭脂，对，胭脂也可以做起来。女性永远是最大的消费群体，留住了女孩子，还怕销售额上不去吗？拓跋佑安对蓝修文竖起大拇指，蓝哥哥好厉害，安安知道怎么做了。蓝修文，我好像没说什么，安安怎么就知道了？蓝修文一头雾水，拓跋佑安却是开心起来了。除了食物以外，胭脂也可以一起做起来，这样大大的稳住了人流量。胭脂的话，只能去找专业人士了。说干就干，翌日一早，拓跋佑安就从休息的酒楼溜走了。拓跋聊过来找他的时候，只能看到他留下的书信。哥哥，安安出去找会做胭脂的师傅了。嘻嘻，拓跋聊，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父皇母后知道，不然他就是九尾狐也不够他们杀的。拓跋佑安一个人溜到了大街上，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在吃，一边看各个摊位。虽然云溪国很穷，但作为帝都，还是有不少胭脂摊位的。毕竟女孩子都爱美嘛，哪怕是没啥钱，这化妆品也是能省钱买的。拓跋佑安走着走着，就见前方一个摊位围了不少人，难道是一家很不错的胭脂？拓跋佑安小腿跑出了小旋风，想挤进去看看。人还没进去呢，就听到里面传来嘲笑声：“哟，这不是将军府的狄小姐吗？怎么到外面来摆摊卖胭脂了呀？这是穷疯了吗？怎么，将军没有给你月例银子用吗？”这女生张扬嚣张，隐隐的还有些得意。拓跋佑安好不容易挤进去，就见听一道温柔的声线响起：“不卑不亢，云溪国可有规定官家子女不能摆摊贩卖东西？没有吧？既如此，我摆摊卖东西与你何干？”那声音温温柔柔的，却坚定得很。那嚣张的女子被他这话噎住，随即她蹲下身子，开始挑挑拣拣。好呀，那看在我们同窗的份上，我便买一盒胭脂，帮你捧捧场，如何？那女子随手拿了一盒胭脂，就这个吧。多少文？100文才一个铜板，500个铜板才半两银子，一般这胭脂都卖半两银子的。他问多少文，无非就是在羞辱他，毕竟这些成本都要200多个铜板呢，半两银子一盒。那端坐在摊位前的女子声音依旧温温柔柔的，也不恼怒，似乎什么都不能激起她生气似的。那嚣张的女子瞬间就大笑：“你一个闺阁千金会做什么胭脂？我给你钱都是给你脸了，你不要给脸不要脸。”那一直坐着的女子伸出手，手心朝上：“买不起就还给我，我这小本生意不讲价，你瞧不起我做的东西，大可去别的摊位看看，看看有没有低于半两银子的。副将家的女儿不该如此愚笨才是啊！抱歉，我忘了，你只是个庶女，你母亲似乎也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戏子。你……”那嚣张的女子显然被他激怒了，抬起手就要朝着他打过去。拓跋佑安拿起一盒胭脂试了一下，质地细腻，也不刺激皮肤，做得挺好的。这些我全要了。拓跋佑安的话让那嚣张女子高高举起的手顿住了，她一低头就看到一个小不点，粉嫩嫩圆嘟嘟的脸看起来十分可爱，透着一股子天真无邪。她立马开口嘲讽：“这是谁家小妮子啊？当真是没见过世面的，这种垃圾东西也全包了，莫不是个傻子吧？”吴青青，你别太过分了。那一直温温柔柔的女子多少也动了一些怒气，她还是个小奶娃，你不至于对人家说这么恶毒的话吧？那嚣张的女子微微抬起下巴，嗤笑了一声：“傻子就是傻子，这种垃圾也要。”说着，她将胭脂丢在地上，还用脚狠狠地踩了一脚。哼！吴青青冷哼一声，转身就要走。拓跋佑安，不赔钱！拓跋佑安娇声呵斥：“站住！你毁坏了别人的商品，不赔钱？地灵寺妖章，还是命重要？”吴青青高傲地扬起头：“你不是要全买下吗？你买单就好了呀。”拓跋佑安，好喽，你脑子有坑吗？我和你认识吗？凭什么你毁坏的商品要我买单？因为你是傻子啊，小傻子！吴青青嗤笑了一声，嘲笑他：“买他东西都是傻子，既然你是傻子，帮我买单也不过分吧？我爹可是从2品的副将。”吴青青一脸给我买单是你的荣幸的表情。拓跋佑安点头：“哦，从2品副将的女儿啊，那也得买单。我是不会帮你买单的，若你今日不买单，回头我就去告你。”吴青青，你敢告我？为何不敢？吴青青要给这个小萝卜气死了，他竟然敢告他！别人听到他自报家门都是吃暗亏的，可他竟敢告他。算了，一直没说话的摊主温声开口，就当那胭脂被狗叼走了。苏林寒，你什么意思啊？你骂我是狗？吴青青没想到，一向隐忍的苏林寒竟然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说错了吗？的确是说错了。吴青青正要得意呢，就听他继续开口：“狗都比你好，说你是狗，都侮辱狗了。”吴青青脸色铁青：“贱人，你找死！”吴青青说着就伸手朝着他打过去。苏林寒反应也很快，直接就和他过招了起来。
人群顿时分散开来。拓跋佑安小手捧着脸，坐在一旁的小矮凳上看着。没想到这温温柔柔的小姐姐也会打架啊！有武功真好。很快，苏林寒就将吴青青打倒在地。吴青青从地上爬起来，撂下狠话：“苏林寒，你牛气什么？等下次学院大比，我定把你打趴下。”丢下这句话，那人踉踉跄跄的跑走了。四周看戏的人群也散开了，却是纷纷津津乐道：“啧，这刚刚是将军之女和副将之女打架吧？果然将军之女更胜一筹呀！不过这将军家的嫡女怎地还出来摆摊了？你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啊，那将军还在边疆呢。将军家每年俸禄就那些，上次小公主生辰，更是花了不少钱给小公主买生辰礼物。这不，家里穷得叮当响了。这将军夫人啊，好像是得了病，没钱治病了。这大小姐没办法了，就只能出来寻些办法，弄一些银钱了。哎呦，也真是可怜见的。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云溪国穷呢？”拓跋佑安，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苏林寒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谢谢你，小妹妹。你刚刚是想帮我解围吧？你放心，我不会逼着你买下这些胭脂的。”拓跋佑安：“我没有啊，我是真心想买的。不过他现在也有了别的打算，但这胭脂还是要买下的。小姐姐，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有银钱的。”拓跋佑安从银袋子里拿出10两银子递给他：“我全要了，不够再加。”苏林寒今日才做了20盒，刚刚毁坏了1盒，只有19盒了。多了，9两加1个银锭子就够了。银锭子就是半两白银。无妨，小姐姐拿着吧。拓跋佑安接过他递过来的胭脂，将10两银子放下就跑了。苏林寒起身想追上去，但他人小，很快就钻入人群不见身影了。苏林寒拿着这10两银子正愣住了，片刻他叹了一口气，收起来，收了摊子去抓药。他娘亲前些日子因为外祖那边来要钱，没钱给外祖那边的人活生生的气得吐血了。医生说了，这气急攻心啊，得慢慢调养，慢慢调养就需要不少银钱，家里又没多少钱，他就只能尝试着出来卖东西了。苏林寒买了药草回到府中，交给婢女去熬药，他又自己动手做饭，给娘亲做一些清淡的饮食。他拿着药和餐盒去找娘亲的时候，娘亲正在写爹爹写信。看到他进来，放下手中的笔，苏林寒走过去，扶着他在桌子边坐下。将军夫人拿着他的手，叹气：“寒儿，你莫要再去摆摊了，明年你就到了要婚嫁的年纪了，你这样，娘怕影响你的声誉。”这些话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可是苏林寒不依。娘，你觉得是声誉重要，还是命重要？苏林寒端了一碗汤递给他，孩儿觉得是命重要。如果那人那么在意我出去摆摊挣钱这件事，那他也定不是真心爱我，那我嫁过去定也是不幸福的。如此倒也好，正好能筛选掉一些不是真心喜欢女儿的人。将军夫人说不过他这张巧嘴，只能叹气：“是娘拖累了你，娘给你爹说了，让他回来算了。好歹他在呢，还能护着你一点。”娘，不可。苏林寒轻轻摇头：“爹爹啊，一直就想做保家卫国的大英雄，他曾经说过，他的梦想就是保护咱云溪国。您叫他回来，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况且女儿也在爹爹跟前学了不少本事，吃不了亏的。孩儿自己可以的。将军夫人说不过他，这件事就只能先这样做罢了。”苏林寒看着娘亲喝下汤药，宽声安慰：“娘，你心事莫要太重，外祖那边说的话，您不必放在心上。我们呀，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将军夫人叹了一口气：“你说人咋就能变成这样呢？以往我们日子好的时候，也没少给他们送东西，如今不过是日子苦了点，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云溪国如今也不是只有我们日子苦，是家家都苦呀。孩儿，你会不会怪你爹爹用了那么多钱送给小公主礼物？”苏林寒摇头：“送给小公主的礼物本就应该贵重一些，花些钱是正常的。况且娘亲你去看了，不也说小公主长得极为漂亮好看吗？”“是呀，那孩子聪慧得很，而且呀，瞧着就令人欢喜。”将军夫人说起来内心一片柔软，还很懂礼节，娘亲看着呀就觉得喜欢。如此不就好了吗？苏林寒安慰他：“况且咱们陛下这么厉害，定能带领我们过得越来越好的。前些日子爹爹来信，娘亲还没来得及看吧，小公主又给爹爹他们拨款了。娘亲，小公主对爹爹他们这般好，你说他们怎么舍得舍弃边疆啊？若是女儿也能上战场，有如此的主子，女儿也愿意为了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孩儿长大了。”将军夫人被他这话说得动容。娘亲放心，孩儿心里自有分寸。外祖那边他们既不喜我们，我们不与他们来往了便是。第042章，我可以借给姐姐啊，何必要去听他们那些诛心的话呢？这不是自找膈应吗？苏林寒温声劝道：“娘亲只需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别的呀就不用担心了。”将军夫人拍着他的手背，
轻叹了一声：“娘明白了。”苏林寒安慰了母亲一番，便回去休息了，顺便准备一下明日去摆摊的东西。这胭脂啊，也需要不少时间制作。他这一宿是又无法睡觉了。拓跋佑安拿着胭脂回去后，随即找了10个人使用，问了一下他们的试用感觉，他们都觉得很好。又问了一下他们心里的理想价格，有人觉得1两银子可以接受，有人觉得10两银子都可以接受，也是根据个人的消费能力来的。不过这胭脂若是换个好看一点的盒子装着，的确是还可以炒炒价格的。拓跋佑安又去找人问了一下苏林寒的情况以及为人，之后决定了和苏林寒合作。既然决定了，自然就要找他洽谈合作的事情了。翌日，拓跋佑安又去了苏林寒的摊位，买下了他的所有胭脂，才开口：“苏姐姐，我有件事找你，可以单独聊聊吗？”苏林寒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其实从他刚开始摆摊开始，就有一些贵家子弟找人买下他的东西，然后借口单独找他聊聊，和他见面。所以当拓跋佑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难免谨慎了一些。小妹妹，可是有人让你来跟我说这番话的。因为拓跋佑安昨日帮了他，他对他的态度也就要温和不少。你告诉那人，我不想见他，下次也不要再叫你来买我的胭脂了，这样会耽误我做生意的。因为老是被他们承包的话，我的胭脂不会卖给真正需要的客人，这样日后他们不来了，我这胭脂也就卖不出去了。如果前期不积累客源的话，后期那就更难了。这一点苏林寒心里是很明白的，而且如果老是被他们来买完了，他们的爱慕者必定会吃醋，到时候他就更难了。拓跋佑安听他说完，大抵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小姐姐误会了，我后面没有别人了，是我自己想找苏姐姐聊，我们就在那边的客栈里吧。因为是想聊合作胭脂的事情，所以才需要找个雅间聊一下的。毕竟是商业上的事情，我也担心被别人听了我的计划不是。拓跋佑安软糯糯的笑着，露出他奶白色的小乳牙，瞧着可爱极了。苏林寒愣了一下，后面没人，那他身上哪里来的那么多银钱？难道是哪个官家女儿？这云西国官家的孩子挺多的，他也不敢说个个认识，所以他只犹豫了一下，就点头同意了。他想赚钱，他想让家里过上好日子，所以哪怕是有一点的机会，他也会把握。如果真的又是以前那样的事情，只是换了个骗术的话，那就当他识人不清吧。稍等，苏林寒收拾了一下自己摆摊的东西，便跟着他一起去了雅间。两人面对面坐着，拓跋佑安拿出了自己昨天晚上写的计划书递给他。这是我对于胭脂这一行的初步计划，你先看看。这是我大概的开店走向，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出技术，我出运营，也就是销售，我会想办法销货，你只要出技术就好了。然后我预计的分成是5-5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告诉我。胭脂方面，我也可以和你一起改进，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拓跋佑安说完，就耐心的等他看完，坐等他的回复。苏林寒看完他的计划，满脸惊叹，无法想象这样的计划是一个3岁大的孩子想出来的。可是他说的头头是道，又这么有逻辑。苏林寒沉默了片刻，问他为什么选我呢？这样的计划随便选一个人都可以不是吗？拓跋佑安忽然就笑了，我是可以随便选一个人，可是靠谱的人却很少，我相信你的人品才选择你的。你的父亲是大将军，对于云西国的忠诚我就不多做评价了，百姓们都看在眼里的。你也看到了我的计划，我是希望这些方子不外传的，做咱们云西国的特色，所以这个人首先得很爱咱们云西国。那么你是不二人选。苏林寒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相信他。说实话，他是有些动容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本钱。既然要合作，就要坦诚相待，他得实话实说。他现在身上的确没什么银钱，不足够来参与这次合作。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小手捧着脸，没关系啊，我可以借给姐姐啊，姐姐以后赚钱了再还给我就好了。其实拓跋佑安也想说不用他出钱，但他如果那么说，苏林寒肯定不会愿意跟他合作了。她是个有骨气的姑娘，她需要的是平等对待。苏林寒实在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他点头，好，我给你打欠条。拓跋佑安点了点头。苏林寒叫了小二取了笔墨来，当场就给拓跋佑安写了欠条，金额那里没写，先印了手印，交给了他。等最后看看需要多少钱，再加金额。这小妹妹既然相信他，那么他也选择相信他。拓跋佑安拿着欠条，冲他弯了弯眉眼，姐姐也不怕我乱填啊。这就手印都按了。既是合作，首先就得真诚、信任，对不对？我相信你，拓跋佑安。天使小姐姐，好，既然姐姐相信我，我就不会让姐姐失望的。那我们再来谈一下细节。既然要大量的生产，那么肯定需要一个作坊，作坊的许可证，拓跋佑安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谁让他爹是云武帝呢？然后就是选人了，
这些人必须能坚持长久的做下去，还有工钱怎么算，也应该好好算算。至于胭脂最重要的配方，自然是只有苏林涵知道的，这一项也交给苏林涵去做，他最近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两人商量好，已经到了下午了。拓跋佑安想拉他一起用膳，但他拒绝了，他要回去给娘亲做饭。拓跋佑安便让他先走了。苏林涵到家的时候还觉得有些飘飘然，他可以开店了，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动力，他似乎变得更加有自我价值了。这个消息他还没有告诉娘亲，他怕会失败，若娘亲知道了，到时失败了，娘亲怕是会比他还难过。等成功以后再告诉娘亲吧。这么想着，苏林涵越发努力，他从自己的梳妆盒里拿出一本书，这本书是他在学院里取得不错的成绩，从学院藏书阁里拿到的，是一本关于胭脂的书。他从小就喜欢玩这些东西，这些别人嫌弃的书籍却是他的宝贝。第43章开胭脂店。苏林涵学得很认真。另一边，拓跋佑安一回去就被拓跋辽提着后衣襟提起来了。你最近做什么去了？怎地每次哥哥来找你，你都不在？你做贼去了？拓跋辽要不是知道暗卫一直陪着他，是不会这么放心的。拓跋佑安冲他嘿嘿的笑着，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意。哥哥，我最近在学着开胭脂店呢。拓跋佑安捧起拓跋辽的脸，软乎乎的笑着，以后嫂嫂的胭脂安安全包了。拓跋佑安傲娇的微微挺起小胸膛。拓跋辽被他这话逗笑了，什么嫂子？你这都和谁学的？谁教你的？不过你想开的话，说一声就是了，哪里还需要你自己亲自动手？他这哥哥是摆设吗？嘿嘿，自己做的才有成就感吗？这样会让安安觉得自己很棒咧。拓跋佑安哼哼了2声。拓跋辽让他坐在他的手臂上，就你嘴贫。你都回来了，也该回去见见父皇和母后了吧？你可别忘了帮哥说好话啊，不然哥哥呀都没机会见到你未来的嫂嫂了。拓跋佑安，你现在知道怂了？你之前不是很胆大的吗？但是自己的哥哥自然要自己护着的。好嘞，哥哥放心，我会保护好你的。拓跋佑安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膛，但安安现在不回去了，安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好了再去。对了，哥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哥哥那么厉害的，一定可以答应安安一个小小的请求吧？拓跋辽，我怎么感觉没好事？你先说。嘿嘿，我想和乌墨哥哥见一面，哥哥可以帮帮我吗？拓跋辽挑眉，那双丹凤眼里都是戏谑。哦，你回来了都不先去见见父皇和母后，反而要先去见见乌墨，怎么？那小子比你家人还重要啊？拓跋辽都醋了，怎么一回来就要见他啊？那小子哪里好了？除了长得好看点。哥哥，拓跋佑安抱住他的脸蹭了蹭，好哥哥，你就帮帮安安吧，安安知道你最厉害了，你一定可以咻的一下把他带过来的，对不对？拓跋辽，既然你都这么夸哥哥了，那行吧。可恶，妹妹撒娇的话，他就完全没办法拒绝了呀。拓跋辽抱着他进去，但你今日得先陪哥哥用膳，想见他，明日再说。好嘞，我今日先陪哥哥用膳，不如我给哥哥做饭吧。拓跋辽，现在知道献殷勤了。酸归酸，妹妹做的饭那是没得说。拓跋辽点头应下。好。翌日，拓跋佑安一早起来梳洗了一番，就去找苏林涵了。两人去看了店铺，找了好几家，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又去找了院子做作坊，然后就是开始进材料了。跟着拓跋佑安一起进材料，苏林涵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只见小小的拓跋佑安站在老板面前，笑呵呵的开口：“老板，这个有点贵了啊，这样吧，你给我10文钱1两，我全包下怎么样？”哎呦，我的老天爷啊，小小姐，这可是进口的货呢，卖不了卖不了。是吗？那我再去别的店看看吧。刚刚那个店给我10文钱1两呢。那老板一听，见他真走，急眼了。行，就10文钱1两，卖给你了。这可是大客户啊，回头他得去打听打听，到底是谁坏了价格。不是说好了，一起来这云西国卖东西都卖一样的价格吗？怎么到了这边，他们还开始恶性竞争了？拓跋佑安最终以10文钱1两的价格拿下了。苏林涵，哦，还可以这样，他之前都没有还价过，因为这些商贩不是云西国的人，他都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还价的嘛。学到了，记笔记。接下来，拓跋佑安带着他走了所有别的地方来的商贩，全部都砍价成功。如果是云西国的商户，他就不砍价，因为云西国的商户给的价钱也很正常，不会像那些人一样宰他们。买好东西，全部运到了作坊那边，然后就是要应聘人才了，这个就交给苏林涵了，只有他才知道什么人是真的有技术的。做这一行的多少要点技术含量。现在作坊的工钱一般是5两银子1个月，拓跋佑安这边给的不低，给的是10两银子1个月。要知道，有些大户人家的丫鬟也不过才这个价钱。
这招聘公告一出来，顿时来了一群人应聘。苏林寒忙了半天，也总算是筛选出了10个人。先招10个人，还不知道这个作坊到底怎么样。拓跋佑安是打算多招一点的，也知道他谨慎的性格，便同意了他的。店铺的申请流程，拓跋佑安也在走了。店铺名字，两人最终决定叫倾城胭脂。拓跋佑安累了一天，才想起要见乌墨的事情，急急赶回去找拓跋辽哥哥。拓跋佑安推开门，声音有些急促，一抬头却见一抹身影坐在拓跋辽的桌子旁。闻声抬眸朝着他看过来。少年身上的苗国衣服已经换掉了，穿着云溪国的衣裳，一身贵气。对上他的眸子，他弯唇一笑，眸底淬满了星辰。安安，他喊。他的声音很好听，像上好的酒酿，惹人沉醉。拓跋佑安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小短腿跑出了幻影。乌墨哥哥，你来了。抱歉，让你久等了吧？安安刚刚忙完，忘了时间了。乌墨伸手接住扑过来的小奶团子，将他抱入怀里，闻着他身上的奶香味，那高高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了。无妨，等安安的话，多久我都愿意。安安下次要出去，可要带上我一起，我可担忧你了呢。拓跋佑安俏皮的笑了笑。乌墨哥哥呢？我跟你说哦，安安这次出去赚大发了。拓跋佑安迫不及待地同他分享这次出行得到的东西，他软嫩的童音里都是欢喜。乌墨认真地听他说着，时不时附和一句：“安安好棒！哇，帝王绿都让安安开出来了，安安好厉害！哇，我们安安这么聪明啊！”拓跋佑安听着他的夸奖，小下巴多傲娇的微微抬起。那，我还认识了一个小哥哥，他叫陈安哦。不过现在他没跟我一起回来了，他留在边疆了。陈安。第44章效仿假货。小哥哥，乌墨轻声询问：“那陈安多大岁数？”拓跋佑安想了一下，答：“好像是5岁捏，比乌墨哥哥还小呢。他要是见到乌墨哥哥，也要叫一声哥哥呢。乌墨现在可是8岁了，比他们都大。”乌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软声询问：“那安安觉得我好看，还是他好看？”拓跋佑安想也没想就回答：“自然是乌墨哥哥好看了。虽然陈安哥哥也很好看了，但是还是乌墨哥哥最好看了。安安最喜欢乌墨哥哥了。”听他这么说，乌墨眉宇间轻缓的舒开，似乎心情不错。对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乌墨哥哥呢。拓跋佑安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这块玉佩和给陈安的他们的差不多，却又有一点不同。这块玉佩上不但刻了乌墨2个字，还刻了一朵花，形状漂亮的，未曾见过的花。乌墨接过来，入手温凉，很是舒服。这是用帝王绿做的，不知道乌墨哥哥喜不喜欢。还有一个，拓跋佑安又掏出来一个剑穗，这个是挂在剑柄上的装饰品，这个是我买的，那个帝王绿是安安自己做的。乌墨伸手接过来，目光微深，谢谢安安，我很喜欢。拓跋佑安脸上的笑容扩张，如果乌墨哥哥喜欢的话，安安会超开心的。乌墨爱惜地将剑穗装到剑柄上，又将玉佩贴身戴好。这玉佩的绳子，拓跋佑安选的是红色的，红色吉利。乌墨将玉佩贴身戴好，还拍了一下。拓跋佑安见他这么喜欢，心里也开心。嘿嘿，乌墨哥哥，你最近怎么样呀？宫里有没有为难你？乌墨微微摇头，没有，他们对我都很好。那就好，不然我一定帮你打回去。别看安安小，力气大着呢。拓跋佑安举了举小拳头，小脸奶凶奶凶的，可爱极了。乌墨轻笑了一声，有安安，我可真幸福呀。那必须的。拓跋佑安傲娇的抬了抬下巴。叩叩，外面传来敲门声。你们聊完了没？都多晚了，男女授受不亲，懂不懂？乌墨，你是不是该回宫去了？拓跋辽在外面听得都酸死了。什么呀？什么叫做最喜欢乌墨哥哥了？合着他这个亲生的哥哥不是最喜欢的？拓跋辽那个酸呀！拓跋佑安，乌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今日已经很晚了，安安早些休息。顿了一下，他在拓跋佑安低声说道：“我明日偷偷出宫见你。”说完，他冲拓跋佑安眨了一下眼睛。拓跋佑安满心欢喜，用力的点了点头，那张奶软的小脸上都是笑意。好哦。乌墨跟着拓跋辽先离开了。拓跋佑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洗漱完就先睡了。乌墨被拓跋辽送回了宫殿中，拓跋辽冲他冷哼：“安安之前同我说过，我才是他最爱的哥哥，他刚刚只是哄你的，你别当真了。在我面前，你们都算不得是他的哥哥。”乌墨乖巧应道：“好。”见他这么乖巧懂事，拓跋辽也不好再说什么，冷哼一声，踏着轻功离开。乌墨等他走后，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那枚玉佩。他抚摸着，爱不释手。他的小安安呀，他要回什么样的礼物给他呢？那陈安又是何许人也？在边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他竟有些羡慕那个素未谋面敌人，竟能陪他那段他不在的时光。拓跋佑安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忙得飞起，
苏林涵每天都会拿样本过来，他们一起选拓跋佑安设计的盒子款式，又一起敲定了最终版本，然后就是开始大批量的制作了。这段时间里，拓跋佑安也让人散播了谣言出去。听说了吗？那青城胭脂快开张了。听说那里面的胭脂价格合适，最重要的是比别的胭脂都要好用。听说了，听说了。还有一种叫什么口红的东西，不仅外观好看，轻轻往嘴巴上一抹，嘴巴上就有了红妆了。哇，还有这等神奇的东西？对啊，还小巧，十分好携带，就这么拿着小铜镜就可以补妆了。我听说了，还有一种什么眼线笔，能让我们的眼神更有神呢。哇，竟还有这等神奇之物！天，什么时候开张呀？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我也是，我现在就想买了。我听说啊，那眼线笔极其难做，因此这次好像也只有那么一支，价格自然是贵的。谁要是能买上呀，那可不得了喽。这话说的不就是谁能买上，就显得谁厉害吗？帝都的女性啊，最爱的就是攀比了，特别是贵家子女，那更是爱攀比。一听这闲话，都想着去瞧一瞧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别人如此吹捧了。前期的宣传做到了，就等到开业当天的活动了。这活动，拓跋佑安也拟定了几个版本，最终和苏林涵一起敲定了。苏林涵此时完全无法把拓跋佑安当做一个3岁的孩子来看待了，他懂得甚至比他还多。什么眼线笔啊，全是拓跋佑安的主意，他是按照他的要求做出来的，没想到效果竟那么好。他这小脑袋瓜呀，是真的聪明。若说苏林涵之前觉得玄乎的话，那么现在他肯定他们店必定大火。而就在拓跋佑安这胭脂店弄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拍卖行那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蓝修文告诉他，安安，有人效仿了你的酱料，再出手。拓跋佑安，这都有人敢抄啊？牛！拓跋佑安问他，蓝哥哥可买了？派人买了，酱料根本没有你的那个味道，不过确实能让菜变得好吃一点，所以还销得挺不错的。他这销得好，难免就会让拓跋佑安这边卖得不好，毕竟有钱人少啊。那些没钱的用了这个觉得让自己的菜变得好吃一点了，虽然还没他那个美味，但也架不住便宜啊。蓝修文今天也带了过来，拓跋佑安尝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辣椒加了一点盐，然后找了和葱相似的东西放了进去，但显然他们不知道他放的是葱，所以虽然也有点味了，但和他的那个相差还是很多的。拓跋佑安倒是不担心，任何东西只要有正品就会有假货，我们没有办法让假货停止运作，但是我们可以保证自己的正品的权益，可以把正品做得更好，这是良性竞争，无妨。蓝修文笑了一下，但是他们找了人去了福田酒楼闹事，说你的酱料吃了有问题，他们拉肚子了，还险些出了人命。拓跋佑安，我敲你妈呢？是吗？那就别怪我绝了他的路。第045章，您可千万不要贪嘴啊！蓝修文就知道他一定会生气的，他抬起手揉了揉拓跋佑安的软发，我今日来找安安是商量一下怎么对付他们。拓跋佑安想了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自己的酱料是好的，其次既然他们想断我的路，我自然是要断了他们的路的。不就是便宜的酱料吗？就一点辣椒酱，我也会做，还比他们的好吃。到时候我们可以零散的卖这种酱料，既不会影响天字号客人的店铺，也能给我们带来销量。好，蓝修文点头，对付他们让我来做，安安只要研发新的酱料就好了，那些手段让他来，莫脏了安安的手。拓跋佑安点头，蓝修文陪他聊了一会儿，便先离开了。他去找人安排了。拓跋佑安则在想辣椒酱的事情，放点盐浸泡的辣椒，做出来的辣椒酱都会比他们那个好吃，毕竟他们那个只学到了皮毛，不懂里面的精髓。这些吃食量很重要，放多了不好吃，放少了就淡了。拓跋佑安将量算计得很好，便着手做了一瓶辣椒酱。腌制的辣椒需要多腌制几天。另一边，那小摊位上的人，辣椒酱刚摆上去就被人买空了，他卖的便宜，福田酒楼又出了那样的事情，他这边瞬间售空是很正常的。哎呀，今天可算是让我抢到了，我可得尝尝。有人买到了，立马打开来尝尝，一边就在一瞬间，那人忽然面色难看，手中的瓶子掉在了地上，双手掐着脖子，呜呜的喊着，吓得旁边的百姓纷纷变了脸色。怎么回事？他刚刚是吃了那酱料吧？我就说这酱料有问题，前些日子我买了，吃了就拉肚子，你们还偏不信。天哪，这可怎么办？快来人啊，有没有大夫啊？快来救人啊！人群中有大夫急匆匆的钻了进来，立马实施抢救，那人才苏醒过来。一醒来，他立马怒气冲冲的跑到小摊前面，吼道：退钱！你卖的是假货，你这和福田酒楼的根本没法比，还会吃出毛病来，赔钱，不然我就去官府告你。那小摊的摊主吓傻了，他也是拿钱帮人办事，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一脸懵。其余人反应过来，
纷纷拿着手里的辣酱找他赔钱。你这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我要退货，退钱！那小摊瞬间被人包住了，那摊位的小贩最终扛不住压力，全部退了给他们，也是担心闹大了不好交代。拿着退回来的酱料，他收拾了摊位，匆匆离开。他七拐八弯的来到一个小巷子里，走到最里面，敲了敲墙，那墙壁转开，他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房子，他走进去跪下，主子，这玩意儿不好卖啊。怎么会不好卖？那房间里传了声音出来，福田酒楼现在都不行了，这酱料味道也好，可是刚刚有人吃了出了问题。里面沉默了一会儿，声线微沉，蠢货，这定是有人动了手脚。我们之前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对付福田酒楼的，你怎么还反过来被他们玩了？那主子显然很气，那属下不敢吭声了。主子，是属下愚钝了，如今可如何是好？先不要出去摆摊了，过些日子再看看。这几天你多观察一下福田酒楼的情况。是。福田酒楼，之前来福田酒楼吃饭的人络绎不绝，可如今却寥寥无几。就在这时，有一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伸手慵懒地搭在前台桌子上，给本宫来一份凉拌海带丝。掌柜的抬起头来，连忙应道：是，客官请上座，马上就来。掌柜的邀请他们去了靠近窗户的座位，明显是想让外面的人瞧瞧，咱凉拌海带丝是没有问题的。苗竹英轻嗯了一声，懒懒散散地跟在他身后，在那窗边落座。旁边有人经过，忍不住提醒他：苗国太子，你有所不知，这家的凉拌海带丝上次吃出了人命啊，您可千万不要贪嘴啊，这玩意儿闻所未闻，还是不吃为好。苗竹英嗤笑了一声，微微后仰身子，完全不在意。哦，本宫的医术会怕区区小毒，上一盘有毒的凉拌海带丝，没毒的不要。苗竹英喊了一声：掌柜的！围观百姓，这人别是个傻子吧？之前苗竹英也让人来买了凉拌海带丝吃了，他自然知道这是没毒的，只是听闻最近别人都不吃了，这怎么行？都不吃了，只有他吃有什么意思？他就是喜欢别人都哄抢的东西，只被他抢到的那种感觉。所以苗竹英今儿个亲自来了一趟，来是毒的来了，顺便嘲笑那些不敢吃的胆小鬼。凉拌海带丝很快就上来了，苗竹英就坐在窗边慢嚼细咽，务必让那些人看清楚，他不但吃了还没事。一开始那些人也担心，结果见他一盘吃完没一点事，他甚至还点了一盘，并且吃完了，而且状态好的一批。这怎么可能？竟然真的没事？难道苗国太子有什么特殊的解毒丸？还是因为苗族太子天赋异禀？苗竹英就喜欢看他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愚蠢！苗竹英微微后仰身子，施舍般开口：这东西虽然不常见，但是可以吃的，没见过的东西不代表就不能吃。区区一个凉拌海带丝也配本宫用解毒丸？你们脑子不好，就多吃点补脑的东西，别到本宫面前胡言乱语，本宫瞧着都头疼。蠢货！丢下这两个字，苗竹英结了账，迈着老子最刁的步伐离开了。百姓们，谢谢！有被侮辱到，仿佛赌气一般，有不少人都进去点了。凭什么他敢吃，我就不敢？瞧他那什么话，太子了不起啊！他吃了都没事，我们吃了肯定也没事。一下子福田酒楼又热闹了起来。苗竹英得知这件事，只说了一句话：本宫喜欢吃的东西，自然是全天下的人都喜欢吃的，得意得很。过了几日，就有人开始售卖简单版的辣椒酱了，比不上福田酒楼的，却比之前的那种辣椒酱好太多。一瞬间就全部售空了，让拓跋佑安赚了一个满盆。蓝修文看着他引领的风向，唇角微微弯起。没错，苗竹英本该不清楚福田酒楼的事情的，是他故意买通了他身边的人说给他听的。他很清楚苗竹英这个人的性格，便利用了他的性格去破谣言。什么？你说他们又开始贩卖别的辣椒酱了？第046章青城胭脂铺开张。得知这个消息的幕后操作者气得不轻。那你们不会再用那样的办法去搞他们吗？之前白教你们了，那属下苦不堪言。可是我们搞他们也没用啊，他们已经发展了下线代理了，往别的国家输送了，我们拦不住啊。谁能知道短短的一天，他们都把货物卖到别的国家去了。他们断了这个国家的又有什么用？别的国家的还不是在买？幕后之人下划线给跪了。操，还要这种操作，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光想着和福田酒楼争一争，怎么就没想到卖到别的国家去呢？这下好了，被他们抢先了，他再去，别人吃过他们的也看不上他的了。他也不可能各个国家都找人污蔑他们的吧？这次他只能认栽了。那我们总共赚了多少钱？还能怎么办？只能暂且收手了。主子，
我们还亏了，以前找我们买过的人也来要我们退货了，还让我们赔偿，导致我们损失了损失费以及货物的制作费用。幕后之人，合着他闹腾了半天，一点好处没占到，还赔了钱。滚滚滚！他不想看到这群蠢驴手下了。是，那手下也不敢在他面前多待，匆匆离开了。那幕后之人揉了揉眉心，嘟囔道：“这要怎么给太子殿下交代啊？还是先回白月国吧。”唉，这云溪国他是不想再来了，太挫败了。拓跋佑安本来没打算卖这辣椒酱的，完全是被迫营业，然后被迫赚钱了。拓跋佑安解决了这件麻烦事，就开始着手胭脂铺的事情了。胭脂铺的开张也耽搁了几天了，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要开张了。那一天，许多贵家子女都来了，拓跋佑安和苏林涵都没有出面，两人在楼上看着。拓跋佑安不出面，是怕被去过宫宴的一些人发现他的身份；苏林涵则是因为怕一些嫉妒他的人故意使绊子，会使开张不顺。两人就待在楼上，看着楼下络绎不绝的人。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过错过呀！青城胭脂铺开张了，今天消费了10两银子，便可以参与抽奖一次。特等奖就是我们的眼线笔，1等奖是眉笔，2等奖是腮红，3等奖是口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安慰奖还有很多优惠券，下次来买便可以用哟。楼下那个吆喝的小女孩是拓跋佑安找的人，小家伙险些被卖去青楼，被拓跋佑安救了后，就想着服侍他。拓跋佑安见他是个机灵的，便将这些话术教给他。他学得很快，语速也刚好。拓跋佑安就让他先在我胭脂铺里做个员工，做得好了就升他做店长，每个月给银钱，让他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小女孩感激的不行，工作起来也是十分卖力。哎呦，小小姐，您这皮肤可真好呀，用我们这一款的口红更显气色呢，您要不要进来试试？试试是免费的，不要钱。小女孩的实力的确不错，吆喝了不少人进店，而且进店的大多数都买下了东西。如此能力，若放在现代，那定是顶级销售。抽奖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人，就连那一直和苏林涵不对盘的吴青青也来了，还参与了抽奖。第一次只抽到了优惠券，和她同行的女孩子抽到了3等奖，她面子上过不去，又买了不少东西，又再抽第2次了。拓跋佑安小手支着下巴，偏头看向苏林涵：“苏姐姐，她来店里买东西，你会不开心吗？”苏林涵毕竟和他关系那么不好。苏林涵摇头，他乐意给我送钱，为何不要？安安放心，我不会心里不舒服的，我巴不得他多买一些呢。那边吴青青又开了一个安慰奖，又进去买东西去了。苏林涵笑，毕竟像他这样冤大头不多了。拓跋佑安，这就是现代说的大冤种吧？越是抽不出来，越是上头。这些官家子女之间还有攀比心，为何你能抽出来，我不能？我比你差啊？那必须不能啊！我要继续抽。多亏了他们这样的心理，第一天货全部卖空了。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苏姐姐，多招几个人吧，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苏林涵也发现了，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可是安安，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力度大，才这么多人？若是明日之后人开始少了，怎么办呢？万一那样的话，连工人都会养不活。那安安便问苏姐姐，你觉得我们的胭脂贵吗？有点。那你觉得我们的胭脂比别人的好吗？比别人的好很多。那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用我们的胭脂，你知道我们的胭脂好，只是有点小贵，你会怎么做？我会攒钱买，这不就对了吗？拓跋佑安笑出一口奶白色的小乳牙，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品质，而且我不单单是想在这里开店呀，白月国那边的有钱人才多呢，还有别的国家。苏林涵倒吸一口凉气，能开个店他都觉得很不错了，可是没想到安安竟然还想在别的国家开店。安安的思想一直走在他的前面，让他都有些自愧不如。苏姐姐，我们不妨大胆一点，一起做这大陆最厉害的胭脂铺如何？你有信心吗？拓跋佑安歪着小脑袋，笑盈盈地看着他。自然是有的，如果是和安安一起的话。苏林涵忽然感觉胸口有一团烈火，他恨不得立马让全大陆的人知道他们的胭脂有多厉害。那我们一起努力吧，向着那个目标。好。阳光从窗户折射了进来，这一刻两人的眸子里都有光芒在闪动。当晚拓跋佑安就清算了一下利润，这次只做了30支口红，20支眉笔，10支眼线笔，30盒腮红。口红是15两一支，眉笔20两一支，眼线笔30两一支，腮红10两一盒，总共赚了1450两白银，除去成本还有1305两白银，再除去人工费那些乱七八糟的，每人还有差不多500两白银。500两白银啊，一天就能赚这么多，放在以前苏林涵想都不敢想。第047章大火。苏林涵捏着银票，久久没有回过神来。拓跋佑安就静静地看着他，等着他。苏林涵回过神来，有些抱歉地看向他，
我第一次靠自己一天挣到这么多银钱，有些缓不过神来。拓跋佑安笑着，没有任何看低他的意思，这很好不是吗？我相信苏姐姐以后会靠自己挣到更多的银钱的。苏林寒也笑了，我也相信，因为安安总是能给我看到奇迹和可能性。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嘿嘿嘿，主要是因为苏姐姐自己就很厉害啊，不然我也不会找上你的，对不对？苏林寒被他说的十分有信心了。对，苏姐姐今天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要继续努力了。因为突然售空了，明天胭脂铺不会开张了，但接受预定。拓跋佑安是想把胭脂铺做得高大上一点，毕竟卖的也比别的胭脂铺要贵。另一边，吴青青买了不少胭脂回去，一回去才发现钱袋子里也没多少银钱了。他今儿个也是买上头了，好在最后也抽了一个3等奖，不然他真的要气吐血。吴青青回到府中，先去了自家娘亲那边。她娘只是一个妾，但以前在那档子地方做过戏子，有几分姿色，但这些年也在副将军府中被蹉跎的显老态了。吴青青带着自己买的胭脂找过去的时候，她娘正在顾镜自怜。娘，吴青青走过去，将胭脂放在她的梳妆台上。青青，你回来了，你这是买了什么？吴青青拿出来给她看，这是口红，这是腮红，这是眼线笔，这是眉笔。柳姨娘，什么东西？闻所未闻。吴青青拿出这些东西，板正她的脸。娘，我帮您化妆，那店里的小二都教我怎么做了。柳姨娘有些懵，但既然是女儿想要闹，就让她闹吧。吴青青拿出眉笔那些，按照那人教的，开始帮她上妆。柳姨娘当年本就有几分姿色，通过这些东西一用，那眼睛又有了几分年轻时的神采，竟生生年轻了10岁不止。柳姨娘大呼惊奇，这是什么东西，竟如此神奇？吴青青见柳姨娘的模样，心下暗喜，这东西果然好，而且娘用了也没有什么不适。这是我在青城胭脂铺买的，今日开张的店铺都是限量的呢。那用了不少银钱吧？吴青青让她看铜镜里的自己，娘，你觉得这效果真的不值钱吗？柳姨娘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媚眼如丝，唇红齿白，这值钱，贵点也值得了。问了价格以后，柳姨娘意外的觉得自己竟然还真的能接受。娘，你想要吗？你想要的话，我去帮你订。他们店铺里的东西可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还需要预定呢。柳姨娘一听这话，顿时觉得高大上了。行，娘拿钱给你，你帮娘订一份。顿了一下，她开口，这事儿上面哪位可知道？上面哪位指的就是副将军的正妻了。吴青青摇头，好像没瞧见他的人去买。那你暂且也先不要让他知道了。今儿个你先早些回去歇歇，你爹也快回来了，娘去给他煲汤。吴青青明白娘的意思了，应了一声退下了。当晚，副将军就宿在了柳姨娘院中。以往副将军回来一次都会去正妻房中的。副将军夫人乃是从2品巡抚的嫡亲女儿庄曼芳，庄曼芳的父亲也是从2品，因此在副将军府中，他的地位自然是要不同的。下人对他也十分恭敬，副将军对他也很好，每次回来的时间里也都陪在他身边。可这次他竟然宿在了柳姨娘院中。庄曼芳询问一旁的贴身婢女，那柳姨娘使了什么法子？贴身婢女扶了扶身，开口说道，奴婢听说那柳姨娘是煲了汤去见了大人，也不知怎的，平日里对她不冷不热的大人忽然就答应跟着她去院中，便是一宿没出来。奴婢听那些下人说，柳姨娘似仿佛一瞬间年轻了10多岁，瞧着勾人的紧。庄曼芳脸色微沉，柳姨娘的状态她是再清楚不过的，绝对不可能比她现在状态好。那她为什么突然打听打听，那狐狸精到底用了什么东西？是。贴身婢女退下了，没多久便回来了。奴婢打听到了，昨儿个似是那树小姐去见了柳姨娘，给她带了点什么东西。奴婢几番打听下来，才知道那树小姐去一家新开的胭脂铺买了东西。那胭脂铺里的东西十分惊奇，现在街上还不少人在交谈这事儿，府中也有不少婢女在议论，好像有那什么眉笔、眼线笔、腮红、口红，传得神乎其神。奴婢一打听才知道，还是限量的哩，要买还得预定了。庄曼芳听婢女说完，沉思了一会儿，开口，你命人去预定一套，我倒要瞧瞧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能把他的魂儿都勾去了。是。婢女得令，拿了银钱，匆匆离开。这样的事情在不少府邸中出现，不少人都悄悄地去青城胭脂铺订货了。一早起来，订单都收到手软。用过的人自然知道好，这东西包装又精致，盒子又精美，自己用送人都很好。有些买过的人也来预定了想送人，一些没买过但像庄曼芳这样吃了亏的人也过来预定了。一时间，青城胭脂铺在上流社会也火了。苏林寒回去高兴的一整宿没睡，但他还是不敢告诉娘亲，怕第二天的业绩太差。结果到店里看到那高高堆起的订单，他陷入了沉思。苏林寒，难道我其实是个蠢的？
怎么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订单？拓跋佑安来看到订单没有一丝惊讶，他能猜到那些人买了胭脂必定会做点什么，他们做点什么，必然就会有人觉得是威胁，就也会打听到来跟着买。这样的局面是必然的。苏林寒这下是没有任何顾虑了，立马去招人了。他也很好招人，毕竟他们的工钱给的多。谁愿意当丫鬟啊？还不是因为没银钱。有好的工作的时候，谁还会愿意去当丫鬟呢？拓跋佑安将订单都接下了，按照下单的时间出单，越早下单的人就出得越早。苏林寒带领团队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做订单。随着一波波的订单出去，青城胭脂铺大受好评。蓝修文得知这个消息，笑道：可惜我不会做胭脂，不然就可以和安安一起赚钱了。第048章，好好切磋。蓝哥哥不用这么想，我们以后肯定还会有机会合作的。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安慰他，小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可爱的紧。蓝修文也跟着笑。蓝哥哥，其实我有一件事想跟蓝哥哥商量。蓝修文弯唇一笑，好巧，我也有事想跟安安说，不如我们一起说。好呀，其实我想将拍卖行开到别的国家去。两人异口同声，相视一笑，看来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拓跋佑安也跟着笑，我觉得白月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边有钱人多。蓝修文点头，我也正有此想法。白月国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们得带点好的东西过去。我已经派人去找比较稀有的东西了，还找到了不少，刚好可以放到白月国那边去拍卖。好，那就交给蓝哥哥了。安安现在不能去白月国，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蓝哥哥尽管放开了做，安安这边有钱。蓝修文，哎，他竟然还没有一个3岁的奶娃娃有钱 QAQ。蓝修文点头，好，那我就先去白月国探探路，安安有时间再过来，我们保持书信联系。好嘞。拓跋佑安点头，他也是时候该回一趟皇宫了，要去见见爹爹娘亲了。拓跋佑安和蓝修文分别后，就去找了苏林寒，说了一下他的情况，说他有事情要回家一趟，这里就只能先交给他了。苏林寒现在已经上手了，拓跋佑安不在，他一个人也完全可以搞定了。解决好这里的事情，拓跋佑安就打算回宫了，也要去看看自己的菜园子和水果园怎么样了。另一边，苗竹英也进了宫，他今日来就是为了草莓的事情。他听说这云溪国有草莓，便来了。送了几天的帖子，那云武帝总算是有时间见他了。他到的时候，白月国的太子竟也在，看那风尘仆仆的样子，似乎是今日才赶过来的。苗竹英瞥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看向云武帝，参见陛下。云武帝淡淡的嗯了一声，不知苗国太子过来是有何事？这不是听说你们云溪国有草莓吗？想来瞧瞧，吃点。云武帝单手支着头，语气慵懒，不巧，现在没了。苗竹英，你逗我玩呢？云武帝说笑了，怎么会没了呢？云武帝看向易晨燕，早前我们就给白月国写了合作的信，刚刚我们的合作已经谈成了，之后草莓会在白月国拍卖。苗竹英，那就是还没运走的意思，那就不妨碍我买了吧，不如现在就拍卖2个给我如何？苗竹英有些不讲理，但她自由自在惯了，就是这样的性格。易晨燕冷笑，苗国太子，你一个人怎么竞拍？没有这样拍卖的道理。无妨，我可以叫个属下过来，我们2个人一起竞拍，总可以了吧？易晨燕，他要被他这话气死，这人也太不讲理了吧。苗竹英看向云武帝，云武帝觉得如何？你们自己商量吧。云武帝手一摊，就是不掺和的意思了。易晨燕，这云武帝也太会做甩手掌柜了吧，这就不管了。易晨燕本就因为没拍到白玉糕心里郁结呢，这次也是特意接了运送草莓的这件事，想刷一波好感，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易晨燕态度也很强硬，抱歉，这个只会在白月国内拍卖，不会在云溪国开拍。你们2个人拍个鬼，还是你的属下，他不随便抬价格就完事了。白月国太子，做人啊不要太死板了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是不是？苗竹英眯了眯眼睛，你总不可能一辈子不生病不拿药吧？这是明晃晃的威胁了。殿中一时间气氛凝固，云武帝好整以暇的看戏，旁边的云溪国的官臣也都在看戏。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易晨燕，他就没碰到过这种无赖。易晨燕和苗竹英谁也不让谁，2人之间气氛如拉满弦的箭，似乎随时都会打出去。就在这时，稚嫩奶软的童声传来：“爹爹，你看看是谁回来了。”随着那声音落下，一阵铃铛摇晃撞击的声音传来，众人一愣，纷纷转头望去，就见一抹轻快的小身影踏着光芒跑了进来。小女孩扎着2个小揪揪，小揪揪上面绑着铃铛，随着她的跑动，叮铃作响。她长得十分可爱，圆嘟嘟的小脸蛋，大大的眼睛灵动有神，透着一丝丝狡黠，小短腿跑的都要出现残影了，唇角微微扬起，
朝着那上座的云武帝扑过去。云武帝在小女孩出现的一瞬间就起身了，几步下了阶梯，蹲下身子，张开手，等着她扑过来。旁边的百官齐齐下跪，高呼：“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随着这一声声高呼，拓跋佑安也成功的扑到了爹爹怀里，抱着他的脸贴了贴。爹爹，安安好想你啊！云武帝听着他这软糯的童声，那满腔的担忧总算是散去，抱着他奶乎乎的小身体，满心柔软。朕的小宝贝啊，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可知朕和你母后有多担心你？拓跋佑安赖在他怀里撒娇，安安可是爹爹的安安叶，安安很强的，安安不会有事的。说着，拓跋佑安扭头对他们开口：“你们都起来吧。”百官得令起身，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就往外走。来人，将演武场清理干净，让两位皇子过去，好好切磋。云武帝说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这意思很明白了，朕要带小公主玩了，你俩也别处在这里了，干脆去打一场吧。一晨宴，苗竹英，我们站在这里影响你陪娃了。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去凤仪宫，一路上拓跋佑安眉飞色舞地讲自己的事情，还偷偷地从钱袋子里拿出一把银票给云武帝，非常大气地说：“爹爹，安安可以养你和娘亲了。”云武帝，他怎么有一种被女儿包养的感觉？云武帝没好气地捏了捏他的鼻子：“你辛苦赚的银钱自己留着用，爹爹还没老呢，用得着你的银钱？为什么要爹爹老了，安安才能拿钱给爹爹用呢？爹爹现在没老，安安拿钱给爹爹，爹爹可以做很多事情啊。爹爹如果真的老了才接受，到时候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拓跋佑安天真无邪的话让云武帝瞬间噎住，好像是这么个理，但是他怎么可能用宝贝女儿的钱？听话，你留着日后做嫁妆。这银钱呀，不怕多就怕少，你身上钱多一些，日后也有底气一些。安安不用呀，爹爹和娘亲的爱就是安安最大的底气啊。第049章，你是第一个，那必须的，谁敢欺负安安，爹爹就带兵打过去，揍他丫的！拓跋佑安搂着云武帝的脖子咯咯笑，哇，安安也太幸福了吧！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两人到了凤仪宫门口的时候，就见皇后娘娘已经在等着了。看到拓跋佑安，他瞬间就红了眼眶。云武帝将安安递给他，他抱着拓跋佑安，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安安，你下次可莫要在这般了，可真是吓死娘亲了。你若有个好歹，娘也不活了。拓跋佑安连忙安慰他：“娘亲不哭，安安没事的，哥哥有很好的保护安安。安安不但没有受伤，还玩得特别开心呢。”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帮他轻轻地擦掉眼泪：“娘亲别哭了，娘亲哭的安安的心都要碎了。你这小嘴啊，倒还是一如既往的抹了蜜。”皇后娘娘破涕为笑，抱着他往里面走，云武帝就跟在身后。你呀，也是瞎操心，朕的安安是不会有事的，有事朕就扒了拓跋辽的皮。正在忙碌的拓跋辽毫无征兆地打了一个喷嚏，是安安又在想我了吧？属下提醒他，小公主说今日回宫。拓跋辽，要不我还是跑吧。拓跋佑安将自己的事情又告诉了娘亲一遍，当着他的面再次塞钱给云武帝，云武帝不要。皇后娘娘也跟着劝道：“陛下，你就拿着吧，这也是安安的一片心意。”皇后娘娘也希望安安能多留点钱在她自己身上，但她心里也明白，只有云西国越好，才能更好的保护安安。云西国越强大，安安才能越安全。一个强大的母家会成为安安日后坚强的后盾。况且咱们云西国现在的情况，您心里也清楚，只有咱们云西国强大了，安安日后才能过得安稳，不是？皇后娘娘柔声劝慰，安安也是云西国的一份子，如此做法也是应当的。云武帝听他这温温柔柔的话，也沉思了起来。现在国库的确比他脸还干净，为了保证边疆不断粮，他还找福旺钱庄借了不少银钱。云武帝沉思了起来，拓跋佑安就知道机会来了。爹爹，你就收下吧，安安想帮帮你，不可以吗？难道是因为爹爹嫌弃安安的小钱吗？云武帝，这还小钱啊？爹爹如果不拿着，安安会伤心的吃不下饭的。拓跋佑安知道爹爹是自尊心作祟，觉得不能拿女儿的东西，那太丢脸了。但是现在国家的情况，不能管丢不丢脸这事儿了。爹爹明白了，那爹爹暂且拿着安安的用着，等云西国日后富庶了，爹爹再还给安安。好，拓跋佑安暂且应下，没有要他还的意思。拓跋佑安直接拿了5000两黄金给云武帝，这些钱足够他支撑一段时间了。拓跋佑安见他收起银票，这才拿出早就做好的对戒，这对戒是安安用帝王绿做的，是安安自己做的哦，送给爹爹和娘亲，祝你们甜甜蜜蜜，永远开心，更爱安安，嘻嘻。拓跋佑安拿起他们的手，帮他们戴上。云武帝愣了一下，偏头看向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也有些发愣，她没想到安安会送给她这样特别的礼物，还是帝王绿的。皇后娘娘是想拒绝，想留给安安以后做嫁妆，
安安却直接开口，不让他说出那些话来。娘亲，安安开了好大一块帝王绿呢，给你们做了以后还有好多。安安给自己也做了一个玉佩。拓跋佑安从衣领里扯出来一块玉佩，他的玉佩和给乌墨的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乌墨的上面刻着的是花，他的刻着的却是龙。皇后娘娘这才没拒绝了。云武帝摸了摸戒指，满脸温柔，谢谢安安，爹爹很喜欢。拓跋佑安亲了亲他的脸，又亲了亲皇后娘娘的脸，爹爹和娘亲喜欢的话，安安就超开心的。我们一家人要一直在一起啊。云武帝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爹爹答应你，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皇后娘娘也有些动容，这皇宫里谁敢说一直在一起这样的话？后宫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就被打入冷宫了也不知。但眼下他心里却是感动的。拓跋佑安陪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借口离开了。他去菜园子和水果园里面看了看，他的水果都长得很好，他摘了一些，打算一会儿去见乌墨哥哥。那次之后，只要晚上能出来，乌墨哥哥晚上都会去陪他一会儿。他今日进宫的事情也没告诉乌墨哥哥，一会儿给他一个惊喜。拓跋佑安将草莓洗干净，提着篮子就往皇宫书院那边走。他走过前方的拱门，一抬头就见不远处围着一群人，他还听到里面传来声音：“哟，这不是本宫的九皇帝吗？怎就到这里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原来还没死啊！你现在是投降加入云溪国了？你这样的废物，云溪国的人也要？云溪国当真是不如往前了，什么废物都收了。”拓跋佑安走过去，拨开人群走进去，就见乌墨站在那里，苗竹英正一脸嘲讽地看着他。我要是你啊，与其这样苟活着，不如死了算了。拓跋佑安小脸微沉。乌墨身边有个小少年忍不下去了，直接开口：“你算什么东西？轮到你到我们云溪国来指手画脚？我是苗国的太子。”苗竹英微微扬起下巴，语气鄙夷：“云溪国现在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没点数？还当自己是什么大国呢？穷成什么样了？一群废物！”拓跋佑安。拓跋佑安冷笑了一声，小小的童音在这突然安静的环境下特别的起眼。苗竹英朝着拓跋佑安这边看过来，四周的人纷纷行礼，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都起来吧。拓跋佑安说了一声，走过去挡在乌墨前面，冷声开口：“苗国太子好大的口气啊！安安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在别的国家那么拽的，你是第一个。我记得你上次在福田酒楼说了，要他们给你上有毒的菜，没毒的你不要。看来你对毒很了解吗？”那是。苗竹英瞧着这小公主护着乌墨的劲，就觉得好笑。怎么，你难不成想同本宫比毒？不自量力！安安，乌墨拉住他，将他拉到身后，站在他身前。我本不想搭理你，但你别太过分了。苗竹英，哟，这就是你对待皇兄的态度？苗竹英嗤笑了一声，看向拓跋佑安：“小家伙，你别躲在后面。”拓跋佑安，谁躲了？比就比，我会怕你？拓跋佑安握了握乌墨的手，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第050章药草园。乌墨还是有些不放心，但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说什么话去打击安安，他默默地陪在他身边，有什么事他都会担着。行，你这么小，我也不欺负你，就从最简单的比，你们云溪国有药草园吧？就比识别药草，怎么样？苗竹英一脸恩赐的表情，他真的没有欺负小孩，他多善良呀。拓跋佑安，药草园嘛，有是有的。拓跋佑安微微扬起下巴，不就是识别药草吗？他天生和植物亲近，所有的药草只要触摸到，便可以识别它的属性和作用以及功效。和他比识别药草，那就是送分题。一行人到了药草园，云溪国的药草园只有2个药童在打理，那药草园甚至还没有拓跋佑安的菜园子大，才2亩地，里面的药草也不多，有些还烟哒哒的，瞧着好像随时要跟这个美丽的世界说拜拜。苗竹英环视了一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连醉龙草都没有，云溪国果然是穷酸国。拓跋佑安，苗竹英嗤笑：“我们苗国醉龙草一大片，这药草园也要比你们的大10倍。”最后一个则字不屑意味明显。拓跋佑安，你是过来与我比赛识别药草的，还是过来攀比的？拓跋佑安歪着小脑袋看向他，怎么没有醉龙草，别的你就不识的了？苗竹英，他眯了眯眼睛，冷笑了一声，呵，本宫就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他大步往药草园里面走进去，随手捏起一株药草，这乃是凝血草，能够止血。拓跋佑安走过去摸了一下，他说的不错。他摸了一下旁边的药草，开口：“凝神草有安神的作用。”苗竹英诧异挑眉，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还真有几分本事，竟然还真的能认出药草来。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两人都打了个平手，直到苗竹英抚摸一株药草，开口：“这乃是白兰果，制作白玉膏的重要药材之一，倒没想到你们云溪国会有。”拓跋佑安伸手摸到药草，那药草稚嫩的声音传到了拓跋佑安脑中：“他才是白兰果呢，
他全家都是白兰果，人家是高贵的古灵果，那白兰果不过是和我长得有点像而已，和我完全没法比好吗？吃了人家的话，能够马上年轻10岁，是由内而外的。那是那种小小的白兰果能够比拟的吗？人家的根茎是有淡淡的红色的，他眼瞎了吗？啊呸，晦气！拓跋佑安被这小药草的吐槽逗笑了，他冲苗竹英开口：错了，这不是白兰果，是古灵果。拓跋佑安摸了摸古灵果，安抚了他：好舒服呀，你身上的气味好好闻，我好喜欢你。古灵果往他手心里钻了钻，没有被人发现。苗竹英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没见识，这是白兰果，根长果大叶子小，是它的特点。还古灵果呢，我看你是白日做梦。古灵果是什么稀少的药草啊？他以为他云溪国能有。拓跋佑安也笑了，没见识，白兰果同古灵果长得很像，但却有一处是不同的，古灵果的根茎泛着淡淡的红色。拓跋佑安将它的小叶子挪开了一点点，露出那淡淡的红色根茎。苗竹英脸色一变，微微凑近一些看了一下，脸色愈加黑沉，竟真的是古灵果。他神色有些激动，伸手就要去拔。拓跋佑安打开他的手，干什么呢？这是明抢呢。拓跋佑安这话一出，那些围观的贵家子弟一瞬间冲了上来，将拓跋佑安和古灵果护住。虽然不知道古灵果是什么玩意儿，但见这人的表情就知道一定不是凡物。卖给本宫，本宫可以从此不再找乌墨的麻烦。拓跋佑安夸张地用手捂住嘴巴，惊呼出口：哇，不是吧，你们苗国不是号称药草最全的国家吗？连古灵果都没有吗？这也配叫药草最全的国家吗？拓跋佑安将他一开始的讽刺还给他。苗竹英面色晦涩，眸中已经有了杀意，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侮辱他。乌墨默默地将拓跋佑安拉到身后护住。苗竹英，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这是云溪国的东西，不会卖给你。这东西好，自然是要留在云溪国给安安用的。哟，乌墨，你现在已经是云溪国的狗了，现在都会朝着云溪国摇尾巴乞讨了。我们苗国的九皇子殿下可真是下贱啊！拓跋佑安沉了脸色，乌墨满脸无所谓，他不管苗竹英说他什么，只要不伤害安安，他都无所谓。既你们不想卖，那这玩意儿我就勉强收下了。他说着伸手就去拿，是要抢的意思了。一些贵家子弟去保护古灵果，都被他打飞了去。那古灵果吓得不轻，我操，丑比不要靠近我啊！连我的身份都认不出来，现在还想抢我，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拓跋佑安摸了摸他的小果子，用很轻的声音安慰他：莫怕。古灵果往他掌心里面躲。救命，那个人好可怕！拓跋佑安有注意到，已经有人去偷偷给爹爹送信了，那爹爹很快就会过来。他只要在这段时间里保护好古灵果就好了。趁着他们打架的功夫，拓跋佑安微微闭上眼睛，凝神感受着风动，哪怕没有触碰，一些植物的对话声也传入了他的耳中。咋的，打起来了咧？好像是为了抢古灵果。它的确是我们里面长得最好的了。我也想被人抢。你个有毒的草就算了吧。拓跋佑安传音入耳给那株毒草，你慢慢靠近苗竹英，给他下毒。谁？是我啊。哇，原来是你啊，小姐姐。那我帮了你以后，你可以赏我一些水喝吗？天杀的，那些药童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的知识，竟然以为他是不要喝水的，1个星期才给他浇一次，他都要渴死了。可以。得到拓跋佑安的回答，他在土壤里缓慢的移动，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移到了苗竹英的身边，伸出自己带着刺的叶子，往他腿上就是那么一划。苗竹英感觉到脚踝有点疼，但他没在意，伸手抓住一个扑过来的少年，丢到一边。不知苗国太子在朕的药草园这般是何意？第051章，爹爹的小乖乖。一道冷沉肃杀的声音传来，下一瞬，云武帝就到了苗竹英面前，抓住了他的手腕，轻轻一转，他的手松开，那被他抓住的小少年被云武帝提起，放到身后。呵，云武帝瞧着旁边倒了一地的贵家子弟，他们一个个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他目光落在拓跋佑安身上，见他无碍，微微松了一口气。拓跋佑安一和他对上目光，那大眼睛里就盛满了委屈。爹爹，他软糯糯地喊了一声，那声音带着哭腔。云武帝心中一酸，连忙伸手将他抱起来。哎呦，爹爹的小乖乖，怎么了？委屈了？拓跋佑安将小脑袋埋在云武帝脖颈处，软软撒娇。他刚刚威胁我，他说我不把这古灵果给他，他就杀了我。我好怕呀，爹爹，这人想要我的命 ，QAQ。拓跋佑安小奶音委屈巴巴的，我死了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爹爹和娘亲了啊？拓跋佑安无声的落泪。云武帝感觉到脖颈处的湿润，一颗心都要碎了。他都舍不得对安安大声说话，这人竟还想要了他安安的命，好大的胆子！云武帝脸色微沉，不知苗国太子是何意思。苗竹英，他的确是想杀了拓跋佑安，但他没说出来吧？
苗竹阴沉了脸色，今儿个这古灵果本宫必须带走。这古灵果在你们云溪国就是暴殄天物。云武帝也不跟他废话，伸手一挥，一群暗卫刷刷刷的落了下来，将他团团围住。既然苗国太子不想回去了，那便留下吧。朕的安安不是任人捏扁搓圆的软柿子，想杀他的安安就要付出代价。苗竹英是只身前往云溪国宫殿的，这会儿面对这么多暗卫，哪怕他会功夫，在几个回合下也落了下风。他想用毒，可他忽然感觉眼前一阵模糊，他心下一惊，糟糕，他怎么会中毒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苗竹英对毒是很了解的，他现在的症状就是中毒了，可是不等他拿出解毒丸，他就失去了意识，轰然倒地。那群暗卫迅速将他抓起来捆住。云武帝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安安莫怕，有爹爹在，爹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谁也不能取走他家安安的性命。拓跋佑安抬眸看着云武帝，那双湿漉漉的眸子里满是崇拜，爹爹好厉害。云武帝抱着他大笑出声，为了安安，爹爹会变得更强，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他的宝贝女儿。暗卫将苗竹英带了下去，云武帝对一旁倒了一地的贵家子弟开口，你们护小公主有功，统统有赏。云公公，每人赏赐白银1000两。旁边的云公公立马上前，是。等下的赏赐由云公公送去各家。那些人脸上都带有喜色，能保护小公主是我们的荣幸，能保护小公主，能被陛下赏赐是无上的荣耀。云武帝轻嗯了一声，是赞同的意思。没错，保护他的女儿是他们的荣幸。云武帝抱着拓跋佑安就走，拓跋佑安趴在他肩膀上，朝乌墨挥了挥手，指了指一旁的篮子，无声说道：乌墨哥哥，我们晚上见。乌墨微微点了点头。等他走了，他才提着篮子离开。两个药童连忙将那些贵家子弟扶起来，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乌墨走着，一个人追在他身后喊：乌兄，你不用在意那个什么太子说的话，在我们眼里，你从来都不是附属品，你是我们的朋友。乌墨脚步微顿，转身冲他笑：谢谢。那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冲他挥挥手：那我先回去了。乌墨点头，提着篮子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打开看，里面有很多水果，都洗过了的。他拿起一颗草莓放在嘴里，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感觉在嘴里爆开。乌墨脸眸，他觉得很无力，这样的情况他却不能帮安安什么，他还太弱了。虽然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成长了不少，可他还是太弱了。苗竹英的实力在他之上，他只要稍微释放一点威压，他就无法动弹，这样他是无法保护好安安的。他要变强，要快点变强。他目光落在桌子上，那桌子上放着一个木盒，这盒子是突然出现在他房间里的。他之前打开看过，里面有一个地址，上面写着想变强就去这个地址。他以前是不信的，可现在哪怕是假的，他也想搏一搏。乌墨将木盒子收了起来，今晚他便过去瞧瞧，到底是谁给他送了这个。拓跋佑安安抚了云武帝好久，才成功的从云武帝那边离开。他没有马上去找乌墨，而是去了药草园，给那带毒的药草浇水。那药童看到了，连忙开口：小公主，万万使不得，这药草是不用常浇水的。毒草一听，气得恨不得给他腿上来一下。你别听他放屁，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1星期才给我浇一次水，我都差点渴死了。拓跋佑安摸了摸他，转头对药童开口：这药草名为幽香绮罗，别看它的名字好听，它是有名的毒草，至于它的种植方式是需要每天浇水的，只要不过多的浇灌便可。药童懵了，这不是绮罗吗？绮罗就不用天天浇水，只需要1周浇水1次即可。幽香绮罗，你瞎了吗？让他好好看看我的叶子。拓跋佑安指了指他的叶子，绮罗的叶子是大的锯齿口，它的很小。绮罗是没有多大毒性的，可是它的毒性很强。这两种药草是很像，但是效果却天差地别。只要被幽香绮罗的叶子割到，不烧片刻便会昏迷，而绮罗却是不会。药童，原来如此，小公主懂得可真多。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以后要记得天天给她浇水哟，这孩子都很渴了呢。几岁大的孩子是常常会异想天开。那药童也没多想，点头应下。是。拓跋佑安帮他浇了水，就打算离开了。毕竟之前答应了幽香绮罗的，自然是要做到的。那古灵国喊他：安，我不想待在这里了，这里影响我生长，你把我带在你身边吧。你身上的气息好好闻，我待在你身边舒服一点。拓跋佑安扭头朝着古灵果看过去，他摇晃着叶子，像在朝他挥手。拓跋佑安沉吟了一会儿，传音入耳：等明日吧，明日我问爹爹讨要了你，再带你走。这皇宫里的东西都是爹爹的，他得先问问爹爹。虽然他知道爹爹会给他的，还是要问一下，这是起码的尊重。好，古灵果应下。拓跋佑安离开药草园后，就回去将自己上次在白杨阁拍卖行拿的水果种子全部种下了。
他给他们浇了水，没多久就都发芽了。这是拓跋佑安特别的能力，能够让这些植物快速生长。晚上，拓跋佑安就在自己房间里等着乌墨过来。听到脚步声，他面上一喜，立马走过去打开门，果然见到乌墨踏着月色过来了。乌墨哥哥，第052章，怎地如今这般热情？乌墨快步朝着他走过去，将扑过来的拓跋佑安抱入怀中。拓跋佑安搂着他的脖颈，贴了贴脸。乌墨哥哥，那个什么鬼太子的话，你不要听，不要信。在安安心里，你就是安安的乌墨哥哥，不是什么别的。乌墨知道他是担心他会难过，他伸手揉了揉他的软发，轻声开口：我没有在意。在宫中的时候，我和他的关系就没有很好，所以他怎么讽刺我，我都不会在意的。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在心里。这是他在苗国的生存技能，如果别人说什么，他都放在心里，他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要被他们气死了。也多亏了遇见了安安，他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只要安安觉得他好就好了，毕竟在苗国没有人希望他好，也没有想跟他交朋友。不行的，还是要骂回去的。拓跋佑安气鼓鼓的鼓起腮帮子，咱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云溪国，他们要是敢骂你，你就骂回去，天塌下来还有安安给你顶着呢。拓跋佑安不允许乌墨哥哥这么好看的人受委屈，还是在他的地盘上。乌墨轻笑，好，下次他们再骂，我就骂回去，这才乖嘛。拓跋佑安满意的点了点头。乌墨抱着他进了房间里，从怀里拿出一本书。今日我们便学西岳大陆药草百全吧。我见安安对药草似乎很有兴趣。拓跋佑安，为什么我都转世了，还是逃脱不了学习的命运？拓跋佑安烟哒哒的趴在他的肩膀上，委屈巴巴。乌墨哥哥，你没有信？乌墨好笑的将他放下，扶着他坐好。我有，还是热乎的。乌墨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心脏处，还在跳动呢。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下方是强劲有力的心跳上，他撅了撅嘴，那我今天不学习不行。人家明明都还没有到去书院的年纪，可是学了这个对安安有好处，对不对？乌墨也趴在桌子上，那双瞳仁里倒映着他可爱的模样，他弯唇一笑，好不好？拓跋佑安，美言暴击啊！拓跋佑安立马坐好，那安安就勉强学一点吧。好，乌墨知道他也不排斥学，就是故意做这么一下子，就配合他闹闹，毕竟他每次都学得很认真。另一边，云武帝来到了关押苗竹英的地牢，地牢里幽暗潮湿，还泛着腐烂的臭味。云公公拿着一把干净的凳子放下，云武帝坐下，就有侍卫将苗竹英拉了出来，挂在十字架上。苗竹英这会儿清醒了一点，那幽香起落的毒脂会让他昏迷1刻钟，到时间便醒来了。他看着云武帝，面色阴沉。云武帝，你可想清楚了？你要把本宫关起来。本宫可是苗国的太子，和乌墨那个废物九皇子不一样。苗国若是知道你敢将本宫关在地牢，定会带兵打过来。苗竹英就没见过云武帝这样的人，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身后还有庞大的药草库，还敢这么对他？怎么，你云武帝不怕有生病向他求药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一定要好好践踏云武帝，让他跪下来从他胯下爬过去。可恶！云武帝眼皮微掀，慢条斯理的从旁边拿起茶壶，轻轻的吹了一下，喝了一口。用刑。苗竹英瞳仁微缩，他咬牙道：云武帝可有听到本宫说的？你当真不怕苗国打过来？云武帝嗤笑了一声，小小苗国，真当自己是回事了。朕就这么说吧，一会儿你若是被刑罚的没力气了，朕会安排人替你写谢书回去，让你苗国的皇帝看看你在云溪国受的苦，你大可看看他到底敢不敢跟朕打。朕养的精兵也不是吃素的，云武帝会怕？呵，他现在的江山一大半是他自己给打下来的，他怕过谁？他当年带领1000精兵就拿下一个小国，那小国的人数是他们的3倍，他又有何惧？那小国还不是给他拿下了？怕？他云武帝字典里就没这个字。苗竹英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想过云武帝敢做得这么绝，哪怕他没力气了，还要帮他写血书回去。他是有多大的信心才敢做这样的事情啊？苗竹英目光阴森森地看着他，你当真就不怕得罪本宫？回应他的是云武帝冷酷无情的2个字：用刑。他不怕得罪任何人，任何想要他安安命的人，他都不会放过。那些侍卫拿起一旁的鞭子，面无表情地朝他身上抽过去。一开始苗竹英还隐忍着不出声，最后也忍不住痛呼。云武帝目光冷淡地看着他，他是高高在上的陛下，真以为他那么好心吗？他的温柔只属于他的宝贝安安，而他的宝贝安安今日被这个混账吓哭了，这个混账还说要取他安安的性命。呵，云武帝就这么看着他受酷刑，脸上没有一丝波动，直到他奄奄一息了，便吩咐传太医
给苗国太子治治，莫得让那苗国说朕不尽地主之意。云武帝起身，迈步离开。苗竹英浑身没一处是好的，汗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看着云武帝离开的背影，暗暗生恨。他是想杀拓跋佑安，但他不是还没死吗？至于对他用这么大的酷刑吗？云西国这个仇他记下了。云武帝走了出去，诞生吩咐，这些日子加强对安安的保护，皇宫内也安排一些暗卫，暗中保护他的安危。因为在皇宫里他就没安排人保护了，毕竟皇宫里的人谁敢对安安抱有恶意？可他却忽略了这些别国来的人，这次倒也给他提了个醒，要更加细致一些。是。云公公应了一声，下去安排了。贵妃请功。嘉儿呢？熹贵妃躺在软榻上，看着自己涂着扣丹的手指，问一旁的宫女。宫女轻声答：十殿下已经睡下了，娘娘可是想殿下了？她今日去了何处？回禀娘娘，十殿下今日出去放了风筝，捕了蝴蝶。熹贵妃皱眉，她就没做别的事情了？比如带点东西去找小公主，看望看望小公主。宫女答：十殿下应是不知道小公主回了，她也是刚刚听八卦才知道的呢。皇宫这么大，十殿下玩的地方也离小公主出现的地方远呀。熹贵妃，你们会不会做事？嘉儿那么喜欢小公主，你们怎么不告诉她，让她去见见小公主？今晚算了，小公主应是睡下了，那明日她醒来，你们便告诉她，让她带着本宫那一套如意簪去见小公主。宫女是。熹贵妃娘娘之前不是不喜欢小公主吗？怎如今这般热情了？第053章不好骗。熹贵妃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她不过是馋了而已。小公主都出宫这么久了，她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本以为今儿个能吃上儿子带回来的小公主做的膳食，谁知道这个不争气的只知道放风筝捕蝴蝶，那能有什么出息？就不能去小公主跟前晃悠晃悠？小宫女不明白熹贵妃的心思，只道这后宫里的娘娘心思都极为难猜，她日后得更仔细一点照顾了。乌墨同拓跋佑安一起看书，别看拓跋佑安一开始拒绝得很，真正看起来却是比谁都认真。他坐在乌墨的腿上，乌墨整个环抱住他，双手拿着书立在桌子上，一边看一边给他讲解。乌墨的知识面很广，虽然才8岁，但他似乎懂得很多，学得也很快。他仔细琢磨过了，他现在也没有值钱的东西能送给安安，有的就是这些对于知识的理解了，便先教他这些，等日后赚了钱再给他买别的礼物。学了1刻钟，拓跋佑安的生物钟到了，要睡觉了，有些犯困。乌墨将书合起来放下，安安可是想睡了。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揉了揉眼睛，困倦的打了一个哈欠，小脑袋一点一点的，乌墨哥哥，我还可以坚持一下的。拓跋佑安小手将自己的眼皮撑开，乌墨好笑的看着他，抱着他起身，走到床边，手碰到他的衣服，顿住，安安自己解衣吧。他本来想哄他睡觉的，又觉得帮他解衣服不妥，身份也好，性别也好，都不妥。拓跋佑安软声撒娇，乌墨哥哥帮帮我嘛，人家好困哦。他身子都有些踉跄了，站都站不稳，索性一屁股坐在床上，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看起来十分的呆萌可爱。乌墨柔声拒绝，男女授受不亲。安安，拓跋佑安，我才3岁，不分男女。不嘛不嘛，你帮帮我嘛。拓跋佑安拉着他的手轻轻摇晃着。乌墨对上他湿漉漉的眸子，那双眸子里沾染着水雾，明显是困得不行了，光是说一句话都打了2次哈欠了。乌墨叹了一口气，将外袍撕下来一块，绑住自己的眼睛，凭着记忆帮他解了外衣，又将他扶着睡下，帮他隔好被子。光是这些简单的事情，他都紧张的鼻尖冒汗。等他将绑在眼睛上的布料取下来，低眸望去，小家伙已经睡着了，圆嘟嘟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咂巴咂巴了一下嘴巴，微微侧身，呼吸平缓。乌墨失笑，这小家伙完全没有防备呢。乌墨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和软发，睡个好觉，安安。话落，他抬手将床幔放下来，将蜡烛吹灭，走出去，轻手轻脚地关上门。一出去，他小脸就变得严肃，那眸底的笑意也散去。他沉着脸往记忆中的地址方向走去。根据记忆中的路线，乌墨7拐8弯的来到了一个山洞前。他敛眸，扬声道：“不知阁下找我来，是有何事？”寂静的夜里，忽然刮起了一阵妖风，风呼啸着。片刻，一道沧桑的声音从山洞内传来：“吾唤汝来，便是想传汝吾的毕生所学。”乌墨反问：“为何是我？”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他3个字：“吾乐意。”乌墨这般任性，倒也像一些世外高人的作风。吾见汝骨骼奇佳，想收汝为徒，汝可愿意？最后4个字竟有些稚嫩。乌墨微微一愣，怎么一瞬间像2个人在说话？那人还没察觉到不对劲，还在问他汝可愿意。再次响起的声音让乌墨更加确定，这声音十分稚嫩，像是孩童的声音。乌墨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迈步朝着山洞里面走进去，一边回答自是愿意的。听到他这话，山洞里的那人似乎很开心。那好啊，那汝现在就拜吾为师。话还没说完，忽然感觉到前方一道黑影，抬眸望去，顿时尖叫出声：你怎么进来了？乌墨看着下方的那只白色狐狸，脸色复杂。刚刚的声音就是从这只狐狸身上传来的，感情他被个狐狸耍了。小狐狸似乎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回来了，他小爪子捏了捏自己的脖子，咦，怎么就变回来了？害我想装高深都没有办法。乌墨，狐狸会说话，他应该惊讶的，但现在他的心情一度十分复杂，当真是荒唐。乌墨转身就走，小狐狸连忙追了上去，上蹿下跳。哎呀，你别走呀，我真的可以教你的，我有好多武功秘籍。说话间，小狐狸凭空掏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朝着乌墨丢过去。乌墨不得已停下脚步，抓住丢过来的书籍，低头望去，如何快速成为武者、内力的形成等等书籍，瞧着就是入门的。这小狐狸是从哪里弄来的？真当他3岁小孩好骗？小狐狸见到他眸底显而易见的嫌弃，气得小爪子叉腰，直接立着站了起来，像个人一样的动作。我说，就算你瞧不起我的书，但你想想，这个大陆除了我，还有哪个动物会说话？我就是最厉害的。小狐狸高傲地仰起头，回应他的是乌墨毫不留情的背影，走得十分潇洒，不留情。小狐狸，这让他很挫败啊！这可是他看中的人，竟然看不上他。小狐狸有些气急败坏，他忽然一跃而起，整个腾空在半空中，咻的一下飞到乌墨面前，拦住他。等等，我真的很厉害的，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给你表演一下。小狐狸目光落在他的木剑上，嘴里不知道念叨了什么，竟在他面前画成了一个人形。不过这人形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瞧不清楚脸，只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白雾化作的人。下一瞬，乌墨别在腰间的木剑飞到了他手中，他直接展示了他的武功，剑法飘渺，却暗藏杀意，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般流水。乌墨看着，默默地记下他的动作，在脑海中演练。就在这时，他汇聚的一击朝着一旁斩去，那一排的树被齐齐斩断。乌墨一眼望去，竟是一招就砍断了数十棵树，这般威力。乌墨眼神变得火热。小狐狸打完这一招，砰的一下变回原形，啪叽一下摔在地上，吐着舌头呼吸。哎呦，累死我了！看到我的实力了吧？这还发挥不到10%呢。你若能学会，你想想，这天下还有谁能是你的对手？小狐狸诱惑他，怎么样？要不要跟我学？乌墨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你的确有几把刷子，我可以跟你学，但我不会拜你为师。小狐狸，好烦，这个混蛋就是转世了，也不好骗。第054章胡白。想骗他喊一声师傅，等他以后恢复了记忆，再在他面前嘚瑟，就这么难吗？可恶！小狐狸气得牙痒痒，但他愿意学就成，毕竟他还想等着这混蛋恢复记忆和功力来和他打架呢。自从这混蛋不在了，他就没有对手了。拜师的事情只能暂且放在脑后了。乌墨提着他的后颈，将他提起来。小狐狸，你在干什么？你放我下来！你凭什么提着我？你在侮辱我吗？乌墨直接松了手，小狐狸啪叽一下掉在了地上，懵了。我叫你放我下来，你真松手啊？乌墨反问他，不然呢？既然你能自己走，就自己走吧。说完，乌墨扭头就走。小狐狸，不是，真这么无情啊？不愧是那个混蛋。小狐狸撅了撅嘴，还是跟了上去。到了乌墨的房间，他左看看右看看，酸了，你还有寝宫呢？这货不是转世吗？还有这么好的身份，还能住得这么好？木了木了。小狐狸看了一眼旁边的草莓，伸手想去拿，被乌墨提起来丢到一边。那是我的。小狐狸，小气鬼不给。乌墨哼了一声，我就是小气了，那是安安给他的，他不给别人吃。狐狸也不行。小狐狸，小气巴拉的男人，和以前都没有变化。小狐狸赌气，不吃就不吃，我也不稀罕。明儿个我送你去安安那边。小狐狸，你要把我送给别人？乌墨淡声开口，你挺厉害的，我白日里没有时间学习，只有晚上有时间，白日里你就留在安安身边保护他吧。后面的话小狐狸都没有听进去，耳朵里不断的循环着那一句你挺厉害的，你挺厉害的。嘿嘿，算你有点识相，看在你这么夸我的份上，看在你承认我比你厉害的份上，我就勉强答应你了。小狐狸高傲的扬了扬下巴，行吧，今晚你睡外边。乌墨在外间给他铺了一床被子，将他丢上去，关上了里面间的门。小狐狸，行吧，我也不想跟你睡在一个房间里好吗？翌日，乌墨在去书院之前，抱着小狐狸去找拓跋佑安。拓跋佑安刚刚醒来，正坐在秋千上轻轻地摇晃着。
乌墨抬眸望去，小女孩粉嘟嘟的小脸上带着软糯的笑，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对旁边的宫女说：“春香，你帮我去看看我的糕点蒸好了没，好不好？”春香笑着应道：“好，奴婢去帮小公主瞧瞧。”小女孩扭头瞧见乌墨，脸上盛满了惊喜，倏地从秋千上跳下来，朝着他跑过去。“乌墨哥哥！”小狐狸瞧着小女孩的模样，有些发愣。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他伸出了自己的爪子，似想接住她，可下一瞬，他就被乌墨丢到了地上。乌墨接住了扑过来的小女孩，因为她的冲击力，抱着她转了一个圈，才将她稳稳地抱在怀里。小狐狸，合着我是说丢就能丢的？七，这小女孩怎么那么像那个混账身边的那朵小花啊？但是不可能吧？那小花应该不在这个位面吧？乌墨哥哥，安安，你怎么来了呀？昨儿个寻了个漂亮的宠物，想着你应该会喜欢，便带过来送给你。乌墨将一旁的小狐狸提起来。小狐狸，谁是宠物？你才是宠物呢！你全家都是宠物，我可是狐仙！小狐狸气得咬牙，但撞上那小奶团子懵懂清澈的眸子，他高傲的微微扬起下巴。怎么，没见过本狐这么好看的狐狸吧？拓跋佑安双手捧着脸，满眼星星。哇，她好漂亮呀！小狐狸，娜，你叫什么名字啊？拓跋佑安将她从乌墨手里接过来，抱住她，松软的毛膜擦着她柔嫩的脸，软乎乎的，有点痒。拓跋佑安对她有些爱不释手。乌墨眸底也染上了笑意，安安喜欢就好。她没有名字，安安给她取个名字吧。小狐狸，我怎么就没名字了？吾乃洪荒第一只妖狐，九叶仙君。看她这么白，又是小狐狸，就叫狐白吧。小狐狸，啥玩意儿？这是什么鬼名字？好，那便叫她狐白吧。乌墨点头，很是赞同。安安取得很好听。小狐狸，哪里好听了？小狐狸吱吱叫着，想反抗，却被拓跋佑安搂得更紧。小狐白，以后我们要好好相处哟。拓跋佑安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他，他瞬间就没了脾气。算了，一个名字而已，他犯不着和奶娃娃置气。小狐狸哼唧了两声，便被他安抚得舒服地躺在他怀里。恰在此时，春香端着糕点来了。小公主，糕点蒸好了。拓跋佑安抱着狐白走过去，接过一盘糕点递给乌墨。乌墨哥哥，你尝尝，这是我新研发的糕点，粽子。他种的糯米好了，便拿了一些做粽子，里面放的是肉馅的。一盘上面就3个。乌墨对上他期待的眸子，拿了一个，上面用绳子绑着。他解开绳子，打开包着的叶子，一阵香味袭来。他低头咬了一口，软糯香甜，里面还有肉，味道刚刚好，不显得腻。狐白瞧着都要流口水了。好吃吗？拓跋佑安问乌墨。乌墨点了点头，好吃。那都给乌墨哥哥带去吃，你马上就要去书院了吧？拓跋佑安将盘子递给他，见他不好拿，便让春香拿了食盒来给他装好。乌墨点了点头，提着食盒看了狐白一眼，好好保护他。说着，他拿出手帕擦干净手，抬起手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头，等我忙完来找你。好，拓跋佑安乖乖应道。乌墨的确是快到了上课的时间了，匆匆离开了。狐白眼珠子都要跟着那食盒跑了。可恶，竟然全给了那混蛋，一个都没给他留。他开始怀疑他就是那朵小花了，不然怎么做法和那小花一样呢？面对他和那混蛋时，老是向着那个混蛋。春香，等会儿第2笼好了，你先给我娘亲和爹爹送去。是。春香去看了一下，还真好了，又放了1笼上去蒸，便拿着先给皇后娘娘和陛下送过去了。拓跋佑安抱着狐白坐在秋千上。狐白，你的毛好漂亮呀，如果做成围巾给乌墨哥哥，到了冬天他一定会觉得很暖和吧？狐白，小妮子，你在说什么恐怖的话？第055章出双倍的工钱。狐白吓得毛发都炸起来了。拓跋佑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明媚阳光。我骗你的了，我才不会那样做呢。狐白是我的好朋友了。抱歉，真的吓到你了。拓跋佑安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和背脊，安抚他。他的眼睛是红色的，像红宝石一样，很漂亮。拓跋佑安抱着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话，狐白心里却惦记着那香喷喷的名为粽子的东西。拓跋佑安见时间差不多了，就自己去把蒸好的粽子拿了出来，他还蒸了1笼留给春香的。拓跋佑安将狐白放在桌子上，刚要吃，外边就传来一道欢快的声音：黄妹妹。一听声音，拓跋佑安就知道是谁了，定是那10皇子拓跋家无疑了。拓跋家很快就跑了进来，身后跟着的宫女气喘吁吁地追着他。10殿下您慢点，若是摔倒了可是很疼的。无妨，我不会摔倒的，我都3岁了。拓跋家说着，已经跑到了拓跋佑安跟前，爬到了他对面的凳子上坐好，下巴抵在桌面上，眼睛发亮地看着那盘子里的粽子。哇，这是什么啊？好香呀！为什么黄妹妹做的叶子
也这么香啊？拓跋佑安，才不是做的叶子，那叶子只是包裹的外衣。拓跋佑安解开绳子，将叶子剥开，递给他。石哥哥尝尝，这是粽子，叶子是不能吃的了，吃的是里面的馅儿。拓跋家立马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呼，有点烫，嗷呜嗷呜，好烫。他一边哈气一边吃了下去，第二口就慎重了一些，先吹了才咬的。那宫女追上来了，弯着腰喘着粗气。她见十殿下已经吃上了，连忙将手中提着的礼物放在桌子上。这是熹贵妃昨日吩咐的如意簪。拓跋佑安，现在这石哥哥真的是越来越上道了。石哥哥，够吃吗？不够的话，这里还有哦。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他，那我可以带一点回去给我娘吃吗？拓跋家抬眸问了一句，又低头吃了起来。能不能带回去不重要，他就随口一问，主要是他自己现在要吃饱。拓跋佑安点头，可以啊，我还在蒸呢。所幸他今天也做了多的。拓跋家开心的继续剥开一个吃，一旁的宫女的心却是高高的提了起来。十殿下当真是什么都敢说啊！小公主和熹贵妃娘娘之间可是有过恩怨的啊。好在小公主心善，还是让十殿下带些回去。胡白瞧着那十殿下吃的欢快，有些急了。他全吃完了，他吃什么啊？拓跋佑安起身去小厨房里面继续多蒸一点。他一走，胡白就走到了十殿下面前，跺了跺爪子。那十殿下压根不搭理他。他有些气恼，见他这么不上道，索性伸出爪子，亮出指甲，刷刷两下解开最后一个粽子的绳子，拨开外衣，一屁股坐在桌子上，两个前爪子捧着那粽子就吃了起来。一旁的宫女震惊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狐狸是成精了吗？还会自己剥这玩意儿吃？拓跋家还不知道自己的最后一个粽子被吃了。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小狐狸拍着肚子打了一个嗝，还在舔爪子上的糯米，而那叶子就掉在他后爪子边上，明显是被他偷吃了。拓跋家哪里受过这种委屈，顿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越哭声音越大。胡白傲娇的站起来，走到拓跋佑安桌子那边趴下，闭上眼睛，完全不搭理他。哇哇哇，他把我的最后一个吃了，这臭狐狸把我的最后一个吃了。胡白气恼的睁开眼睛，拿起那叶子直接丢到他嘴里。你才是臭狐狸呢，你全家都臭。拓跋家愣了一下，把叶子拿出来继续哭。拓跋佑安带着蒸好的粽子出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拓跋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宫女在安抚他，给他拍着背，还目光忌惮地看向胡白。拓跋家指着胡白，气恼的脸色涨红，而胡白趴在桌子上，甚至懒洋洋地伸了一个懒腰，肆无忌惮得很。拓跋佑安，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拓跋佑安走过去，那宫女连忙开口：小公主无碍，是这小狐狸吃了十殿下最后一个，十殿下气不过才哭的。拓跋佑安，他看向胡白，胡白不屑地瞥了拓跋家一眼，哼了一声：大有老子就是这样做了，怎样的感觉？拓跋佑安，这胡白还是个霸王狐。他好笑地将盘子放下，走到拓跋家面前，软声开口：石哥哥抱歉，安安没看好胡白，但他不是故意的，他也是很馋了才偷吃的。安安把那个粽子赔给你好不好？你不要哭了。一听赔给他，他立马就止住了哭声，声音还有些哽咽。好。拓跋佑安忍着笑，真好哄。哄好了拓跋家，拓跋佑安走到胡白面前，拿了一个粽子递给他，软声开口：胡白想吃的话可以告诉我呀，我会给你吃的。你不用拿别人的，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呀。胡白对上他软乎乎的笑，不知怎么的反而有些别扭起来了。他小爪子将粽子拿过来，背对着他低头吃了起来。拓跋佑安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胡白乖，胡白没脾气了。拓跋家吃完后陪拓跋佑安玩了一会儿，就带着粽子回去了。拓跋佑安吃了一些，等春香回来给了他几个，就抱着胡白出去玩了。另一边，青城胭脂铺大火，每天的订单都不少。苏林寒一打听才知道，青城胭脂铺彻底在贵族圈里火了。不仅帝都这边有人要买，别的城也有人要买，买不到就找人帮忙买了送过去。因此青城胭脂铺接单不断。但这样的现象是势必会引起不少人的嫉恨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胭脂铺，譬如花月胭脂铺。在青城胭脂铺开张之前，花月胭脂铺一直是帝都胭脂铺里销量最好的。如今青城胭脂铺一开张，他们就损失了一大半的忠实顾客，流失了很多客源。花月胭脂铺看着清清冷冷的胭脂铺，掌柜的拧着眉，心情不爽。一旁的女子低声开口：掌柜的，如今那顾客都去了青城胭脂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花月胭脂铺都已经裁了不少员工了，总不能一直辞退啊，要想办法让花月胭脂铺重新好起来啊。你今晚派人去找青城胭脂铺的女工，就说我们愿意出双倍的工钱聘请他们。花月胭脂铺的掌柜的名唤花如心，是一个妖艳美人，
她化着浓妆，杨柳腰很细，那双眸子里这会儿充满了戾气。第056章，你答是不答应？是。一旁的女子应下，匆匆离开，去准备了。她知道掌柜的又要用这样的方式了，之前有别的胭脂铺比他们更厉害，他们就是利用挖人偷配方的方式，才稳稳地占据云溪国帝都胭脂铺第一的地位。现在青城胭脂铺风头这么盛，自然是要被他们掌柜的盯上的。青城胭脂铺工房，太阳落山了1刻钟，工房里也停止了运作，正在工作的数十个女工伸了一个懒腰，一个个起身准备离开了。翠花，今儿个我们还是结伴一起回去吧。有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一把搂住还坐在凳子上做最后一道工序女子的手臂，那女子完成了最后的工作，冲她微微一笑，好啊。旁边还有一个女子也走了过来，他们3个人住得比较近，现在外面黑漆漆的，3个人提着灯笼结伴行，倒也不觉得害怕。3人有说有笑的走着，经过一个小巷口的时候，对面迎面走过来一个裹着黑袍的女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3人有些紧张地看向她，你干什么？那人冲他们轻笑着，将头顶上的连袍帽取下来，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来只是想邀请你们来花月胭脂铺做事，不知道你们可愿意？青城胭脂铺给你们多少工钱，我们会给你们双倍。3人一愣，那长相甜美的女子先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呢？这不是要我们背叛东家的意思吗？你走，我们不会同意的。另外一个女子也点头，当初若非东家垂怜，她早就饿死了，也没今日了。翠花抿唇，青城胭脂铺可是给了我们10两白银1个月的工钱。那人只愣了一下，就笑了，我们愿意出20两白银1个月的工钱，只要你们来。心里却在想，青城胭脂铺是疯了吗？就这女工还10两白银1个月，扶贫的这是？翠花，长相甜美的女子满脸惊讶地看向他，你不会要去吧？翠花连忙笑道，我不会去的，我就是吓吓他呢，毕竟东家给我们的工钱已经很丰厚了，足够我们生活了。莲花笑了，对吗？你要是去了，我们就不再是好朋友了。不会的，我不会去的。翠花笑着挽上莲花的手臂，3人从那女子身边走过去，那女子轻声开口，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了，便可以晚上的时候来这里找我，我会一直派人等在这里的。她明显是看穿了翠花的犹豫，我们才不稀罕呢，我们才不会背叛东家呢。莲花回头冲他呸了一声，挽着他们匆匆离开。翠花回头看了一眼，又很快地收回了目光。苏林寒这些日子都忙得晕头转向的，胭脂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由他自己搞定，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但这几日实在忙得很，他在想要不要带个徒弟出来。他招的这些女工都十分的勤恳，苏林寒看中了莲花和翠花2个人，2个人都是能干的，而且肯吃苦。但因为最近要出新品，他就先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打算出了新品以后再找小安安谈谈这件事。新品的事之前就和小安安商量好了的，只需要他自己做最重要的一步就可以了。苏林寒带着做好的新品去了工房，教了他们前面简单的最重要的步骤由他自己来，但他没告诉他们这是小安安吩咐过的，让他们以为他们做的就是全部工序了。其实他们做完以后都会送到苏林寒那边，由他做最重要的一步，也是这最重要的一步决定了产品的好坏。苏林寒一走，他们就都议论了起来，一边做工一边八卦，咱们这是又要出新品了，东家真的好厉害，这新品看得我自己都想攒钱买一份。东家说了，我们是有福利的，可以88折买呢，那我可要攒钱了。翠花看着手心里的新品，很精致，或许能成为他谈判的筹码。翠花瞥了莲花他们一眼，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塞了一盒到自己的口袋里。这一幕没有被人发现。当晚，翠花借口有点事，没有和莲花他们一起回去，她独自一人去了约定好的地方。果然看到那边有人在等着，她紧张的手心冒汗，但还是大步走了过去。我要见花月胭脂铺的人，你让管事的来跟我谈。那人看了他一眼，笑了，这边请吧。翠花咬了咬唇，迈步跟着他离开。那人带着翠花到了一个客栈里，给她倒了一杯水。翠花有些紧张，拿起水杯喝了一口茶水，就见门推开，那天遇到的那个女子出现在他面前。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你是个聪明人。翠花紧张地看着他，额头都渗出了密密麻麻的虚汗，因为心虚，她手都有些控制不住的颤抖，声线都有些发抖。我可以去你们花月胭脂铺，但我有个条件，我要30两白银1个月。女子闻言，脸色阴沉了几分。你这是跟我坐地起价呢？你便说，你答是不答应？青城胭脂铺最近要出个新品，我会做。你若答应，我可以将这新品给你们做出来。翠花之所以敢提高价格，就是因为她手里有筹码。新品？青城胭脂铺的新品得值多少银钱呀？青城胭脂铺的产品有多值钱，应该不需要我告诉你了吧？翠花说着，故作镇定地看向他。那女子的确是有些心动了。不行，这事儿我还要先好好考虑一下，
我要跟我们掌柜的商量一下。你说有新品就有新品，我怎么相信你的话是真的？翠花连忙拿出自己带出来的产品递给他，你看，我没说谎的，这就是他们的新品，是另外一种颜色的口红。那女子眼睛微亮，伸手接过来看了一下，我要拿去给我们掌柜的瞧瞧。这样吧，你明日再在这里等我，我给你答复。好。翠花应下，心里有些雀跃。30两白银1个月，有这么多银钱，那家中还不是得让她当女主人做主了？翠花开心地离开了这里。那女子带着这产品去找了花如心，花如心看了以后，告诉她，你答应她的要求，让她来给我们生产。可是，那女子有些犹豫，这人未免也狮子大开口了。我们答应给她，让她先坐着，工钱1月1结，急什么？若是结工钱之前她死了，那钱不就不用给了？她给我们做事的事情，她敢告诉别人吗？到时候还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人解决掉了？那女子听花如心这么一说，心思就活络了起来。好的，我明白了。第57章40两白银1个月。翌日晚上，他就找上了翠花，告诉翠花，只要每日下工去他们那边教他们的工人做就好了。这样，他还可以继续拿青城胭脂铺这边的工钱。这么一算，就是40两白银1个月了。翠花觉得这样的好事儿就像天上掉馅饼了一样，她立马就答应了。之后的几天里，翠花白天就在青城胭脂铺做工，晚上就去花月胭脂铺做工，很累，但想到有40两白银1个月，她就动力满满。很快就到了青城胭脂铺新品发售的前一天，花月胭脂铺出售了新品，还请了人在门口敲锣打鼓的，并且拿出一支口红给人试用。一瞬间，一大片的女子涌入花月胭脂铺，纷纷购买那口红。宫中也有宫女偷偷的买了再用，一下子就在宫中传开了。拓跋佑安一开始还以为是青城胭脂铺的新品，琢磨着应该是明天开始出售才对，怎么今天就有了？打听之下才知道，不是青城胭脂铺的，是花月胭脂铺的。但那口红，拓跋佑安心里有些底，找爹爹磨了很久，总算是答应让他出宫了。不过派了一支精锐队保护他。拓跋佑安知道这件事势必会给苏林寒带来不小的打击，所以他决定自己前往店铺查看，找出原因。青城胭脂铺工房，女工们听到了这件事，也纷纷惊讶不已。有人偷偷去看了，回来满脸义愤填膺，那绝对是抄袭了我们的，就连口红管子都和我们的差不多。可是他们是怎么抄袭的？这手艺也只有我们知道啊！这话一出，四周静默了。有人先站出来了，我敢说，我绝对没有背叛东家。如果我有，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也是，我也没有。当初我都快饿死了，是东家的给了我一口饭吃，还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位，我是绝对不会恩将仇报的。我们谁又不是呢？这年头银钱这么难挣，除了东家的，谁还会给女工这么高的工钱？谁是活得不耐烦了，才敢背叛东家的吧？对啊，我们来的时候可是签了保密契约的。听到这句话，翠花身子微僵，她忘了这事儿了。莲花回想起他们那天遇到的那个人，她有些犹豫，拉着翠花走到一边，低声问她：翠花，没有和那天晚上的那个女子联系吧？翠花满脸迷茫地看向他，什么女子？见翠花都不记得那个人了，莲花微微松了一口气，没什么，你忘了就算了，忘了好。莲花放下心来，也加入了骂人的队伍里。翠花站在一边，手脚冰凉。保密契约里面写了，如果违背契约，那是要被关入地牢的，还要赔钱的。但没事的，他不用自己吓自己，他去花月胭脂铺的事情没人知道，他不用担心。苏林寒得到消息的时候险些没站稳，好在他反应快，扶住了一旁的桌子，才避免摔在地上。怎么会？怎么可能？他派人去买了那口红，和他们的新品设计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他们的好。毕竟最重要的那一步技术在他自己手中。这个时候他多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偷懒将最重要的一步交给别人，不然后果他都不敢想。难怪小安说不要交给别人，更不要告诉女工们真相。原来，难道小安早就猜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那他现在要如何是好？女工那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青城胭脂铺。主要是白日里他们都在这里工作，从时间上看是没有人能出卖他们的。难道是直接把方子卖给花月胭脂铺了吗？不可能，只卖方子，他们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这么多。苏林寒急得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要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可是他的心还是乱了。如果小安安在这里，会怎么解决呢？小安安知道了吗？如果他知道了，会不会觉得他这个合伙人太差劲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门打开，一道软糯的声音传来：苏姐姐，我回来了。苏林寒在看到拓跋佑安的那一瞬间，眼泪毫无征兆的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安安，
对不起，是我搞砸了这件事。拓跋佑安连忙小跑到他面前，递给他手帕。苏姐姐不要伤心，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是那些怀了坏心的人的错。拓跋佑安太矮了，没办法帮他擦眼泪，只能将手帕塞在他手里。没事的，事情还有补救的办法，我们只要救出始作俑者就好了。苏林寒从他手里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声音还有些哽咽。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出来那始作俑者呢？他实在是想不到办法了。但是安安出现的一瞬间，他就觉得很安心。虽然安安比他还小那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他高高悬起的心就放下了。不着急，苏姐姐先将最近的事情同我说说。拓跋佑安抱着胡白爬上凳子坐下，他提问，苏林寒就回答。也就是说，最近所有女工都有正常上工，没有一个人偷懒。是的，所以我才觉得这件事棘手，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是只卖了方子，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做出来和我们一样的产品的，必定是有人过去他们那边帮忙做了。毕竟我们的工序很是繁杂。拓跋佑安从凳子上跳下来，走，我们去瞧瞧女工，一切便有定夺。拓跋佑安摸着胡白的毛，和苏林寒一起去了工房。胡白一开始被他撸毛还炸毛，现在干脆舒舒服服地躺在他怀里，时不时还学猫叫2声，不要脸得很。拓跋佑安他们一到工房，得知他们要来的女工们排排站好。掌柜的，他们一个个高声朝苏林寒喊道。最初得知苏林寒是这青城胭脂铺的掌柜，他们都是很惊讶的，毕竟之前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摊主，但他们都没有刻意去说出去，没有说出去的必要。说出去了，万一别人找上苏林寒毛遂自荐怎么办？万一苏林寒看上别人了，那就会辞退他们了吧？苏林寒嗯了一声，你们继续工作吧，不用管我们。掌柜的，那事儿不是我做的，我绝对没那么缺德。对，也不是，我不是恩将仇报的蠢货，我诅咒那个背叛青城胭脂铺的人不得好死。不少人急着向苏林寒证明自己，苏林寒挥挥手，你们先忙，此事我自有定夺。那些人闭嘴了，一个个自己去忙了。拓跋佑安看着他们的脸，一个个精神都很饱满，毕竟在这青城胭脂铺，不但工资高，还包吃，吃的还都是精细的白米饭，还顿顿有肉，再也没有比他们吃的更好的女工了。他们能不感激吗？能不精神好吗？吃饱了，干活自然就更有力气。拓跋佑安扫过他们一张张脸，最终目光落在翠花脸上，她看上去比别的女工明显要憔悴不少，眼底下还有一圈淡淡的青色。第058章反悔。拓跋佑安眉梢轻挑，他朝着翠花走过去，软软的笑着，小姐姐，是不是这里工作太累了？我看你眼下都有青色了。翠花旁边的莲花连忙开口，不累的，我们以前在家里干的活比在这里上工累多了。说着他也看了翠花一眼，翠花，你这是晚上还在做别的事情补贴家用吗？我见你前阵子眼下都没有这青色的。莲花满脸好奇。翠花有些尴尬的站在那里，轻嗯了一声，最近回去晚上还帮家里缝补一下衣服，就睡得比较晚。这样啊，难怪你最近上工的时候老是打哈欠，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莲花关心了他一嘴。翠花应下，我回去跟他们说说，我这边忙就不帮他们了。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拓跋佑安和苏林寒看了一会儿后，两人就离开了。从工房里出去，拓跋佑安问了一下苏林寒，翠花回家的必经之路是哪条？苏林寒愣了一下，安安可是怀疑他。拓跋佑安点头，所有人精神都很好，只有他精神很差。虽然他说是帮家里人做事，但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还需要我们去问一下他家里的人。趁着他们还没下工，我们先去问一下。好。苏林寒对拓跋佑安是有迷之信任的，他知道这些员工的家住在哪里，便带着拓跋佑安过去。拓跋佑安一路上意识外放。小乖乖们，你们可认识翠花这人？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如果看到了，告诉我的话，会有奖励哦。拓跋佑安身上的气息本就让这些植物十分的亲近，听他问起，一个个叽叽喳喳的开口。这人我认识，天天从我这里经过，每天都是他们3个人一起，但前阵子他忽然就没和他另外2个朋友一起了。哎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啦，他之所以不跟他那个朋友一起，是因为他叛变了啦。之前有人找上他们3个，让他们3个去花月胭脂铺上工，那叫莲花的女子和另外一个女子不乐意，只有翠花犹豫了。第2天晚上，这翠花就一个人见了花月胭脂铺的人。对，我也看到了。之后他每天都会去花月胭脂铺呢，我听那边的姐妹说，好像是在帮他们一起制作什么东西吧。哎呦，这人可贪心了，一边想着在青城胭脂铺做事，一边还想着赚花月胭脂铺的钱。就是我在这扎根这么多年了，也是第一次瞧见这么贪心的人。听着小树苗他们的话，拓跋佑安算是明白了事情大概的原委。花月胭脂铺的人来挖人，刚好这翠花是个贪心的，就想着双边赚钱，所以
他一边在青城胭脂铺上工，一边在花月胭脂铺上工，赚了两边的工钱，还将青城胭脂铺的新品给了花月胭脂铺。可以啊。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笑得越是开心，就有人要倒霉了。嘿嘿，我还听说那花月胭脂铺的人打算在结算工钱之前把他解决掉呢，这样就不用给他工钱了。哇，好歹毒呀这人！拓跋佑安微微敛眸，心里已经有了想法，但他能听到这些植物的声音，苏林寒却是听不到，别人也听不到。想要别人相信，就要拿出证据来。总之短时间内要保证翠花的安危，不然就没了证人了，花月胭脂铺就可以甩锅不背责任了。两人到了翠花家里，一番询问下，得知翠花并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帮家里人缝补什么衣物，自从她开始上工了，家里人就没让她做过那些活计了。这一下可以证明翠花是说谎了，看来就是她了。苏林寒气得有些咬牙，是别人他都没这么生气，偏偏是他看好的人。苏林寒现在很后怕，幸好自己当时没有将核心技术交给他，不然这后果想想，苏林寒都打了一个冷颤。可是光是这样，我们还是无法证明他是去了花月胭脂铺。苏林寒有些懊恼，逼他承认，他肯定不会承认的。拓跋佑安弯眉一笑，苏姐姐不用担心，安安已经有办法了，安安会让他心甘情愿地将这件事供出来。今晚我们且看。苏林寒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对他十分的信任。好，当晚翠花下了工就匆匆的去了花月胭脂铺，想要去拿工钱。没错，今天到了给他结算工钱的时候了，方才他就在青城胭脂铺拿了工钱，等他拿了花月胭脂铺的工钱就回去给他们瞧瞧，看看他有多厉害，再顺便让他们帮他一起说谎，这样哪怕以后掌柜的去找他家里人问话，回答出来的也是一致的。翠花踩着欢快的步伐前往花月胭脂铺。舒姐姐，我来领工钱了。翠花敲了敲花月胭脂铺的后门，那门打开了，她开心的跑进去，却见舒姐姐坐在桌子边饮茶，桌子上并没有银钱。翠花目光落到她的腰边，难道还在钱袋子里？翠花，你在找什么呢？舒姐姐微微抬眸看了她一眼，冲她弯唇一笑。这舒姐姐便是当时带她来这边的那个女子。工钱。翠花开口。舒姐姐笑了，30两白银啊，翠花，你觉得你值那么多钱吗？翠花脸色微变，你们想赖账？我为何不值？今儿个你们赚了多少钱，你们心里不清楚吗？若是没有我，你们能赚到这么多？30两真的不算贵了吧？要知道方子卖出去都不止30两。翠花没想到，到了结算工钱的时候，他们反而开始反悔起来了。我们掌柜的说不值，便是不值。舒姐姐拍了拍手，便见一个大汉朝着她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把短刀，在月光下泛着冰冷的光芒。翠花吓得脸色惨白，连连后退。你这是要干什么？舒姐姐抿了一口茶水，笑了。杀了你啊！杀了你就不用给你工钱了。翠花脸上血色尽失，扭身就要跑，却被那大汉一手抓住。她连忙尖叫出声：我不要工钱了，你不要杀了我。那可不行，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严实的。舒姐姐轻轻地笑着，鬼知道她出了这个门会不会反悔，还是在这里解决了她才好。翠花瞧着那短刃朝着自己刺过来，满脸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叮的一声，那短刃被一颗石子打飞，那大汉的手都被震麻了。什么人？第059章招了。一群侍卫从天而降，领头的侍卫满身僵硬地抱着一个3岁大的奶娃娃，一落地就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翠花认出这小奶娃就是今儿个和掌柜的一起来的人，立马求救：救命！他们要杀了我！救救我！舒姐姐一看有变，立马朝着翠花出手，显然是要趁他们反应不过来之前杀了她。拓跋佑安眯了眯眼睛，开口将他们拿下。立马有侍卫闪身到了舒姐姐身边，阻止了她的行为，将她手中的短刃打掉，抓住她的手往后一折，咔嚓一声，是骨头裂开了。舒姐姐痛呼出声。那大汉想要去掐住翠花的脖子，却被人拉开，翠花也瞬间被另外一个侍卫拉到一边抓住。那大汉不过几下就被侍卫拿下，只能跪在地上求饶：我也是拿钱办事，我这钱还没拿到呢，也没伤到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不能将我去送官。拓跋佑安目光冷淡地看向他：送你去衙门还需要什么证据？毕竟县令大人亲眼所见。拓跋佑安这话落下，那县令就从侍卫们身后走了出来，他身后还跟着捕快，将人押送到衙门去。慢着！一声娇喝传来，便见一名穿着红色百褶如意裙的女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她身姿摇曳，化着浓妆的面容显得妖艳，一颦一蹙都勾人的紧。她娇滴滴的开口：县令大人，你可当真要动我的人？你可是忘记了你与我曾经的约定？这青城胭脂铺不过就是小小将军之女开的，
你应该不会畏惧吧？花如心每说一句话，县令的心头就跳一下，听到最后，他险些晕过去。什么叫做小小的将军之女？什么叫着他不会畏惧？那都是他以前吹牛皮说的，真实情况是他怕死了好吗？县令呵斥他，胡闹！你不要瞎说，本县令从未说过那些话。花如心脸色微沉，难道县令要为了区区的将军之女毁了他的花月胭脂铺？花如心语气淡淡的，暗含警告：县令大人，你我可是有过一夜情的关系，您确定要这般对我吗？您忘了我上头的人是谁了？县令脸色微变，这花如心说他上面的人乃是二皇子殿下，他也的确见二皇子殿下在他的胭脂铺买过东西，可这位可是小公主殿下啊，比二皇子更为得圣宠啊！拓跋佑安好笑地看着他，没想到这次过来还有意外的惊喜。花如心大抵没把他这个小孩子当回事，当真是什么都敢说。本宫倒是不知什么时候将军的嫡女还可以任由欺负了。县令大人，你同本宫好好说说。拓跋佑安转眸看向县令，这帝都难道是县令大人的天下了吗？县令一听他这话，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吓哭了。微臣不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微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臣子罢了。花如心见县令朝着拓跋佑安跪下去，这才看向拓跋佑安，不过是一个奶娃娃罢了，有何惧？花如心心中鄙夷，这县令当初和他翻云覆雨的时候说的自己多么厉害，如今看起来就是一个怂货。总之这人你们不能带走。花如心强调，不然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花如心实际上和二皇子没有什么接触，唯一的接触就是当初二皇子回来到他这里买了胭脂，不过他会编，他骗了县令，骗县令说他和二皇子有关系。县令只要打听就知道二皇子在他这里买了胭脂，剩下的就靠县令脑补了。总之借着这一层关系，他用手段挤兑了多少胭脂铺，县令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可今儿个他竟然要和他来真的，这花如心怎么可能甘心？拓跋佑安看向县令，县令是左右为难，他低声对他开口，小公主殿下，这花如心和二皇子殿下好像关系匪浅，臣也不知如何是好。拓跋佑安，二哥哥能看上这人？花如心心中震惊，这竟然是小公主殿下。倾城胭脂铺是小公主殿下开的？旁边的舒姐姐脸上血色尽失，只觉得完蛋了。翠花连忙开口呼救，小公主殿下，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救救我。她算是明白了，这花如心是非要她的命不可，还和二皇子殿下有关系，现在能救她的就只有小公主殿下了。你说她和我二哥哥关系匪浅？拓跋佑安问县令，县令点头，对，臣调查过，二皇子殿下一回来马上就去他那边买了胭脂，这不是喜欢是什么？拓跋佑安，就这啊？你也太会脑补了吧！原来二哥哥送给我的胭脂是在花月胭脂铺买的，那个时候花月胭脂铺是这帝都最好的胭脂铺，二哥哥去这边买礼物送给他也是正常人的想法吧，只是想买好点的胭脂送给他而已。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能证明你和我二哥哥关系匪浅？拓跋佑安抬眸看向花如心，花如心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还有什么能证明？还有个屁，什么都没有了。他和二皇子殿下就那点接触，小公主殿下，男女之事，二皇子殿下肯定也不会同你说的，对不对？你让我如何证明？县令本来怀疑他骗了他的，一听他这么说又犹豫了起来。既然你和我二哥哥有关系，那他总会给你一个定情信物吧？花如心噎住，他根本就没什么信物。拓跋佑安唇角微微扬起，低眸看向翠花，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说清楚事情的原委，不然你就跟着他们走吧。翠花吓得浑身颤抖，眼泪鼻涕往外冒，一边磕头一边说，民女有罪，民女偷了倾城胭脂铺的胭脂给了花月胭脂铺，是花月胭脂铺来挖民女过去上工的，这些日子民女白日里在倾城胭脂铺上工，晚上便去了花月胭脂铺上工，帮他们做倾城胭脂铺的新品。花月胭脂铺的新品是偷了倾城胭脂铺的，民女都招了，民女都招了，求求小公主了，饶了民女吧。民女也是一时糊涂，民女知错了。翠花头磕得砰砰响，花如心也终于变了脸色，你在污蔑谁呢？他是不是污蔑人的，本宫自有办法知道。既然你说你和二哥哥认识，那好，本宫便派人送信给二哥哥，先把他给本宫拿下，押入地牢。若你和二哥哥真认识，本宫到时候自然向你道歉。若不是，拓跋佑安弯唇一笑，抚摸着胡白柔软的毛发，那后果你自是知晓的。花如心再也没有了方才的高傲，她脸色苍白，几乎站立不稳，被一旁的侍卫压着带走。第60章，花如心该当何罪？小公主殿下，我能走了吗？翠花抬起头来，那额头已经磕破皮了，在渗血。拓跋佑安冷淡地瞥了她一眼，押走。既然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翠花脸上血色尽失，还在一个劲的磕头求饶。拓跋佑安不为所动，县令命捕快将人带下去了。拓跋佑安转头看向县令，县令没由来的心慌。小公主殿下，县令大人，在其未谋其职，人多多少少都会犯点错，但莫要继续一错再错。一开始可能只是小错误，可是小错误积累多了，是不是就成了大错误了？拓跋佑安转眸看向他，花如心，该当何罪？藐视王法，滥杀无辜，偷窃他人作品，死罪。这花如心不知道暗地里杀了多少人了，他之前都睁只眼闭只眼，如今却是不能了。拓跋佑安脸眸，那你又该当何罪？县令身子颤抖，扑通一声给拓跋佑安跪下了。微臣办事不力，应摘下这乌纱帽，仅此而已吗？拓跋佑安反问。县令颤抖着身子，眼泪横流。拓跋佑安缓声开口：你是县令，多少人给予你信任，你不该如此践踏别人的信任，既担不起责任，就不要当官。明知他杀了人，还帮他掩盖罪名，是同罪。拓跋佑安的话充满了冷酷，这样的县令若不整治，日后……拓跋佑安脸眸，此事本宫会告诉父皇，由父皇定夺。县令软瘫在地上，提不起力气了。拓跋佑安转身往外走，外面已经有马车在等着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拓跋佑安上了马车，抚摸着胡白的毛，轻轻磕上了眸子。胡白那双红色的眸子看着他，只叹太像了。这小家伙和那朵小花太像了，性格也好，行事作风也好，但不可能吧？他不是投胎到了现代吗？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翌日，翠花的事情被公示了，花月胭脂铺被查封，花如心被示众斩首，他当初做过的种种也全部被公示了出来。那些死者的家里人一个个在他路径之地丢臭鸡蛋。你还我儿子？他做错了什么？我的女儿啊，我一直以为他是失足落水，原来是你做的，你个恶魔！花如心自从和县令有了关系，行事就很乖张，瞧不顺眼的人杀了，口头上得罪过他的人也被他找人杀了，如今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至于那县令，拓跋佑安将这事儿告诉了云武帝，云武帝直接摘了他的乌纱帽，并且赐死。百姓知道这事儿，他也参与了，那是恨得牙痒痒。云武帝重新安排了一个人过来当县令。拓跋佑安去找苏林寒的时候，苏林寒满脸惊讶地看向他：安安，这些你早就预料到了？怎么可能？我可是也看了一场好戏呢。拓跋佑安笑着开口：不是，这事儿出乎我的意料，但好在是解决了。翠花被抓了，他也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赔偿肯定是要赔的。他现在被关入地牢，只能先打欠条，等他出来以后上供了再还钱。苏林寒面色激动：老天保佑，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安安，你真是我的福星。拓跋佑安弯唇笑了笑，他是第一株神花，自然是得到过天道赐福的，因而运气是没得说的。苏姐姐，努力的人不会被上天辜负的，你要相信。我相信。苏林寒这会儿又有动力了，去忙活新品发售了。拓跋佑安也跟着他一起去帮忙。有了花月胭脂铺抄袭在前，更证明了倾城胭脂铺的优秀，不然为什么不抄别人，非要抄他家呢？因而新品预售超乎意料的好，拓跋佑安他们订单接到手软。苏林寒忙活了一天，趴在桌子上：安安，其实我有件事之前想跟你说的，我打算带徒弟，但是经过这件事，我是不敢了。拓跋佑安歪了歪头：为什么不敢呢？苏姐姐不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这个世界上有翠花那样的恶人，必定也有苏姐姐这样的好人，只是我们需要好好选拔，不然仅靠苏姐姐一个人那太累了。拓跋佑安软声开口，他这次过来也是打算说这件事，他看得出来苏林寒已经很累了，到时候还要往外面开店，岂不是更累？如果苏姐姐前期真的不放心别人，或许可以带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身边的亲戚，找一些你信得过的人。顿了一下，拓跋佑安笑出一口小乳牙：如果苏姐姐信得过我，可以带过来给我长长眼，我看人还是可以的。苏林寒忽然就被他点醒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我回去同我娘亲商量商量，他或许可以让娘亲来一起做。娘亲现在每日待在家中，他也担心娘亲的状态不好，若是出来多接触一些人，心情是不是会好一些呢？苏林寒抱起拓跋佑安亲了一口：安安真是我的福星。似乎遇到安安以后，他的人生就越来越好了。拓跋佑安羞答答地看着他，害羞地用小肉手捂住自己的脸。呜，漂亮姐姐亲他了。苏林寒说干就干，同拓跋佑安说了一声就回去了。一到府中，他就去见了娘亲。将军夫人刚准备睡下，见他满脸激动，便阻止了婢女帮他解衣的动作，坐下听他说：孩儿可是有什么开心事想同娘分享？苏林寒点了点头：娘，我想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倾城胭脂铺的事情，娘可知晓？自是知晓的，这倾城胭脂铺啊，势头很足。将军夫人点头。苏林寒指了指自己：那是
我和小安安一起开的。将军夫人愣了一下，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这也没发热啊，怎地开始说胡话了？苏林涵，娘！苏林涵将他的手拿下来，无奈的道：“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在弄店铺的事情吗？”但他没当回事，他觉得女儿就是安慰他的，骗他开心的。苏林涵一看他娘这样子，就是没往心里去。我要开的就是胭脂铺，这青城胭脂铺就是我和小安安一起开的。思来想去，苏林涵丢下一句：“娘，你等等我。”他跑了出去，很快又跑了回来，手里多了一个化妆盒，打开，里面是一沓银票。将军夫人，他哪里来的？涵儿，你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银票？这就是我和小安安一起开青城胭脂铺赚的。娘，我真的没骗你，我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同你说说。第061章，竟然是小公主。听苏林涵说完，将军夫人只觉得荒唐。3岁的小奶娃就有这么聪明的头脑了吗？这日后长大了还得了？世间真有如此聪明的小奶娃？将军夫人忍不住问。苏林涵点头，可不是吗？我刚听到小安安说那些的时候，和娘是一样的想法，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小奶娃啊？可是越相处就越觉得小安安真的太好了。娘，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帮女儿呀？每日娘就同我一起去就好了，这样女儿也能有个伴儿。苏林涵抓住将军夫人的手摇了摇，语气撒娇。将军夫人点头，娘自是愿意帮你的，只是我们2个人可能还不够。是这样的，所以我打算找堂姐姐他们帮忙。如今堂姐姐他们嫁了人，家中也不宽裕，我琢磨着来我这里还能挣点银钱。堂姐姐对我一向很好，爹爹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大伯他们一家也时常来探望我们，哪怕家中窘迫，也给了我们不少银钱。苏林涵是个记恩的人，赚了银钱以后，他拿了一部分银钱去还给了大伯他们。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刚好缺人，也是好的职位，自然是要给堂姐姐他们的。不过这个青城胭脂铺是我和小安安一起开的，所以选人也要经过她的同意。明儿个我去找堂姐姐，她若是愿意，我就带她去见小安安。可以。将军夫人点头。将军夫人本来想说她还有表姐妹，但是想起前阵子的事情，又觉得心寒。孩儿这会儿正是开心的时候，她也就不说那些扫兴的话了。那娘也同你一起去见见小安安，娘也要在你那边上工不是吗？那也应该让小安安看看她。苏林涵点头，好呀，娘见到小安安一定会喜欢她的。小安呀，特别的可爱乖巧。翌日一清早，苏林涵就去了堂姐家中，刚巧堂姐在家，他找堂姐说了事情缘由，堂姐应下了。他最近都在找事情做，但一直没找到什么合适的事情。苏林涵的父亲虽然当了大将军，但大伯却是务农的，大伯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堂姐嫁的也是门当户对的，家里不算宽裕，但好在公婆都是好相与的。苏林涵带着娘和堂姐去找拓跋佑安。3人到的时候，便见小姑娘坐在凳子上晃悠着小腿，怀里抱着一只雪白色的狐狸，正在用膳。看到他们，立马朝苏林涵挥手：“苏姐姐快来啊！”目光微移，拓跋佑安瞧见将军夫人，喊了一声：“将军夫人！”将军夫人一惊，直接扑通一声跪下了：“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一旁的堂姐也懵逼了，连忙跟着跪下喊。苏林涵懵逼了：“娘，还不快跪下！”将军夫人看了苏林涵一眼，想哭了。她都没想到，女儿嘴里的小安安竟然是长安公主。天哪！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夫人请起，夫人不必这么生疏，我和苏姐姐是好朋友呀。”将军夫人和堂姐都起来了，2人显然还是很局促，这可是公主呀。安安！苏林涵僵硬的扭动脖子，看向拓跋佑安，就要给他下跪。天哪，竟然是小公主！小安安竟然是小公主！他怎么就没想到呢？除了陛下的孩儿，还有谁能这么聪明？他这段时间还和公主殿下同起同坐，天！光想起来，苏林涵就觉得自己死10次都不够了。拓跋佑安跳下去阻止了他的动作：“苏姐姐，站在你面前的是小安安，你的合作伙伴，不是什么公主。夫人你们也是，不用对我行礼，我本来就是出宫玩的，在宫外就不需要那些繁杂礼仪了。”苏林涵还是有些紧张：“小安，小公主殿下，臣女。”苏姐姐，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明明不知道安安身份的时候，还可以好好和安安一起玩，现在却和安安这么生疏。拓跋佑安大大的眼睛里腾升起了水雾，捂脸：“安安好伤心哦。”苏林涵见他这般，心都揪起来了：“安安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的，我错了，你别哭了。”拓跋佑安拿开手冲他笑：“骗你的了。”嘻嘻，安安没哭。那苏姐姐，下次不要再叫安安公主了，叫小安安就好了。夫人你们也是，在宫外就叫安安好了。你们也知道我的身份，万一被有心人听到了，安安在宫外没有人保护，万一被他们抓住了。拓跋佑安佯装变了脸色，他们也跟着变了脸色，慎重的点了点头：“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小公主的安危由我们保护。拓跋佑安瞧着他们的表情，偷笑，嘻嘻，真好骗呀。不过他也的确不希望他们在宫外还这么见外，这样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快接受一些。拓跋佑安看了他堂姐一眼，也是个单纯的，他之前就派人调查了苏林寒身边的人，知道他这个堂姐家里人也十分的憨厚，婆家也不错，不是个闹事的。问了小草他们，他为人也善良诚实，便留下他了。将军夫人自然也是留下了，一起用了早膳，苏林寒就带他们去熟悉了。他们既然来工作，自然是开工钱的，考虑到这一步重要且难，给的是20两白银1个月。将军夫人本来不肯要的，是拓跋佑安强制性的给了。等他们都走了，拓跋佑安也该回宫了。回宫的路上，拓跋佑安去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准备带回去给乌墨哥哥吃。拓跋佑安让那些精兵暗中保护他，他悠哉哉的逛会街，正走着呢，一阵风拂过耳边，手中的冰糖葫芦就不见了。他一扭头，就见一个5岁大的小男孩手中拿着他的冰糖葫芦，正在吃。小男孩穿着锦衣华服，瞧着就是有钱人家里的孩子。小男孩腰间别着剑，还别着一块玉佩，玉佩上写着一个桑字。桑，正一品的3等镇国大将军，就姓桑。但就这熊孩子的样子，应当不是那个镇国大将军的孩子吧？拓跋佑安见过镇国大将军桑成，之前一见面就把他举高高，是个长相外表铁汉子，却内心柔软的人。小少爷，跟随的奴才远远的追了过来，见小男孩手中拿着冰糖葫芦在吃，再见拓跋佑安的样子，就知道是他家小少爷做的好事了。他拿了银钱去买了一串冰糖葫芦，要还给拓跋佑安。小小姐不好意思，我家小少爷贪吃，抢了你的，奴才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我刚刚买的，还给你可好？拓跋佑安刚要去接过来，突然感觉头皮一阵发麻。第062章，你敢打我？头皮一痛，下一刻他的头发就散落了下来，小揪揪上面的铃铛不翼而飞。他一转头，就见那小少年手中拿着铃铛转动着，一脸吊儿郎当的样子。喂，不许还给他！我就是要欺负他，你为什么要还给他？跟着来的奴才，小少爷，您可闭嘴吧！拓跋佑安，这是什么熊孩子？一阵风吹来，吹动他散落的发丝，拂过脸颊，他眉目疏离冷淡，还给我。明明是软软糯糯的声音，却带着不容置喙的气势。小少年怔怔地看着他，似是被他可爱的模样怔住了，反应过来，有些恼羞成怒，将他的铃铛丢到地上，略，想要的话自己去捡啊！拓跋佑安，我捡你个妈脑壳！拓跋佑安微微垂下眸子，蓄泪。一旁的奴才见他不声不吭的弯腰低头望去，瞧着小姑娘咬着下唇，那眼泪要落不落的样子，心疼死了，连忙帮他捡起来，拍了拍灰，拿了帕子擦干净，这才递到他面前。小小姐，你别伤心了，奴才帮你捡来了，对不起，我家小少爷顽皮了些。回头奴才回去禀告主子，定让小少爷给您道歉。大将军可说了，不能让小少爷在外面太过放肆。你在说什么呢？小少年梗着脖子喊，我才不会给他道歉，我就是要欺负他。你给我爹说，我也不怕。明明小腿都在打颤了，但他还是一副老子很牛批的样子。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接过小铃铛握在手里，朝着小少年挥挥手，小哥哥，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小少年瞧着他红红的眼眶，迈着250的步伐走过去，用很拽的语气说，作甚？你不会喜欢上小爷了吧？说着，小少年还有些窃喜，他看的话本子里就是说喜欢一个人就要欺负他。他方才瞧着小姑娘长得好，对她生出了喜欢的情绪，这才决定好好欺负她，让她明白他有多喜欢她。小奶娃冲着他露出一个软软的笑容，小少年不自觉地跟着弯唇笑，傻乎乎的。下一瞬就被他一拳打倒在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的时候，小少年都还没有回过神来，直到屁股和眼睛传来疼痛感，他才嗷嗷叫着跳了起来。你敢打我？拓跋佑安摸了摸自己的头，你刚刚扯到我的头发了，很疼。我这是还礼，是你先动手的。拓跋佑安冷哼一声，看在你还是小孩子的份上，才没有跟你太多计较，只是还回去而已。你怎么可以打我？小少年委屈死了，他爹总是说揍他，实际上揍的也少，他还是第一次被他爹以外的人揍，还是他喜欢的小姑娘。小少年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旁的奴才都看呆了，那下巴哐当一声掉到了地上。我去，本来以为是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没想到下手这么狠啊！小少爷的眼睛都被打青了，看不出来这小姑娘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但奴才抬头看天，他什么也没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也不知道小少爷怎么下得了狠手去欺负，活该。大将军说了，若是小少爷先动手，只要小少爷没命悬一线，他们就不用管。你先欺负我的，那我肯定要欺负回去啊！我又不是傻子。冷哼一声，拓跋佑安转身就走，小少年站在了原地。啊，我欺负你，你不会喜欢我，只会欺负回来啊？
这怎么和画本子上写的不一样啊？到底是谁写的画本子？呜，欺骗了他柔弱的少男心。小少年捂着脸，哇哇哭着跑掉了。奴才这才追赶上去。哎呦，小少爷慢点跑，您放心，您今儿个被小姑娘打了的事情，奴才不会告诉别人的。小少爷，你走！拓跋佑安走出去了一段路，才停下来把小啾啾扎好，暗卫瞧着小姑娘握着小铃铛委委屈屈的样子，落在她面前，请公主殿下责罚。拓跋佑安吸了吸鼻子，可真疼啊，这会儿还有点隐隐作痛。你起来吧，这事儿不怪你，是我不让你们出来的。他刚刚给他们打了手势，让他们别出来，都是小孩子闹腾，没必要派上精兵，太大材小用了。这种小霸王，他自己就可以解决。那暗卫还是有点自责，心里暗暗的记了一笔，这事儿定要告诉陛下。拓跋佑安回到宫中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匆匆用了晚膳，便在房中等着乌墨过来。只要他在宫中，每到晚上，乌墨就会过来给他授课。拓跋佑安可谓是痛并快乐着，虽然要学习，但是可以看到乌墨哥哥的话，他还是很开心的。乌墨踩着点来的，瞧见小姑娘烟哒哒的趴在桌子上，他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却听她小声的嘶了一声。怎么了？乌墨在他身边坐下。拓跋佑安义愤填膺的将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那人太可恶了，我最讨厌那些小少年扯小姑娘的头发了，没礼貌。拓跋佑安委屈巴巴的。乌墨看向胡白，目光谴责，怎么照顾他的？胡白有些心虚的用爪子摸了摸鼻尖，因为拓跋佑安放他下去，让他去玩了，他一下子玩疯了。等到了会合的时间，他已经被人揪了头发，那人也不见了。他就是想帮他报仇，也没法了。那镇国大将军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有这么皮的儿子？拓跋佑安撅了撅嘴。乌墨问他，安安说的可是桑大将军的幼子桑旭？咦，乌墨哥哥认得他？拓跋佑安有些惊讶。对，没错，就是他。他和我不在一个教室学习，却也在一个书院里，对于他的作风也略有耳闻。那乌墨哥哥要小心一些，这人好讨厌的。他若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再把他打一顿。拓跋佑安双手握拳，往前打了几下空气，我超厉害的。乌墨温柔的笑着，轻轻帮他揉了揉发丝。好，我帮安安揉揉可好？好呀好呀。拓跋佑安伸手要他抱抱，乌墨将他抱在自己的腿上，一边带他看书分散注意力，一边帮他轻轻地揉着发丝根部，缓解疼痛。他的手法很轻柔，拓跋佑安舒服的几乎想要睡过去。实际上他没多久就睡着了。乌墨蒙上眼睛，帮他解了衣服，给他盖好被子。如今这些动作做起来，他已经很熟悉了，每日都是如此。他总会学着学着就睡着了。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放下床幔，乌墨对胡白开口：“跟我出来。”胡白抬眸看向他：“你以为我会怕你吗？”对上他冷厉的眸子，胡白身子颤了一下：“行吧，我也不是怕你，我主要是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没保护好他，有责任。”乌墨吹灭了蜡烛，胡白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第63章，他的剑呢？胡白肉乎乎的小爪子迈着小碎步，有些紧张的跟在他身后。胡白悄咪咪的抬眸看了他一眼，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哎，真该让那朵小花来瞧瞧，他为了别人这么生气的样子，肯定能气炸那朵花。想想胡白都觉得有意思。胡白，到了你教我学武的时辰了吧？乌墨将腰间的木剑取下来。胡白回过神来，点了点头，那我教你。胡白幻化出云雾的人形，一招一式的教他。乌墨看的同时，在脑子里也演练了一遍。胡白演练了一遍，就累出了原形。没办法，他的实力被界面压制，只能释放出这么一点点。胡白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尾巴扫来扫去，给自己扇风。累趴他了 ，QAQ。乌墨拿着木剑，按照他刚刚的招式教，一开始还很生疏，但很快就熟练了起来，招式越来越凌厉。忽然，他转了风向，朝着胡白打过来。胡白我槽了一声，一蹦3尺高，飞快闪身躲开。他方才待的地方已经炸出了一个大洞。胡白，你在谋杀你的师傅吗？你个不孝徒弟！乌墨目光凉凉的，我是相信你能躲开，而且我不是你的徒弟，注意你的言辞。胡白，什么叫做你相信我能躲开？你就是公报私仇，你就是因为我没保护好那个小姑娘，故意的。胡白心里一清二楚，这黑心的这么小就会颠倒黑白了。就在他走神的时候，又是一道攻击来了。胡白我槽了一声，连忙闪躲。胡白在前面乱窜，乌墨在后面攻击他，两人一前一后，到最后乌墨的木剑抵在了他的喉咙前，下次再保护不好他，你这身毛瞧着挺暖和的。胡白，你们都是狗吧？你们都惦记我柔顺美好的毛发。胡白气的脑袋都在冒气了。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是没看到，我看到了，肯定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为了他的毛发，他也不会弃他不顾呀。乌墨收回了剑，哼了一声，转身离开。胡白连忙跟了上去。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什么大将军柚子的麻烦，而不是在这里找我的麻烦。纵使我保护不力，他也是罪魁祸首。乌墨凉凉开口：你以为我会放过他？胡白，所以你真的要去欺负一个比你小的孩子吗？不愧是魔王啊，这骨子里就不是好人。不过这家伙进步也太快了吧，什么招式只要他演练一遍他就学会了，而且每练习一次就进步一次，这天赋也太强大了吧。胡白心里嘀嘀咕咕的。翌日，乌墨一早就在书院门口等着了。不远处，小少年对身边的奴才吩咐：昨儿个的事情你必须给小爷忘了，你若敢走漏风声，小爷非得削你不可。是，奴才明白，奴才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小少爷被小姑娘……桑旭一把捂住他的嘴巴，左右看了看：你作甚？说了不许说出来的。奴才点了点头，桑旭这才松了手。一抬眸就见跟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少年，小少年看起来比他年长几岁，眉眼清冷，面容精致绝美，长得很好看。桑旭记得这个人是苗国的九皇子乌墨，好像第一日来书院的时候还是小公主送来的，当时书院里都在说这件事。可惜那日他迟到了，没看到小公主。桑旭，乌墨喊他的名字。桑旭眨巴了一下眼睛：你找小爷有事？听闻桑旭小少爷乃是桑大将军的幼子，武力超凡，不知乌某可有荣幸和桑旭小少爷切磋武艺？一句武力超凡让桑旭唇角高高扬起，他微微扬起下巴，得意得很，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既然你那么想和小爷打一场，小爷就满足你吧。一旁的奴才：小少爷，您真的对自己的实力没点数吗？就凭您那三脚猫功夫还武力非凡呢，人家明显捧你呢。不过这九皇子也不过8岁，应该实力也强不到哪里去，奴才就没有开口提醒什么了。好，乌墨指了指一旁的比武台，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了上去。这会儿书院里已经有不少人过来了，纷纷驻足观看。什么情况啊？好像是乌墨找桑旭小少爷比武呢。啊，桑旭小少爷可是桑大将军的幼子啊，实力肯定不弱吧？也就那样吧。但乌墨会功夫吗？不知道呀，没见他打过架，他对谁都和和气气的，看起来更像文弱书生呢。台下的议论声都钻入了桑旭的耳中，他开口：你放心，小爷人好，不会要了你的命，小爷会点到即止的，免得别人说小爷欺负你。乌墨敛眸笑：桑旭小少爷，你还是拿出点实力比较好，免得比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桑旭，你瞧不起我？很好，我会把你打趴下的。桑旭也来了少爷脾气，两人用的都是木剑，桑旭拿着木剑挽了个剑花，下面传来一阵喊好声。小少年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挽得更起劲了。你怎地不动？乌墨，花里胡哨。乌墨一剑挑飞他的剑刃，下一秒木剑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你输了。他的动作很快，快到上一秒下面还在喊好声，下一秒就全部满脸目瞪口呆。我去，乌兄这妖牛批！桑旭小少爷这就输了，这也太快了吧？怎么跳飞的？他们都没看清楚啊！桑旭自己也懵了，他上一秒自己还在得意呢，下一秒他的剑呢？他的剑怎么就飞了？他的脖子上怎么就有了乌墨的剑？乌墨轻声开口：桑旭小少爷不想认输吗？好！乌墨下一秒木剑飞舞，勾起桑旭的头发，一拔，桑旭疼得发出了猪叫声：嗷嗷嗷嗷，痛痛痛！乌墨拔了他的头发2次，便开口：桑旭小少爷痛的话，乌某便帮你。话落，他手中的木剑翻飞，桑旭的头发掉了一地，一瞬间就秃了。台下震惊，桑旭只觉得头顶上一片清凉，他抬起手摸了摸头，光溜溜的，空中还飞舞着他的发丝。这就是乌墨说的帮他吗？为了让他不痛了，就把他的头发丝全部秃噜下来吗？他听到乌墨不带感情的声音传来：桑旭小少爷不是喜欢扯发丝吗？喏，我帮你剃下来了，你自个儿捆起来，每天扯扯。不用谢。桑旭，第064章，拜拜了您嘞！我谢个你个大头鬼啊！我谢谢你全家。呜，他的头发。桑旭一脸仿佛失去了全世界的表情，瘫软的坐在地上，下一秒震天动地的哭了起来。哇哇哇，我的头发！只有和尚才剃光头呢，他不要当和尚啊！桑旭哭的那个叫伤心，奴才将自己掉在地上的下巴接回去，走上去，一边喊一边帮他收集头发丝。哎呦，我可怜的小少爷哟，你要是早点认输，就不会这样了。桑旭，你特么的是我的奴才还是他的奴才？你咋还胳膊肘往外拐呢？没事儿，奴才帮你把头发收集起来，回头小少爷难受了就拿出来瞧一瞧曾经的秀发。桑旭眼前一黑，差点没当场哭晕过去。我特么的都气哭了，你看不到吗？你想让我天天看着，天天被气哭？
我没有你这样的奴才，你走！桑旭哭得昏天暗地，乌墨淡定地收起木剑，跳下比武台，潇洒离场。另一边，早朝上，云武帝转动着自己的扳指，看着下方的桑大将军的夫人江密安。昨儿个朕听闻桑旭那混小子扯了安安的头发。江密安跪在殿内，瑟瑟发抖，恨不得现在就把那个混账儿子揪出来，当着云武帝的面打一顿，让云武帝出气。混蛋小子，竟然连小公主的头发都敢揪！江密安低着头，咬牙切齿的开口：“臣父回去定当好好教训那臭小子，定要让那臭小子到小公主面前亲自道歉。”云武帝懒懒的掀了掀眼皮：“此事朕已书信告知桑大将军，明儿个他就会回信了。”江密安，若是让将军知道这事儿，旭儿还不得被扒下来一层皮？但他活该。臣父明白了，臣父会按照将军的意思来惩罚他。下去吧，孩子还是要好好管教管教的，不是什么人的头发都是他可以揪的。云武帝正说着呢，云公公忽然上前，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云武帝微微挑眉，眼中有赞赏一闪而逝。朕听闻桑旭那混蛋小子和乌墨比试了一场，是很正常的比试，此事你们不可掺和。这是警告他的意思了。江密安连忙应道：“是。”江密安退下后，云武帝心里还有些不得劲。若是桑大将军在这里，他还可以找桑大将军打一场。他儿子欺负他女儿，他就欺负他。结果，桑大将军还在边疆呢。只有将军夫人在府中，他总不能找个妇人打一架，只能憋着这口气了。众臣知道云武帝对小公主极其宠爱，却没想到宠爱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也要叫将军夫人过来警告。虽然心里都觉得云武帝这样的做法不妥，担心寒了桑大将军的心，但一个个都不敢说。不但如此，之后的汇报言辞都极为慎重，生怕被云武帝挑刺，承载他的怒火。云武帝最终只能憋着这口气去找拓跋佑安，瞧瞧他家可爱的小公主，心情会好点。江密安退出殿内，直接去书院找那个混蛋小子。一过去却得知他逃课了，不在书院里，气得江密安直接从腰间拿下软鞭就往宫外走，看他不抽死那不孝子。江密安气冲冲地回到府中，一问下人，得知小混蛋在自己房内，他气势汹汹地冲了进去，一脚踹开门。江密安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泼辣性子，这一脚直接将门都踢坏了。小混蛋，给老娘滚出来！在房内候着的奴才连忙上前跪下：“夫人，那小混蛋呢？小少爷趴在床上哭呢。”江密安，他还有脸哭？人家小公主被你揪头发的多疼啊，人家都还没哭呢，你有脸？你哪里来的脸？江密安软鞭抽旁边的空气，抽出了破空声：“桑旭，你小子能耐了呀，连长安公主的头发你都敢去扯呀？你能耐了呀？你嫌老娘活得太久了是吧？老娘和你爹活着影响你呼吸了是吧？”啊！江密安一鞭子朝着他的床幔抽去，那床幔瞬间被抽得稀巴烂。奴才默默起身躲在角落，以防被波及。床幔没了，床上的人儿就变得特别清晰了。瞧着他那光秃秃的头顶，江密安愣了一下，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小光头，你想出家呀？行啊，老娘送你去。不说出家还好，一说出家，桑旭就受不了了。哇哇哇哇！我都被人剃光头了，你不但不帮我说话，你还要送我去当和尚？我哪里知道她是小公主啊？我就是见她长得好看又那么可爱，才想欺负她一下的。话本子里不是说了吗？喜欢一个人就要欺负他，这样他就会喜欢上我。可是他不但没有喜欢我，他还打我。我做错了什么？他打了我，乌墨剃光了我的头发，娘还来骂我。我不过就是揪了一下他的头发，他也还手了呀。我眼睛这会儿还肿着呢。桑旭才5岁，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骂他 QAQ， 他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江密安乐了，给他泼冷水：“你爹是还没回来呢，以你爹喜欢小公主的劲，你还得脱层皮。”桑旭，哇哇哇！我不活了！江密安对一旁的奴才开口：“去给小少爷准备棺材，他不活了。”桑旭，娘，我突然觉得世界很美好，活着太好了，我去找小公主道歉吧。江密安，哼，能耐，道歉是要道的，但你这样没多少诚意，把衣服脱了，负荆请罪。桑旭害羞的小脸微红：“脱衣服不好吧？这多不好意思啊！小公主瞧见我没穿衣服的样子，是不是要对我负责啊？还有，那娘，我们什么时候定亲啊？”江密安，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话本子都给老娘烧了！什么玩意儿？娶小公主，你也配？桑旭，亲娘，也是，你不穿衣服会污了小公主的眼，那就穿着衣服去负荆请罪吧。江密安一声令下，立马有奴才拿了金条来，二话不说给他绑上。娘，能不能等我长出头发才去？我这个样子，小公主看到也不会喜欢我的。
桑旭讨价还价。江密安冷笑：“你是可以等，老娘和你爹的命等不起。你以为你欺负的是谁？是云武帝最宠爱的小公主。现在立刻马上把这混蛋小子给我押过去，等回来，老娘再扒了你的皮。”桑旭变了脸色，背着金条就跑。娘，我今晚就不回府了呀！拜拜了您嘞。第065章还想娶小公主呢。这混蛋小子，来人，找人来给小少爷画像，记录一下他光头的样子，回头将军回来了，让将军也瞧瞧。江密安开口吩咐，一旁的奴才立马下去办事了。是。奴才这就去。拓跋佑安已经从云武帝哪里要了古灵果过来了，古灵果被他养在新开辟的药草园里，每日拓跋佑安都会自己去浇水。他浇的水同别人浇的不同，沾染了他的气息，能够让他们生长速度加快。胡白被拓跋佑安抱在怀里，一看到古灵果就跳了下去，想吃它。古灵果尖叫一声，根须挥舞的飞快，狂跑。胡白，站住，让本狐吃了你！古灵果，你不要过来啊！胡白就喜欢吃这些有点灵气的植物，可就这么一株，他也不敢真的把它吃了，怕被拓跋佑安记仇。好吧，其实是怕被乌墨记仇。毕竟乌墨这小子护着小姑娘护得很紧，所以只能每天吓吓古灵果，开心了。拓跋佑安也由着他们去闹了，所幸这里也没外人看到。春香也没同他一起来，都浇了水。拓跋佑安让胡白自个儿在这里玩，他先离开了。一回到院子里，就见云武帝在等着了。拓跋佑安满脸开心的跑过去：“爹爹的小乖乖。”云武帝一看到拓跋佑安，脸上就有了笑容，蹲下身子接住他，将他抱起来：“最近爹爹有点忙，都忽略我家宝贝了。”“没有的事呢。”拓跋佑安抱住他的脸贴。安安知道爹爹是为了让云西国更好再努力，爹爹很棒的，爹爹是大英雄。云武帝被他的彩虹屁拍得哈哈大笑，抱着他摸摸他的小脑袋：“还疼吗？”拓跋佑安知道肯定是金兵告诉爹爹那件事了，他摇摇头：“昨天还有点疼的，但是今天不疼了。而且安安超厉害的，安安把他打倒了。”拓跋佑安挥舞着肉嘟嘟的小拳头，婴儿肥的小脸上严肃一片：“萌死个人了。”云武帝一颗心柔软的不可思议，安安很厉害。那是，安安可是爹爹的孩子啊，当然不能输了。云武帝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就在两人开开心心的时候，桑旭背着金条跑了进来，看到拓跋佑安，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小公主殿下，对不起，我昨日不该揪了小公主殿下的头发。”拓跋佑安忽然看到一个光亮的脑袋，懵了一下：“你谁啊？”“桑旭。”“小公主不记得我了？这该死的光头！”“是我呀，小公主，我是桑旭啊。”桑旭抬起头看向拓跋佑安，眼泪横流：“我昨儿个抢了小公主的冰糖葫芦，小公主可还记得？”“你这么说我就记得了。”拓跋佑安满脸好奇地看向他：“你道歉就可以了，也不必刻意剃光头，这也太有诚意了吧？”“桑旭，心脏中了一箭，不是我自己剃的，是乌墨做的。”“臭乌墨，他跟他势不两立。”拓跋佑安一听是乌墨弄的，夸赞了一句：“是吗？那还挺好看的，我发现你光头的样子更好看。”拓跋佑安瞎扯，桑旭信了。“真的吗？”桑旭的眼泪还挂在脸庞上，但他没哭了。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脑袋，羞涩一笑：“小公主真的觉得我这样更好看吗？那我以后就光着头吧。”那以后头发出来了，他再剃了。没想到乌墨是为了帮他，他应该好好感谢乌墨，还是乌墨有眼光，知道他这样更好看。拓跋佑安，大可不必吧？可……云武帝清了清嗓子，这人怎么回事？当着他的面聊他的宝贝闺女呢？桑旭这才看到云武帝，连忙喊道：“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不知道你可有意给小公主配个娃娃亲？陛下看我可以吗？”云武帝，拓跋佑安，你好勇敢！云武帝脸色微沉，冷嘲：“朕瞧你像个笑话。”“滚！来人，把这个碍眼的小混蛋给朕拖下去！”一旁的护卫上前架着他就走。桑旭还在那边喊：“小公主，你考虑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先熟悉熟悉。”“滚！”回应他的是云武帝阴沉的声音。桑旭不敢说话了，被护卫直接送回去了。得知他做的好事，江密安直接拿出鞭子抽得他上蹿下跳。能耐了他，还想娶小公主呢，白日做梦都不带这样的。拓跋佑安好笑地看着桑旭离开的方向，不得不夸赞一句：“这个小家伙有点勇啊。”云武帝感觉头疼，他的宝贝女儿还这么小就有人惦记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安安，这世间优秀的男子有好多，你可莫要被一些混小子骗了去。听爹爹的，长大些再去寻找心仪的人，可好？”拓跋佑安笑眯眯地抱着云武帝的脸亲了亲：“安安不找心仪的人，安安还这么小，安安要陪着爹爹和娘亲呢。爹爹的小乖乖。”
云武帝得到宝贝女儿肯定的回复，开心了，将她搂在怀里，轻声交谈。忽然，云公公匆匆走了过来，在云武帝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拓跋佑安听到了，陛下，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奈安村的村民，称这次朝廷赈灾的粮食全被当地的县令贪没了，奈安村的村民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了。陛下可要见见这小姑娘。云武帝脸色阴沉，抱着拓跋佑安起身，刚要将他放下，小家伙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爹爹，我们一起去啊。云武帝拿他没辙，便抱着他大步往外走。那小姑娘被带到了书房，云武帝一进去，他看到云武帝就晕了过去，好在太医刚好过来了，给他把了脉。陛下，这小姑娘是饿晕的，体力不支了。云武帝脸色阴沉，这次奈安村干旱，他可是拨了不少银钱过去，还送了一大批粮食过去，可是现在却有人来举报，说奈安村的县令贪墨，这小姑娘饿晕了过去，可做不得假。云武帝朝着太医看过去，太医明白，立马开了养身子的药方，又有人拿了粥过来，给他喂进去一些。一天一夜后，小姑娘总算是悠悠转醒了。她睁开眼睛，看着头顶上的床幔，迷茫地眨了眨眼睛。这里是哪里？她喃喃出声：“我看到了陛下，是将死之前出现的幻觉吗？”不是幻觉哦。软软糯糯的小奶音传来，小姑娘一扭头，就见一个小奶团子蹲在床边上，手肘撑着床垫，手掌托着那肉嘟嘟的小脸。她弯眉一笑：“小姐姐现在已经在宫中了哦。”你是？小姑娘看着她，一脸懵。宫中的小女娃，瞧这打扮也不是宫女的模样，难道是传言中的小公主吗？第066章株连九族。拓跋佑安微微摇晃着小脑袋，两个小揪揪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姐姐过来找陛下是有事的，对不对？小姑娘狠狠地掐了自己的腿一把，疼得她眼眶泛泪。她满脸激动：我没死，我活着到了皇宫，原来不是梦啊！陛下在哪里？求求你带我去见陛下好不好？我们奈安村的人都要给饿死了。小姑娘说着就痛哭了起来。拓跋佑安抬起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小姐姐不哭哦，没事的，都会好起来的。小姑娘被他摸着头，忽然感觉脑袋清明了不少，她含着泪点头。门外传来脚步声，没多久，云武帝就走了进来。看到云武帝，小姑娘迅速爬起来，跪在地上，重重的磕头：陛下，求您救救奈安村的百姓吧，求求您了。云武帝看着她，语气淡淡：你先起来吧。谢陛下。小姑娘站起来，额头都磕红了，还在呜咽。她哽咽着说着奈安村的事情。奈安村今年颗粒无收，因为一直晴天，种的小麦也全部都旱死了，农民苦不堪言。但他们相信云武帝不会弃他们不顾的。他们等啊等啊，等到都要饿死了，还没等来朝廷的赈灾物。一些人饿得吃树皮，一些人更甚至饿得连沙子都吃了，结果被活活噎死。还有人饿得都卖小孩了。可是没有人能救救他们。隔壁村都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想去城里，城门却一直紧闭不开。后来也不知道是谁不甘心，去打听了，才知道朝廷早就拨了粮食过来了，不过被那县令全部都贪没了。农民闹啊，拿着锄头去求县令给个说法，可县令直接当众斩首了闹事的人，其余人也不敢闹事了，只能等死。小姑娘名唤柳柔，因为不甘心，她逃出了奈安村，一路乞讨来到了帝都，就是想找云武帝评理，给死去的村民们讨个公道。死了好多人，他们都吃不上饭，一开始还有水喝，但闹事以后，县令找人封了几口井，是想活生生的饿死我们啊！为什么他那样的人也可以当官呢？我们相信您，相信陛下，您一定可以帮我们讨回公道。柳柔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磕头，她声音哽咽，但她知道这些话她必须说出来，必须为了奈安村的村民们站起来。她的父母也都死了啊，她已经没有亲人了，她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怕死了，只想找到云武帝，看看云武帝是不是真的不想管他们，还是云武帝也被那县令蒙在鼓里。拓跋佑安听他说完，小脸上没了笑容，他冷着脸，微微敛眸，在这个时候没有插嘴说什么。他知道爹爹自有定夺。云武帝一张脸冷得可怕，他忽然就笑了：呵，朕倒是不知道还有人敢如此违背朕的旨意，很好。云武帝一挥袖袍，走到门口，打开门，外面跪了一地的臣子。那奈安村的县令是谁推举的？吏部尚书站出来，跪在地上，高声道：这人乃是吏部侍郎推举的。吏部侍郎是史部尚书的下级。云武帝冷冷一笑：叶尚书可是年岁大了，提拔的人都如此不行。吏部尚书唤作叶根，他这会儿匍匐在地上，大气不敢出一口。这一次他的确也有责任，那吏部侍郎是他提拔的，而这次吏部侍郎提拔的人犯了大错，此事交由刑部去调查，若他所说为事情真相，那叶尚书办事不力，降为吏部侍郎，罚俸禄1年。吏部侍郎办事不力，
撤职，罚俸禄1年。奈安村的县令由刑不责罚，再赐死，株连9族。县令家中物品全部换成银钱，分发给奈安村的村民。县令这次贪墨责任重大，导致大量村民致死，其罪可诛。云武帝雷厉风行地决定了他们3人的处罚，叶尚书和吏部侍郎的俸禄便发放到奈安村。可有意见？臣没有异议。叶尚书跪在地上，大声喊道：“他只是贬值都算不错了，还敢有什么异议？”柳柔听着云武帝的这些话，一边哭一边磕头：“谢谢陛下，谢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这些日子你便先在宫中养好身子。”云武帝挥手，刑部尚书先去奈安村弄清楚事情原委，再按照朕方才说的追责。云公公，安排一些粮食随刑部尚书一同送往奈安村。是。云公公得令，立马下去安排了。随着云武帝一声令下，其余臣子也纷纷离开。只是这件事给他们心头敲了一个警钟，陛下这是杀鸡儆猴呢。想必陛下已经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如今这般做不过是做给他们看的，不然陛下怎么可能现在就将惩罚说了出来？这小姑娘是昨日来的，今日陛下的情报网应是已经知道了真相了。这次之后，众臣都要好好掂量掂量了。这贪墨的事情可做不得呀。拓跋佑安冲云武帝笑：“爹爹，我在这里陪陪小姐姐。”云武帝也的确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便先走了。拓跋佑安这话让柳柔更加确定，她就是小公主。民女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小姐姐不必多礼。拓跋佑安让她起来：“小姐姐，你们是怎么知道事情真相的？又是谁送你来的帝都呀？”柳柔有些迟疑，似是不想将那人说出来。我只是听别人说起的，我本身也无父无母的，寻思我就贱命一条，死不足惜，便来了帝都。这一路上我都是乞讨来的，没什么人帮我。拓跋佑安自然是不信这套说辞的，真没人帮他，他怎么可能平安的来到帝都？这背后定然是有人帮忙的。拓跋佑安也没多问，不管怎么样，背后那人做的这件事的确是好事儿，至少对于奈安村的人来说是好事。拓跋佑安让春香留下来陪着柳柔，他便先离开了。柳柔现在防备心也很强，而且身体还很虚弱，拓跋佑安就不拉着他唠嗑了。拓跋佑安去找乌墨，他这会儿还在书院里，拓跋佑安便摘了一些水果去等着他。提着食盒，拓跋佑安走到书院庭院里的小凳子上坐下，将食盒放在圆桌上，手掌托着下巴等着他。结果乌墨没等来，倒先等来了桑旭。桑旭一看到拓跋佑安，眼睛就亮了：“安安妹妹。”拓跋佑安，你谁啊？这么自来熟？桑旭开心地跑到他面前，自信得很：“你是来找我的吗？”第067章，你长大了以后。拓跋佑安冲他弯唇一笑，桑旭害羞地挠了挠头，就听他说：“不是。”桑旭悲伤那么大。桑旭垂下头，委屈地撅了撅嘴：“那小公主为什么会来这里啊？”“我是来找……”拓跋佑安抬起头，刚好看到乌墨走出来，他从凳子上嘿咻一下跳下去，朝着乌墨跑过去：“乌墨哥哥！”乌墨看到他，脸上浮现了一抹笑容，蹲下身子接住他，抱住：“安安，乌墨哥哥，我来接你了。”桑旭不过一眨眼的时间，拓跋佑安就不见了，再一扭头，他就到了乌墨怀里。他连忙跑过去，红着脸喊道：“男女授受不亲！乌墨，你怎么可以抱小公主？他都没有抱过。”乌墨瞥了他一眼，他比乌墨要矮一个头多，只能抬着头仰视着他。乌墨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当作没看到他。拓跋佑安有些好笑：“桑旭，我才3岁呢，哪里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那我也要抱抱你。”桑旭朝着拓跋佑安伸出双手，拓跋佑安抱紧乌墨的脖颈：“我不要。”桑旭，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你揪我头发了，我道歉了，我不想让你抱。那好吧，你什么时候想要我抱了，就告诉我一声，我就来抱你。桑旭委屈巴巴地吸了吸鼻子，眼眶红红地看着他。拓跋佑安还能这样？乌墨抱着拓跋佑安就走，他不会想让你抱的，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乌墨走过去，提起他带过来的食盒就走。桑旭气得跳脚：“你又不是小公主，你怎么知道他的想法？”拓跋佑安连忙开口：“乌墨哥哥说的对，我不会让你抱的。”桑旭，我的心好痛。乌墨回眸看了他一眼，挑衅的挑眉。桑旭气得在原地跳脚，想跟上去，却被云武帝派的精兵挡住了。小少爷还是不要跟过去比较好，若是你再扯到我们小公主的头发。精兵拿出佩剑，剑刃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芒，那就别怪属下的剑不长眼了。小公主可是他们最喜欢的小公主，他竟然敢欺负小公主！桑旭，等等，我不去了还不行吗？您小心点，可不要拿不稳剑啊！桑旭说着，
一边摆手一边后退。他太难了 ，QAQ。金兵见他不跟了，飞身消失。桑旭 ，QAQ 我的爱情绊脚石也太多了吧？乌墨抱着拓跋佑安往他的寝宫方向走，他低声询问他：“安安，我方才那么对桑旭小少爷，可是有些不好，可会给你带来麻烦？”安安心里可是真的不想让他抱的。乌墨低眸看向怀里的小家伙，拓跋佑安小脑袋轻轻地摇晃着，两个小揪揪上面的铃铛叮铃作响，才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呢。我不想让他抱的，是真心话。乌墨哥哥可千万不要把我递给他啊！他扯了我的头发，我可记仇了，我不会让他抱我的。拓跋佑安撅了撅小嘴，他又不是安安的哥哥，安安才不要他抱嘞。乌墨脸眸笑，那眸子里点缀着星光。好，不会把安安递给他的。西西，这样才对嘛，那我们回去吃水果吧。乌墨哥哥，我跟你说哦，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小姑娘。拓跋佑安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分享给他。你说我爹爹厉害吗？乌墨点头，云武帝很厉害，是个明君。那是当然了。拓跋佑安微微挺了挺胸膛，骄傲得很，那可是安安的爹爹。乌墨唇角轻勾，刚好到了，抱着他在庭院里坐下，将食盒放下，将里面的水果拿出来，两人就一边聊天一边吃。拓跋佑安问他：“乌墨哥哥，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乌墨低眸对上他清澈的眸子，他反问：“安安喜欢什么样的人？”拓跋佑安脑海中浮现魔王那张狂妄不可一世的笑脸，唇角忍不住轻轻扬起，看上去不好接近。可能别人都觉得他不好，但其实他内心很柔软，很温柔，还很强大，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不会被世俗约束，自由自在。我喜欢这样潇洒的人。乌墨若有所思，轻嗯了一声。那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拓跋佑安抬眸朝着他看过去，旁边大树上的树叶飘落了下来，刚好落在了他的头顶上。少年眸染星辰，目光所及皆是他。拓跋佑安不得不感叹，乌墨哥哥有点撩人不自知的潜力。有树叶。拓跋佑安伸手将他头顶上的树叶拂去，嘿嘿笑着，乌墨哥哥一定可以成为那样的人的。莲贵妃寝宫，陛下当真为了小公主处罚了桑大将军的幼子。莲贵妃拿起扇子轻轻地扇着风，询问一旁的贴身宫女。是的，娘娘，当时众臣都在呢。这事后啊，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陛下太过宠爱小公主了，有些人却觉得小公主立了那么多功，被陛下宠爱是应当的。莲贵妃闻言冷笑一声，不过是个丫头片子，值得陛下这般立什么功？不就是拿了一些银钱赏给边疆的战士吗？那些银钱本就是陛下赏赐给他的，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莲贵妃满脸不屑。莲贵妃怀四皇子的时候，恰逢皇后娘娘也怀孕了，当初陛下就一直宿在凤仪宫，后来皇后娘娘先生下三皇子，她再生了个四皇子，可到底是比不上皇后的孩子。陛下对三皇子要偏爱许多，她生七皇子的时候，陛下甚至是看都没来看一眼，只是赐了一个名字。如今皇后娘娘诞下了小公主，不过是个丫头片子，却得尽了陛下的宠爱，这叫莲贵妃如何不恨？但她也是个有脑子，知道不去同小公主对着干。如今她的孩子都不在宫中，她自知没有依仗，也只能在寝宫里打听打听她的事情，暗暗记恨。宫女在一边瞧着她阴沉的脸色，不敢吭声。莲贵妃又问：“婶儿可写信回来了？”宫女扶了扶身，回禀娘娘：“明儿个就到了七殿下例行送信的日子了。”莲贵妃摆摆手，也是时候叫她回来了。再不回来，陛下的恩宠都给小妮子抢走了。刑部尚书整理好了赈灾的粮食，准备出发的时候，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定睛一看，吓得连忙下跪：“微臣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尚书爷爷平身吧。拓跋佑安冲刑部尚书软软一笑。刑部尚书如今已经60旬的年纪，算是朝廷官员里年纪较大的了，叫一句爷爷也是应当的。刑部尚书起身：“小公主找臣，可是有什么事情？”第068章装死就对了。尚书爷爷，其实我这次来找您是有点事情的。奈安村的事情这般紧迫，他们缺少的一定不只是粮食，我准备了不少的衣物，全部都装在马车里了。另外我还找了几个挖井能手，能帮他们将井挖通，您也一并带去，可好？还有，爹爹罚他们的俸禄也不能马上拿出来，安安这里有些银钱，尚书爷爷先拿着，赔偿给那奈安村的人，助他们度过这个难熬的年头，特别是那些家里死了亲人的，他们的日子更难过，安慰安慰他们。如今人死不能复生，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拓跋佑安拿了一些银票递给尚书，安安也不知这些银钱够不够，若不够，尚书爷爷先帮安安垫付着，等您回来，安安还给您。拓跋佑安拿了500两黄金给他，也就等于50万两白银。每家每户按照人算，每人给100两白银，100两白银足够他们生活好些年了。活着的
去世的都按照这个给，都算一个人。刑部尚书瞧着拓跋佑安身后那长长的车队，也知道这些日子里小公主买了不少衣物，还有这么多银钱，还有那挖井能手，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小公主都想到了。他们何德何能，能生在云溪国呀？刑部尚书忽然给拓跋佑安跪下了，不顾他的阻止，重重的磕了一个头，眼眶含泪。老臣替奈安村的村民谢过小公主殿下。小公主良善。拓跋佑安扶他起来，尚书爷爷不必如此，他们都是爹爹的子民，他们如此信任爹爹，安安做这些也是应当的。尚书爷爷启程吧，莫耽误了时间，安安已经耽误您很久了。刑部尚书一抹眼泪，抬起手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谢谢小公主，微臣先走一步。揣好银票，刑部尚书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拓跋佑安看着那远走的车队，轻轻叹气，到底还是太慢了，要快些，再快些，云溪国才能实现全国致富。安安，乌墨从暗处走出来，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怎的了？安安不必想太多，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所有事情了，已经很棒了。在苗国，若出了这样的事情，苗国的陛下根本不会管。至于那些皇姐皇妹，一个个的都忙着想自己的事情，谁又会去在意一些百姓的死活？安安和他们不一样，云溪国和苗国不一样。拓跋佑安给自己打气，安安会更加努力的。乌墨哥哥，我们回去吧。是他央求乌墨带他出来的。乌墨如今的轻功进步很大，他抱起拓跋佑安，脚下一蹬，两人就飞身上了屋顶，在屋顶上穿梭，很快就抵达了皇宫。将拓跋佑安放下，乌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安今日早些歇息。好，乌墨哥哥也要早点休息，别学到太晚了，不然安安会心疼的啦。乌墨很少被人这么直白的关心，他的心里就如注入了暖流，温暖的不可思议。好，我会早些休息的。乌墨目送他一步三回头的进去，这才转身要走。春香正好过来了，喊了一句九殿下。乌墨淡笑，不必这样叫我，我已经不是什么九殿下了。春香轻声开口，小公主吩咐过，让奴婢们把您当作九殿下一般对待，不可疏忽。乌墨一愣，他倒是不知道安安私底下还这么吩咐了他们。您是尊贵的，请您要记得这一点，不然小公主可要伤心了呢。九殿下，您可莫要轻贱了自己。春香对于乌墨以前的事情多少也有点耳闻，说完，他扶了扶身，进去伺候拓跋佑安睡觉了。不要轻贱自己吗？乌墨弯唇一笑，从遇到安安以后，他就不会了。乌墨回到自己的院中，没多久，胡白就来了。他是等拓跋佑安睡着，才悄无声息的过来的。老实说，我都不想教你了，这货学的也太快了吧。乌墨拔出木剑，你想反悔？胡白，他毫不怀疑，如果他说是的，下一秒这木剑就会把他咔嚓了。怎么会呢？我可是狐仙，我说出去的话那都必须算数的。我就是觉得你学得太快了，发牢骚。哈哈哈。那什么，我们开始吧。胡白幻化成人形，开始教他。乌墨学得很认真，他学得很快，什么动作都是看一遍就会了。练了1刻钟，他冲了一个澡，换了身衣服，没有去睡觉，反而往皇宫外去了。胡白见他走了，从树上跳下来，跟了上去。嘿嘿，让我看看这小子干嘛去了。乌墨出了皇宫后，飞跃进一个院子里，出示了一块木牌，被看守的人带着进去了。胡白找了机会也溜了进去。他们去了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个暗道，顺着那楼梯走下去，一阵热量扑面而来，便见那房子地下竟有一个宽敞的斗武场。斗武场占地面积很大，场外坐满了人。这会儿台上有个大汉在和野兽搏斗，四周一片叫好声。胡白，我这是到了哪里？这臭小子每日晚上都来了这种地方训练吗？难怪他进步那么快。不对，他是不要命了吗？这种地方也敢来？这些上场的人，他刚刚偷偷瞄了一眼，可都是签了生死契的。不对，云溪国这种寒酸小国也有地下斗武场啊！胡白脑子里10000只草泥马奔腾而过，就见乌墨已经签了生死契，等着上场了。他戴着面具，没人能认出他来。来这地方打斗的人都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下面轮到莫安上场，这里面的人用的都是代号，别人代号都是云鹰野鹿什么的，不像人名，只有乌墨的是莫安。胡白寻了一个没人注意的位置观看。乌墨上场后，从腰间拿出他的佩剑，这把佩剑是他临时买的，什么装饰都没有。安安送的佩剑和装饰，他都好好的保存着，不会用来这种地方。乌墨的实力明显比其余人要强很多，那凶猛的野兽在他手里就跟小鸡仔似的，任他宰割。野兽看到他就想流泪，他都听兄弟姐妹们说了，这家伙残忍得很呐。那野兽瞧着乌墨上台，一丝一丝的和他过了2招就倒下了，不肯起来了。呵呵，笑话，挣扎只会死得更快。为了保护自己，他选择装死。一旁的看众们，怎么回事啊？
这野熊刚刚不是很凶残吗？上一个人手臂都被他吃掉了，他现在怎么这么怂啊？可能他只是没力气了。你在开玩笑吗？我刚刚还见他大口吃肉呢。也不要怪他，你们忘了，上一次也是一只野熊，被这莫安直接给宰了，估计他有阴影了吧？你在说笑吗？畜生会有情绪？胡白！你们别不信，他是真怕。乌莫就这么成功顺利的拿到了奖金，他又打了几场，新来的不懂规矩的野兽都跟他打，最终的下场是被他宰杀。打了好多场的老野兽都很懂事，装死就对了。第069章挫挫锐气。打了10场后，乌莫就不打了，他转身出了斗武场，走出了院子。刚走出胡同，他就见不远处有一个大汉提着一个5岁大的小少年，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贱种，连老子的银钱也敢偷，你活腻了是吧？好啊，老子就成全你。那大汉提着小少年就走，小少年挣扎着解释，我没有偷你的银钱，不是我，家里就你这个兔崽子在，不是你还能是谁？是鬼不成？今儿个你不把银钱拿出来，老子就打死你。左右，你也不过是老子养的一条狗，遇到这种事，以前的乌莫是不会管的，哪怕看到这样的事情会让他想起他悲惨的过去。他在苗国不受宠，连下人也可以欺辱几分，幼时的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记得他2岁的时候就被人污蔑偷了皇后娘娘的簪子，差点被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就连他的母亲也用嫌恶的目光看着他，似乎恨不得他死去才好。可他就是贱命一条，偏是死不了，撑过来了。闭了闭眼睛，乌莫将那曾经黑暗的过去藏在心底，他迈步朝着那个小少年走过去。若放在以前，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是不会去救不相干的人。哪怕是有能力，兴许他也不会去救，毕竟谁知道救了的人会不会反咬他一口呢？可是如果是安安在这里的话，一定不会放任不管吧？为了成为能够配得上安安的人，这事儿他不会坐视不管。乌莫走过去，抓住那大汉的手，直接将他甩到了地上。大汉被甩开，还猛了一下，反应过来就朝着乌莫一拳打去。你敢管老子的事？乌莫擒住他的拳头，手腕一用力，他就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嗷，痛痛痛！大汉自知不敌，恶狠狠地对小少年说道：别再让我撞到你们，特别是你这个贱种，这次算你走运，下次我寄情报，也就是说我需要你帮我建立情报网，陈伯会教你怎么做。乌莫说完，院子里就走出来一个老伯，老伯胡须发白，背却一点也不佝偻，精神奕奕，瞧着就是习武之人。陈伯是乌莫在苗国唯一对他好的人，此次他被人暗杀，只有陈伯相信他没死，一直在寻找他，也是前段时间他才和陈伯联系上。这里是陈伯租的房子，陈伯一直在帮他建立势力，但因为势单力薄，现在也不过才建立一个小小的情报网。我不在的时间里，陈伯也会教你武功。顿了一下，乌莫淡漠开口，我不会养无用之人，你可明白？是。小少年磕了磕头，求公子赐名。这是要舍弃曾经的名字的意思了。乌莫抬眸看了看天色，已经是子时了，那便换作子夜吧。谢公子赐名。子夜面色激动，不管怎么样，待在公子身边总比待在那个暴力狂身边强。乌莫看向陈伯，好好待他。是。陈伯应了一声，公子今日可要宿在这里？不了，我让你找的东西可有眉目了？乌莫一直有让陈伯帮他找天鹤铃，天鹤铃是江湖上排名前几的暗器，形状似铃铛。乌莫想起安安总是喜欢带着铃铛，便想将天鹤铃寻来给他，这样他的安危也多了一层保护。暂时还没有，老奴安排人继续再寻，定当为公子寻来。乌莫吩咐了他几句，便先离开了。子夜好奇地问陈伯，天鹤铃是什么？是江湖上排名的暗器，这个你先不要管。陈伯笑眯眯地看向他，你是公子第一个亲自带来的人，想来公子也是很看重你，你可要好好学，不要让公子失望。好，子夜一定好好学，子夜这条命都是公子救的，子夜可以为公子付出一切。陈伯很满意他的觉悟，当我们站在公子身边时，就意味着与大批的人为敌了，你这个觉悟是好的。陈伯先带他去找个房间休息。另一边，苗国纸醉金迷的皇宫里，苗国陛下收到了云武帝派人送来的信，他展开一看，将手中的酒杯丢到了地上，吓得一众舞娘齐齐跪下，陛下息怒。苗国陛下，苗成帝冷笑一声，将这血书撕了个稀巴烂。好你个云武帝，竟敢动我苗国的太子，真当我不敢跟你云西国打吗？一旁有臣子低声说道，我们与云西国实战失败，陛下三思呀。太子殿下必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被云武帝打的。苗成帝一听，觉得有道理。他也不是怕云武帝，就是觉得这次应该是太子的问题。太子平日骄纵惯了，挫挫锐气也好，
一旁的皇后娘娘闻言，差点没当场去世。她跪下哀求：“陛下，婴儿可是我们的儿子啊！云西国这般做，就是打陛下的脸啊！依臣看，云武帝不过是帮我们教导教导太子罢了。”一旁有臣子不赞同：“开玩笑，打仗到时候死的是他们啊，又不是陛下和皇后，他才不想去送死呢。”苗成帝是个胆小的，刚刚也不过是气头上，这会儿自然是能小事化了最好了。这样吧，朕派人送草药过去，给云武帝赔不是，这样婴儿也能回来，云武帝也消气了。妙哉妙哉！臣赞同。底下一片高呼声，让苗成帝觉得自己就是那最聪明的陛下。皇后娘娘差点没给他气死，本来就不是他们的错，结果他还去道歉，但他又不能说什么，说多了万一惹怒了陛下，陛下不救婴儿的话，他就没依仗了。他只能忍下这口气。这事儿就派。苗成帝一开口，底下的臣子连忙开口：“不如就派皇后娘娘去吧，毕竟太子是皇后娘娘的儿子，皇后娘娘去接太子回来也合情合理。他们可不想去啊，万一云武帝迁怒呢？他们可不想死。”苗成帝想到过几日还有秀女要进宫，便点头：“行，那就辛苦皇后走一遭了。快走，省得打扰她选妃。”皇后娘娘气得血压都上来了：“这昏君！”第070章，马车上是何人？但他不敢忤逆苗成帝的意思。是，臣妾明白了。皇后娘娘气得早早离场去准备东西了，这正合苗成帝的意，这样他玩起来也更没负担了。苗成帝玩到深夜，忽然觉得还是先给云武帝写封书信道歉比较好，便又爬起来写了一封道歉的书信，让飞哥先送去，省得云武帝心里不爽，迁怒苗国。他还想好好的当这个陛下，好好的享受生活呢，他可不想死。苗国皇后娘娘杨家月问一旁的宫女：“本宫让你们调查的事情可有眉目了？”这宫女是苗竹英安排在杨家月身边的，有功夫，能够保护她，也能够为她搜集情报。启禀娘娘，已经派人去调查了，明日就会有结果了。杨家月轻嗯了一声，那云武帝当真是半点不给我们苗国面子。杨家月想起那苗成帝的样子，就觉得恶心，这昏君当真是个废物，也难怪云武帝瞧不起他。等日后婴儿做了皇帝，苗国绝对不会再这么窝囊。杨家月脸色沉了一下，那进宫的秀女可安排好了？回禀娘娘，已经安排好了，那苗疆的圣女也在选秀的队伍里，就苗疆那巫术圣女定能得到陛下的青睐，届时定能为娘娘和太子殿下办事。杨家月轻嗯了一声，他平日里装作很在意那些秀女的样子，实际上他根本不在意。苗成帝身边不少美人，甚至都是他一手安排的。他和苗竹英在一步步的控制这个后宫，要不了多久，这苗国就会是他们的天下了。自从奈安村的事情之后，拓跋佑安就更加努力的工作了，就连青城胭脂铺往别的国家开的事情也提前了。毕竟总不能只赚自己国家贵族和百姓的钱，主要还是要赚别的国家贵族和百姓的钱。去别的国家开店的话，那必然的就会需要大量的职工，不然是无法完成那么多订单的。拓跋佑安和苏林涵一起商量，先扩张，把小工房扩张成大工房，然后苏林涵再找一些靠谱的人，由拓跋佑安看过之后，教他们重要的步骤。在开店之前，拓跋佑安书信给蓝修文，他做过拍卖行，认识的人自然比他多，先在邻国帮他找人打广告，找铺子，因为他现在自己也无法过去。最终苏林涵决定过去，带上将军夫人一起去邻国。他们的原话是，反正将军也不在府中，他们就先一起去别的国家开店铺好了。拓跋佑安对于苏林涵是十分信任的，将联系蓝修文的方式告诉他们，他们就带着盘缠和货物先过去了，先过去试试市场，若好再让女工过去，或者在云西国制作了再运送过去。拓跋佑安为了这些事情忙得脚不沾地，因为苏林涵不在云西国了，云西国这边的事情就要他自己去处理，要外扩的同时稳住内里。乌墨每日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知道他最近很累，便没有去叫醒他学习，每日都将他抱到床上去放着他睡觉。这小家伙可真厉害。胡白跟着乌墨出去，忍不住开口赞叹，这么小的年纪，那么多账本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得懂的。他都佩服，要让他看那些账本，还不如让他当场去世。胡白最讨厌数字了，他就喜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安安最近可算顺利？乌墨问他，可有遇到烦心事？胡白摇头，他能有什么烦心事啊？只有别人因为他太优秀烦恼的份。乌墨若有所思，安安这般累，无非是因为没有人能替他分担。乌墨学完武功招式后，便出去了，去找陈伯。陈伯看到乌墨，连忙俯身行礼，殿下。陈伯，在这里就不用叫我殿下了。是，小少爷。陈伯顺势改了口，小少爷可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老奴？陈伯，你对管账管理人才一向很是精通，最近小公主在云西国开了一个青城胭脂铺，你去他那边做工，帮帮他。陈伯一愣，可是小少爷这边无妨，
就让你的徒弟管我这边的事情就好。若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让他留下等我来解决。日后我每日都会来一趟。可这样的话，小少爷会不会太累？不累。乌墨脸眸，这点算得了什么？陈伯不再多言，是，老奴明白了。小公主是个十分良善的人，我相信你知道怎么获取她的信任。老奴明白。乌墨一走，陈伯就摸着胡须笑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少爷这么在意一个人啊。这也说明那小公主对殿下很好吧？既如此，他定会好好帮助小公主的。拓跋佑安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事，已经颁布了招聘信息。这些日子面试了不少人，都不太行。拓跋佑安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有人来报，掌柜的，有人来应聘管事了。拓跋佑安放下手中的笔，带过来，我见一下。是。那婢女退出去，没多久就带了一个人进来。瞧见陈伯，胡白身子微僵，我去，那小混蛋的人怎么来了？拓跋佑安对他伸出手，请坐。是。陈伯唇角含着浅浅的笑，落座落落大方。他先是介绍了自己，然后介绍了自己的本领，以及遇到一些问题怎么解决。拓跋佑安听着听着，眼睛就亮起来了。这不就是他想找的人才吗？是这样的，我这边的福利我也同你说一下，我们这边给管事的银钱是30两一个月，因为你要管理的事情很多，所以比女工他们的钱要多一些。另外，如果你做的格外的出色，这银钱是会涨的，根据你做的年份也会给你涨工钱。包吃包住，顿顿有肉，是我对你的承诺。这年头包吃包住的工作是挺多的，但是承诺顿顿有肉的却是很少，大部分吃的都是清汤寡水。好。陈伯点头，我觉得这个福利很好，那就欢迎你加入我们青城胭脂铺。拓跋佑安和他握了握手，就从他一开始没因为他是小孩子而轻视他，这一点就让他很满意了。不少来应聘的见他是个小女孩，都忽悠他，真以为他才3岁呢。两人达成一致，拓跋佑安就开始教他日常工作了，毕竟他早一些学会，他就有精力去干别的事情。因为是拓跋佑安自己额外招聘的人，所以他的工钱是拓跋佑安从自己的分红里面发的，不算在合伙的里面，这样对苏林寒也公平一些。另一边，刑部尚书也带人到了奈安县，一到奈安县，他们就被拦截了下来。马车上是何人？第07腰章。哎呦，我好怕！马车内乃是刑部尚书邢大人，尔等还不快速速让开！我们可是陛下派来的。车夫是刑部尚书的人，他冷斥了一声，那些堵在城门的士兵却不让。啊，我当是谁？原是刑部尚书，很好，我们可等候您多时了。那人话落下，一群人将刑部尚书的马车围住。县令大人可吩咐过了，刑部尚书若来了，让我们好好款待款待。刑部尚书大人，下来同我们聊聊吧。刑部尚书邢肃一听他这话就明白了，他此次前往奈安村的事情，朝廷中有人告了密，那县令怕是早早的就安排人等在这里了，想将他在这里绞杀。邢肃脸色冷沉，他带来的护卫护在马车边上。邢大人可是带了陛下懿旨来的，尔等敢？有何不敢？这奈安县乃是县令大人的天下，哪怕是陛下来了，也得听我们县令大人的。这些人圈地为王，显然是骄纵惯了，想着他们这里离帝都远，陛下管不着，都变得无法无天了。啊，本宫倒是不知还有人敢圈地为王。一道冷嗤声传来，那团团围住的人呵斥：什么人？一人飞跃而来，落在马车轿子顶上，手中的折扇啪的一下打开了，他面容妖冶，眼角的泪痣格外的夺目。本宫啊，本宫是你爹。拓跋辽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他早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这物资里可有他妹妹辛辛苦苦找来的衣物，这些东西必须抵达奈安村，不然他小妹该多伤心啊。拓跋辽可以忍受所有事情，但不能忍受小妹受委屈，不能忍受小妹难过。你好大的胆子！那人脸色阴沉，手一挥，一群人呼喊着冲上去。拓跋辽笑容要挟，怎么只有你有人，本宫就没了？拓跋辽打了一个响指，一群人从天降，个个都是精锐，和这些满腹油水的人可不一样。不过刹那间，他们所有人都被解决了。拓跋辽坐在马车顶上，单手支着下巴，敲了敲马车顶。邢尚书，命你的人前进吧，本宫倒要瞧瞧谁敢挡本宫的道。拓跋辽眸中光芒闪动，今儿个他小妹的物资必定能抵达奈安村。是，有三殿下帮忙，邢肃是一点也不担心了。前进！他喊了一声，邢肃带来的人直接将城门推开，浩浩荡荡的队伍直接进了城门内。拓跋辽手中的折扇敲了敲马车顶，低声说道：邢尚书，本宫帮你的事情，记得回去同我小妹说说，告诉她他哥有多帅气。邢肃，您是小孩子吗？还要邀功吗？是，微臣明白，这就对了嘛。拓跋辽想到小妹满脸崇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心里就很嘚瑟。他们这浩浩荡荡的队伍
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穿过了奈安县的大街小巷。快出西门时，拓跋辽站了起来：“你先将物资送去，那县令，本宫去帮你抓来，不要耽误了时辰。那些难民可等不起。”是。邢素应了一声，拓跋辽安排了一些人护送他们离开。那城门外的那些人搀扶着起来，想要去告诉县令大人，但他们一身的伤，走得慢，根本就没有拓跋辽的速度。拓跋辽先他们一步抵达了县令府。县令这会儿正抱着娇妾在甜蜜呢。大人，听说那刑部尚书今日就会到了，您真的不跑吗？县令大人冷笑一声：“跑？我为何要跑？我又做错了什么事？他刑部尚书今天来了，也要给我在这里留下。大人好厉害！嘿，老子还有更厉害的东西，你要不要看看？”讨厌！拓跋辽听着这对话都想笑，他直接一脚踹开门，吓得里面的人尖叫出声。那县令更是我曹了一声，直接给吓得不行了。何人？拿你命的人！拓跋辽迈步走进去，那县令已经穿好礼衣起来了，一把拔出旁边放着的剑，找死！他一起身，那一身的肥肉就颤啊颤，看得拓跋辽都想吐。朝廷的赈灾粮倒是把你这个废物养得像猪。拓跋辽提起剑，剑脱手而出，县令只觉得眼前一花，那剑刃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冰冷的剑刃贴着他的脖子，吓得他瞬间尿湿了裤子。我错了，大侠饶命！拓跋辽啧了一声，刚刚不是很大胆的吗？现在怎么？他目光落在地上，伸手捂住鼻子，满脸嫌恶。那县令羞得整张脸涨红，去换身衣服。拓跋辽命令道。那县令连忙说：“是，我这就去。”瞧着他那胆小劲，拓跋辽啧了一声，收回了剑刃。在他收回剑刃的一瞬间，县令的剑就刺了过来，他面露凶光，拿命来。但那剑刃没刺入拓跋辽的体内，反而刺到了空气。拓跋辽一瞬间到了他身后，一脚踹在他背上，一剑刺入他的手背。啊！他痛呼一声，手中的剑脱手而出。这是警告，再来试试，本宫就不等刑部尚书查了，直接送你上路吧。县令吓得浑身颤抖，不敢再造次，颤颤巍巍地换了一身衣服，被拓跋辽架着剑刃离开。两人一出去就围过来一群人，县令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快救我！”那些侍卫冲了上来，拓跋辽开口：“哎呦，我好怕。”县令眼中有得意一闪而逝：“怕了吧？怕了就放了我，我还能饶你一命。否则……”他阴恻恻地笑着，下一秒就见那些侍卫被他一掌的内力掀飞。他满脸无辜地看向他：“你刚刚说什么？”县令：“我什么都没说。”“骗子，大骗子，你怕个屁！”侍卫们躺在地上哀嚎着，县令泪流满面，早知道他就多花些钱，多请一些高手了。这些人之前一个个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怎么现在被他一掌掀飞了，爬都爬不起来啊？另一边，刑部尚书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了奈安村，刚接近村口，就见村口躺了不少人，派人过去一查探，全是死人。躺在村口的这些人全死了，一席两席卷着，就这么丢在了这里。邢素看着这一幕，内心沉痛。那村子里显得很是潦倒，他命人将这些尸体搬到一边，留下一些人好好埋葬这些尸体，另外一些人跟着他继续往里面走。村子里不少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睡。这些人都饿得瘦骨嶙峋了，全都是皮包骨的样子，没个人形。第072章，全是骗人的。邢素看着老眼都泛起了泪花，立马命人给他送了水过去。那人有些力气了，一把抢过水袋子，咕噜噜的一下子就喝完了。看到他们，他面露警惕：“你们可是县令大人的人！”旁边也有人看到了，闹哄哄的全部冲了过来：“你们滚！我们奈安村不欢迎县令的人！你们害得我们还不够惨吗？还想要怎么样？是不是要我们奈安村的人死绝了，你们才甘心？滚！滚出我们奈安村！”一群人拿着斧头朝着他们尖叫着，哪怕没多少力气了，也依旧死死地瞪着他们，似是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将他们赶走。把粮食留下，你们滚！有人眼尖地发现了那马车里的物资，一个个更是躁动了起来。兄弟们，抢啊！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乃是陛下派来的。这位是刑部尚书邢大人，此次过来就是帮咱们奈安村度过危机的。谁会信你们的话啊？上次县令也是派人来这么说了，结果呢？就是耍我们的。似是想起了上次的事情，他们语气也变得低落了。那里面肯定也不是什么物资，肯定又是装的石子骗我们的。兄弟们，拿火，一把火烧了他们这些臭石头。上次县令就是派人带了石子来，骗他们说是朝廷的赈灾，他们多开心啊！结果全是骗人的，他们最终被人狠狠地羞辱了，他们再也不会信了。一群人举着火把就要闹事，一群精锐从天而降，制止了他们。站住，都闭嘴！有人从邢尚书手中拿过圣旨，站在高处
高呼圣旨道。看着那金灿灿的圣旨，众人一愣，然后有人高呼假的，都是假的，这肯定是县令派人伪造的。那人也不管他们闹腾，诸如内力的声音传入每个人耳中。圣旨道：奈安村村民皆指奉天承运，陛下诏曰：奈安村的事情朕已知晓，朕十分痛心。奈安县县令贪墨朝廷赈灾，该当死罪，株连9族。奈安村村民受灾受难，朕甚心痛，特命刑部尚书调查此事，帮助奈安村村民重建家园，颁发赈灾粮食。钦此。奈安村村民还不速速接旨？奈安村仅剩的村民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最终不知道是谁喃了一句：陛下没有抛弃我们，陛下派人来救我们了。爹呀，你看到了吗？陛下派人来救我们了，您在天有灵，能安息了。草民接旨！他们哭着喊着，跪在地上高呼。一群人压抑着哭泣着，低迷的气氛让邢素也跟着抹了一把眼泪。他颤抖着声线，声音哽咽：乡亲们，咱陛下从来不曾放弃过任何一个子民。这次县令的事情，我必严查，一定把所有人都揪出来，一定还你们一个公道。我邢素在这里，以生命起誓。听到他这话，奈安村的村民都呜咽着哭了起来，是因为绝境逢生，更因为陛下没抛弃他们。邢素一抹眼泪，对身后的人喊道：立马摆桌子，赈粮。是。身后一众士兵看着这场景也都泪目了，谁家里没个家人啊？想想如果他们在上阵杀敌，身后的家人却饱受饥饿，他们怎么接受得了？好在他们云武帝是个明君，士兵们动作很快就将桌子摆好了，先发一些馒头给他们应应急，然后派人在一旁生火熬粥。邢素亲自颁发粮食，都管够，管够！大家都不要抢，一个个排队。奈安村的村民见他们真的拿出了白花花的馒头，对他们是更加的信任了，一个个都好好的排队，让妇女、老人和小孩子先领，其余人就排在后面。邢素瞧着眼前一个小伙子少了一只手臂，他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小伙子还安慰他：邢大人，您别难过，我这手虽然没了，但这手救活了我儿子，我骄傲。没有吃的呀，没有吃的怎么办啊？只能割自个的肉喂孩子了。没办法呀，没办法呀。邢素也是吃过苦的人，此时瞧着他们脸上纯真的笑容，他一抹眼泪：我不难过，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小伙子傻笑，本来我都绝望了，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了，可是你们来了，我觉得我们云溪国是最好的，哪怕穷苦了一些，可是陛下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我们。邢素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头：好孩子。他们领了食物，就坐在一边慢慢的啃着，慢慢的品尝着，脸上都是劫后余生的欣喜。就在昨儿个，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能活下来，但他们确实活下来了。分发完粮食，邢素扬声道：乡亲们，等下你们吃完了，一个个排队来领衣服。这衣服啊，是咱小公主给你们安排的，人人都有份。小公主还安排了挖井的人，这会儿我已经派他们去挖了，相信要不了多久，乡亲们又不愁没水喝了。还有大夫也来了几个，乡亲们一会儿一个个排队看一下身子骨怎么样了，都饿了这么久了，也怕他们身体出问题。邢素也是方才知道，小公主安排的人里面还有大夫。小公主？可是我们的长安公主。邢大人，你可见过小公主？俺哥在边疆打仗呢，俺看他来信说，小公主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了好多粮食，小公主是他们的恩人。对对对，我也听说过。要咱说啊，这小公主就是咱们云溪国的贵人。那可不是，要是没有小公主，边疆的战士们能吃那么好吗？我们能这么安全吗？我们能穿上这新衣服吗？邢素抬了抬手，微臣有幸见过小公主，小公主实在冰雪可爱。哇，要是以后我们也能见一见就好了。做梦呢你！气氛渐渐活络了起来，沉痛的气氛也稍微缓解了一下。发完衣服，邢素拿了一大包银锭子出来，小公主有令，家家户户每人可领100两白银，去世的人也算一人。此话一出，四周忽然沉默了。邢素轻声喊：不排队来领吗？那个说自己哥哥在边疆打仗的小伙子站了起来：俺不要，俺能吃饱饭已经很足够了，朝廷的赈灾也足够俺吃一阵子了。俺知道咱云溪国穷，没多少银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小公主若是将银钱全给了俺们，小公主要怎么办？小公主自个儿要买衣裳的时候怎么办？小公主对俺们已经够好了，俺们不能这么不识好歹。对，我们奈安村的人也不是没能力的，只要熬过这次旱灾，我们也能凭双手挣钱。这个时候我们不给国家添乱。对对，我们不能给小公主添麻烦，小公主才3岁啊，我们怎么能一直让小公主补贴我们？邢素倒是没想到，他们在看着这么多银钱的时候，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第073章，一定要帮我们感谢小公主呀！他们似乎也发现了邢素的疑惑。那个小伙子说道：俺们这个村
每一年征兵都是去的人数最多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当兵。俺也打算明年去参加征兵的。俺们这家家户户都有人当士兵，自然就知道小公主对战士们有多好。这么好的小公主，俺们不能利用她的好心呀。俺们都有手有脚的，边疆战士们比俺们辛苦多了，更需要这笔钱。对，俺相公就在边疆当战士呢，每个月的银钱都邮回来了，俺不要这笔钱。对，我们也不要，我们家里的孩子也在当兵呢。这群人不愿意给朝廷添麻烦，他们都是将士们的家属，比别人更懂得现在云西国的状况。邢素着实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但一想到他们的家庭，多少又有点理解。家里都有当兵的，情怀这一块就和旁人不一样。这是小公主安排的，老臣也只是按照小公主的安排办事呀。邢素叹气，这样吧，老臣会书信给小公主，看小公主的意思。她不好拿主意，左右她也要在这边待一阵子，干脆问小公主的意思吧。好，邢大人就同小公主说，我们都好着呢，都用不上。邢素瞧着他们缺胳膊断腿的样子，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说出好着呢这三个字的。邢素叹气，没多说什么，命人将粥也发放了，然后再将那些米一家一户分出去，每个人拿到都会说一句谢谢。全程都没有人争抢，似乎信任了他们以后，他们显得更加好相处了。大夫也一个个帮他们看了身体，开了补身体的单子，他们想自己去抓药，大夫却说，小公主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带了很多草药过来，你们只需要一贴贴拿回去煎熬了就可以喝了。奈安村的村民没想到小公主会安排得如此细致，一个个都很感动，更有人咬牙道，明年的征兵我还去，虽然我缺了个胳膊，但为了云西国，就是要了我这条命都成。虽然县令的事情一度让他们心寒，可是陛下和小公主的做法却让他们倍感温暖。我也是，我也去。嗨，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固有一死，为了保护我们云西国，就是绑着炸药去送死都行。奈安村村民的情绪高涨，还有人对邢素说，邢大人，您写信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感谢感谢小公主？对，邢大人，您写信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感谢小公主呀。邢素含笑点头，放心，老臣明白的。邢素又给他们发了棉被，这些东西他们早就变卖了，如今又有了，能睡个好觉了。物资都发放完毕后，邢素见他们锅铲都没了，又命人连夜去县城里买了锅铲来分给他们。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奈安村每个人身上，邢素眯了眯眼睛，喃喃道，黑暗终将散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奈安村的村民都虔诚地看着那一抹阳光。曾经他们害怕阳光升起，因为代表又是大晴天，庄稼会死得更惨，可如今他们却觉得这阳光好暖和。可能是因为他们如今身边都有了粮食的原因吧。一群人把粮食带回家后，都去了奈安村村口，却发现尸体都已经被邢素的人安葬好了。他们问了以后，找到自家人的坟，立了碑。爹，朝廷的赈粮到了，我们能熬过这个难熬的年头了。老伴儿，我们云西国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公主，你个死老头有天之灵，一定要好好保护小公主。我这老骨头也没什么能报答小公主的了。娘，您安息吧，孩儿明年也去当兵了，没了您，孩儿也了无牵挂了。奈安村的村民们都跪在自家人坟前，诉说着劫后余生。邢素安排好他们，就去了县城里，要调查县令的事情了。他的属下告诉他，三殿下已经把县令抓着了，让他放心调查就是了。邢素，三殿下还真是雷厉风行。邢素写了信给小公主，便认真的开始调查。这县令定当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背后啊，必定是有人支持他的。拓跋佑安将事情都交给了陈伯，他派人调查了，陈伯很靠谱，家里关系也很简单，只有一个领养的孙子，就没人了。拓跋佑安将胭脂铺的事情交给他以后，就找云武帝要了一座山，开始大面积的种植棉花了。上次他带回来的棉花种子已经结果2次了，现在他已经有了3倍的棉花种子，就全部种植在了山上，每日去浇灌，1周便可结果。结果以后，他又再次种植，如此渐渐的将棉花地扩张了。他迟早能拥有满山的棉花，到时候就可以开创服装品牌了。将士们的衣服也都有着落了。拓跋佑安想将棉花的种植办法交给百姓，让他们自己种植，可人选他却一直有些犹豫，一来是怕有些人将这样的技术交给别的国家，到时候自己还没发展起来呢，倒是先帮助别人发展起来了。拓跋佑安愁这个事情的时候，邢素的书信到了，他展开看完，心头已经有了想法了。拓跋佑安拿着书信去找了云武帝，云武帝正在批改奏折，一听到拓跋佑安求见，就放下了笔，起身去门口接自己的宝贝女儿。安安倒是想起爹爹来了，这些日子都不见你来找爹爹。云武帝语气酸溜溜的。拓跋佑安嘿嘿笑着，将胭脂铺的事情告诉了云武帝。最近苏姐姐去了别的国家开分店，安安就只能自己解决了，这不就没时间来见爹爹了吗？但是安安现在已经安排好了，安安现在有个想法，想跟爹爹说一下，就是
安安想种棉花。云武帝一口应下，安安想种便种。他对安安的要求是无条件答应的，安安想要的，他能给的就给。爹爹派人去帮你寻棉花种子，实在不行就去那平原国抢一些过来给安安。安安已经寻到了。安安上次不是问爹爹要了一座山吗？都快种了一座山了。云武帝，安安怎么寻到那么多种子的？拓跋佑安眨巴了一下眼睛，是哥哥帮安安寻来的。云武帝，哦，拓跋辽那个兔崽子，不在宫中还要跟他争宠呢。小兔崽子，安安是想着，安安一个人种也种不了多少，是不是？安安知道怎么种，就想把这技术交给咱们云西国的子民，这样云西国就能大量生产棉花了，如此也解决了很多子民的就业温饱问题。安安就一直苦恼，要找什么样的子民，首先必须是要爱咱们云西国的，不会将法子出卖给别的国家的。其次呢，就是要能吃苦耐劳的，毕竟种植也挺累的。安安思来想去，觉得那奈安村的村民就很合适啊。第074章预检。安安听说咱们每年征兵，奈安村的村民是最积极的，说明他们爱国。安安这次啊，还偷偷拿了银钱给他们，结果他们不要，他们还担心安安没银钱花泥。拓跋佑安这话让云武帝微微点头，很好，这个村的人很有觉悟，他觉得行，知道担心他家小安安没银钱花，这很懂事。安安想做便去做，爹爹永远支持安安。云武帝这话给了拓跋佑安很大的鼓舞。那安安去奈安村？不行。云武帝一口拒绝。拓跋佑安撅了撅嘴，那爹爹刚刚还说永远支持安安呢。云武帝，可安，爹爹不是不想让你出宫，而是如今的情况，爹爹担心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会对你出手。那县令身后必定有朝廷中的其余人协助，不然一个区县令怎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些人恐怕现在还记恨着他，他在宫中又是陛下，那些人拿他没辙。若安安出宫，他们知道安安是他最疼爱的小公主，那后果……云武帝脸色微沉。拓跋佑安也知道云武帝在担心什么。爹爹，安安可以微服私巡，安安偷偷出宫不会被他们发现的。安安还可以乔装打扮一番。拓跋佑安捧住云武帝的脸，爹爹，若那些人当真想对安安出手，那么哪怕安安在宫中，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安安若是出了宫，他们无疑是大海捞针，想找到安安都难呢。云武帝沉思了一会儿，此事爹爹再好好考虑考虑。好。拓跋佑安也不纠结，抱着他的脸亲了亲。哎呦，爹爹这么帅气的人，考虑了以后也一定会让安安出宫的吧？调皮。云武帝伸手点了点他的额头。失笑，还在这里给他戴高帽子呢。拓跋佑安依偎在他怀里，嘿嘿笑着。从云武帝那边出来后，拓跋佑安遇到了易晨燕，他似乎早就等在他必经的路这里了。看到他，他没有一丝的诧异，冲他笑着：“小公主殿下。”白越国太子殿下。拓跋佑安冲他微微颔首：“你在这里等安安，可是有事？”白越国太子一点儿也不惊讶他能猜到，在皇宫里待了几日，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小公主并非凡人，她很聪明，皇宫里人人都对她称赞不已。易晨燕从衣袖里掏出一枚玉简，递给他：“本宫瞧小公主可爱，便将此物赠给小公主吧。”拓跋佑安低眸望去，那枚玉简精致好看，但他不想要易晨燕的东西。拓跋佑安微微后退一步，开口拒绝：“今儿个亦不是什么节日，二又不是本宫的生辰，实在没有收礼的必要。这玉简瞧着也金贵，太子殿下还是自己留着吧。”易晨燕脸眸轻笑：“本宫也有一个妹妹，同小公主差不多大，小公主若是不嫌弃，拿着便是，就当是提前送小公主的生辰礼物了。”易晨燕这些日子在皇宫里，可知道拓跋佑安有多受宠了，拉拢讨好他，总归是没错的。兴许在他日后夺嫡时，云武帝还能帮上他的忙。拓跋佑安拒绝：“我不要，我嫌弃。”易晨燕，小公主说笑了，这玉简乃是上好的玉石打造，如何配不上小公主的身份？易晨燕脸色微沉，她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直白的拒绝。易晨燕想上前将玉简硬塞给他，却被一只手打开，玉简掉在地上，瞬间碎了。同时两道身影落下，全是佩剑侍卫，一看就是云西国的精兵。这会儿两人都拔刀对着他，易晨燕脸色十分难看，抬眸就见方才打开他手的人是一个小少年。小少年瞧起来比他小很多，那双阴厉的眸子正狠狠地瞪着他，就似毒蛇一般，让易晨燕没由来的感觉心慌。意识到这一点，他脸色更加难看了。他竟然被一个小孩子唬住了。小公主既是说了不要，那就是不要了。太子殿下是想要硬给吗？乌墨语气冰冷，将拓跋佑安护在身后。拓跋佑安捏着他的衣摆，他回头，他就冲他软乎乎的笑着。乌墨脸上表情微松，抬起手摸了摸他的软发。两个侍卫瞥了那玉简一眼，也冷下了脸，
此事我们会禀告陛下。奕晨燕身子一僵，他笑道：“本宫和安安闹着玩呢，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玉石罢了。”奕晨燕将碎了的玉石捡起来，明显是准备等会去销毁的意思。侍卫可不管他，冷眼看着他离开，才收刀飞身离开。奕晨燕走远了一些，手心注入内力，手中的玉简瞬间化作齑粉，风一吹就从他掌心吹走了。没想到云武帝对这小公主保护得这么紧，在皇宫里还安排了暗卫，看来他还得找别的机会接近她。乌墨瞧着奕晨燕离开的方向，脸色沉冷。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他知道这玉简在白月国是太子妻妾身份的证明。奕晨燕这般做的意思，就是想先定下安安了，等日后他可以说这玉简是定情信物，到时候安安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了。毕竟这玉简只有白月国皇室有，一般也不会轻易送人，可见其心险恶。乌墨哥哥，你今天散学这么早吗？今天夫子有点事，便让我们早早散学了。幸好他今日散学的早，不然他还担心安安不知道怎么对付奕晨燕。奕晨燕这人不仅阴险还强势，他有些担心。安安，日后你在皇宫里，尽量让春香陪着你，这样安全一些。他要早些把学业学完，这样就能陪在安安身边保护他了。好，拓跋佑安乖巧应道。乌墨哥哥，抱抱。拓跋佑安朝乌墨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手，歪着小脑袋，萌炸了。乌墨笑着弯腰将他抱起来。胡白不在吗？我让他帮我看菜园子去了。乌墨微愣，没想到胡白竟然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之前看起来傲娇的很呀。菜园子里的胡白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新鲜菜园子，还有旁边的水果园子，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他跳到水果园子那边摘了一个苹果，两个肉爪子捧着，咬得嘎嘣响，呜呜，幸福啊！没想到这些水果里面还有淡淡的灵气，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果子。他可太乐意来看菜园子了，随时还能偷点水果尝尝。另一边，云武帝听到暗卫来报，冷笑：那白月国的太子倒是打得好算盘，既然他不想回白月国，那便将他抓起来押入地牢。是，暗卫得令，立马下去安排了。当晚，奕晨燕察觉到迷香的时候已经迟了，人已经软软的瘫在了床上不能动了。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暗卫将他提溜起来，丢到了地牢里。一抬头还能看到苗竹英嘲弄的眼神。哟，我们又见面了，你还没回白月国呢。第075章华山之巅。奕晨燕，他已经命人将草莓运回去了，他还留在这里，无非是为了讨好接近长安公主罢了。奕晨燕身体动不了，嘴上却不饶人。我当为什么最近没瞧见苗国太子，原是在云溪国的地牢啊。这一身的伤，想必苗国太子最近过得很好啊。苗竹英脸色沉了下来，他拖着烤着铁链的脚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白月国的太子怎像条狗一样匍匐在地？难不成白月国的人都是狗变的不成？奕晨燕一口银牙几欲咬碎。苗竹英伸手掏了掏耳朵，唇角勾起一抹肆意的笑。白月国太子说话还是仔细一些好，毕竟你现在不能动，本宫可是能动的。这话威胁意味明显了。两人本就因为草莓的事情起过冲突，这会儿将两人关在一起，更是相看两生厌。你想干甚？本宫可是白月国的太子，你们苗国不过是个小国罢了。奕晨燕目光恶狠狠地瞪着他。苗竹英拿起一旁的滚落在地的馒头塞他嘴里，聒噪。奕晨燕气得想破口大骂，可是嘴巴被馒头堵住了，根本无法说话，身体又完全提不起劲，气得他只能恶狠狠地瞪着苗竹英。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苗竹英，他记住了。这边苗竹英和奕晨燕狗咬狗，另一边云武帝也收到了苗成帝的信。苗成帝在信中非常诚恳地道歉，并且说了派皇后送药草过来，还希望云武帝网开一面，能让苗竹英回去。云武帝没有回信，直接将信件丢在一边。那苗国的皇后核实道：下方跪着的侍卫答：回禀陛下，还有几日便会抵达。云武帝若有所思，退下吧。那苗国的皇后他也略有耳闻，苗成帝整日荒唐度日，那皇后似乎对他的后宫管得极为严格，但即便如此，苗成帝身边也从不缺各种宠妃。云武帝觉得，要么那苗国皇后不如传言，实际上胆小得很，要么就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既然他此次赶来，想必是后者了。这样的人来了云溪国，他必定是要好好款待的，那入住皇宫是必须的。如果他很精明，那么他可以推测，他一定会对安安出手。毕竟皇后对苗竹英的宠爱，根据传闻是不亚于他对安安的宠爱的。所以在知道安安是他真爱的女儿后，苗国皇后会甘心什么都不做吗？如今看来，现在让安安出去倒也是好事，只是他得好好安排一下人。云武帝开口吩咐：云公公，你去问下夫子，乌墨最近的学业如何了？是。云公公领命退下了。前往云溪国的路上，
苗国皇后杨佳悦听着属下的来报，所以那云武帝放着一众皇子不宠，偏宠那皇女。是的，皇后娘娘，听说那皇女是云西国100年来的第一个小公主呢。那皇宫里啊，似乎人人都对她敬畏几分。杨佳悦冷笑，荒唐，滑天下之大稽。试问，有那个皇族会只宠爱一个小公主？100年来的第一个又如何？还不是个女子，将来不也不能继承皇位？云武帝当真是糊涂。如此看来，云武帝也不如世人传闻的那么聪明，愚蠢至极。杨佳悦只觉得好笑，皇宫里的人都宠着一个赔钱货，这不是搞笑吗？此次云武帝就是为了这个赔钱货，对我一儿这般。很好，本宫进宫了，倒要瞧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儿，值得他们这般宠爱，为了那个小贱蹄子欺负我的一儿。华山之巅，云雾缭绕的山峰上，鸟儿自由自在地翱翔着，院子里站着一排的弟子，正在勤苦训练。嘿，哈，阿大，他们一个个挥洒着汗水，练着基本功。在练武场上方，穿着道袍的少年正抬眸看着他们，手中还拿着戒尺。小少年额头上戴着银色的护额，发丝用一个紫色的丝带高高竖起，额前留下一缕，风吹起，那发丝拂过他刚刚褪去婴儿肥的脸，那脸庞瞧着还尚有些稚嫩。只是他抿着唇，那一身的低气压却让人不敢抬眸去看他。此人乃是云西国当今七皇子殿下拓跋实，亦是这华山之巅掌门的关门弟子，他们的大师兄。师兄！远远的有人拿着信封跑了过来。师兄，你娘亲来信了。拓跋实微微转头望去，他的面容和云武帝有5分相似，但那双眼睛却像极了他的娘亲莲贵妃，乌黑乌黑的又很大，让这张脸无端的透着几分可爱。吵什么吵，来信便来信就是了，等会儿看不是一样的。话虽这么说，拓跋实却是接过信件打开了，那眸中明显是有些期待的。一旁的小师弟捂着嘴偷笑，师兄呀，总是喜欢说反话呢，傲娇的很，明明也很想家了呀。拓跋实打开信封看了一下，他娘叫他回去，总算不再是只叮嘱他好好学武，而是让他回去了。拓跋实唇角忍不住轻轻扬起，心中有些雀跃，但他极力的压制着，握拳放在唇边轻咳了一声，哎呀，没办法，我娘想我了，我得回去了。我去找师傅，你们可都不许偷懒，回来若是让我抓到，定要罚你们从山脚跑上来。一众师弟，我们不敢，这样跑是要人命的。拓跋实将信封收好，脚下一蹬，人就飞身离开了。他满心雀跃地去找了师傅，师傅，徒儿想要回去一趟。拓跋实的师傅乃是华山之巅的掌门华掌门。华掌门瞧着他雀跃的样子，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石，这玉石吸天地之精华，若你真有个什么事，便砸碎它，方可保你一命。婶儿，此番下山，你可要多加小心。花掌门带他在华山之巅这么些年，不曾让他下山，也是因为他的老友曾算到他命中有一劫，只要他在华山之巅躲到20岁之后，便会无碍。可瞧着婶儿开心期待的脸，他实在无法说出拒绝的话来。这孩子啊，虽然平日里不说，其实很想他的娘亲了吧？若有任何事，便回来找师傅，师傅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好。拓跋实接过玉石，给华掌门重重地磕了3个头。师傅，你要多保重身体，婶儿会帮您去寻那药草回来的。您等我。华掌门笑，无妨，那药草的事情不重要。你呀，先回去好好陪陪你娘亲吧。是。拓跋实回到自己的房中，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细软，便提着剑要走了。师弟师妹们都到了他门前，一个个泪眼汪汪的。师兄，此去你何时回来？拓跋实难得露出了一些笑容。来年开春吧。第76章，我会稀罕。师兄，这是我们这段时间存的银两，听说云西国很穷。拓跋实，你们都打哪儿听到的？拓跋实不要，你们留着自己用吧。我会稀罕。心下虽然感动，说出来的话却噎死个人。但这些师弟师妹显然已经习惯他这种口吻了，都笑嘻嘻的，没有人生气，全部将银两塞入他怀里。师兄碰过的，我们不要了。说着一哄而散，都跑走了。拓跋实看着怀里的银两，觉得有些好笑。你们都是傻子吗？妈，算了，等下次回来的时候，给这群兔崽子们带点东西吧。云武帝主动找上拓跋佑安，同意他出宫，但要求乌墨陪同他一起。乌墨自然是愿意的，拓跋佑安也没问题。第2日便打算启程。晚上，拓跋佑安去找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看到他，有些赌气的别过脸去。一旁的宫女小声在他耳边说：“小公主，娘娘已经得知了，这会儿还担心着呢。娘娘也不是存心同您生气的，就是担心您。”拓跋佑安冲他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你出去吧，我来跟娘亲说。”好。宫女退了出去，拓跋佑安小跑到皇后娘娘跟前，仰着肉嘟嘟的小脸看着她，冲她弯唇笑：“娘，
他软糯糯的语气，尾音微微上扬，一声娘，叫得皇后娘娘骨头都酥了。安安若是撒娇起来，她真是没辙的。你之前还答应过娘的，不会再出宫的。安安，娘也不是不想让你去，可是你现在还很小，你知道吗？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还在娘亲身边撒娇呢。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安安现在也在娘亲身边撒娇呢。娘说不过你。皇后娘娘伸手点了点她的额头。你生来，娘就知道，你和旁人不一样，你比旁人要聪明许多，娘也时常担忧，你这么聪明，是好事还是坏事？皇后娘娘心里是担忧的，旁人都希望你能再聪明一些，最好能够带领云溪国致富。可娘啊，只希望你这一生快乐无忧，娘不要你多么的深明大义，也不用你去拯救什么，娘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健康就足够了。皇后娘娘将拓跋佑安抱在怀里，这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从那么小小的一团长成小女孩的模样，她的心情和旁人是不一样的。拓跋佑安心里有些感动，前世他在现代是没有父母的，在天界的时候他也没有父母，唯有魔王一直陪伴他，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母爱，温柔的、细腻的，令人深陷其中。拓跋佑安捧着皇后娘娘的脸，可是安安呀，想要快快长大，能够保护娘亲呀。安安希望我们云溪国越来越强大，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安安希望我们能做强者，这样娘亲就永远不会被人欺负了。娘亲很爱安安，安安也很爱娘亲呀。皇后娘娘听她这话，心头烫铁，亲了亲她的额头，娘亲的心肝儿。娘，你就让安安去吧，安安保证一定会完完整整的回来的。皇后娘娘叹息，你觉得娘能说得过你？皇后娘娘抱着她起身，从首饰盒子里拿出一块令牌，递给她。早些年，娘在外游历的时候，曾救过一人的命，这是她给娘的，你且拿着。若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便去寻求她的帮助。那令牌上面刻着一个赤字，她好像说她是什么赤羽谷的人，你若有事，便去赤羽谷寻她。拓跋佑安在皇后娘娘的温柔注视下，将令牌接了过来。好的，安安明白了。安安今天和娘亲一起睡吧。好。皇后娘娘抱着拓跋佑安去床上，两人解了衣裳躺在床上。皇后娘娘将拓跋佑安搂在怀里，拓跋佑安忽闪着大眼睛看着她，嘿嘿，娘亲，安安想听小故事呢。好，娘亲讲给你听。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皇后娘娘温声细语中，拓跋佑安陷入了沉睡。皇后娘娘听着他平缓的呼吸声，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兴许像陛下说的，他是思虑太多了。可安安是他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不思虑过多呢？安安呀，希望你一切顺利。皇后娘娘搂紧拓跋佑安，闻着他身上的奶香味，沉沉睡去。翌日，拓跋佑安轻手轻脚的起来，没惊醒皇后娘娘，他自己穿好衣服就出门去找胡白了。胡白！拓跋佑安走到菜园子那边喊了一声，吓得正在偷吃葡萄的胡白一整个吞下去了。好在葡萄不是很大，没噎住。他连忙跳出来，叽叽叫着：“你叫我做什么？吓死我了！差点被他发现了。”拓跋佑安低眸看向胡白，他嘴角还沾着葡萄皮。拓跋佑安，胡白，你怎么好像胖了一圈？胡白身子微僵，哼了一声，叽叽说道：“真失礼呢，你怎么能说我胖了呢？我这叫幸福肥。”胡白微微挺了挺胸膛，一脸骄傲的样子。拓跋佑安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他怎么就骄傲起来了？拓跋佑安弯腰将他抱起来，捏掉他嘴角的葡萄皮。胡白看了一眼，身子微僵，吹着口哨，默默地移开目光看天。他什么都没看到，只要他装作没看到，那就证明他没偷吃。对，就是这样。胡白，你其实很厉害的，对不对？拓跋佑安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他。胡白点头，那必须啊，我超级无敌厉害。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胡白疑惑地看向他，就听拓跋佑安说，我要和吴莫哥哥一起出宫了，我担心娘亲没人保护，你帮我好好保护娘亲好不好？还有每日送水果去给我爹娘吃。胡白用胡语骂骂咧咧，你们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堂堂狐仙被你们踢来踢去的，你们把我当做什么了？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就是嗝屁了，从树上跳下来，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胡白叽叽叽地叫着，拓跋佑安听不懂，但看他怒气冲冲的表情，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了。拓跋佑安没有生气，他弯唇一笑，伸手摸了摸他炸起的毛，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的水果园和菜园子随便你吃，好不好？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胡白骂骂咧咧的声音一顿，小声扭捏的叽叽了起来，抱歉啊，我刚刚声音太大了，吓到你了吧？那什么，一切都好说好说。胡白冲拓跋佑安抛了一个媚眼，含羞带怯的点了点头，小肉爪子握紧成拳，那坚毅的脸仿佛在说，交给我吧。没问题。他也不想的啊，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第077章，现在回来作甚？
拓跋佑安和胡白商量好，就先离开了。胡白等他一走，立马窜到了水果园里，左手葡萄，右手荔枝，芜湖芜湖。这样的日子真的太爽了。胡白表示很满意，虽然每天要干活，但每天都有得吃。这些水果蕴含着淡淡的灵力，对于他内伤的恢复也很有效果。拓跋佑安简单收拾了一下细软，就出门了。乌墨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他了，他一打开门，他就走过来帮他提着细软。乌墨哥哥，你的学业要不要紧？拓跋佑安抬头看着他。乌墨单手提着两人的细软，一只手去握住他的手。不要紧，我学的比他们快一些，夫子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教的，我已经自学过了。这次我陪着安安。好耶！安安开心的跳了两下，这次有乌墨哥哥陪着，安安会更加开心的。云武帝派了2只精兵保护他们，一只精兵乔装打扮跟在他们身后，一只精兵藏在暗处。拓跋佑安和乌墨是从皇宫后门偷偷溜出去的，两人没有惊动任何人。出去后，乌墨租的马车已经在等着了，两人上了马车，直奔城外。奈安村，刑诉派的人在帮奈安村的村民合伙一起重建家园。有一些人的房子被县令派人击垮了，这会儿都在重建。这些人虽然断胳膊断腿的，但现在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对生活充满了憧憬。那些妇女自发的在煮饭，男人自发的去砍树靠木材过来搭建，小孩子聚在一起玩泥巴，一片祥和。就在这时，奈安村外走进来几个妇女，她们各自推搡着走到了刑诉手下身边，支支吾吾的开口：“那个，是不是只要是奈安村的人便可以领银钱？我们也是奈安村的人。”他们尽量压低了声音，不想被奈安村的其余人发现，但还是被眼尖的发现了。哟，这不是伍子家的婆娘吗？你怎的又回来了？你不是去别的村了吗？现在回来做甚？怎么，听到有钱了就回来了？有一人说话，立马就围了一群妇女上来，对他们指指点点。刑诉的手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第一时间开口说话。那几个妇女脸色涨红，有一人嚷嚷道：“是啊，我们是去了别的村，但我们不是为了活命吗？我们以前也是奈安村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领银钱？就是我们也是在你们奈安村住过的，我们也有权利领吧？我相公伍子还战死沙场了呢，怎么也算个烈士了吧？我怎么就没权利拿了？我还应该拿双份的。”虽然这女子说话不好听，但那侍卫一听是战士，便也松了口。等会我去问问邢大人的意思，我会把你的话带到。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几个女子满脸激动，满面红光。一旁的奈安村村民看不下去了，七嘴八舌的说道：“大人，你们可莫要被这个毒妇骗了。就是他们全部把孩子都卖了嘞，1袋米就卖掉了。可怜的伍子战死沙场，唯一的儿子还被这个可恶的毒妇给卖了。天杀的，大人你有所不知啊，他们一个个在卖孩子的时候就被我们村长踢出去了，已经不算是我们奈安村的人了。”那几个女子一听他们这些话，都有些心虚，但还是开口说道：“我为什么卖孩子？还不是因为我吃不上饭了。我要是能吃上饭，我能卖了他吗？就是，我们平日里对孩子也很好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可不呢，你们一个个可伟大了，我们可没那么伟大。”这群女子狡辩着，那侍卫只感觉头疼。行了，你们都别争了，这些事我都会和邢大人说，一切由邢大人定夺。哎，好好，我们相信邢大人一定是个聪明的。是啊，我们可听说了，是小公主要给我们的，邢大人不会贪墨这笔钱吧？这意思是不给他们就是贪墨的意思了。奈安村的人气的动手了，一个女子冲上去揪住一个女子的头发，一巴掌就扇在她脸上。我让你胡咧咧，邢大人多好的人啊，你他妈的在这里满嘴喷粪呢！老娘看你这些年光长了年龄，没长脑子，看我不打死你这个毒妇！一群女子瞬间就打了起来，侍卫立马令人将2队人马分开。行了，大家都别吵了，这件事邢大人自有定夺。还有，侍卫看向那些来者不善的女子，你们说话仔细些，邢大人掌管的可是刑部，你们也不想因为污蔑的罪名被打入地牢吧？这句话成功的吓住了这群女子，一个个都不敢吱声了。呸！奈安村的村民朝着他们呸了一声，转身离开了。那群来要银钱的女子一个个披头散发，脸上还被抓出了血痕，瞧着狼狈的很。但侍卫们却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可怜，毕竟他们把战死沙场的烈士们的孩子都给卖了呀，自己亲生的孩子都能拿去卖掉，这些人是多狠的心啊！这些女子也知道奈安村的人不欢迎他们，同侍卫说了一声，就先离开了，明日再来。邢素忙完手头上的事情，就听侍卫说了这件事，他脸色沉了沉，语气也沉冷了几分。他们哪里来的脸，还敢来要这份银钱？小公主的银钱可不是给这些人糟蹋的，你们先派人去调查，将那几个孩子赎回来，可不能寒了去世的战士们的心啊！是。侍卫得令匆匆离开，去调查他们到底卖到何处去了。邢素感觉头大，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奈安村有那么好的村民，也有这种毒妇啊！真正是人生百态。邢大人，拓跋辽摇着折扇走了进来，你这效率不行啊！邢肃看到三皇子殿下，苦笑：三殿下，您就别挖苦老臣了。拓跋辽在他对面坐下，单手支着头：你何必去慢慢的调查？你只需要放出一些消息，那些暗中的人必将急眼。邢肃愣了一下，放出消息？什么消息？三殿下可是有好的法子。县令将他背后的人供了出来，写了一本名册。拓跋辽唇角勾起一抹笑，那双丹凤眼微挑，像只狡猾的狐狸。这可县令并没有说出来啊，要不怎么说你不行呢？这是诈，懂吗？骗他们的，只要我们随便弄个假名册，你说暗中的那些人慌不慌？他们还能安然地躲在暗处？第078章幕后之人。邢肃，老臣怎么就没想到呢？老臣当真是老糊涂了。妙哉妙哉，这法子实在是妙。当晚，邢肃就去审讯了县令。审讯完后，他手中就多了一本名册。别致小院里，有人跪在庭院里，低声说道：大人，那县令已经招了。邢肃已经拿到了名册，属下得到消息，他今晚就将偷偷返程去找陛下了。月亮偷偷从云层里爬出来，一束月光打下来，落在那握着茶鼓的手上，那手微微一用力，茶鼓便碎裂了。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冰冷肃杀的声音传来，既邢肃已知晓，那便要了他的命。他本来要安排人去偷偷的把县令做掉的，结果他的人还没动手，县令那个蠢货就先招了。真是高估了这个蠢货了，几天都撑不下来。是，属下得令，闪身消失。奈安县城外，一匹马跑得飞快，那马背上坐着一个被微微佝偻的人，他裹着黑袍，戴着连袍帽，隐隐约约可见腰间的配饰。那配饰上面刻着一个邢字，正是那邢肃的贴身之物。暗中潜伏的刺客对视了一眼，拉弓射箭，那马腿被打中，哀嚎一声，前腿一弯，那马背上的人往前翻飞了出去，摔在地上，连滚了几下才停下来。刷刷刷，一群人飞身而下，瞬间将他团团围住。邢大人，把名册交出来吧。领头的暗杀者桀桀笑着，手中的剑刃在月光下折射着冷芒。那一直低着头的人忽然抬起头来，那张跌倒众生的脸，哪里是邢肃？少年唇角轻轻弯起，那可泪之愈发妖娆。哟，好不巧，本宫可不是邢肃那个小老头。今儿个你们就陪本宫玩玩吧。拓跋辽手中折扇啪的一下打开，那些人一看不是邢肃，都懵了一下。他们明明是看到邢肃出门的，什么时候调包的？可恶！追！那些人说着就要跑，要去追邢肃，千万不能让他把名册带去给陛下。拓跋辽一闪身就到了他们面前，唇角轻勾，跑什么？你们被我包围了。这群刺客脸上都有了怒气。什么意思？他们这么多人还会怕他一个人不成？既然你找死，那我们就成全你。一声令下，刺客们齐齐地朝着拓跋辽攻去。拓跋辽手中的折扇化作武器，横劈之下，那折扇里射出一排银针。有人防备不及时，被一针封喉。刺客领头的人沉了脸色，这人实力很强。拓跋辽折扇翻飞间，已经倒下了一大片人。那刺客自知不敌，从旁边扯过一个人帮他挡住攻击，扭身就要跑。拓跋辽脚下一蹬，下一秒就到了他面前，伸手点穴，那人被定在了原地。他想用内力冲破，却没有办法，说明这人实力在他之上。放心，他们都死了，本宫也不会让你死的。拓跋辽见他脸色微变，一把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张嘴，将他嘴里的毒药抠出来丢掉。本宫让你死了吗？拓跋辽嫌恶地拿起自己的手，在他身上擦了擦。邢肃那小老头得赔本宫精神损失费，害他从别人嘴里掏东西了，太恶心了。拓跋辽提着这仅活着的一人，很快就消失了。他消失后，立马有侍卫过来收拾残局了。邢肃房内，拓跋辽将刺客丢在地上，他还想吃毒药自杀呢，被本宫制止了。说着，拓跋辽去他房内的脸盆那边，那里面有水，他去洗手。邢肃连忙开口，这次多亏了三殿下，你也不用奉承本宫，赶紧办事儿吧。拓跋辽走到一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诺，审问，你最在行的。邢肃去问他问题了，但他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松口。拓跋辽无奈地打了一个哈欠。邢大人，你这样不行呀，要狠一点。你怎么年岁长了，手段一点不见长？邢肃，拓跋辽走过去，拿出一把短刃，直接一刀刺入他的掌心。那人闷哼一声，目光怨毒地看向拓跋辽。拓跋辽乐了，哎呦，这眼神，本宫好怕怕呀。给你两个选择：一，如实交代背后的人；二，本宫一点点的，慢慢的折磨你。放心，本宫这边有大夫，不会让你死的。本宫要让你生不如死。邢肃，
要不这个刑部尚书的位置还是给您吧。那人明显不害怕，或者笃定他不会那么做。拓跋辽也不跟他多废话，一刀刀砍下去，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那人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害怕。拓跋辽语气玩味：“你有家人吧？你说本宫若是去调查，能调查出来吗？就算你没家人，总也有同伴啊，或者同村的人吧？本宫只需要调查，就能把你祖宗18代都调查清楚了。你不交代也行，也不过就是去挖了你家的祖坟罢了。相信你也是不怕的。再顺便把你熟悉的人都送去陪你，如何？”拓跋辽语气淡淡的，仿佛在说：“今儿个真是个好日子呀。”那人却是浑身颤抖，一脸不敢置信的看向他，仿佛在看一个恶魔。邢肃，喂，三殿下，你怎么好像一个反派啊？你比他更像刺客好吗？那人最终还是绷不住了。我什么都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下手。是户部尚书，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户部尚书？拓跋辽脸色微沉，刑部尚书也脸色难看。户部管理的乃是土地户口、赋税财政这一块，户部尚书这个职位也算是油水比较多的。这样啊，他还不满足？户部尚书说了，只要我们这次事情能办好，将刑部尚书杀了，回去就提拔我们的做刑部尚书。县令也是听他的，县令贪墨的钱财大部分都到了户部的口袋里。户部他话还没说完，窗纸破裂，一个泛着绿光的箭矢射了进来。拓跋辽反应很快，手中的折扇将箭矢打掉，没让箭矢杀了他。但是那杀手在看到箭矢上面的布料时，脸色大变，他想起身去自杀，却发现自己被点穴了，动不了。快给我解穴位！这是我儿子的衣服，我得去死，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儿子的。刺客急得大叫。拓跋辽多么庆幸自己没给他解穴，不然这唯一的人证也没了。嚷什么？本宫派人去救你儿子便是了。不管如何，他儿子总归是无辜的。虽然前面他说的那么吓人，但都是吓他罢了。你如实交代就好了。你死了，你儿子能活下来？那刺客不出声了。邢肃反应过来，连忙叫了侍卫进来，将他团团围住，保护他。这唯一的人证可不能死了呀。第079章，哪里来的毛孩子，滚一边去！你先护着他，本宫去抓人。拓跋辽吩咐完，人就不见了。他的轻功了得，很快就看到了前面的人影，手中的折扇一动，那人被迫停下来，和他打了起来。两人过招，心里都有些惊讶，两人竟势均力敌。最终还是拓跋辽更胜一筹，但那人反应很快，根本没给拓跋辽点穴的机会，就吃下了毒药，一命呜呼了。拓跋辽，白瞎本宫费这么大的劲，死了你以为就完事了？拓跋辽将他带了回去，丢在地上，命侍卫来搜身，身上有用的东西都给本宫搜出来，不找点线索出来，都对不起他方才打斗那么久。侍卫也不敢怠慢，立马开始搜寻他身上的东西，结果只搜到了作为刺客的令牌以及一些银钱。银钱拓跋辽没收了，他说本宫打了那么久，总归要收点辛苦费的。邢肃也没意见。三殿下，这事儿老臣得书信给陛下，这事儿必须告诉陛下。你可以书信，但本宫笃定你的书信是出不了这个县城的。拓跋辽打了一个哈欠，他们既然知道你有名册了，必定会每日找人看着，飞鸽出去也得给你打下来，派人就更不用说了，必定给你杀了。那邢肃愁了，可如何是好？拓跋辽微微敛眸，如果你是户部，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又离皇宫那么远，只带了这么一些人，你会怎么做？杀人灭口。邢肃脸色微沉，最好的杀人灭口方式是不放过奈安县的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杀了他们，这些人都有危险。三殿下，拓跋辽耸肩，别问本宫，本宫现在也没法子，本宫就一句话，谁想来杀本宫，本宫就先杀了他们。就在这时，拓跋辽的暗卫忽然出现在他身边，在他耳边附耳了几句话。拓跋辽脸色冰寒，邢肃，这是怎么了？走了，小老头，本宫有办法了。邢肃，刚刚不是还没法子的吗？既然我们知道是谁了，就把他们揪出来杀了便是了，只要先杀了他们，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了。拓跋辽本来也想跟他们慢慢玩的，但是他刚刚得知小妹出宫了，以他对小妹的了解，8成是来这边了，他得赶紧把这些隐患铲除了，省得到时候伤到了小妹。喂，你们的老巢在哪里？麻溜点告诉本宫。那被点名的刺客身子微僵，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这个三殿下变得好可怕了。QAQ。当晚，拓跋辽就带着人直捣刺客的老巢，完全没有给他们反击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奈安县的隐患全部铲除，然后派人送了书信去给云武帝。刺客都被他铲除了，自然就没人能动他的性格了。这边拓跋辽抓紧时间解决这些隐患，另一边
拓跋佑安和乌墨也在赶路，一路上两人都一起，没有多停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赶路。柳柔也同他们一起。柳柔知道他们要去奈安村，也想着跟着回去。他在奈安村待习惯了，不太习惯待在皇宫里，而且他离开皇宫后，没有一技之长，也难在帝都生存下去，索性回去算了。拓跋佑安坐在乌墨的腿上，他环抱着他，带他在看书。这个是一米花，算是奇花异草的一种，它的花瓣有4种颜色，一半一种颜色，红、黄、蓝、白，很好看的。哇！拓跋佑安双手捧着小脸，不知道安安能不能遇到呢？乌墨低眸看着他，眉眼温柔，一定可以遇到的。安安想看的话，他会去寻。柳柔坐在马车一边，抬眸看着他们两个人，轻轻地笑着。小公主和乌墨少爷关系很好呢。他不知道乌墨是苗国的九皇子，没人特意去告诉他，他也没特意去打听过。不如说，他也是今儿个才看到乌墨。这小少年长得可真好看，脸上没有一处能挑出瑕疵，就是性子冷了点。不对，也不是性子冷，只是对旁人性子冷，对小公主可温柔了呢。这不免让他想起他的兄长来。兄长如今已经不在了。呐，安安和乌墨哥哥天下第一好。拓跋佑安开心地笑了笑，那软乎乎的笑容让柳柔也跟着笑了起来。真好呀，若是我兄长还在的话，定也和我这般好吧。柳柔心下黯然。拓跋佑安见他情绪不高，这个话题也过分沉重，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安慰刘姐姐的兄长在天之灵，也不希望刘姐姐这么难过的。刘姐姐要开心一点啊。拓跋佑安从一旁的食盒里拿出一颗草莓，塞到他嘴里。柳柔愣了一下，条件反射的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唇齿间炸开。他眯了下眼睛，他不曾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刘姐姐，开心一点了吗？不开心的时候就吃点甜的东西吧，这样心情也会好一些。柳柔笑了一下，接过草莓吃完，点头，开心多了。谢谢小公主。不客气哦。拓跋佑安微微摇晃着小揪揪上的铃铛，晃呀晃，可爱的不行。乌墨没忍住，摸了摸他头顶上的小揪揪，怎么这么可爱呢？马车在一个客栈门口停下，乌墨抱着拓跋佑安下去，两人代表身份的玉佩都藏了起来，也没穿得过于张扬，都穿得比较朴素。拓跋佑安换了一身男童的装扮，下马车之前，他想了一下，还是把小揪揪拆了，竖起一个马尾，只扎一个小揪揪了。如此，加上他抹了粉底的脸，瞧着像个小男孩。柳柔跟在他们身后下了马车，他没有过多的乔装打扮，毕竟认识他的人也没几个。乌墨也没多做打扮，毕竟在云溪国认识他的人并不多。在苗国，他本就是个不受宠的皇子。客官里边请。站在门口的小二招呼了一声，乌墨抱着他走了进去。车夫去停马车，乌墨要了2个客房，三人先坐在大厅一起用膳。这会儿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了，零零碎碎的就几个人在用膳了。乌墨点了一些拓跋佑安爱吃的肉食，又要了一壶凉茶。小孩子不能喝酒，喝凉茶挺好的，天气热还能降火。菜上齐了，三人一起用膳，正吃着，外面有个13、14岁左右的小姑娘走了进来，坐在里面弹琵琶。有看客觉得她表演的好的，会上去给点铜板。拓跋佑安用完膳，双手托着下巴听着，一曲完了，拓跋佑安从口袋里掏出10个铜钱，嘿咻一下从凳子上跳下去，哒哒哒的跑过去，就要将铜板放进去。结果他才刚靠近那个小姑娘，身后就有人一把将他推开了。哪里来的毛孩子，滚一边去！第80章，饶命啊！拓跋佑安身子往前面踉跄，眼看要摔倒了，乌墨瞬间到了他身边，伸手将他搂入怀中，同时一掌朝着那大汉打去。那大汉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那内力打在他身上，他被打得弓着背飞了出去，把大门都砸坏了，倒在地上，他哇的一下吐出一口血来。大汉身边的人都懵逼了。头？不是吧？头竟然被这个小少年打飞了，这还是他们凶残的头吗？那大汉踉跄着起身，又是一口血吐出来。兔崽子，敢动老子！弟兄们，上！打死这个臭崽子！他这会儿也不想聊那个弹琵琶的小姑娘了，只想打死这个臭崽子，竟然让他在喜欢的小姑娘面前丢脸。那些人得令，全部嚷嚷叫着朝着乌墨冲过去。乌墨将拓跋佑安护在身后，小脸微冷，拔出木剑朝着他们打去。不过瞬间，他们全部被他打趴在地上，哀嚎不停。哎呦，我的娘喂，可真疼！好痛好痛！饶命啊！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他们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大汉，你们这群只会干饭的饭桶，连一个小少年都打不过，要你们何用？乌墨将木剑收起来，安安在，他不会在安安面前杀人。不过这些人胆敢欺负安安，总归要给点教训。乌墨目光冷厉地看向那大汉，那大汉被他的目光触了一下，再看了一眼自己躺了一地的小弟，果断扭身就跑。你们给我等着！丢下这句狠话，大汉跑得比兔子还快。
那些小弟见头跑了，也都搀扶着起来，后怕的看了看乌墨，纷纷跑路了。那弹琵琶的小姑娘含着泪起身，冲乌墨行礼，多谢小公子相救，海棠无以回报，唯有……他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乌墨就冷声打断了：“你是谁？你的事与我何干？”海棠脸色涨红，就见他低眸看向怀里的小家伙，柔声安慰：“安安不怕，安安可有伤到？”拓跋佑安摇了摇头，眼睛亮闪闪的看向他：“哥哥好厉害。”因为不想暴露他的名字，拓跋佑安就没叫乌墨2个字了。海棠误以为他们的亲兄弟，便走过去，冲拓跋佑安开口：“小公子，谢谢你们，他们每日都来骚扰我，你方才是因为我才被波及的，不好意思。”说着，他偷偷的瞥了乌墨一眼，脸色绯红。这小少年虽然瞧着比他小一些，可实力如此强大，长得又这般英俊，若是能做他的相公，也是极好的。他不在意年龄的。海棠柔声开口：“为了感谢你们，海棠甘愿做牛做马报答你们。”拓跋佑安，大可不必。乌墨全当没听到他的话，他本来也不是为了他，他只是看到那个人推了安安，才想教训他们一番，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乌墨抱着拓跋佑安就走，海棠锲而不舍地跟了上去。柳柔伸手挡住他：“我说，我们家小公子不是为了救你，你能明白吗？”柳柔面色不善地看向他：“收起你的心思，我们家小少爷看不上你。”海棠一听这话，眼圈就红了，那双眸子里含着水光。也是，海棠出身卑微，的确配不上小少爷，海棠不敢妄想，若是能给小公子做奴婢，也是愿意的。柳柔冷笑：“你觉得我们家小少爷会缺奴婢？你若是识相点就滚开，别在这里碍眼。这人怎么回事？赶都赶不走，是牛皮糖吗？”海棠委委屈屈地看着他，又瞥了乌墨那边一眼，低声说道：“海棠明白了，对不起。”说着，他泪眼婆娑地看向乌墨，等着他用怜惜的目光看向他，叫他别走。结果，乌墨低头摸着怀里小奶团子的小脑袋，温声细语地安慰着，完全没有要看他的意思。海棠气得跺了跺脚，抱着琵琶跑走了。乌墨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拓跋佑安也没将那海棠当回事，但他还是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哥哥好讨人喜欢呢。”乌墨低笑了一声，他还没有经过变声期，声音还很奶：“可是我只想要安安喜欢我啊。”拓跋佑安，没想到我也有被撩住的一天。拓跋佑安抱住乌墨的脸，亲了他的脸一下：“安安也最喜欢哥哥了啊。”柳柔在一旁看着他们，轻轻笑着：“这样的关系真好呀。”他不喜欢别人来介入他们之间，他们之间的感情太过纯粹，纯粹到他不想别人来破坏。2楼扶手边，小少年手搭在扶手上，微微侧身看了一眼，啧了一声：“2个笨蛋小家伙。”说着这些幼稚的话。客官，你可还需要什么？小少年收回目光，他额头上的银色护额闪着光芒：“不需要了，客房备好了。”备好了。小少年放了一些铜板在桌子上：“那我先去休息了。”“好嘞，您睡好。”小二将铜板收起来：“这是这顿饭的钱。”拓跋佑安他们也吃好了，刚好走到了2楼，好巧不巧的和小少年撞了个正着。拓跋佑安抬眸看了小少年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小哥哥，你好好看呀。”说着，他软乎乎的笑了一下。小少年低眸看了他一眼，嗤了一声：“傻子吗？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他，就夸他好看什么的，这小子是脑子有点问题吧？”虽说如此，他心里却是开心的。虽然他不是第一次被夸了，之前师弟师妹们也夸他来着。乌墨脸色一沉，就要动手，拓跋佑安抓住他的手腕，嘿嘿笑着：“没事了，安安又没有生气。”“对不起啊，小哥哥，是安安唐突了，你是不喜欢别人这么说吧？”“抱歉哦。”拓跋佑安想到自己突然对一个陌生人这么说话，他会生气也是正常的。“乌墨哥哥，我们去睡觉吧，安安想沐浴了，身上都臭臭的了。安安出了好多汗呀。”乌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安不臭，我们走。”乌墨抱着拓跋佑安从他身边走过去，他看到那小家伙还满脸抱歉地看着他，他微愣了一下，倒没想到这个小家伙会这么的懂事，多少让他心里有些罪恶感了，是不是不该那么凶？呸呸呸，反正是个不认识的人，以后也不会见面了吧？他罪恶什么呢？小少年迈步跟了上去，他的房间也在楼上，不过却不是跟他们一个方向。乌墨叫小二送了温水过来，就让拓跋佑安在屏风后面去沐浴了。拓跋佑安自己能洗澡，不用他帮忙，倒是让他松了一口气，不然他得锻炼蒙着脸给安安洗澡了。想想乌墨都觉得太困难了。乌墨和拓跋佑安睡一个房间，柳柔自己睡一个房间。拓跋佑安沐浴完，乌墨也去沐浴了，他已经在地上打好了地铺，也嘱咐过了让安安睡在床上。结果沐浴完出来一看，他躺在地铺上，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安安睡这里就可以了。乌墨哥哥睡床吧。第081章，也不准再去烦他们。乌墨走过去，他发丝上还沾染着水珠，他弯腰将拓跋佑安抱起来，
走到床边，将她放在床上，抬起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安安乖，安安是女孩子呀，怎么能睡地上呢？万一受寒了怎么办？我没事的，我睡习惯了。她在苗国的时候，多数时间睡的都是柴房，那个时候打地铺睡在棉被上都是奢侈。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没想到小家伙却伸手攥住了她的衣摆，低垂着头，明显的心情低落了。他回想自己说过的话，弯下腰轻声询问：“安安是心疼我了吗？”拓跋佑安点了点头。苗国的人怎么能那么对他呢？他也不过是个孩子啊。拓跋佑安想到他以前打地铺的场景，就觉得心酸。乌墨庆幸自己没说以前大多数都是睡柴房的，不然安安该多心疼啊。他将他抱起来：“安安，那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去书院，吃饱饭，睡好觉，还有喜欢的人陪伴，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前总想着有一天要练成绝世武功，将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统统打趴下，可如今却只希望能保护好安安。那些仇恨在遇到他的那一瞬间都变得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只要安安一世无忧，健康成长，他觉得他就是永远无法报仇也没事。那些谩骂、轻视曾经是将他拉入深渊的罪魁祸首，如今这些统统都变成了养分，让他成长了起来。他会因为这些瞧不起变得更强，直至能护他一世无忧。乌墨的声线很是轻松，他唇角还含着笑意。拓跋佑安撅了撅嘴，才不是过去了呢，安安会记住的。等日后安安去了苗国，一定帮乌墨哥哥报仇，把他们都打趴下，把他们关在一起，让他们也睡地铺。我还不给他们被子，让他们睡在冷冰冰的地板上。不行，这样还不够，我得把他们关在柴房里，还放一点老鼠进去，吓死他们。拓跋佑安说着说着，神情就变得激动起来了，那小粉拳捏紧，包子脸气鼓鼓的，萌得不行。乌墨被他的模样逗笑了。好，等去了苗国，我们一起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放老鼠，吓死他们。拓跋佑安点了点头。我要告诉他们，敢欺负我的乌墨哥哥是要付出代价的。呵呵。乌墨心中温暖一片，他何德何能，能和安安相遇啊？乌墨哥哥，你别睡地铺了，上来和安安一起睡吧。这么大的床，安安这么点大，睡不了多少地方的。乌墨愣了一下，摇头，不行，安安是女孩子呀，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对你的名誉不好。拓跋佑安撅嘴，我不说，乌墨哥哥不说，就没人知道了。可是，没有可是了，反正现在外人看来，我都是男孩子了。没关系的，好不好嘛？乌墨哥哥拓跋佑安拉着他的手，轻轻地摇了摇，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那么看着他。乌墨，这他还能怎么办？他都没辙了。好，左右也有2床被子，一人盖1床便是。乌墨去将自己的那床被子拿上来，帮他盖好被子，然后他自己另外盖1床被子。拓跋佑安也没再说什么，他趴在床上，小手撑着，歪着头看着他。乌墨哥哥，你会讲故事吗？安安想听吗？那我想想。乌墨想了一会儿，随口胡茬。曾经有一条小龙，它出生就带来了不祥，因为它的出生，大海的水倾倒入陆地。乌墨自己编着故事哄他睡觉。他不会讲故事，但若是安安想听，他可以编故事。拓跋佑安听得十分认真，时不时还惊叹一句：要我看，这小龙这么善良，才不是什么不祥的龙呢。而且他还能捡到那么多宝物，简直就是锦鲤啊，幸运之神啊。乌墨被他这话逗笑了，对，他很幸运。他低声继续说着，一开始他还搭话说一下，没多久他就头一点一点的睡着了。乌墨俯身过去亲了亲他的额头，睡个好觉，安安。拓跋石本打算睡下的，结果楼下传来一阵嘿嘿哈哈的打气声，还有人粗嘎着嗓子喊：那臭小子，给老子滚下来！拓跋石，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楼下还有女孩子的哭声传来，小公子，您就叫海棠吧。拓跋石用被子捂住头，想睡觉，结果楼下的人还在唧唧歪歪个不停，偏是没人下去。那2个笨蛋小家伙是睡死过去了吗？啊，这么吵你们听不到？拓跋石带着一身的怒气，穿好衣服，提着剑下去了。吵死了！他一下去，就见那回闹事的大汉带了不少人过来，明显是另外的小弟了。他们之中还有人抓着那个弹琵琶的小姑娘，看到他下来，愣了一下。那大汉还怒吼：那臭崽子呢？不敢下来是吧？派你这个小矮子下来。小矮子3个字明显是踩到拓跋石的雷区了。师傅教给他的功夫有些特殊，他的身高停在13岁时不长了，实际上他已经17岁了。但师傅承诺他，等他练成以后，他就会咻的一下长高的。拓跋石最是讨厌别人说他矮和小了，他直接拔出剑，对付你们这些废物，我都用不上3成的功力。那大汉大怒，上，兄弟们，让这个小矮子瞧瞧我们的厉害！
一群人闹哄哄的冲了上来。拓跋石冷笑一声：“小矮子，小矮子的，烦死了！你只会说这一句话是吧？”拓跋石一道剑气横劈，那些人直接全部倒下了，吐出一口血来，肚子上都多了一道血痕痕的伤口。啊，我的肚子！我要死了！头，你不是说他很垃圾吗？我要去看大夫，大夫，救救我！那些人哀嚎着，连滚带爬的捂着肚子跑走了。拓跋石收了剑，冷哼一声，转身就走。那海棠却是连滚带爬的抓住了他的裤脚：“小公子，您救救海棠吧，让海棠伺候你。”他的话还没说完，拓跋石便将衣袍被他捏住的地方斩断，那冰冷的剑刃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再多废话一句试试，我的刀可不长眼，别以为我不会杀你。海棠身子哆嗦着，唇瓣颤抖，半天说不出一个话来。滚，别再来烦我！拓跋石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脚步微顿，也不准再去烦他们，不然下次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海棠吓得软瘫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说话了。拓跋石冷啧一声，回自己房间去了。看在那小家伙夸了他一句的份上，就帮他一下子好了。哼哼。第082章，师兄。乌墨在那些人开口的时候就听到了，可是他准备起身的时候，旁边的拓跋佑安哼唧了2声，似乎嫌吵，眉头微皱，他便伸手帮他捂住耳朵，他眉头便舒展开来了。如此，乌墨想着安安的暗卫会去解决那些人，便就没有下去了，而是帮他捂着耳朵，直到下面没了声音，他才松开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见他唇角微微勾起，这才睡去。翌日，拓跋佑安和乌墨他们一起去楼下用早膳，结果他们对面的那一桌就是拓跋石。小少年坐在凳子上，一只脚还搭在凳子上，单手支着头，正微敛着眸子在吃肉，时不时还瞥拓跋佑安那边一眼，心里却在想，那小家伙怎么还不来夸夸我？未必我现在的姿势不够帅。他又将脚放下来，拿起酒壶喝了一口。拓跋佑安其实有注意到他，少年长得很好看，很亮眼，不用刻意去看也会注意到他，但想到之前夸他好看，他有点生气，所以拓跋佑安就没有开口说什么，甚至还低下头不去看他。拓跋石，什么意思啊？我不好看？他都变了这么多姿势了，他是看不到吗？怎么不夸夸他了？拓跋石脸色变得差了起来，傲娇的冷哼了一声。算了，他不跟小孩子一般计较，这小屁孩没眼光。哼哼。用了膳，拓跋佑安他们收拾收拾就要启程了，马夫已经在外面等着了。3人上了马车。不远处的海棠看着这一切，想到那些大汉，他暗暗咬牙，最终还是冲了出去，朝着马撞过去。马惊得抬起了前蹄子，一脚将海棠踹飞。原本只想顺势躺在马前面的海棠，就挺意外的。海棠本来只想装装样子就倒下，这一下给踢的倒是真的吐了血了。马夫停了下来，脸色微变：“小公子，我们的马车撞到……不对，是有人撞到我们的马车了，这会儿再吐血了。”拓跋佑安，什么玩意儿？有人撞到他们的马车上了？车夫停了下来，也有不少人围观了过来。乌墨挑起车帘看了一眼，让他滚。乌墨正要放下车帘，却见拓跋佑安从他身上跳下去，几步就出了马车。乌墨连忙跟上去。外面，海棠听到乌墨的声音，眸底的希望破碎。见到拓跋佑安，眸子又亮了起来。他张嘴就是一口血吐出来：“小公子，我没事的，你们不用担心我。”他端的是柔弱可怜无害。拓跋佑安弯了弯唇，笑了：“是吗？”海棠点头，就听他又说：“我家马儿的马蹄可被你撞痛了，你要怎么赔我？”拓跋佑安不是惹事的性格，但是这人一而再的来找存在感，让他也很烦。海棠脸上的表情呆住了。啊，不是你们赔偿我吗？然后我再顺势不要赔偿，你们就带上我走就好了。怎么现在还反过来问我要赔偿？海棠也只是愣了一下，立马想到了办法。海棠没有银钱，无以补偿，只能当牛做马来赔偿你们。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摸着下巴，故作深沉的思考了一会儿，指着马说：“那松开马儿的绑带，你来拉我们吧。若是你能拉得动，便由你代替马儿带我们前行。如此，我也不需要你赔偿什么了。”海棠，啊！海棠看了看马，又看了看自己，沉默了。真当牛做马，这是真把他当做马儿使唤呢？他这瘦小的身体怎么拉得动？海棠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个话来。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偏是让他找不出半点什么话来说服他。小姐姐啊！拓跋佑安蹲在马车边上，双手托着下巴，一歪头，那小揪揪上的铃铛就叮铃作响。安安呢，很喜欢小姐姐弹的琵琶，但是不喜欢小姐姐你这个人啊。兴许你有难处，可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哥哥的话，安安就不会让的哦。那些人今天怎么没来找你的麻烦呀？他们是不是一时忘了你了？如果我是你啊，我就趁着这么好的机会离开这里。瞧他一直是一个人
估计也没个亲人吧。若是有亲人，也不至于被人欺负。而且那些人今儿个没来找他的麻烦，肯定是因为不能来，或者是为了对付乌墨哥哥，已经顾不上他了。海棠同人微缩，他怎么会知道？那些人昨儿个被打了以后，今儿个都躺在床上下不来呢，自然没有时间来找他的麻烦。海棠微微起身，他擦了擦嘴唇的血丝，目光复杂，抱歉，对不起，打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拓跋佑安见他转身，喊住他，小姐姐。拓跋佑安丢了一个钱袋子给他，里面装的是10个铜板，这是昨日要给你的，因为被打断了，没给成。但是他欣赏他弹奏的那个曲子。安安想呀，小姐姐若是专心于练琴，日后成就不会太低吧。拓跋佑安软乎乎的笑着，露出了一口小乳牙。海棠接住钱袋子，眸中有水光闪动，他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便转身离开了。如今再待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他明白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带上他了。乌墨抬起手摸了摸拓跋佑安的小脑袋，拓跋佑安抬头和他对视一眼，嘿嘿一笑，因为他也没有伤害安安嘛。他知道乌墨哥哥一定想问，为什么就这样放过他了？因为他做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伤害到安安呀，他也不过是一个想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可怜人罢了。他做不到救济他，毕竟之前的摩擦还是有些膈应的，但是他可以为他指条明路，本要给他的铜钱也会给他，能做的也不过这些罢了。乌墨弯腰将拓跋佑安抱起来，低声说道，安安已经做得很棒了，如是放在寻常小姐眼中，这等人都不会多看一眼，若是这般对小姐放肆，有些人怕是早就命人去打了。安安这般已经足够了。两人进了马车内，车夫再次驾马车离开，这次没有人再阻拦。不远处，拓跋石靠在门槛上看着这一幕，啧了一声，心软的小家伙，人家都故意碰瓷了呢，还不生气啊？这小家伙的脾气这么好吗？他不知道的是，只要那人不与他抢乌墨哥哥，他脾气还是很好的。若是要抢他的乌墨哥哥，小奶包也要变成小熊包了。拓跋石见他们走了，便也收回了目光。回宫中的路上，能遇上有趣的小家伙也是极好的。不过日后怕是再难碰见了吧？拓跋石朝着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为什么师兄下山的事情你们都不告诉我？我就要去找师兄，我还就不信我找不到了。娇俏熟悉的声音传来，拓跋石迈动的步伐一顿，一抬眸和那双杏眼对了一个正着。师兄，第083章何须同你报备。少女穿着和拓跋石同款的道袍，身侧别着一把剑，圆圆的苹果脸，杏眼十分有神，带着一丝娇憨，明眸皓齿，是个美人胚子。看到她眸中明显有惊喜一闪而逝。拓跋石没吭声，扭身就跑，身形如风，很快消失在人群里。少女一愣，急急喊道，师兄，等等我！少女脚下一蹬，飞身朝着他的方向追去。拓跋石疯狂地往前跑，啊，为什么这个臭丫头会追上来啊？拓跋石瞥到前面的马车，索性钻了进去，然后和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撞了一个正着。四目相对，两人都是一惊。下一刻，那软团子就被抱离了他面前。小奶团子的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神色有些后怕，吓死我了。乌墨抬眸看向马车内的不速之客，你怎会在此？你来干甚？不是之前还骂他们来着？拓跋石，没想到正好是他们的马车。拓跋石双手环抱在胸前，微微后仰身子，额头上的银色护额光泽明亮。我想来便来，何须同你报备？乌墨，这人好讨厌。拓跋佑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小哥哥是被人追了吧？外面每喊一句师兄，他身子就僵硬几分。拓跋石，他有些不自在的别过头去，冷哼，我才没有被人追，我会怕谁？拓跋佑安和乌墨对视了一眼，眸底都有笑意，明明就是在骗人了，耳根都红了。拓跋佑安双手托着下巴，坐在乌墨怀里，轻轻笑着，那小哥哥就和我们一起出城吧，我们要去奈安村哦。小哥哥和我们顺路吗？拓跋石，完全是相反的方向，但想到那小师妹，他清了清嗓子，也算顺路，既然你们无论如何也要载我一程的话，我就勉强答应吧。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捂着嘴巴偷笑，小哥哥是个傲娇呢。拓跋石，什么意思？就是夸你性格很好呀，很坦率。瞎说的，傲娇的人一点都不坦率呢，很喜欢说反话，可是好可爱啊。拓跋石被他说的脸微红，别过头去，那是自然了，还用你说吗？乌墨拳头硬了。拓跋佑安却觉得他的性格很好玩，小哥哥呀，你的脸红了哦。拓跋石，所以说我很讨厌这些说话直率的臭小孩啊。拓跋石冷哼了一声，抱着剑闭上了眼睛，眼不见心不烦。外面的小师妹似乎没想过师兄会跑到别人马车里去，她懊恼地跺了跺脚，又跟丢了。他身后追过来的少年劝道，小师妹，
我们该回去了，不然师傅要说我们了。要回你自己回，我才不回呢。既然师兄不带我一起回去，我就自己去云溪国帝都。我就不信了，我去云溪国帝都堵着他，他还能插翅飞了不成？旁边的少年，小师妹，你何必呢？因为我喜欢师兄啊。若是我不在师兄身边，他被别人女子勾了去，那我得后悔死了。不跟你说了，这些是师傅要的东西，你拿着先回去，我要去云溪国。说着，那小师妹将手里的东西一股脑的塞给他，脚下一蹬，人就消失了。少年站在原地叹气，可是师兄不是说过不喜欢你吗？何必还如此执着呢？就不能看看你身边的其余人吗？拓跋石和拓跋佑安他们一起出了城门，乌墨便开口道：你还不下去？还想跟我们到什么时候？原本打算下马车的拓跋石稳稳地坐着，不打算动了。怎的？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管得着？乌墨，拓跋佑安笑着开口：没事了，既然顺路的话，小哥哥就跟我们一起吧，记得给马车钱哦。拓跋石，这个时候你还想着赚钱呢？你是财迷吗？乌墨点头赞同，坐马车可以交钱。拓跋石，什么意思啊？以为我没赢钱呢？拓跋石一摸口袋，好像是空了。他此次下山也没问师傅要银钱，这些年娘给的银钱不多，大多数也给师弟师妹他们送了礼物了，倒真是没钱了。拓跋石脸色微窘，他忽然起身从窗口跳了下去。等等，拓跋佑安，他就这么走了呀？可惜，本来以为还可以多多欣赏他的美貌呢。安安可是觉得他很好。乌墨语气轻柔，却暗含着醋意。拓跋佑安连忙拿起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嘻嘻，怎么会呢？在安安眼里，乌墨哥哥是最好的啊。乌墨眉头舒展开来，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在我心里，安安也是最好的。一旁的柳柔，我不应该在这里。马车继续赶路，不过片刻钟的功夫，拓跋石又回来了，手里提着野鸡、野鸭和野鹅。野鹅扑棱着翅膀在挣扎着，拓跋石将3只野味朝着他们丢过去，马车费。拓跋佑安伸手接住了那只野鹅，野鹅扑棱着想跑，乌墨从他怀里接过来，将3只野味直接绑在一起丢在一边，又细心地帮拓跋佑安将头发上的野鹅毛拿掉。拓跋佑安抬眸看了一眼，那拓跋石抱着剑正坐在窗边磕着眸子休息，可他手背似乎是被野鸡啄了一下，有一道小口子正在渗血。拓跋佑安看了看3只野味，又看了看他的手背，嘿咻一下从乌墨怀里跳下去，从自己的细软里翻出药膏来，拿着走到拓跋石面前，伸手递给他：小哥哥，你的手很痛吧？喏，这个药膏可好用了，给你涂一下。只能涂一下哦，等下还给我的哦。拓跋石心中微怔，习武之人有伤口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这种小伤他根本不在意，也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不是很痛。他的娘亲不曾，师傅也不曾。师傅很爱他，可是到底是男子，不会那般细心。娘亲，他很小就没在娘亲身边了，以前在的时候，娘亲多数时间也在争宠，没有时间管理他的这些小伤。拓跋石眸色复杂，准备拒绝的，可是瞧着小奶包那十分不舍的表情，他忽然恶从胆边生，接过了他手心的药膏，在他的注视下挤了很长的药膏出来。他听到了小家伙的吸气声，那瞪圆的眸子里满是不敢置信。拓跋石瞧着他这般模样，觉得可爱，就更想欺负他了。不知道小家伙会不会气哭。拓跋石将药膏涂抹在手背上，清清凉凉的，很是舒服，比他以往用的药膏要好。他将剩下的药膏塞他手里，我用完了，还给你。小奶包一脸肉疼的捧着那药膏，生怕他会抢走一般，扭身哒哒哒的跑到自己的细软处，将药膏放进去，似乎还觉得不安全，拍了2下，然后塞到了另外一个细软下面。藏好藏好。第084章有吗？QAQ， 早知道就不给他用了，都怪他自己，看到好看的小哥哥就有点把持不住。QAQ， 拓跋佑安十分懊恼。拓跋石瞧着他这个样子，低笑了一声，明明那么舍不得，还要给我用呢。乌墨，这人好欠扁。拓跋佑安放好东西，便窝在了乌墨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亮晶晶的眸子瞧着那3只野味。如果他再找3只来，明年就有好多只了。鸡生蛋，蛋生鸡，源源不断。想想拓跋佑安就觉得可行，所以在当晚做饭的时候，拓跋佑安抱着扑棱的大白鹅，摇头，不行，这3只我要养着，不能吃掉。他还想养着，让他们多生崽崽，然后他就能拥有好多野鹅、野鸡、野鸭了。拓跋石，这小家伙的兴趣爱好挺特别的。乌墨点头，好，我们不吃，我再去寻一些来。乌墨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拓跋佑安不是很高，那扑棱的大白鹅都差不多有他高了，被他抱在怀里，不停地扑棱着。柳柔和马夫在搭建帐篷，一开始他们是不会的，
但这一路上来，乌莫成功的将他们教会了。因为大多数时间都在赶路，所以他们很多次都露营在外面。拓跋佑安将扑棱的大白鹅放下来，继续和另外2只野味绑在一起。他抬起手摸了摸大白鹅的毛，要乖乖的哟，不然我就把你吃掉了。扑棱的大白鹅突然安静如鸡，别说扑棱了，那是动也不敢动了。拓跋石看着这一幕，觉得这小奶团子有些可爱。他抱着剑靠在树干上，身体微微倾斜着，就那么看着那小奶团子。乌莫很快就又抓了一些野鸭、野鸡、野鹅回来，而且都抓了2只。他似乎能理解拓跋佑安为什么不想吃了它们，便找了3只绑起来给他。拓跋佑安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哇哥哥，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乌莫眉眼温柔，那张小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安安都写在脸上了。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摸了摸脸，有吗？那肉嘟嘟的小脸被小手托着，瞧着十分可爱。乌莫没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软发，我去清洗一下这些。乌莫抬了抬自己手上的野味，拓跋佑安乖巧的点了点头，转身将绑起来的3只和另外3只放在一起。你们有朋友喽？乌莫很快就清洗好了，拿剑划了几下，找了树枝将肉串起来，生了火，架在上面烤。拓跋佑安也走了过去，在乌莫身边坐下，从衣袖里掏出几瓶自制调料。这衣服可真好，衣袖里面还有口袋，能放好多东西呢。难怪那些古装戏从衣袖里飞出银针什么的，可不是能藏吗？拓跋石也走了过来，在拓跋佑安对面屈膝而坐，好奇地看着他拿出来的那些调料，但他没有开口问。乌莫烤得差不多的时候，拓跋佑安就开始撒调料了。烤肉呲呲呲地冒着热油，撒上调料后散发出一阵香味，诱人得很。拓跋石吞了一口唾沫，反应过来，有些别扭地别过头去。他竟然会看着一块肉流口水，这种野鹅他也没少吃啊！见鬼了，这是……拓跋佑安将调料全部撒完后，再烤了一会儿就烤好了。乌莫撕了一个腿下来，用油纸包起来，递给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接过，没有吃。乌莫又分了一个腿给柳柔，总共就2个腿，就给2个小姑娘吃了。剩下的他就将油纸铺好，然后开始切肉下来，让他们自己拿着吃。拓跋佑安都等他都弄好，笑眯眯地将手中的腿肉递给他，哥哥，你吃呀。安安吃不了这么多了。每次乌莫哥哥都将最好的部分给了他，他自然也要给乌莫哥哥吃一些的。乌莫没有接，像之前一样拒绝。这边还有很多肉，安安吃，安安吃不下的，我等会再吃掉。拓跋佑安腮帮子鼓鼓的，又是这样。乌莫哥哥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拓跋佑安从他手中接过短刃，一分为2，我们一起吃，这样就不要推辞了。乌莫看着这半块肉，无奈一笑，他也知道安安的性格，便也不再推辞。拓跋石看着，啧了一声，不就是肉吗？没吃过吗？一个腿还推来推去的。拓跋石拿起一块肉放入嘴里，一嚼，他脸上的表情一正，随即迅速吃了起来。我去，同样是肉，为什么他们做出来的这么好吃啊？难道是那奇怪的调料的原因？现在拓跋石也不多想了，就一个劲的狂吃，生怕吃慢了就没了。拓跋佑安咬了一口腿肉，嚼碎嚼碎吞下去，惊叹地看着他。拓跋石注意到他的目光，耳尖微红，轻咳了一声，妈，也就马马虎虎吧。乌莫，那你还吃那么多？被拆穿，拓跋石有些恼怒，我抓了野鹅我还不能吃了，那不是车费吗？拓跋石，我再去抓，多抓点行了吧？说着，拓跋石起身就消失了，没多久就回来了，手里多了好几只野鹅，他丢在地上，目光灼灼地看向拓跋佑安，今晚吃这些？拓跋佑安，这大概是吃不下的。乌莫瞥了他一眼，还有野鸡和野鸭没吃完呢，不能浪费，这些留着明天吃吧。拓跋石开口，行吧，反正我也没有那么爱吃。话虽这么说，却已经开始动手切肉了，明晃晃的心口不一。拓跋佑安啃了半个腿肉，就吃得差不多了。乌莫给他拿了水果过来，他吃了一个水果就饱了。拓跋石目光落在那篮子里的草莓上面，红彤彤的又很大，瞧着水色就很不错。乌莫瞥了他一眼，当着他的面将最后一个吃掉。看什么看？不是嫌安安做的不好吃吗？那也别想吃安安种的水果。哼，我又不想吃。拓跋石冷哼了一声，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一边休息去了。柳柔他们吃完就同拓跋佑安一起收拾了残局，然后5个人就围在篝火旁烤火。拓跋佑安靠在乌莫肩膀上昏昏欲睡，乌莫索性将他抱在怀里，低声给他讲故事。拓跋石听着嗤笑了一声，都多大的人了，还要听故事睡觉？娘们唧唧的，你不是小男子汉？拓跋佑安啊，我不是。乌莫，你不会说话就可以闭嘴了，我爱讲给安安听就讲给安安听，又没让你讲，你事儿那么多呢。拓跋石碰到对手了，他哼了一声没说话。完了，等了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不说话似乎气焰太弱了，但是现在又去说话又显得在故意搭话了。思来想去，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心里堵得慌。最终，拓跋实只能冲他瞪了一眼，以示不甘。另一边，那五子的婆娘听说刑部尚书不给他们银钱，一个个气得在奈安县撒泼。哎呦，我不活了！第085章，高哥哥，这是什么刑部尚书呢？连小公主给我们的补贴都要贪墨。我们五子啊，当初为了云溪国的安危，战死沙场呀！我给他抚养孩子，我容易吗我？啊！现在我拿我本应该拿的那一份补贴，他都不给啊！五子啊，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你这让我们娘俩怎么活啊？那群妇女坐在大街上，哭得昏天暗地，但吐字却是十分清晰，必定让每个经过的人都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儿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变换了 N 个版本，然后传到了邢素耳中。此时的邢素还在等陛下那边的回信，闻言揉了揉眉心，这些个还真是个不消停的。本以为他派人传句话就能打发了，谁知道人家可是要定了这些银钱，都开始诽谤他了。邢素也不是吃素的，来人，将这些胡乱捏造事实的人全部以污蔑朝廷命官的罪名拿下。属下领命，直接去将还在哭丧的几个人全部带走了。这些妇女开始慌了，你们干什么？大家快看啊，这就是邢大人的属下啊，他们要杀了我们啊，就为了那么一点银钱啊！闭嘴吧！那侍卫有些不耐烦了，你们污蔑朝廷命官，现在被逮捕了，有什么冤去地牢里面喊吧。几人纷纷变了脸色，我们只是实话实说，对，我们没有污蔑他，本来就是小公主要发给我们的，那是发给奈安村村民的，你们现在是奈安村村民。几人被他这话对得一噎，几个卖小孩的毒妇还敢在这里嚷嚷，谁给你们的本事？几个妇女彻底不吭声了。人群中有百姓开口议论道，啊，我说怎么瞧着有些眼熟呢？这人我记得，他的确卖了他的小孩1袋米就卖了脸。天，他不是那个什么五子的婆娘吗？说着为了他相公什么什么的，原来也是为了他自己啊！他相公唯一的儿子都给他卖了，好狠的心啊！这些毒妇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听说啊，新来的邢大人对奈安村的人可好了。那可不是，好家伙，奈安村都快重建好了呢。听说还发了银钱，但奈安村的人没拿，他们这些被踢出去的人倒还来要。奈安村可是出了名的英雄村啊，每年都征兵不少人呢。四周的风向完全就是往邢素这边一边倒的。这些人眼见没希望了，开始求饶了。我们就是瞎说的，求求你了，大人，放我们回去吧。对，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就是妇人没读过书的，我们的话信不得呀。侍卫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早干嘛去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几个妇女被带走了，直接送入了地牢。拓跋佑安到了奈安县，找了一个客栈先休整1日，然后再去找邢大人。他们在客房里用膳的时候，邢素得知消息找了过来，看到拓跋佑安，他有些激动的行礼，小公主殿下。邢大人不必如此多礼。拓跋佑安连忙让他平身。如今奈安村的情况如何了？现在村民们的屋子已经完成了修整和重建，另外每家每户家里用的都不缺了，粮食也发放到位了，就是那银钱他们怎么也不肯收。拓跋佑安闻言点头，信件我收到了，我此次过来就是为了此事。邢素有些诧异，小公主特意为了此事来的？拓跋佑安邀请邢素一起用了膳，邢素说道，三殿下本来也在的，但昨儿个有急事先离开了。不过目前奈安县的隐患都被三殿下拔除了，安全的很，小公主可以放心住下。拓跋佑安点了点小脑袋，哥哥去哪里了呀？这个微臣也不知，但三殿下回来会马上来见您的。好的。拓跋佑安同邢素商量好，明日他带他去奈安村。两人聊好，邢素就先带人离开了。全程听完的拓跋实，虽然他知道这个小家伙与旁人不同，定是个贵家子弟，却没想到他竟然是小公主，是他的妹妹。他还一直以为他是少年郎呢，他还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少年郎，原来是姑娘家啊。拓跋实没有见过拓跋佑安，他3岁就离开了娘亲，前往了华山之巅。不过长安公主出生后，他娘有在信件中提及过，告诉他皇后娘娘生了一个小公主，父皇对她极其宠爱，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他也不过知道她被赐封了长安公主罢了，娘亲没有记她的画像，也没有说过她的名字。他只知道她有个妹妹，封号长安公主。拓跋实眸光有些复杂，长安公主显然没认出她来，想也是，她出生的这几年她都不在宫中，恐怕也没人会提及到她吧。拓跋佑安转眸看向拓跋实，小哥哥，我的身份你不可以告诉坏人哟。他肉嘟嘟的食指抵在唇边，冲他眨了眨眼睛。拓跋实没想到他会相信他，心下有些感动，他有些别扭的别过头去。你以为别人稀罕知道你的身份吗？
拓跋佑安笑弯了眼，你不会说出去，那我就放心了。这个小哥哥真的好傲娇呢。拓跋实，呵，我不是小哥哥，我比你大多了，我已经17了。小哥哥是什么意思啊？他哪里小了？他都17了。拓跋佑安满脸惊讶地看向他，17了。他走过去，伸手比了一下，他已经到了他的膝盖窝了。笑，不对，哥哥，你要好好补补身体了。18岁以后就长得更慢了呢。拓跋实，扎心，你比哥哥大很多呢，可瞧着和哥哥差不多大呢。拓跋佑安这里的哥哥指的是乌墨。乌墨虽然才8岁，但长得却很高，只比17岁的拓跋实矮了一个头。毕竟拓跋实的身高停留在了13岁，所以拓跋佑安才一直以为他们差不多大。拓跋实，别拿我和他比。拓跋实冷哼一声，转身就走。我只是暂时矮，等某一天我就会突然窜高。说着，他还加了一句，一定比这个臭小子高。开玩笑，比这个比他小的人还矮，他不要面子的吗？拓跋佑安捂着嘴笑，好哦，哥哥你要加油哦。对了，哥哥叫什么名字啊？一直叫哥哥也不好区分呀。你叫我高哥哥吧。拓跋佑安，你确定这不是临时因为身高取的名字？拓跋实还没做好准备和他相认，不如说他觉得自己开口说小妹你好，我是你七哥，感觉很怪。索性他过了不久又要离开，干脆让他不认识他也好。高哥哥，你要快快长高哦。拓跋实，臭丫头。拓跋实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那肉嘟嘟的小脸被他一捏，脸上的肉都挤出来了，嘴巴都成了金鱼嘴，萌死了。脸上的肉又软，拓跋实倒是没想到这脸这么 Q 弹 Q 弹的。喂，他的手被乌墨打开。第086章就靠你了。拓跋实的手背被他拍了一下，有点红，但他低眸看到拓跋佑安的小脸颊被他轻轻一捏就红了，那是半点气也没了，还有点心虚。他也没料到他的脸会这么容易红呀，他真的就是轻轻的捏了一下，轻轻的。拓跋实啧了一声就转身离开了。拓跋佑安揉了揉自己的脸，乌墨心疼的拖着他的脸，是不是很痛？拓跋佑安摇头，不痛了，是我的皮肤太嫩了，太敏感了。3岁的小孩子皮肤本就是很娇嫩的，加上他的皮肤更为敏感一些，所以轻轻一捏就会有点红痕，一会儿就消掉了。乌墨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下次他再敢捏你，打他。好。拓跋佑安抱住乌墨，抬起头冲他嘿嘿笑，那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笑眼弯弯的看着他。乌墨心里柔软一片。拓跋实走了以后，仔细想想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那小家伙的脸都被他捏红了，一定很痛吧。拓跋实思来想去，飞身离开，决定去找点什么东西赔礼道歉。啊呸，不是赔礼道歉，他才不会道歉呢，就是单纯的想送他东西而已，仅此而已。拓跋佑安沐浴好就和乌墨一起睡了，还是一人一床被子。拓跋实跑了出去买东西吧，没银钱，但是他看那小家伙似乎很喜欢动物，他在山上溜达，看看有没有什么长得好看一点的动物。他身形在树丫上跳跃，来回穿梭，最终目光落在了一只白色兔子身上。那白色兔子正在低着头吃草，没发觉他的存在。这白兔子瞧着毛茸茸的，应该没有姑娘家能拒绝吧。拓跋实轻轻地落在地上，无声地朝着他靠近。白色兔子的耳朵忽然竖了起来，回头看到他，一惊，一下蹦起来就跑。拓跋实连忙追了上去，好在他的轻功还好，很快就追上去了，一把抓住了兔子耳朵，将它提溜了起来。能不能让那个小家伙开心，就靠你了。兔子。拓跋实带着兔子回去的时候，脑海中还在演练小家伙看到这兔子的表情，他一定会非常夸张的双手捧脸，眼睛亮闪闪的看着他，说谢谢哥哥。光是想起来，拓跋实唇角就不可抑制的扬了起来。真好猜。拓跋实满心欢喜的到了拓跋佑安的房间门口，却发现里面的油灯都熄灭了，一点光都没有，看样子是睡着了。拓跋实微扬的唇角凝固，慢慢落下，哼了一声，算了，不打扰他睡着了，等明儿个再给他吧。他是小猪吗？睡这么早？拓跋实心里腹诽着，回去了自己的房间里。翌日，拓跋佑安穿好衣服洗漱好，拉开门，面前忽然多了一只兔子，他惊了一下，还没做出反应，那只兔子就被硬塞到了他怀里。给你的，我可不是给你赔礼道歉的，就是这只兔子昨晚自己到了我的房间里，我又不想要，才给你的，施舍给你的。对，没错，就是这样。兔子要点脸。拓跋佑安猛了一下，抬眸就见拓跋实转身就走，似乎真的只是嫌这只兔子麻烦才丢给他的。怀里的兔子温温软软的，到他怀里就老实巴交的待着，也不挣扎了。拓跋佑安弯了弯眼，喊了一句谢谢高哥哥。安安很喜欢哦。拓跋实脚步微顿，别扭的哼唧了2声，
你喜欢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送给你的，是我不要了才给你的，跟送的不一样。拓跋佑安嘿嘿笑着，哦，高哥哥又傲娇了呢。拓跋实见他没说话，偷偷回头看了他一眼，就见小家伙抱着小兔子，笑得像一只小狐狸。拓跋实，他耳根都红了，有一种被他看穿的感觉。冷哼一声，他一甩手，快步离开，那脚步略显凌乱。拓跋佑安摸了摸小兔子，嘿嘿笑道：“高哥哥可真是不坦率啊，是不是小白？小白兔，你礼貌吗？这名字你认真的？”小兔子不会说话，不然真的要质问他了。拓跋佑安下去和他们一起吃了饭，柳柔就准备告辞了，已经到了奈安县了，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一路上多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柳柔朝他们行礼，此一别，以后兴许都不会再见了，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说着，柳柔从衣袖里掏出一对头花，绳子上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安安，这个送给你，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也是他今儿个一大早去买的。拓跋佑安接过来，眼睛亮闪闪的看着他，哇，我超喜欢小兔子的，谢谢你啊，柳姐姐。柳柔见他真心喜欢，脸上的表情一松，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你喜欢就好，我还担心你不喜欢呢。拓跋佑安摇头，我很喜欢。说着，他将小兔子塞到乌墨怀里，拿起头花戴在自己的小揪揪上。他晃动了一下，问柳柔，好看吗？好看，安安戴什么都好看。柳柔点了点头。拓跋佑安也从怀里掏出一只发髻，这是桃木髻，不知道柳姐姐喜不喜欢啊？桃木也是不常见的木材，拓跋佑安也是之前从别的地方找到的，这也是他自己刻的，造型也是独一无二的。柳柔一眼就喜欢上了，喜欢，谢谢安安。他接过来戴在头上。拓跋佑安开心的双手托脸，柳姐姐好漂亮，以后谁娶到你就有福气了。柳柔唇角含笑，抿了抿唇，有些羞涩，安安就不要夸我了，夸的他都不好意思了。互给了礼物后就彻底告别了，柳柔起身离开了。他走了以后，拓跋实语气酸溜溜的，别人送礼物就有回礼呢，他就没呢。拓跋佑安歪了歪头，看向他，对啊，今天不是只有柳姐姐送了安安礼物吗？高哥哥不是说小兔子是你不要了给安安的吗？拓跋实忽然噎住，他这算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乌墨在一旁赞同，不要了给安安的，那安安自然是不需要回礼的。拓跋实，他怎么看乌墨就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呢，这小子故意的吧？拓跋实有些赌气的别过头去，哼，我又不想要什么桃木簪，那是姑娘家的玩意儿，他才不是羡慕呢，他才没有嫉妒呢。拓跋佑安小手捂着嘴偷笑，走到拓跋实面前，从衣袖里掏出一支药膏，拿起他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安安看到高哥哥又受伤了呢，虽然这个药膏是安安好不容易研制出来的，安安自己也没几支，但是高哥哥好像更需要他呢。拓跋佑安柔软的指腹轻轻地摩擦过他掌心的老茧，满眼心疼。虽然高哥哥会武功很厉害，可能觉得这些小伤不算什么，但是也要小心注意啊，有时候一些小伤没注意的话会变得严重的哦。第087章小公主里边请。拓跋佑安和拓跋实相处了一阵子，算是明白了，这人嘴巴有时候很毒，不饶人，可是心里却不坏，不如说心里很柔软。明明很喜欢的，有时候也说不喜欢，傲娇得很。拓跋佑安好几次见他受伤了，这会儿他手上都有新添的伤口，但因为伤口不大，都被他忽视了。拓跋实低眸瞧着掌心的药膏，再看着掌心的伤口，大抵是昨晚上抓小兔子的时候被那些带刺的草割伤的，他都没注意到，可是这个小家伙注意到了。拓跋实对上小姑娘的目光，他是真心的，真心想送给她的，也是真心的担忧她。怎么说呢，他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细心的照顾过，哪里知道有一天得到这样的宠爱会是从比他还小的小家伙身上得到呢？拓跋实目光复杂，掌心微紧，握住了药膏，将药膏藏在袖中，别过头去，另一只手握拳在唇边轻咳了一声，我也不想要的，但你要是实在想给我的话，我就勉强收下吧。拓跋佑安小手背在身后，身子微微前倾，调皮一笑，高哥哥真的是个大傲娇呢。说完，他就一溜烟的跑到了乌墨身后，捏着他的衣摆，冲他吐舌，似乎在说你来啊，有乌墨哥哥在，我才不怕你呢。拓跋实，好你个小家伙，哼。拓跋实轻轻的哼了一声，唇角却不自觉的微微扬起，我就当你在夸我了。乌墨将拓跋佑安抱在怀里，淡声开口，那你挺会做梦的。拓跋实，拓跋实眯了眯眼睛，朝着乌墨看过去，乌墨微微抬眸朝着他看过去，两人目光在空气中交汇碰撞，谁也不让谁，互相都看不顺眼。乌墨讨厌他欺负安安，总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拓跋实讨厌他总是说一些大实话气他。拓跋佑安笑眯眯的开口，好啦好啦，用完膳我们就要去奈安村了，高哥哥呢？我顺路。拓跋实微微扬起下巴，才不是想跟你们一起去呢，只是顺路而已。
懂吧？拓跋佑安点头，好，懂了，就是想跟他们一起去。想想也是，他在这县城估计也没别的朋友了。拓跋佑安放下铜钱，就叫乌墨一起离开了。拓跋实迈步跟在他们身后，三人坐马车前往奈安村村口。邢素会在那边等着。奈安村村口，不少村民都翘首以盼。你们说，小公主真的来了吗？那可不，邢大人可说了，小公主来了，邢大人还能骗俺们不成？俺还是第一次见小公主呢，有点紧张。谁还不是第一次见小公主呀？别紧张，等等，我要如厕了，帮我占着这个位置啊，我马上就来。那人说完，急匆匆的扭身离开了。旁边的人都笑他，他刚刚还说不紧张呢，这会儿尿都紧张出来了。哒哒哒，驾！听到声音，村民们更紧张了。是不是小公主来了？应该是的，我都听到马车的声音了。快看，是马车，肯定是小公主到了。一会儿你们可别给俺们奈安村丢脸，都老实点啊，别吓着了小公主。马车逼近了，停了下来，车帘挑开，面容清冷的小少年抱着一个3岁大的奶娃娃走了下来。奶娃娃肌肤赛雪，头上扎着2个小揪揪，戴着发圈，还有长长的绸带绑着小铃铛，风吹起他的小揪揪，叮当作响。他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怀里还抱着一只白色的小兔子，瞧着浴血可爱。不少人都看呆了，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小奶娃，就像那观音坐下的福娃娃一般好看。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邢素带头跪了下去，身后的村民反应过来，纷纷下跪，参见小公主殿下，小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快快平身，你们不必如此多礼。小家伙奶声奶气的开口，小奶婴萌爆了。奈安村的村民个个满面红光，眸子亮闪闪的看着他。拓跋佑安示意乌墨将他放下来，他一踩在地上就朝着他们走过去。奈安村的长辈们，你们好呀！安安此次过来是想看看大家伙的生活都怎么样了，父皇很是担忧你们呢。一听这话，比较情绪化的一些人都落下泪来。让陛下担心了，草民们好着呢。对对对，我们好着呢，陛下不必担忧我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可幸福了，每日都能吃饱，井也打通了，也不愁水喝，庄稼虽然都死了，但我们已经重新种下了，我们现在对生活充满了期待。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是吗？那便好，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小家伙歪着头，软糯糯的请求。这让人怎么拒绝？好好，是我们忘记了。小公主里边请。小公主想去哪里看？就是去看我的房间都可以。呵呸，不要脸！小公主为什么要看你的房间？你房间有多乱，你心里没点数？村民们嘻嘻哈哈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本来想着要面对小公主，他们还挺紧张的，可是小公主这般可爱，他们都不紧张了。邢素就跟在拓跋佑安身后，一路上走进去，村里的道路都修缮了，很好走，各家各户从外边看也是看不出残破。稻田里已经重新播种了小麦了，菜地里明显也是翻过了的，也重新种下了蔬菜种子。一路上看过去，拓跋佑安很满意，看来邢大人有好好的认真的在工作。看了一遍后，奈安村的村民留下来请拓跋佑安用膳。小公主若是不嫌弃的话，就留下来用膳吧。我们猎到了野鸡，也是奇怪，之前山上的野鸡野鸭都被他们打完了，可是今儿个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找，还真打到了。好呀，拓跋佑安笑着点头，就麻烦你们了。村民们立马去安排了，煮饭的煮饭，炒菜的炒菜。拓跋佑安坐在村长的院子里，不远处还有小孩子，似乎想上来跟他玩，却又不太敢。拓跋佑安冲他们弯唇一笑，他们就羞涩地躲了起来。他一笑，旁边的那些妇女们就露出了姨母笑。呜，他们也想要这么可爱的女儿，难怪陛下对小公主宠爱有加，小公主真的太可爱了。好羡慕陛下啊！膳食很快就来了，荤菜就是炒猪肉、炖野鸡，再加一道青菜，然后就是鸡汤了。拓跋佑安也不嫌弃，跟着他们一起大口吃。拓跋实也不是讲究的人，都吃得很开心。用完膳后，拓跋佑安也进入正题了。其实我此次前来是有一件事要办的，是关于奈安村的，就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陪我一起做这件事。第088章，我们都知道的。拓跋佑安还没说什么事呢，奈安村的村民就喊道：自然是愿意的，小公主就是让我们去上战场，我们都乐意。就是，小公主放心地说，俺们无条件的支持您。开玩笑，小公主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他们是非常信任小公主的，也是真心的想帮助小公主，只要小公主想做的，他们都支持。拓跋佑安没想到他们会说这些话，心里有些感动。谢谢。拓跋佑安眸底有光芒闪动。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穿的衣服是什么做的吧？大部分的都是棉花做的。这棉花呢，
只有平原国才大面积的种植了，别的国家都没有，就连我们云溪国也没有。我就想呀，为什么平原国可以，我们国家不可以呢？平原国和我们的地理环境都差不多，他们那边适宜种植棉花，我们这里也是呀。我现在手上有棉花种子，我想大面积的种植棉花。我已经研究出来怎么种了，但是仅靠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发展整个国家的棉花产业，是不是？我就想着要找一些靠谱的人来帮我种呀。我思来想去都没有合适的人选，直到邢大人给我的书信里提到了奈安村，我才知道每年征兵，奈安村里去的人是最多的，大家都这么热爱着云溪国，让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你们愿意帮我一起种植棉花吗？你们愿意吗？前提是不能将种植的法子告诉别的国家哦。拓跋佑安俏皮一笑，他的话说完，奈安村的村民们都愣住了，怔住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小公主竟然如此信任他们。啥也别说了，俺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但俺愿意。虽然俺笨手笨脚的，但只要小公主不嫌弃，俺就上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横竖俺这条命也是陛下和小公主救的。有了一个人，就有更多的人开口附和。对对对，俺也愿意，我也愿意。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云溪国，我可以发誓永远不背叛云溪国。对，谁敢出卖法子给别的国家，也不用小公主动手了，俺先扛着锄头去打死他。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愿意。听着他们的附和声，拓跋佑安心里微暖。那是这样的，我将棉花种植的法子交给你们，你们种植，然后我的要求是，只卖给我们的云溪国的商贾之家。咱云溪国得先发展起来，商贾之家会做成成衣，再往外卖。当然了，买家我也会精挑细选，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就按照正常的市价买，不会让他们吃暗亏的。收益的话，你们就自己拿着，每年正常赋税就好了。每年这些耕种的百姓都是需要赋税的。奈安村的村民们懵了，意思是种植以后，除了赋税的银钱，其余的银钱都给俺们，对吗？对，拓跋佑安点头。但有些人却不同意，不行，俺们不能拿这钱。就是陛下和小公主已经对俺们这么好了，俺们怎么还能拿你们的钱？对，我们不要，俺们是自愿给小公主种植的，不需要任何的银钱。云溪国给俺们拨了这么多粮食，救了俺们的命，俺们不能不识好歹。拓跋佑安没想到前面一切顺利，却会卡在这里，更没想到他们会因为这一点不同意。乌莫也大受震撼，他也没想到还有这般淳朴的百姓，可是他们的目光是那么的纯净。俺们是无偿帮小公主的，俺们不需要银钱。小公主，您说我们做，银钱您拿着。就是您总是救济我们，您自己怎么办啊？小公主，这些银钱您自己拿着，多给自己留点银钱，多给自己买几身衣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全都是希望他为自己着想的话。拓跋佑安着实没碰到过这种场面，一时之间有些呆愣住了。他对别人的善恶感应是非常灵敏的，他能感觉到他们说这些话是真心的，他们的目光也是真的纯粹，不是伪装出来的。可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能辜负他们。任何感情本来就是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啊。拓跋佑安微微抬起小手，他们就安静了下来。拓跋佑安目光柔柔地看着他们，唇角含着笑意。安安好开心呀，你们都是如此的真诚且热烈，你们真的都好好啊，你们的家人也一定为你们骄傲吧。但是安安希望你们能听安安说完啊。种植棉花本就是不简单的事情，你们付出了劳动力，拿一些银钱是应当的。安安为什么会选择你们呀？也是因为你们爱云溪国，再者也是为了带领奈安村致富呀。咱们云溪国想要富有，就得百姓富有，只有你们越好，云溪国才越强大啊。你们想想，若是咱们云溪国的百姓都十分富有，真打起来，谁打得过咱们呀？咱们砸银钱都能把他们砸死了。拓跋佑安双手托着小脸，笑意盈盈。而且安安和父皇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赋税了，付的这个税是去了哪里？是去了国库呀。国库可不就是父皇的吗？所以我们也等于拿了银钱了。拓跋佑安尽量让他们不要有那么多心理负担，就像你们种植小麦，花了心思种植了，然后留下一部分自己用，其余的是不是也是要卖钱的？你们就当种植棉花是种植小麦就好了。拓跋佑安努力的劝说，可他们还是很坚持，那我们给陛下了，却没有给小公主啊。拓跋佑安，这个漏洞给你找出来了，那父皇也会给安安一些的，父皇都赏赐安安好多东西了。那不一样，奈安村的村民开口，不如小公主在这边开个铺子吧，我们都给小公主上工，小公主每日给我们一点银钱就好了，这样小公主去卖了银钱就能赚钱了，我们也不要多少，每月10个铜钱就够了。拓跋佑安，才10个铜钱，你们这是献爱心呢？拓跋佑安要给他们气笑了，他撅了撅嘴，你们的劳动力没有那么不值钱了，而且安安的却是不缺钱的，
你们不用担心安安。若是遇到别的村民，拓跋佑安可能会选择卖惨来让他们答应，可在他们面前，他竟然得炫富，这荒唐的人生啊！奈安村的村民一脸感动地看着他，小公主不用安慰我们了，我们都知道的。拓跋佑安，你们知道啥了？第089章，真的，真的。之前我儿子给我书信里都说了，咱们云溪国很穷的，传闻说陛下都要借钱养他们那些边疆战士了。对对对，我也听说过，陛下好像很久都不换衣服了，好像每日都是穿着那一身龙袍。拓跋佑安，这些传闻是哪里来的？不过以前的云溪国是很穷，但是现在不穷了，虽然还不算很富有，但也算是不缺钱了呀。而且父皇只是每日上朝穿着那一身龙袍了，那龙袍很贵的，所以只做了一身，但便服有不少呀。拓跋佑安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好了。实话实说吧，瞧着他们这看着他怜悯的眼神，恐怕他们都会觉得他在安慰他们。拓跋佑安想着想着都笑了起来。既然软的不行，他也不想用强硬的手段，那就只能卖萌了。拓跋佑安偷偷地掐了自己的掌心一下，那双大眼睛里就氤氲了一层水雾，他委屈巴巴地撇着嘴，那眼眶里的眼泪要落不落的。乌墨首先发现他的情绪，正要说什么，就见他笑着冲他偷偷地比了一个耶，他就知道小家伙是装的了，便不再开口说什么。拓跋佑安轻轻地抽泣了一声，果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一看他要哭了，村民们个个的慌神了，形速更是如临大敌。小祖宗，你怎么哭了呀？拓跋石看着他的眼泪，心里有些不舒服。他张了张嘴，想到自己总是喜欢说反话，便又闭紧了嘴巴。他还是不说话了，省得他更加想哭。小公主，您别哭了。哎呦，天杀的，你们这群混账，把小公主都惹哭了。村里的一些女子揪着自己相公的耳朵拧，老娘看你是皮痒了。小公主多可爱啊，这群臭男人都不知道好好说话呢，把小公主都气哭了。云溪国穷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们非得搬到台面上来说，这不就把小公主气哭了吗？哎呦，娘子，我错了，我错了。小公主，您别哭了，您说什么我们都同意。对对对，俺们都同意，您别哭了，您哭得我这心里头难受，要不您打我吧，您别哭了。有些大汉看着他哭，都想跟着哭了。拓跋佑安小手握紧成拳，身子还颤了两下。真的，我说什么你们都同意吗？真的真的。谁敢不同意？小公主，俺们帮你揍。村里的婆娘们都将袖子撸了起来，看看谁敢不听话。一群妻管严是吭都不敢吭声了。拓跋佑安破涕为笑，他伸手擦了擦那硬憋出来的眼泪。那你们帮我种棉花，然后拿你们本该拿的银钱。这不，有人想拒绝，拓跋佑安眼泪又出来了。我就知道，好，我们同意，我们同意。您别哭了。村民们都慌了神了，自家的崽子哭的时候，他们也没这么难受啊，也没这么心软啊。他们一般都是在崽子们哭得讲不听的时候就打一顿，可是对着小公主，他们这心窝子是真的疼，都不想看到她落泪。邢素见拓跋佑安收了眼泪，后背都浸出汗来了。陛下应该不会知道吧，不然他的脑袋可能不保了。三殿下应该不会知道吧。邢素突然觉得这一趟的任务真的好难。拓跋佑安收了眼泪，眼眶因为伸手擦眼泪有些红。太好了，你们答应我了，那我就不哭了。嘻嘻，还治不了你们了。拓跋佑安软乎乎一笑，这群村民也跟着露出了傻笑。小公主开心就好。那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吧。拓跋佑安接下来就告诉他们棉花如何种植，要怎么样才能种植好，然后还拿出了棉花种子示范了一遍。村民们看得很认真，学得也很认真。不知不觉天色就暗沉了下来，拓跋佑安就在村长家里留宿了。他沐浴完，乌墨去沐浴的时候，拓跋石出现在了他的房间里。他盘腿坐在床边上，手里拿着毛巾在擦头发，问他：高哥哥有事吗？拓跋石走到他面前，背在他身后的手忽然放在他面前，摊开掌心，掌心里多了一只小鸟，小鸟奶叽叽的叫着，瞧着似乎是刚破壳不久的。拓跋佑安好奇地看着他，哇！见他没接，他拿起他的小手塞到他的手心里，拿着，顿了一下，他小声说了一句：别哭了，别不开心了。拓跋佑安没听清楚，什么？我说你哭起来太丑了，以后别哭了，我听到小孩子哭就头疼，就很烦。拓跋石说完就有些后悔，他明明不是这个意思的。拓跋佑安猛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这个啊，我那会儿是装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劝说他们好了，就装哭了。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因为我哭了就同意了。但你放心，我下次不装了。总感觉很对不起他们。拓跋石，你说什么？你装的？白瞎了，我大晚上的还去给你找小鸟了。拓跋石伸手就要抢回来，还给我！
这只小鸟的存在显得他很蠢。拓跋佑安捧着小鸟，缩了缩手，不给他，我不给。啊，高哥哥是看到我哭了，所以才想拿小鸟哄我开心的吗？拓跋佑安瞧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恍然大悟。拓跋石的心思被他猜中了，耳根有些泛红，他别过头去，冷哼：“你在白日做梦呢，我才不会哄人，更不会哄你。”拓跋佑安嘿嘿笑着：“哦，谢谢高哥哥，我超开心的。”拓跋石都说了，不是为了哄你开心了。话虽这么说，他也没要回来了。算了，懒得搭理你。傲娇的哼了一声，他转身快步离开，丢脸丢大了。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喊了一句：“高哥哥，明日清晨，安安做你喜欢吃的红烧肉吧。”拓跋石脚步微顿，回头就见他捧着小鸟在蹭他肉嘟嘟的小脸，见他看过来，弯眉一笑，很可爱。他不自觉地微微扬起唇角：“既然你这么真诚地邀请我了，那我就同意吧。”拓跋佑安软糯糯地应了一声：“好哦。”乌墨进来的时候，拓跋石已经不在了。小家伙在逗小鸟：“小鸟，你吃什么啊？我明儿个去给你挖虫虫吃好不好？今儿个只能委屈你先吃一点糕点了。”乌墨走过去，拓跋佑安抬眸看向他，眉眼里有笑意：“乌墨哥哥，我跟你说，刚刚高哥哥来找我了，这是他送给我的。他以为我今天是真的哭了，就想哄我开心呢，他还不承认呢。他真的好有趣啊，这傲娇的性格。”乌墨拿起床上的毛巾，帮他擦着软发。安安很喜欢这只小鸟呢，头发还没擦干哦。第090章，谁让安安宠我呢？呐，安安很喜欢这些小动物。拓跋佑安摸了摸小鸟的羽毛，偏头看向他，冲他笑。乌墨也跟着笑。那安安要带着他一起睡觉吗？拓跋佑安想象了一下，要是自己晚上睡着了，一个翻身，啪叽一下睡在了小鸟身上，那就成了暗杀现场了。拓跋佑安连忙摇头：“不了，我等下拿个枕头让他当小窝睡觉。”乌墨见他要起身，压住他的肩膀：“等等，先把头发擦干才去。”好。拓跋佑安乖巧地坐好，擦干了头发。拓跋佑安穿着鞋子就拿了一个枕头放在了桌子上，将小鸟小心翼翼地放在上面。小鸟叽叽地叫着，似乎挺满意的，盘着在睡了。拓跋佑安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蛇身去了床上。他睡下后，乌墨就抬手用内力将油灯扑灭了。翌日，拓跋佑安早早的就起来了，借了村长家的厨房给拓跋石做红烧肉，肉是他托暗卫去买的，买了挺多，打算多做点，大家伙都尝尝。乌墨比他醒来的还要早一些，他已经在练功了。拓跋石醒来的时候，厨房里的香味已经弥漫了出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人都香迷糊了。他以前也爱吃肉，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肉还能这么好吃。这小家伙别瞧着小，那双手就巧得很，好像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都能变得好吃。拓跋佑安端着红烧肉出来，就见拓跋石抱着剑倚在门栏上，他喊了一声：“高哥哥。”拓跋石迈步走过去，从他手中接过红烧肉：“我帮你去放。”转身的瞬间，偷偷捏了一块丢嘴里，肉香在唇齿间炸开，香得他眼睛都眯了一下。好吃。他将红烧肉放在外面的桌子上，村长他们也围了过来。拓跋佑安索性又折回去，再去端一些菜出来。看着那一桌子的红烧肉以及一群来吃的人，拓跋石脸色微沉。他问他：“不是说做给我吃的吗？怎么这么多人来跟他抢？”呐。拓跋佑安点头：“我想着做一份也是做，做多一点也是做，就多做了一些，索性大家都没用早膳，就一起吃了。”拓跋石，他默默地将一盘肉放在自己面前：“我不管，你说了给我做的，我有权利一人吃一盘。”拓跋佑安做了很多，便点头：“好哦。”其余人也笑嘻嘻的，没有计较什么，大家吃的都很开心。拓跋佑安给乌墨多加了几块，被眼尖的拓跋石看到了，他将盘子里的全部吃完，轻咳了2声。拓跋佑安没注意到他又重重的咳了2声，咳得喉咙眼都有些疼了。他总算是注意到了，是口味重了，口渴了吗？那你快去喝点水吧。拓跋石，神他妈口渴了，明明是给他做的，为什么乌墨可以吃他家的，他却没有？区别对待，都是哥哥，凭什么区别对待？不也叫他哥哥吗？拓跋石目光哀怨，看着别的红烧肉。拓跋佑安了然：“你还想吃吗？没关系的，你夹吧，还有很多呢。”拓跋石本以为他懂了，可实际上是他懂了，又没全懂。拓跋石暗暗磨牙，这小家伙这么笨的吗？不知道我是想要你帮我夹吗？你若是想帮我夹，我也是不介意的。拓跋石哼哼唧唧地说了一句。拓跋佑安已经吃完了，起身去放碗筷了，根本没听到。乌墨却是听到了，他开口嘲讽他：“有手有脚的，还不会自己夹菜？”拓跋石脸色微沉，反击：“某人不也是有手有脚的，还让他帮忙夹了？年纪都比他大不少吧，不知道尊老爱幼。”乌墨唇角微弯：“谁让安安宠我呢？”拓跋石，你真是不害臊！
被一个比你小的孩子宠有什么可高兴的？好吧，他绝对不承认他是羡慕嫉妒了。用过膳后，拓跋佑安就带着他们去山头了。种棉花需要一片山，奈安村后面就有山，一群人要先将山上的杂草拔掉，再翻土种植，得一步步慢慢来。先从拔草开始，拓跋佑安也没矫情，和他们一起动手拔。他们劝说无用，便都使劲加快拔草，这样小公主就能少做一些。拔草的时候，村长旁边的人在低声说道：“村长，俺们昨天晚上就想问您了，俺们实在是不想要小公主的银钱，怎么样，俺们才能将这笔钱让小公主拿着？前提是她不哭，他们真的是怕了小公主的眼泪了。村长也愁这事儿，先顺着小公主，等到时候收益到了，咱们就将这银钱送给小公主去。如果小公主实在不要，咱们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给小公主打造一个金像，或者是救济一下别的村，再不济，咱们直接将款项送到边疆去，或者买些实用的东西到边疆去，这样陛下就能轻松一些。陛下轻松一些了，陛下自然就会多赏赐小公主银钱了。这是迂回战术。”那村民一听，觉得可行，好，就按照您说的办。但是我也会留下一部分银钱，保证大家伙的温饱，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如果我们吃不饱了，没力气干活了，或者是病死了，小公主他们不得头疼，到时候他们又得重新找人办事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保证村民的温饱，让大家吃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这样收益才能最大化。村长不愧是村长，这么一提点他们都懂了。还是村长您聪明，行，我们都听您的。好，别唠嗑了，赶紧干事，小公主都没歇息呢。是。一群人干活干得飞快，拓跋佑安累得抬头擦汗，就见他们如一阵风般一下子窜到了他前面好远的地方。拓跋佑安，你们这效率一点都不比机器差了呀。拓跋佑安不得不佩服，也埋头继续做事。拓跋石也被拉了过来打工，他没有弯腰，将内力注入到剑内，横劈而下，那草就被齐齐斩下。他微微扬起下巴，等着夸赞，却听旁边的人说道：“小哥，你这样不行的，那个根还在里面，还会再长出来的，要直接拔掉才好。”拓跋石上一秒还嘚瑟，这一秒就觉得羞了。他故作淡定地弯下腰，我喜欢这样拔，这样草就不会挡着我的视线了。话音落下，他立马埋头将那还剩下一点点的草尖拔出来。拓跋佑安抽空看了一眼，弯了弯眼，旁边的乌墨递了水袋给他喝了一口。拓跋佑安咕噜噜地喝了一口，一抹汗，又继续干活。瞧着他兴奋的劲，乌墨也没说什么，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拔。预计2-3天的工程，在勤劳的奈安村民面前，硬生生的缩短成了1天。第09章直接丢给他就好了。看着拔完的部分，拓跋佑安开口：“可以了，暂时只需要这么大的地方了。今儿个天色也晚下来了，大家伙的先回去休息，明儿个我们开始翻土，再播种。”好嘞。奈安村的村民们互相搀扶着往回走，拓跋佑安也回去休息了。晚上，有人找上了村民，是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去迎接小公主的时候，村长担心他们的样子吓到小公主，就让他们藏在人群最后面，偷偷的看着。这次上工也没让他们去，怕被小公主发现，怕小公主会觉得可怕。但他们闲了2天了，有些闲不住了。村长，您就让我们去吧，我都想好了，我就在那腿上绑个木条，我裤子放下一拉，再把鞋子缝在木条上，保证不会看出来的。是啊，也让我们为小公主做点事吧。我这手我就把衣袖缝在裤袋子里，再塞点草进去，这样鼓起来的话，瞧着也像有手一样，顶多就是让小公主觉得我们无礼了一些。见小公主还单手插兜什么的，但多少我们也能帮上一点忙呀。村长瞧着他们脸上急切的表情，叹了一口气。我也知道，你们都是闲不住的人，毕竟以前都是村里干活的一把手啊。行吧，那你们明天就跟在队伍最后面，好好伪装好了，不要被发现了，吓坏了小公主可就不好了。好，几人脸上都有了喜色，开心的对视了一眼，谢谢村长。等他们走了后，村长媳妇走了进来，我瞧着那小公主也不是胆小的，就算小公主发现了，定也不会如何的。村长脸眸，低声开口：“小公主太善良了，我怕她会哭呀。”小公主兴许不会害怕，但一定会因为他们的遭遇落泪。这般善良的小家伙，她怎么舍得她落泪啊？村长媳妇想想也是，便不再说什么了。接下来就是翻土了，翻了土，拓跋佑安就教他们怎么播种了。播种完了，又将一些种植的注意事项告诉了他们。忙完的时候，村里的女子们也将饭菜做好了，拓跋佑安和他们一起去吃，大家都坐在桌子旁用膳。忽然，哐当一声，拓跋佑安好奇地看过去，就见有一个人累的手都在颤抖，似乎是因为颤抖的原因没拿稳，碗掉在地上碎了。对不起啊，嫂子，都怪我笨，这都没拿稳，回头我赔给你一个碗。那人见大家都看过来，连忙开口，弯腰就要去捡。
一旁的人连忙蹲下来帮他捡。行了，江子，我们帮你捡，你坐着别动了。那盛江腼腆地笑了笑，麻烦大家了。他看到小公主看过来了，就没勉强了，似乎担心他发现他少了一只手。他那插兜的手默默地往后移了一些，有一种想藏起来的冲动。拓跋佑安笑了一下，岁岁平安，没事的，人没事就好，是太累了才会这样的。回头我买些碗过来。拓跋佑安这话刚落下，暗卫就去办事了。买碗，那些人也将碎片打扫干净了，别一会儿伤到了小公主才好。拓跋佑安也收回了目光，眸光微敛。如果他刚刚没看错的话，拓跋佑安用完膳了，借口先走一步，迈着小步伐去找人。他找了一下，最终在一棵树下面找到了人。那少年郎正坐在树下面，他旁边蹲着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正在给他喂饭吃。风吹起，他那插兜的手被风吹得鼓鼓的。风席卷而来，带来了两人的对话。爹爹，你为什么要将衣袖缝在裤袋子里？刚刚用膳的时候，你为何不让我过去？乖，小顺啊，爹这是怕吓到小公主呢。刚刚你若是过去为我用膳，岂不是会被小公主发现？可我觉得小公主不是会害怕的人啊，她的眼睛好干净啊，我很喜欢她。小公主怕不怕是一回事，我们给不给她看又是另外一回事，懂吗？我们故意给她看的话，像博取同情一般，那样不好。盛顺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爹爹你快吃吧。好嘞。瞧着树下父慈子孝的场面，拓跋佑安没有再靠近。原来他另外一只手真的没了，却为了不让他发现，还将衣袖缝在裤袋子里。邢素也跟了过来，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他低声说道：这小伙子我有印象，当初来领取粮食的时候，他说他这只手救活了他儿子，他骄傲。拓跋佑安内心有细细麻麻的疼痛感，原来亲情可以这般真诚热烈吗？后来我去调查啊，才发现这小孩是他哥哥的孩子，他哥哥是边疆的战士，死了，他嫂子接受不了打击，也跟着去了，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小儿子，他就当作亲生的对待，一直抚养着他。闹饥荒的时候，别人亲生的孩子都卖了换钱了，这小伙子倒好，偷偷割了自己手上的肉喂给他吃，硬是让他活下来了，也是苦命人。拓跋佑安心里有些发胀，很难受。大抵就像那句话说的，命运专挑苦命人捉弄。拓跋佑安转身离开，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如今吃的苦头，日后再也不会吃到，这是我对他们的承诺。他们永远都不会再有吃不饱饭的时候了，他保证。邢素瞧着他，明明是小小的身板，却似乎有无穷的力量。他弯唇一笑，微臣相信小公主。旁人的话他不一定相信，可是小公主的话他却是信的。盛江用了膳，就在树下休息了。盛顺去放碗筷了。他坐下没一会儿，就有一个大夫来了。大夫是经常帮他看病的，因为他之前自己割了手上的肉都发炎了，最近也是稳定了病情了。大夫照例帮他看了看，拿了几副药给他。盛江接过来道了声谢。像你这样有忍耐力的人可不多见，这是我新研发的药，能够让你上药的时候不那么痛。盛江笑了一下，我就一糙汉子，要什么好药？大夫您留着自己用吧。我都说了是我新研发的，你不用的话我怎么知道药效怎么样？大夫直接塞他怀里，拿着吧，小公主可交代过，让我们把你们医治好了才能离开，你可得给我上点心。好嘞。盛江憨笑着。大夫吩咐了几句就离开了，走到小院子里，低声喊了一句：小公主，我已经将药交给她了。拓跋佑安冲他软乎乎的笑着，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夫回了话就匆匆离开了，去熬药了。自从发现了他们不会熬药后，这些大夫就自发的开始帮他们熬药了。何必那么麻烦，直接丢给他就好了。拓跋实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第092章，皇后娘娘不会不欢迎吧？拓跋佑安，你以为人家是你哦？拓跋佑安软声开口，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发现呀。拓跋实嘟囔了一句，真麻烦。安安做的是对的。乌墨在一旁开口，拓跋实怎么哪哪都有你？乌墨目光微深，这是我想说的话。好了好了。拓跋佑安站在两人中间，朝乌墨伸出手，哥哥抱抱。乌墨面上表情微软，弯腰将他抱起来。拓跋实在一边看着，语气微酸，我不比他有力气一些，怎么不让他抱呢？拓跋佑安。乌墨低笑了一声，有些人啊，红眼病犯了。拓跋实，你说谁红眼病呢？谁应说谁？拓跋佑安，你们两个人是小学生吗？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吵架。小吵怡情，两人都不是很会吵架的人，都说不出什么特别伤人的话来，有时候说的话反而让人想笑。拓跋佑安接下来的几天就在和他们一起关注棉花种子的长势，然后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每日要怎么照顾棉花种子。拓跋佑安和奈安村的村民们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走在路上都有人要塞他几个鸡蛋，他一笑就都跟着他笑。自从拓跋佑安来了奈安村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山上的野鸡、野鸭、野鹅那些都多了起来。前日还有人猎到了野猪，而且身形还特别大。他们都觉得这是小公主带来的福气。另一边，被押入地牢的几个人也给放了出来，他们都写了检讨书，罚了银钱，没银钱的就写了欠条。若他们再敢犯事，那就是双倍的惩罚了。这些妇人都怕了，回去待了几天，倒也老实。只是听到奈安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后，心里都不得劲。更有人偷偷的去找了村长，想要将户籍再转回来，村长不让，他们也不敢撒泼，只能愤愤的离开。你们说这可怎么办？我家那口子可说了，我要是拿不到这银钱，就要跟我和离。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合适的人啊。我家那口子不也是这样说的？可问题是邢大人不给啊。不如我们去找小公主，听说小公主特别善良，知道我们的遭遇，肯定会帮我们的。这个主意好，我们去打听打听，小公主如今在何处。拓跋佑安知道奈安村还有些人有当兵的想法后，便拜托乌墨教他们一些基本功，这些人都学得很开心。拓跋佑安发现盛江他们也偷偷的跟在最后面在学，他当没看到，就让他们继续跟着学。乌墨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好的氛围，苗国皇宫太多的尔虞我诈了，这个小村庄却是特别的干净，让他的心灵都受到了洗礼。他很喜欢这些淳朴的村民，教起来也是十分认真。不知不觉的，拓跋石也被拉着加入了，两人还暗暗较劲，开始拉人当自己的徒弟，还天天比谁的徒弟厉害，好笑又好玩。拓跋佑安看了一会儿，就打算去山上看看棉花长得怎么样了。一路上都有人，走到小路的时候就没多少人了。忽然窜出来几个女子，将他拦住。小公主，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他们一看到拓跋佑安，就跪下开始哭。拓跋佑安歪了歪小脑袋，你们是？小公主，我们本来也是奈安村的人，但却被他们赶了出来。呜，你们为何会被赶出来？小公主送银钱给我们，我们要了，他们都不要。为了不让我们拿，他们就把我们赶出奈安村了。可是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没银钱可活不下去啊。我们都是死了相公的，若没有银钱，我们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几人哭的那个叫撕心裂肺，他们本以为拓跋佑安会跟着他们落泪，或者同情他们，可是都没有。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他刚刚听了小草们的心声，知道他们是故意拦截在这里的，也知道他们不是他们口中的苦命人，而是一群连孩子都卖掉的毒妇。拓跋佑安叹了一口气，怎么办呢？这我也没办法呀。你们已经不是奈安村的人了，那就不能拿那一笔银钱了。那小公主可以再给我们一笔银钱啊。那些人连忙开口。拓跋佑安想笑，可能这就是他们和奈安村的人的区别吧。我为什么要再给你们一笔钱？小公主不是想救济我们吗？他们忽然有些紧张了起来，怎么小公主和传闻中不一样？我为什么要救济你们？拓跋佑安歪着头反问，因为你们卖了自己的小孩，因为你们足够恶毒。拓跋佑安微微敛眸，我从不救济恶人。你们别搞错了，我呀可不是好人。拓跋佑安唇角弯了弯，朝着他们逼近，不要再来奈安村喽，我不喜欢你们呢。几人脸色变了变，见四下无人，有人恶从胆边生，抓了他，肯定会有人拿钱来赎他的。他的衣服也值钱，再不济也可以把他卖了换钱，反正他长得这般好看。怪就怪你不救济我们。几人朝着拓跋佑安扑过去，拓跋佑安叹气，你们怎么就那么不想要命呢？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暗卫已经冲了出来，手起刀落，几人瞬间就没了气息。在出剑的第一时间，暗卫长就伸手捂住了拓跋佑安的眼睛，抱着他飞身离开了。让小公主受惊了。拓跋佑安被捂住眼睛也不害怕，没有了，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他知道他们一直在暗中保护他。暗卫长送他到了棉花地，那边还有不少人在忙碌，送到了，暗卫长就离开了。暗卫将人杀了，也将场地清理了干净。一群毒妇还妄想对小公主下手，丢去喂狗。暗卫长回来冷声吩咐了一句，把他们家中的人也调查一遍，但凡有人想对小公主下手的，立马击杀。凡是想对小公主下手的人，都不会留下活口。是。暗卫退下了。另一边，苗国皇后杨家月也抵达了云西国帝都，由云西国皇后接待。皇后娘娘站在城门口，苗国马车停下，杨家月挑起车帘走了下来。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微微颔首，苗国皇后远道而来，辛苦了，宫中已经备好了洗尘宴，请吧。杨家月唇角含笑，见皇后娘娘进了轿子中，她也回到了自己的马车内。到了地方后，杨家月和一名妙龄女子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那女子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勾人的眼睛，那身姿瞧着风情万种。皇后娘娘唇角的笑意渐浓，跟她玩这种手段呢？这乃是我们苗疆的圣女，她也未曾来过云西国，此番便带她来瞧瞧，皇后娘娘不会不欢迎吧？第093章，你为什么不魅惑她？这其实不是圣女，只是圣女的替补人员，但是什么身份还不凭她一张嘴？
左右除了他们苗国人，也没有人知道苗疆的圣女是谁了。皇后娘娘也是经历过宫斗的人，对她的这些手段十分了解了，但她现在又不是那么爱陛下了，随意吧。横竖这些人在宫中伤害不到她的安安，就随便他们造了，让陛下头疼去吧。无妨，你们同本宫进去吧。皇后娘娘在前面领路，带他们进去。结果这一顿饭只有皇后娘娘陪他们吃，陛下根本不在。杨家月脸色微沉，他明白这是云武帝给他的下马威，就他这样的人物，也只配和皇后一起用膳，还不配和陛下一起用膳。一直到晚上，他都没能见到云武帝。之后的几天，云武帝和皇后娘娘更是像忘了他这个人似的，都没召见他，只是每日都有宫女送饭菜过来。杨家月最终还是沉不住气了，派人送了求见的帖子给云武帝。云武帝在书房批改奏折，看到这帖子，他唇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就沉不住气了，让他明儿个来大殿。是。云公公应了一声，下去安排了。杨家月见他还要晾自己一天，气得不轻，拿起茶壶想砸，又想到这里不是苗国，生生忍下来了。他对一旁的圣女说道：“你准备，明儿个就可以见他了。能不能拿下他，就看你的本事了。若是能拿下，这云西国的天下都是你的。”圣女一路上走来，他都知道这云西国多穷了。说真的，送给他，他都不是那么想要。一个穷困潦倒的国家，迟早灭亡。但听闻那云武帝骁勇善战，还长得十分好看。是。圣女娇滴滴的应了一声，她的声音含着媚音，音色很是撩人。翌日，杨家月带着圣女前往了大殿。圣女穿着异域的衣裳，极具风情，每走一步都撩动人的心湖。大殿中不少人都看呆了。杨家月盈盈一拜，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苗国皇后平身吧。云武帝伸手撑着下巴，微微抬眸望去，瞧见那圣女的一瞬间，心跳竟快了几分。他见过不少女人，也不是那种特别好色之人，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圣女给他一种特别的感觉。杨家月见他的目光停留在圣女身上，心中暗喜。云武帝，我也就开门见山了，赔礼我都带过来了，我皇儿。云武帝回过神来，微微皱眉，苗国皇后放心，朕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既然你们诚心实意的道歉了，人自然是会让你们带回去的。只是你皇儿对朕的宝贝安安起了杀心，就这么放他回去，朕也不放心啊。杨家月身子微僵，没想到这云武帝见到了圣女，还这么难搞。杨家月给圣女使了一个眼色，圣女得令，笑盈盈一拜：“民女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云武帝看到他，神色就有些不对劲了。他沉声道：“平身。陛下，苗国太子实在冤枉呀。民女觉得他万万不可能有那种心思的。”他说话间，那双媚眼就那么看着他。云武帝的目光渐渐变得有些空洞起来。苗疆圣女最擅长古人，而她的特技就是这一双眼睛，只要被她直勾勾的盯着，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她的请求。果不其然，云武帝有些松口了。你说的也是。就在这时，一只白色狐狸窜了进来，跳到了云武帝身边，他爪子往云武帝手上那么一拍，云武帝瞬间回过神来，回想起方才的一切，他脸色阴沉。好你个苗国皇后，竟敢带这等人来云西国！来人，将这个狐妹子抓起来，丢入地牢。苗国皇后既如此想念你皇儿，便去陪着她吧，一并带走。是。侍卫们冲了上来，将两人压住带走。杨家月都懵逼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计划怎么刚刚开始实行就失败了。圣女的蛊术不起作用了。杨家月看向圣女，圣女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她刚刚用了媚术对付云武帝，却被一股庞大的力量反击了，她嘴角渗出了血丝，脑海中一阵乱码，竟忘了媚术怎么使用了。圣女脸色大变，如遭雷劈，还没说什么就被丢入地牢了。胡白躲在龙椅后面，隐藏了自己的气息，冷冷地看着他们。在他面前使用媚术，则真是鲁班门前耍大斧，不识高低，以为他是吃素的。胡白转身离开，他只要保护好这云武帝和皇后娘娘就好了。那日他也偷偷地跟着皇后娘娘，担心她受委屈。那个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劳什子圣女了。云武帝没想到这次杨家月还会带这样的人来，好在他刚刚反应了过来。云武帝回眸望去，只看到一抹白芒一闪而逝，他知道那是安安养的小狐狸。刚刚他是感觉什么拍了他一下，可能是安安养的那只白狐狸。那白狐狸这些日子每日都会送水果来给他。杨家月被关押了起来，云武帝直接书信给苗成帝，问他是个什么意思。苗成帝得知杨家月的事情，再三保证自己不知情，并且说这杨家月随他处置，他巴不得杨家月回不去才好呢。云武帝让人拿了信给杨家月看了，杨家月气得在地牢里用头撞墙呢。他知道苗成帝那个孬种是不会救他的。皇后娘娘得到消息的时候，杨家月和圣女已经被抓起来了。
宫女在一边开口，真正是解气。那日奴婢瞧着那圣女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行了，此事莫要在意。是，奴婢明白。云武帝解决了杨家月的事情，又接到了刑诉的信件，得知是户部尚书做的，他也吃了一惊，没想到会是他。户部尚书一向清贫，真正是看不出来比他富有的样子，没想到在他背后捅刀挖他的银钱呢。云武帝立马派人去抓户部尚书，结果他似乎早就接到了消息，人走楼空了。这几日户部尚书都借口生病没有来早朝，原来是在暗地里偷偷跑路了。云武帝脸色微沉，立马派人去查。地牢中，杨家月掐着圣女的脖子，语气癫狂：你说你为什么不魅惑她？你不是说你的魅惑能力不输圣女吗？不然他也不会带她过来了。他的确也见识过这女人的魅惑能力，也的确是不错的，怎么遇上云武帝就不行了？他是不是故意的？越想杨家月越觉得气。圣女冷笑：你想利用我，怎知我不是想利用你？圣女被送到了苗国，她若是不走，下一个被送给苗成帝那个昏君的就是她了。圣女又岂会让她在苗国立足？杨家月要带她走，她自愿乐意的，走了才好找下一家啊。杨家月被他这话气疯了，直接和他扭打了起来。地牢里的狱卒都围在那边看戏，没有一个人上去扯开的。哎呦，别的国家的皇后在打架里，多好看的一出戏啊！他们干嘛去阻止？第094章，哦，精彩！圣女被他扯到了头发，疼得他出言讽刺：皇后娘娘，苗成帝是不是不要你了？不然他为何派人书信过来，随云武帝如何处置你？不过也是，你这般姿色，哪里比得上我苗疆的圣女？我姐姐在宫中一定十分得宠吧？这话刺到了杨家月。没错，他是被苗成帝放弃了。苗国书信过来也不会有这么快，唯一的解释就是苗成帝在他走后没多久就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意思是假设他得罪了云武帝，那么和他苗国无关，和他苗成帝无关，真正是把他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苗成帝往常也没这个脑子，这次恐怕是受了旁人指使，那圣女的嫌疑最大，毕竟只有她有蛊惑人心的本事。看来那圣女以前听话都是装的。杨家月暗恨，没想到他这前脚刚走，圣女那个贱人就想着霸占他的位置了。好，很好，好得很。你苗疆不过就是一个小地方，小地方出来的人还妄想和本宫比？本宫若是想，分分钟能让你姐姐死在宫中。杨家月冷笑，这假圣女微微变了脸色。是吗？难不成皇后娘娘是觉得苗成帝会更宠爱你些？说话间目光打量着他，嘲讽意味十足。不管陛下宠爱谁，能诞下皇子的才是胜利者。你以为那圣女还能诞下皇子？什么意思啊？你把陛下……难道陛下不能？回复他的是杨家月阴恻恻的冷笑。假圣女大惊失色，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么狠。这苗国有我皇儿一个太子便足矣，谁也无法撼动他的地位。之前出生的皇子就没办法了，之后别想再出生皇子，哪怕是出生了，那也真的是陛下的吗？杨家月目光癫狂，旁边的狱卒，哦，精彩！这都是什么宫中秘闻呀？原来苗成帝不行了，还是被皇后娘娘下的药。妈耶，精彩！狱卒甚至拿了凳子和瓜子来，一边嗑瓜子一边看这两人互啄。精彩精彩！回头他们又有故事去外边说了。皇后娘娘得知地牢中的事情，只觉得好笑。这苗国的皇后也是疯了，竟在地牢中胡言乱语。这苗国皇后可真是搞笑。这事儿若是让苗成帝知道了，定会气死吧？宫女低声说道，却觉得解气得很。此事你们莫要多议，陛下自有定夺。是，云武帝的确是有定夺的，他命人将杨家月和假圣女说的话记录了下来，好心的送去给了苗成帝。哎呦，他就这么乐于助人？户部尚书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云武帝问云公公。云公公答：启禀陛下，户部司是往西边的方向逃走了，奴才正派人在追。追到了也不用多问什么了，直接杀了吧，省得夜长梦多。这么长远的路，路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有死人才是不会坏事的人。是，奴才明白了。云公公退下去吩咐了。云武帝看着手边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的一盘草莓，叹气。安安也不知道如今怎样了，何时能归来。此时的拓跋佑安已经安排好了奈安村的事情，并且银钱还是强势的发给了每个人，理由就是他不能一直待在奈安村，这些棉花需要经常去浇灌化肥，买化肥又是一大笔钱。村民们听他这么一解释，也明白了过来，都安心的收下了。反正他们想着，这棉花到时候的收益是要给小公主的，要不是他们现在身上没多少银钱，他们也不会收下这笔化肥钱。拓跋佑安处理好棉花种子的事情后，就去找了盛江。
他没让人跟他一起去，就自己一个人去的。盛江刚好在家中，他一敲门，他就来开门了。看到是他，惊讶了一下：“小公主殿下，盛江哥哥见外了，在这里就叫安安吧。”拓跋佑安冲他软乎乎的笑着，小啾啾上的铃铛叮铃作响。盛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将没了手的那一边肩膀往后藏了藏。安安进来吧。房子不大，但打扫得很干净，矮凳子和桌子上都擦得很干净。盛江用家里唯一没有破口的碗给拓跋佑安倒了一碗开水。家中没有茶叶，还请安安不要介意。拓跋佑安嘿嘿一笑：“我本来就是小孩子了，不喝茶叶水的，我喜欢喝开水啊。盛江哥哥，你也坐下啊。再过几日，安安也要离开奈安村了，这边的事情也都进入正轨了，大家都学得很快，我很放心。”拓跋佑安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解决奈安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淳朴勤奋的原因吧。盛江眼眶有些红，有些舍不得。这些日子的相处，他早就把安安当作亲妹子看待了。安安很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我的吗？盛江在他对面坐下，又开口：“等等。”他起身去了里屋，很快又拿了一个东西出来，是用木头雕刻的小兔子，小小的一只，很可爱。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我自己雕的。我瞧你很喜欢那只小兔子，就以它为原型雕了一个。拓跋佑安满脸惊喜地接过来，满心欢喜：“谢谢盛江哥哥，难怪他最近脸上总是有伤，是为了雕这个弄的吧？”盛江现在只有一只手，想要雕刻这个，恐怕得用嘴巴咬着刀刃去雕刻。想到这里，拓跋佑安就鼻尖泛酸，他们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拓跋佑安爱惜地将他捧在手心里。盛江瞧着，唇角微微扬起，有些害羞地挠了挠头：“你喜欢就好。盛江哥哥，我想问你，你愿意去边疆当战士吗？”拓跋佑安将小兔子收好，这才开口询问。这些日子，他在奈安村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他知道，在断手之前，盛江一直想去边疆当战士，本就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自然是想要报效祖国的。盛江愣了一下，有些黯然伤神。他不经意间瞥了自己的手臂一眼，有些支支吾吾的：“我还得看着小顺。”拓跋佑安知道他是因为手臂的原因觉得自卑，他从凳子上跳下去，拿起别在腰间的木剑。这把木剑还是奈安村的村民自己用木头做了给他的。盛江哥哥，我最近也在同哥哥学剑术呢，你帮我瞧瞧，我学得怎么样了，可好？盛江不明白拓跋佑安为什么突然转移话题，但他是乐意帮他看的。好呀，他本以为拓跋佑安也是要双手挽剑花，可是他不是，他只用了一只手便打出了一招招凌厉的招式。第095章还能用得这么好吗？虽然他个子小小的，还只用了一只手，那张软萌可爱的脸也没有半丝的杀伤力，可那神情，那剑带出的罡风都透着凌厉肃杀。明明只用了一只手，却好似有千军万马的感觉。原来一只手也能用剑吗？还能用得这么好吗？盛江大为震撼，那被他极力藏在内心深处的战斗魂也在蠢蠢欲动。敢问那个少年郎不想上阵杀敌，谁不想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人不疯狂枉少年。盛江从小就有一个大侠梦，想以剑走天涯，想靠着自己精彩绝伦的剑术上阵杀敌，让敌军闻风丧胆。可是这个梦想在他丧失手臂的那一瞬间就一同放弃了。他在割自己手臂肉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一刀刀下去，他的梦想与他从此再也无缘。可是他愿意。哥哥和嫂子生前都对他很好，他早就没了父母，若不是哥哥嫂子，他早就死了。对于小顺，那就是他亲生的儿子一般，哥哥嫂子不在，他就得担负起责任来。虽然这些年来怕耽误别的姑娘家，他一直不曾去谈婚论嫁，可他不后悔。看着小顺一天天长大，那种骄傲是由心而发的，哪怕放弃一切也值得。但是现在，安安让他觉得他离梦想也可以这么近。拓跋佑安耍完剑招，有些疲惫了。别看着简单，耍起来挺累的。好在这段时间找乌墨哥哥练习了，不然真要舞到一半就出丑了。拓跋佑安收了剑，抬眸再看盛江，他早已泪流满面。对上拓跋佑安的目光，他抬起手臂擦眼泪。原来安安什么都知道了呀，我们还以为我们隐瞒得很好呢。拓跋佑安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衣摆，微微抬眸看向他：“盛江哥哥啊，你愿意去吗？你愿意去的话，安安派人送你去。只不过你需要吃的苦可能是别人的3倍、4倍，甚至更多。可是你刚刚看着的时候眼里有光啊。”拓跋佑安也不强求，说完就静等他的回复，他只是给了他选择的机会。盛江拳头紧握，身子轻轻颤抖着，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说他想去。可是小顺呢？小顺还这么小，他去了，小顺怎么办啊？盛江挣扎了，犹豫了。就在他要开口放弃的时候，盛顺忽然从外面窜了进来，扑到了盛江的脚上，
一把抱住，抬头看着他，爹爹，你去吧。小顺希望爹爹去做大英雄。奈安村的大家都很好，小顺在这边你完全不用担心的。他知道的，从以前开始，他晚上上茅厕就经常看到爹爹偷偷的练习一些基本功，扎马步什么的。爹爹每次说到边疆战士的故事时，那眼里的光芒是藏不住的。爹爹这么好，他也想支持爹爹，希望爹爹去做想做的事情，不要以后后悔。他刚刚都看到了，安安才3岁多，一只手都挥得那么好，爹爹比他还大一些，肯定比他更厉害。盛江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小顺，你还小，还需要人照顾。我才不小了呢，我都6岁了。爹爹，你不是说你6岁的时候都能上树掏鸟蛋，下水抓鱼了吗？小顺也可以的。爹爹，你6岁的时候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小顺也可以。拓跋佑安瞧着他们2个人力争的场面，倍感温馨。他没有开口，静等盛江的回复。他也可以说盛顺可以跟着一起去，可是盛顺还这么小，边疆太多不可抗力，还是不去为好。在这边可能还安全一些。盛江还有些挣扎犹豫，盛顺叹气，那不如我和爹爹一起去吧。什么？盛江懵了，小顺，不要胡闹，边疆不是好玩的地方。小顺好好考虑过了，如果爹爹是放心不下小顺的话，小顺就陪着爹爹。左右，小顺也只有爹爹了。就这样。安安，我可以和爹爹一起去吗？盛顺转身看向拓跋佑安，拓跋佑安没想到他会自己提出来。可以是可以。小顺，盛江抬起手揉了揉眉心，我去，你留下。奈安村比边疆要安全太多了，你留在奈安村便好。盛顺嘟囔道，可是我想跟着爹爹呢。盛江想到只有盛顺一个人管粮食地，可能还需要去棉花地工作，又犹豫了。那你跟我一起去，他在边疆那边租个房子，兴许可以。好耶！盛顺开心地跳了起来。他其实一直没说，他很想去边疆看看，去看看爹爹口中的边疆是怎样的风采。拓跋佑安唇角含笑，那我帮你们安排，一定会让他们平安抵达的，到时候他会书信给二哥哥，让二哥哥多担待一些。好，麻烦你了，安安。盛江有些不好意思，才不麻烦呢。拓跋佑安弯了弯眉眼，那我先不打扰了，他还要去完成奈安村别的村民的小愿望。好，拓跋佑安去了别人家里，满足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比如想要一件新衣裳，想要一只能生蛋的母鸡什么。拓跋佑安忙了一天下来，回去躺下就睡着了。翌日就书信给了二哥哥，然后送盛江和盛顺上马车。两人细软都收拾好了。奈安村的村民没想到他们会想去边疆，但一个个都很赞同。可以啊，江子，你真是我辈楷模。江子，去了那边莫要给边疆的战士们添乱，照顾好自己。顺子，好，很好。你去瞧瞧那边疆，那里曾经有你亲爹生活过的痕迹啊。村民们拿着馒头包子鸡蛋那些东西相送，此去路途遥远，你们务必要注意安全。放心，我的人会护送他们安全抵达，那边也会有人接应。拓跋佑安吩咐了几个暗卫保护他们过去。有拓跋佑安这句话，他们就很放心了。江子，以后成了大将军，不要忘了我们啊。哈哈，对，顺子你也加油啊，争取多学点本事，可不要再被母鸡吓哭了呀。哈哈，说起这件糗事，顺子脸红红的，他偷偷的看了拓跋佑安一眼，见他捂嘴轻笑，脸更红了几分。你们在胡说什么呢？安安还在呢。这句话成功的让他们闭嘴了，不打趣了。一群人送了他们上了马车，看着马车扬长而去，心下怅然。这两人啊，他们都是当做自家的孩子看待的，就像孩子要出远门了，这老父亲老母亲心里啊，只剩下担忧了。拓跋佑安和奈安村的村民们忙完了，晚上偷偷的离开了，没有告别，他怕他会忍不住想哭。这里的人都太好了。临走之前，他去见了刑部尚书，邢大人，奈安村就拜托你多照看一下了。第096章魔黄草。小公主放心，微臣会好好照看他们的。小公主可是要回宫了。事情解决了，也该回宫了。等棉花成熟之后，他会再带商家过来商谈的，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奈安村种棉花的事情，你先帮着隐瞒着，不要透露出去了，省得一些不安好心的人惦记。是。横竖，那几个知道的女子都死了，只要他们都不说，旁人也不会知道了。毕竟谁没事去奈安村的后山晃悠呀？拓跋佑安没有休息，当晚就离开了奈安村。翌日，邢素就带着很多肥料去了奈安村，告诉他们这是接下来需要浇灌的化肥，小公主早就安排好了。奈安村的人一时间还无法接受小公主回去了的消息。此时听到这话，一个个心下感动。小公主还骗我们说让我们留着银钱买化肥，结果小公主早就都安排好了，这可怎么样才好呀？要怎么样才能还给小公主？听到这话，邢素就觉得头疼。你们可别找老臣啊，老臣这真帮不上你们啊！万一小公主哭了的事情被陛下知道了，想想他
他都觉得可怕。奈安村的村长发话了：乡亲们，咱们有个很好的小公主，这些日子小公主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还处处为我们着想。这银钱，小公主既是用这样委婉的办法给我们，那我们便收下。只是你们心里也要明白，你们有今天都是多亏了小公主，日后可万万不要做出对小公主不利的事情来，不然我第一个削死你们。村长，不用你说，谁敢背叛小公主，那都得问问我的锄头同不同意。对，谁敢背叛小公主，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没错，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对的，好好干活，我们要把收益最大化，争取让小公主多赚银钱，再想办法还给小公主，那也太不识好歹了。既小公主无论如何都希望他们拿着，那他们不如拿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大家现在手头上有点余钱了，那些平日里关系好，平日里救济过我们的朋友家人，现在轮到我们救济他们了。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有这样才能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咱云溪国才能繁华昌盛。但是种棉花的事情都给我烂在肚子里，在棉花没种成功之前，都给我闭紧嘴巴了。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敢添乱就滚出奈安村。我们必须帮小公主把这事儿办漂亮了。是。奈安村的村民们都大声应和着，斗志昂昂。他们也有发光发热的一天。邢素看着这阵仗，不得不惊叹，不愧是小公主啊。拓跋佑安坐上了回宫的马车，他正趴在乌墨的腿上，乌墨在帮他捏肩膀，是这里痛吗？拓跋佑安奶声奶气地说道，好痛哦，是这些日子累着了，我帮你捏捏，痛则不痛，通了便不痛了。乌墨很是心疼，安安不必为他们做到那般地步。说话间手也没闲着，帮他轻轻地按压着肩膀。拓跋佑安嘿嘿笑着，可是他们真的很好吗？好到安安也想对他们好，这一点乌墨是赞同的。那些村民的确是他见过的最淳朴的人。呵，拓跋石冷笑，人心都是会变的，现在他们好，不代表他们以后也会这么好。你还是太天真了，等他们看到利益后，还有几个人能这般好？到时候恐怕都变心了。你呀，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喽，到时候可别哭鼻子。拓跋佑安眨巴了一下眼睛，如果真是那般，那就当安安识人不淑了，安安也认了。可是人生啊，总要有几次义无反顾的信任，做生意更是如此。如果一开始都不互相相信，那这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乌墨点头，安安说的没错。拓跋石，在你眼里，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呗？拓跋石酸酸的哼了一声，你就惯着他？我只惯着他。乌墨低眸，眉眼温柔的看着他。拓跋佑安趴在他的腿上，小腿弯起来又放下，嘿嘿，高哥哥，你就是羡慕嫉妒了。羡慕嫉妒安安有这么好的哥哥，你却没有，嘻嘻嘻。拓跋石，我是没有，咋的了？我哪里羡慕嫉妒了？我需要羡慕嫉妒别人了？呵，搞笑。拓跋石不自然的别过脸去。拓跋佑安捂着嘴，笑眼弯弯。拓跋石，他真的是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因为是回宫，拓跋佑安就没那么着急了。到了第二个县城后，拓跋佑安就留下来好好休整了。三人在客栈用膳的时候，听到领座有人在交谈。哎，你们听说了吗？这北约镇有一座北约山，那山上似乎有人发现了魔黄草的踪迹。一听魔黄草三个字，拓跋石的身子就僵硬了几分，他竖起耳朵偷听。魔黄草，这小小的北约镇会有？那可不是，听说那人是真的看到了，还把魔黄草的样子画出来了呢。这会儿正在找厉害的武林人士一同前往呢。他还真干啊！谁不知道这魔黄草有多稀有啊？他不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还敢大肆找人一起去？别是假的吧？听说是因为和他一起去了，那北岳山的人都死了。既然是魔黄草，那岂会那么容易得到？说的也是，不过这魔黄草若是拿到了，肯定能拍卖很多银钱吧？怕是一辈子吃喝不愁了。之前赤羽谷的谷主都颁布了悬赏令，只要能拿到这魔黄草送给他，便是赤羽谷的贵客，日后能免费去赤羽谷看病呢，不限次数，全家人都可以去。我去赤羽谷下血本啊！毕竟赤羽谷是想收集这世间所有名贵的药材啊。听说这次有赤羽谷的弟子也去参加了，看来赤羽谷也是想自己搏一搏。后面的话拓跋石没有再听，他唰的一下起身走过去，将剑拍在他们的桌子上。你们说的可是真的？那召集高手的人在何处？见有人用剑拍桌子，他们本要生气的，可瞧着是个少年郎，气焰消散了不少。又听他问起魔黄草的事情，这气势没了。有人告诉他，你出去往右走，会看到一家成衣店，就在那店铺旁边就能看到告示了。小家伙，不是我们说，就你这身板这本事，恐怕也还是别去为好。对对对，那北岳山可是吃人的地方，不用你们管。拓跋石提着剑小声说了一句谢谢，便迈步离开了。拓跋佑安和乌墨对视了一眼，拓跋佑安开口，乌墨哥哥，我们也瞧瞧去。
第097章，真的是魔皇草。拓跋石快步跑到他们所说的地方，果然看到了召集令。他看了一眼上面的地址，扭身就走。集合的地方是北岳镇镇外的一个小木屋。拓跋石找到小木屋的时候，小木屋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都在议论魔皇草的事情。真的是魔皇草？发现的人可是飞仙山庄的少主啊！飞仙山庄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山庄，就连他们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拿下魔皇草，那可是魔皇草啊！魔皇草岂是那么容易拿到手的？听说魔皇草生长的地方特别的危险，飞仙山庄可是折了20个高手都没能摸到魔皇草呢，只能远远的看着。天，那你们还要去吗？富贵险中求啊！拓跋石推开门走进去，看到他，里面一静，随即低声议论了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这少年郎也敢来啊！嗨，谁不想过大富大贵的生活？说的也是。他们低声议论了几句，又扯开了话题，直到看到拓跋佑安和乌墨走了进来。众人，所以现在3岁的小奶娃也知道富贵的重要性了吗？不要命了吗？这2个小家伙加起来有个13岁吗？真正是去送死的。嗨，关我们屁事，又不是我们家的小孩，死了就死了呗。哎呦，可怜了，这2小孩是没父母吧？不然谁舍得让孩子来啊？听到议论声，拓跋石抬眸看了一眼，立马走过去，推着乌墨就走。拓跋佑安被乌墨抱在了怀里，两人被他推了出去。门外，他抬起手捏了捏眉心，你们找死啊？这种地方也敢来？高哥哥，你都敢来，为何我们不敢来？你放心，我们就是好奇，我们就远远的看看，我们不会靠近的。拓跋佑安盛满星辰的眸子里染着笑意。拓跋石，你们回去，那魔皇草周围也很危险，凭你们的实力是完全不能进山的。乌墨没有说话，他一掌朝着旁边打去，那旁边的树木被他的内力拦腰斩断，细数他这一掌竟是打倒了不下10棵树。拓跋石，那你怎么保证你能保护好他？乌墨语气淡淡的，有暗慰。拓跋石，小丑竟是我自己。拓跋石一听他这么说，也不再多说什么了，只是对拓跋佑安开口，那你跟紧他，我可保护不了你。顿了一下，他觉得自己这样有关心他的嫌疑，连忙撇清关系，我可不是关心你，只是好歹认识一场，万一要给你收尸，那也太麻烦了。我最近想饮食清淡，也不想吃席。拓跋佑安，合着在你心里我就是将死之人？拓跋佑安好笑的看着他，我才不会死呢。高哥哥还是关心自己的安危吧。拓跋氏轻哼，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这魔皇草我势在必得。乌墨给他泼冷水，你兴许实力强悍一些，可飞仙山庄人多，也未必就不能趁乱拿下。做人还是不要太自信的好。拓跋石，你这小子好烦啊。拓跋石瞪他，乌墨也不示弱。拓跋佑安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高哥哥是想要魔皇草做什么呢？救人。丢下这2个字，拓跋石往里面走，不再多说什么。当年他掉入洞穴，触动了机关，师父为了救他，内力受损，受了重伤，若想痊愈，需要不少稀少的药材，这魔皇草便是其中一味最重要的药引，所以他必须拿下。乌墨抱着拓跋佑安进去，拓跋佑安好奇地看了一圈，里面的人各色各样的，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穿着打扮带着书卷气，瞧着绅士，还有些人穿着统一的衣袍，应该是一个组织的。拓跋佑安瞧着瞧着，就感受到了一束灼热的目光，他看过去的时候，却又没有人看着他，等他再看向别处，那目光似乎又在。奇了怪了，那目光虽然炙热，倒也没有恶意。拓跋佑安肉乎乎的小手挠了挠头，小脸困惑。不远处的有一个穿着印着赤羽2个字衣袍的少女，正捧着脸，一脸花痴的看着拓跋佑安，看到他的小模样，心里的 Q 版小人都在撒欢了。呜，小家伙好可爱啊，圆嘟嘟的小脸，好想摸一下。这大陆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家伙啊？好想偷回家啊！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他可以去买一个带去染坊染个颜色。慕如师姐，你在看什么呢？正在专注着看着拓跋佑安的少女猛地一惊，脸上痴汉的表情一收，没什么。他语气冷淡，表情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高冷，甚至微微侧身挡住了他的视线。那可是他发现的宝贝，藏起来不给别人看。哦，那人问他，这事儿你告诉谷主了吗？魔皇草的事情。我说了，师父说了，让我们务必拿下魔皇草。你和师父说了就好。说着，少女看向一旁面容冷酷的少年，反正有素玉师兄在，就算只有我们3个人也稳了。慕如皱眉，还有这么多师兄弟在呢。秦勋撇嘴，他们能和师兄比吗？就他们这实力，也是去送死的。依我看啊，他们都不要去，就我们3个人去就成了。慕如呵斥他，秦勋注意言辞，师兄弟他们都不差。就是，我们哪里差了？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秦勋小师妹，
你不能因为你喜欢苏瑜师兄就这么说我们啊！就是现在可不兴踩一捧一了。被他们唇舌围攻，秦勋脸色尴尬了一下，看向苏瑜，希望他能帮自己说话，结果他只是瞥了一眼，说了一句：“慕如小师妹说的对。”秦勋气死了，师兄他怎么就不懂呢？秦勋跺了跺脚，扭身冲了出去。其余的师兄弟都在说：“秦勋小师妹真是的，就这脾气，还是回去当他的大小姐好了，还是慕如师姐好。”慕如没有再听他们的话，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拓跋佑安身上。小家伙这会儿双手托着脸，那脸上的肉显得更加圆嘟嘟了，就像一个香芋丸子，太可爱了。可恶，可惜没有画师在，不然定要让他画下来。这就是小仙女啊！慕如内心疯狂呐喊，面上却不动如山。很快，飞仙山庄的人就来了，和他们说了一下注意事项，就动身了，一起前往北岳山。秦勋也回来了，跟着一起走。这小木屋本就在北岳山山脚下，因此他们没多久就走到了半山腰。那魔黄草在山顶的位置，一群人说说笑笑，很快就靠近了山顶了。只是山顶的地方有一群浓雾环绕，那浓雾呈绿色，瞧着就不简单。是瘴气。第098章，为什么要退出？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其余人纷纷掏出解瘴气的丹药吃下去。拓跋佑安和乌墨没有，但拓跋佑安知道一味草药可以解瘴气，就在不远处。他刚打算让乌墨将它放下来，他去摘，还没动呢，手心就被塞了2颗丹药。拓跋使嘴巴坏的嘲讽他们，连瘴气丸都没带，你们还想去看魔黄草呢？痴人说梦也没你们这样的。拓跋佑安，你都给了我们丹药了，非要这么说吗？拓跋佑安冲他软乎乎一笑，甜甜说道：“谢谢高哥哥，高哥哥你真好，有你在，安安好放心哦。”拓跋石，他夸我了，他夸我了，等于 V 等于。拓跋石耳根微红，心里开心的很，嘴上却说：“我好不好？要你说。”拓跋佑安知道这人刀子嘴豆腐心，弯了弯眉眼，没有跟他争吵。乌墨目光冷沉地看着他，拓跋佑安抱着乌墨的脸蹭了蹭：“哥哥，安安没有生气哦，因为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嘛。”乌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我明白，我不会跟他打起来的。就是听他那么跟你说话，很不爽。安安这么好，他还句句话带刺，很讨厌。”两人吃了瘴气丸，就跟在队伍后面一起进去。拓跋石虽然说的那么嫌弃，但余光却一直锁定着拓跋佑安，也怕他出事。山路崎岖不好走，特别是这么多雾气。但乌墨身形很稳，抱着拓跋佑安，甚至都没有踉跄一下。他步伐轻盈，似走在平地一般，可见其实力强悍。穿过瘴气，眼前豁然开朗。北岳山的山顶不似别的山顶，没有下雪，也没有很冷，反而像极了到了春天，春暖花开，鸟语花香。拓跋佑安抬眸望去，能看到不少他想要的药材。呜哇，好舒服的气息啊！让我看看是谁身上传来的。咦，是这个小奶娃身上传来的。他身上的气息和味道好舒服，像妈妈一样。拓跋佑安能听到这些植物的心声，他低眸看了一眼，忽然在乌墨耳边低声说道：“乌墨哥哥，我们走在最后面，这里有好多安安想要的药草，一会儿我们全部拔掉带走。”乌墨闻言点头：“好。”说话间，他脚步微顿，在走时步伐已经慢了很多。周围的人满心都是魔黄草，况且又不是大夫，都没能看出这些药材的珍贵，一个个步伐走得很快，都没注意到脚下。哎呦，这龟孙子差点踩到我了，幸好我马上闪开了，我珍贵的叶子啊！哎呦，这些人干嘛呢？一个个走这么快，能不能看下脚下啊？啊，你都把我踩扁了！可恶，看我的叶子攻击！植物们抱怨着，有些比较凶的植物就打回去。拓跋佑安低眸看了一眼，笑弯了眼睛。那被叶子打了一下的人还在嘀咕：“我刚刚脚踝怎么有点痛啊？这里也没有带刺的植物啊。”奇了怪了，不奇怪，你是被植物打了。等人都走到了他们前面后，拓跋佑安示意乌墨将他放下来。他蹲到那些药草面前，低声哄道：“乖乖，你们要不要跟我走啊？你看，你们在这里总是容易被人踩到，对不对？跟着我走，我能让你们不被人踩。怎么样？”那些药草猛了一下，一个个惊得立得笔直。你能跟我们说话？是呀。拓跋佑安摸了摸他的叶子，那药草舒服的眯起眼睛。啊，好舒服，好呀好呀，我跟你走。在哪里不是呆？跟着他还能感受他身上舒服的气息，感觉他心灵都受到了洗礼。好，拓跋佑安温柔地笑着，一把将他连根拔起，放在了早就准备好的木盆子里。这是暗卫刚刚去帮他准备的。木盆子里放了土壤，所以他们进去也很适应。不远处用余光看着这一幕的拓跋石，小家伙一开始蹲下来，似乎在和草说话，还温柔地摸着那草的树叶，他还觉得这一幕好温馨。结果下一秒，笑眯眯的连根拔起，拓跋石没由来的打了一个冷战。小家伙可不像表面上那么无害啊。不过反正这些草也是没主的，
拔了便拔了吧。他如此想着，就见小家伙身形化作了残影，所过之处雁过拔毛，那真正是一根草都没留下。咋的？这北岳山的草特别一些？拓跋石只认识师傅需要的药草，对别的药草一概不知，因此他以为只是普通的草。见他拔得这般欢快，难道安安喜欢收集草？乌墨学着拓跋佑安的手法，帮他一起拔。一开始有些药草还有些抗拒，他们也想被小家伙抚摸。拓跋佑安凉凉的开口：“乖，乌墨哥哥是为了帮我哦，你们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们吃了哦。”药草们，刚刚那个温柔的奶娃娃呢？你是谁？他们都不敢抗拒了。乌墨成功的帮他拔了不少，两人将那一块地都捋秃了。拓跋佑安将放满药草的盆子递给了突然出现的暗卫，由他们想办法先帮他送回宫中去。有点拥挤。哎呦，你踩到我的脚了，那你还挤到我的手了呢。拓跋佑安安慰这些药草，没事，等你们到了皇宫就有很宽敞的地方了。那些药草这才安静下来。暗卫带走了，拓跋佑安和乌墨继续往前走。很快，眼前的环境又是一变，靠近森林的内围由白天变成了黑夜，各种动物的声音叫个不停，活像到了恐怖片现场。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兴奋了，这说明就要接近魔黄草了。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前面走路的一个人脚下不稳，摔倒在地上，只听一声尖叫，那人就被沼泽吞没了。他身后的众人脸色大变，纷纷跳着后退。快退！前面是沼泽地，一大片沼泽地隐藏在树木后面，危险至极。领头的人是飞仙山庄的人，他低声说道：“跟我来，我知道怎么走能避开这沼泽地。”一群人后怕地跟在他身后。拓跋佑安沉默了一下，他既然知道怎么安全地绕过这沼泽地，为何还要带人往这边来？是他的错觉吗？他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乌墨显然也想到了，脸色也沉了几分。总觉得靠近这里以后，我感觉到了说不清楚的气息，很危险。乌墨将自己在走的拓跋佑安抱起来：“安安，我抱着你。”拓跋佑安刚好也走累了，小手圈着他的脖子。好。飞仙山庄的人带着他们绕过了沼泽地，沼泽地之后竟是一群野兽。好在这些人功夫都不差，一番打斗下来，也有几个人受了伤。众人原地调整，一直沉默的慕如忽然沉声道：“回去，我们退出。”一听他这话，秦勋就不干了：“都到这里了，为什么要退出？”第099章被草捆住了。要走你自己走，我可不走。苏瑜师兄，你也不会走的，对不对？秦勋才不想放弃这么好的表现机会呢。他一会儿一定要拿下那魔黄草，让苏瑜师兄、谷主他们知道他比慕如更加优秀。慕如沉了脸色：“蠢货，竟然都没发觉不对劲。这野兽虽然会聚集，却也是同品种属性的野兽才会聚集到一起，这些野兽明显就不是。可是他们聚集到了一起，这说明什么？说明很大的可能是人为。”再联想到前面的沼泽地，慕如天生的第六感让他察觉到了危险。他想退，不管怎么样也要保证师兄弟们的安全啊。师姐，你怕你就老实说好了，这里又没人会笑话你，你没必要如此针对我吧。秦勋说着，满脸委屈地看着他：“我知道我和师姐你没法比，我不是谷主的内门弟子，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师姐骂我也应该受着的。只是现在的情况，师姐当真要一意孤行吗？你也知道谷主有多想要这魔黄草，我一个外门弟子都不怕，师姐一个内门弟子反而怕了。”慕如，谁说他怕了？慕如皱眉：“我怕不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既然知道你是内门弟子，那你就应该听我的指挥。”慕如看向苏瑜：“师兄，你应该明白的，我们不能再前进了。”苏瑜沉默了，他知道刚刚他也察觉到了异样，但都到了这里了，他不想放弃。若是能得到魔黄草，谷主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到时他说他想迎娶慕如，谷主定也会答应的。慕如脸色冷了下来：“师兄，你不会明知九死一生，还想让师兄弟们去送死吧？”哟，师姐现在是觉得师兄弟们不行了？方才不是还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吗？一听这秦勋挑拨，有些弟子就不干了：“师姐，都到了这里了，我们继续前行吧。”就是，我们不怕死，大不了就是一死呗。他们不喜欢被人瞧不起。慕如感觉头疼，他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前面有危险，哪怕是我也没有10成的胜算。我没有小瞧你们，只是我答应过师傅会带你们回去。有一部分弟子表情松动了：“师姐不是那样的人，师姐定是感觉到了危险，才想带我们走的。”对，要不我们走吧。我也觉得这里面阴森森的。你们是不是男人了？这就怕了？要走你们自己走，我们不走。弟子们分成两拨，一拨人相信慕如的直觉，一拨人却觉得他大惊小怪了。这么多人呢，能出什么事？富贵不就是险中求吗？拓跋佑安也注意到了他们的争吵，他目光落在那慕如的女子身上，
这女子倒是感觉得不错。拓跋佑安、乌墨和拓跋石都感觉到了危险，刚刚的怪异，他们也感觉到了。拓跋石是觉得，正是因为这样，那魔皇草可能是真的，所以他想留下拼一拼。拓跋佑安是放心不下拓跋石，加上这四周植物很多，到时候都能为他所用，所以他心里又稍微有底一点。其余人也发觉了他们的争吵，都开口嘲讽。这赤羽谷也是搞笑，赤羽谷谷主的内门弟子竟还不如外门弟子有胆量，谁说不是呢？依我看啊，这次回去，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指不定就要调换了。嗨，就一点野兽就给他吓成那样，还内门弟子呢，真丢脸。莫如脸色未变，他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他只想送师弟们出去。可是还有一部分师弟却怎么也不跟他走。就在他打算先送这部分愿意走的师弟走时，异变发生了。天色忽然变得暗沉了起来，一声声咒语骤然响起，就似那毒蛇在人耳边吐着蛇信子一般，令人胆寒。天空被染成了暗红色，诡异可怕。糟了！莫如脸色瞬间沉了下去，他觉得迟了，走不掉了。乌墨也在一瞬间变了脸色，是献祭的咒语。乌墨作为苗国的九皇子，虽然不受宠，但对巫术也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这些咒语正是巫术中的献祭咒语，有人想将他们献祭了。既然是为了魔皇草，那献祭的对象就是魔皇草了。一听他这话，拓跋石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他没想到竟是献祭，他以为顶多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困难，没想到还有来自人为的。拓跋佑安轻轻闭上眼睛，问小草们是谁在念咒语。哦豁，还有人能跟我们说话呢。我刚刚就说了，那气息肯定是这个小家伙身上的，好舒服。小家伙是在你们1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群人穿着那个黑斗篷，还点着蜡烛呢，搞得可神秘了。他们说咒语念完你们都会死，你们都死了，那魔皇草就会来吸你们的血，到时候你们这么多人的血能让魔皇草合成了，他们就刚好可以捡走了。啧啧，这人类可真歹毒啊。拓跋佑安轻声哄道，那你们可以帮我一个小忙吗？什么忙呀？打断他们的咒语。这可以啊，刺激。那这样我们算不算救了你们的命啊？你们要怎么报答我们？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报答？哎呦，那瘴气烦死了，我们都不能出去，只要你能帮我们把瘴气解决就可以了。可以，行，那我就帮你。拓跋佑安收回思绪，就见那飞仙山庄的人冷笑着，只要这咒语念完，你们都得死，灭哈哈哈！你们就痛苦的悲鸣吧。那人双手叉腰，仰头长啸，众人脸色都非常难看。有人朝着那飞仙山庄的人攻去，却一脚踩在沼泽里，很快就没了气息。那卑鄙的人竟躲到了新的沼泽地对面，那沼泽地宽的根本不是人能用轻功飞过去的距离。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可以说说？兴许我能帮你们送个信呢！哈哈哈哈！那飞仙山庄的人有恃无恐，得意得很。卑鄙小人！飞仙山庄不过如此。可恶！若是能出去，我一定杀上那飞仙山庄。那人乐了，你就做做梦吧。你们若是能回去，我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球踢。那人悠闲地靠在树旁。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咒语戛然而止，那冲破天际的红光也在一瞬间迅速退散。那人脸上的得意僵住，怎么回事？有属下迅速来报，那些施法的人被草捆住了，咒语被打断了，他们被反噬，这会儿吐血昏迷着呢。被草捆住了？他妈的，一群傻逼吗？第100章，不需要和旁人合作。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那飞仙山庄的人说的话还在耳边缠绕，你们就做做梦吧。你们若是能回去，我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球踢。脑袋拧下来当球踢？现在巫术结束了，他们可不是能回去了吗？一些人反应过来，讽刺他，哟，现在是不是要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给我们当球踢啊？哼，这巫术是不能继续了吧？兄弟们，找条路过去，打死这个畜生！找！没了那红光的阻拦，一群人一哄而散，四处去寻找过沼泽地的道路。对面飞仙山庄的人也慌了神，转身就跑，去看看那些巫术师是怎么回事。他们到的时候，就见那些巫术师被一群藤蔓缠绕着，身躯都扭成了麻花了，别说动了，连嘴巴都被封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被那藤蔓甩来甩去的，在风中摇曳，一个个都流出了屈辱的泪水。他们竟然被小小的藤蔓耍了！飞仙山庄的人，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招惹了这群藤蔓啊？一群人冲上去想帮忙，下一瞬间就都被吊起来了。有些人拿刀去砍，但藤蔓被砍断，瞬间又长了出来，仿佛在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飞仙山庄的人，那领头的人咬了咬牙，走，眼下只能放弃这个计划了。等下那群人追上来，他们一个都别想活下来。那领头的人跑了几步，想了一下，
又折了回来，手中飞镖飞出去，划断藤蔓。那被藤蔓缠绕的人也被飞镖所伤，鲜血瞬间就流了出来，空气中弥漫着鲜血的气味。领头的人扭身就跑，他也不会让那些人好过。这血腥味定能吸引来魔黄草，到时候魔黄草饮血不足，定会将那些追赶过来的人统统杀了。飞仙山庄的人面露凶光，阴恻恻地想：我得不到，你们也休想。那群人很快就找到了过沼泽地的路，一路前行追过去，却只能看到被藤蔓缠绕的众人在空中摇曳，那手臂上的血液挥洒而出。诡异的是，在那下方，一朵1米高的花长大了血盆大口，正张着嘴着接着那挥洒而出的血液，这边接一口，又蹦跶到另外一边接一口。那花朵比成年人的脸盆子还大，就像一个人抬起头张开巨大的嘴巴接吃的似的。那画面感怎么说呢？诡异中又透着好笑心酸，特别是看到他因为慢了一步没接到，那长长的根茎跪在地上垂着头似乎在落泪的样子更具喜感。一群人风中凌乱，不知道是谁惊喊了一句：是魔黄草啊！众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朝着他飞身而去，在飞过去的半路就和同样想去抢夺的人打了起来。拓跋佑安听着魔黄草的心声，目光复杂：我为数不多的粮食啊，你怎么就没掉到我嘴里来呢？不知道把这一捧土挖出来，能不能再把它挤出来？拓跋佑安，你再异想天开，早都被土壤吸收了。哎，要不是没有别的吃的了，谁稀罕喝这些狗东西的血啊？难喝又不得劲。那该死的瘴气又让我出不去，和这里的植物又都成了好朋友了，我都不好意思对他们下口了。可恶，早知道以前就不跟他们做朋友了，我就能吃饱饭了。拓跋佑安，你的烦恼真多啊！拓跋石没有马上加入战斗，先让他们打。莫如他们也是这般想法，都在隔岸观火。但很明显，秦勋不是那么想的，他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战斗中。打不过的时候，还喊了一句：“苏瑜师兄，快来帮帮我！”并不想加入战斗的苏瑜，那些人已经朝着他看过来了，没法子，他也只能加入了。拓跋佑安被乌墨抱在怀里，托着腮看他们打架，偷学招式，还时不时同乌墨说道：“哇，哥哥，你看那个好阴险呀，他偷偷的藏了毒针在衣袖里呢。”乌墨点头，阴险小人。虽然他也藏了武器在衣袖里，但他不说就等于没有。拓跋石，他得小心点，一会儿若是对上这人，可得小心他偷袭。魔黄草伤感完，一抬头就看到更多的血液落入地面，顿时更加伤感了。他一扭头，就见一群人在打架。魔黄草，这群人类怎么回事？相亲相爱懂不懂？话虽这样说，但他还是寻了一个高处，美滋滋的将自己的根茎缠绕在藤蔓上看戏。打起来！咿呀，这个女子好笨啊，这都能被偷袭，这人也太菜鸡了吧！这就倒下了。哎呦，你行不行啊？是个男子汉就站起来继续打啊！看着看着，魔黄草越来越激动，那血盆大口闭闭合合，似乎在口吐芬芳，但除了拓跋佑安，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只能看到他那一口尖锐的牙齿上下颤动着，可怕的很。等打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朝着魔黄草抓去。魔黄草，哦豁，轮到我上场表演了。魔黄草根茎卷起藤蔓，当做自己的武器，和那人打了起来，用的招式和那人的一模一样，但威力却比那人的强多了。看到这一幕，众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这魔黄草竟成精了，他竟然还可以模仿我们的招式，威力比我们更强，这要如何是好？依我看，我们现在也别内杠了，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被打倒的那些人，要你们现在马后炮。刚刚打我们的时候，可没手下留情啊。苏玉带着受伤的秦勋回到队伍里，将人交给一旁的师弟，问慕如：“师妹，你有什么想法？”慕如偏眸看向拓跋佑安那边，他刚刚余光一直在注意他们，他能感觉到小家伙身边的2个人实力都不差，可他们一直没动手。再等等。很快就有人走过去，问拓跋石要不要合作。拓跋石认出这些人是喜欢偷袭别人的，一口回绝：“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与其跟这种小人合作，那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呢。”那人也不强求，他没有问拓跋佑安他们，直接饶过他们去问赤羽谷的人。开玩笑，2个小不点，他们加入反而会拖他们的后腿，他们可没精力还去照顾他们啊。慕如看到他的态度，面色更冷了几分。我们赤羽谷自己可以，不需要和旁人合作。你刚刚无视小家伙是什么意思啊？慕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人灰溜溜地摸了摸鼻尖，那行吧。他都不知道这人怎么就生气了呢？赤羽谷的人果然都是阴晴不定的。